没有有钱人家小姐的命，就别端着人家的架子，就知道哭。娘，银子呢？娘，银子我是真的不知道放在哪儿。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没一会儿，里头又传来了砰的一声响，然后就是一片死寂了。来人呐！来人呐！这小贱蹄子好像是没气儿了。娘，这是怎么了？娘，三弟妹别是又昏过去了吧？上一回她昏过去，家里就花了7、8两银子给她买了人参续命，现下又来一次。我可先说了啊，我们二房没钱给她请大夫的。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赶紧的去找大夫过来。哪个混蛋让我撞墙了？疼得这般厉害。殷素素揉了揉自己的脑门，还没爬起来呢，就见3个鬼一样的老娘们盯着自己看。不对，不是鬼，我这头疼得很，这是真的，我穿越了。意识到这点之后，他脑子里白光一闪，就冒出了很多东西来。殷素娘，姚家老三姚寻的婆娘，婆婆不喜欢，嫂子排挤，公爹也不正眼瞧得住。姚家二老，一个自私好面子，一个凶神恶煞，眼睛里只有银子孙子，从未善待过儿媳。平日里见了3房有一个铜板，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的扒拉走。上回村里人说姚寻打了大虫换了钱，这不，这一家子又开始了。好你个小贱蹄子，竟然吓唬我！今儿我不让你知道我们姚家的家法，我就跟你姓。小贱蹄子，说话不知道客气还是咋呢？别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是倚老卖老，你知道吗？你个小贱蹄子，竟然敢这么顶嘴，真的是反了天了！哎呦娘，你先别生气，三弟妹或许就是脑子糊涂了而已。再说了，她从前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娇生惯养的，也不知道这些乡下规矩。你也别替她说话，她是什么样的种，我心里明白的很。三弟妹，你还愣着做什么呀？赶紧跟娘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姚老太太见她不搭理人，气也就更旺了。她一把就拿起自己脚边的凳子，直直的就朝殷素素丢了过去。你们这是不想讲道理了？我都说了没钱，你们是聋子不成？姚老太太也觉得那30两银子必定是这殷素娘自己藏起来了。这么一想，她就冲了上去，想要搜身。殷素娘直接就推了她一个仰倒。老大家的，你也别给我愣着，给我打！这小蹄子反了天了，竟然敢对我动手！我今儿个不打死他，我就白活了！哎，娘，我来了。现在这老太婆跟花氏，一个揪她的头发，一个朝她脸上招呼。好在她还能躲，一个躲闪之后，姚家大院里就响起了2道尖叫声。疼啊，娘！您扯到我头发了！哎呦喂，老大家的，你是想要戳瞎我的眼是不是？三弟妹，你可真是机关算尽，竟然让我打娘！好啊你！今我不把你这张脸给挠花了，我就跟你姓！想挠花我的脸，做梦去吧你！哎呦！小贱蹄子，竟然还敢还手是吧？老大家的，去拿棍子来！啊，你们别过来！谁打我一下，我殷素娘必定还他3下。不信的，只管试一试。姚老太太见他这般，当下就指挥花氏去将那竹竿抢过来。啊，我去！怎么，我还使唤不动你了？花氏是不想上，可是被老太太一瞪，她也没法子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一把攥着那竹竿的一头。你能不能老实点儿？要是你开始就将银子交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破事了。银子，有个鬼的银子！别说是没有，就算是有，我也不可能给你们这些人。住手！这像什么样子？堂屋，殷素素跪在地上挨骂。老头子，从前我就跟你说过，老三的婆娘不行，你不信。现在你看到了吧？你们一个个的不在，他都恨不得爬到我头上屙屎屙尿的。先是装死吓唬我，后来又骂我打我。老三家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反了不成？竟然敢动手打长辈！要不是这会子他们人多，自己这边只有他一个，这原主的身子又弱鸡儿似的，他怕是就翻脸了。
问你话呢，你神游太虚做什么？说什么？哼，我问你，老三把银子放哪儿了？又没有分家，家里的银子都要交到宫中，你不知道？老三媳妇儿，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娘也是为了你们三房好，你赶紧将银子交出来，免得老三把银子霍霍完了。是打大虫换来的银子？不是那银子，难道你们还背着我藏了其他银子？我哪知道那银子在哪里？都说他打了大虫卖了钱，可我手里一个铜板都没有。这话是真的，原主自打嫁过来之后，手里一直都是没钱的。她性子又软弱，婆婆嫂子不喜欢，都只顾着哭了，哪里知道银子在哪儿啊？你可别唬我，有没有我进去找一找就知道了。若是让我找到了，你仔细你的皮儿。这是哪门子的规矩？谁敢进去试试？你看我不去衙门讨个说法？吵什么？也不怕被人听了笑话。老婆子，进屋里搜也不合适，毕竟是他们两口子房里。但是这银子嘛，老三媳妇儿，你也是要交出来的。大房二房每一个月交100文钱，我们三房每个月都要交1两，这就是所谓的公正。外头的人说我当家的打了大虫换了钱，你们一个个的就想方设法让我拿出那30两银子。说真是如此，我要着公正做事。放肆！放肆！在你们眼里，我们三房就是比这2个茶碗都不如。我上回得病，病得都下不了炕了，你们都不愿意替我抓一副药。什么不替你抓药？因着你那病，我们家可是花了7、8两银子呢，那不是钱呐。是，那7、8两银子都是花在了我身上。可是你们别忘了，那银子都是我当家的挣的，既没占用宫中的，也没耽误每月上交的银钱。什么你们三房挣的？你们三房是老姚家的一份子，又没分家，那这银子就是宫中的。分家？好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干脆就把这个家真的分了，免得有些人成日的分不清你我，总想着霸占别人的东西。娘，您跟爹都还在，三弟妹就盼着分家了，这是盼着您二老不好呢。好你个老三家的，我原想着你是秀才老爷的女儿，读过书，不想跟你动粗。老大老二，给我拿棍子上家法。三弟妹，你还是乖乖的好，若不然……什么恶心玩意儿！一想到他平日那作风，殷素娘差点没吐出来。大爷的，连亲弟妹都肖想。不要脸的小狐狸精，见了男人就想要勾引，我打死你！谁敢动手？谁要是动手，我就打死他。老太太见东西碎了一地，心早就疼得滴血了。她一咬牙，高举自己手里的扁担，就朝殷素娘的脑袋上砸了过去。让开！今儿我不打死他，我就不信了。打死他，我看看谁敢！从今日起，我们三房就不再是老姚家的人了。混账东西，你没管好你婆娘，让她将家里整得乌烟瘴气的也就罢了，现在你跟我说要分家。我要分家并不是跟你们商量，而是通知你们。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可以去村长、族老跟前说道。从今以后，谁若是再提分家这2个字，我就打断他的狗腿。还有，老婆子你别闹了，免得让街坊们看了笑话。钱的事儿就还是如同以前一样交，谁有意见就过来与我说。不分家？行，那就大家都交一样的钱，大房二房都交100文钱，那我们也交100文钱。也别跟我扯什么孝顺不孝顺的，大的交100文钱就是孝顺，我们只交1两银子就是不孝顺，有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小贱蹄子，我就知道你不是个省心的，一日的挑唆着老三与我作对。我告诉你，要分家是吧？可以，你们三房净身出户，一个子儿也不许带走。还有，除了交出那30两银子，你们必须每个月交给我们2两银子，少1分我都不会同意。1个月2两银子？我去，你这老太婆怕不是疯了？你能给，那我就同意分家；若是给不出来，那你就做梦去。你怎么看？
分。净身出户是吧？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拿，现在就走。还有，从今以后，谁若是再欺负他，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一听他说要走，老爷子也就急了，可老太太拉住了他，给他使了一个眼色。老爷子见自家老太婆这般，琢磨了一下，也觉得这样子不错。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要分家，那就按照你娘说的办。日后你们虽说是不住在老宅了，那衣裳你们还是可以捡几套走的，免得外人见了说我们心狠手辣。将那些衣裳都拿上了之后，殷素娘就跟着姚寻出了姚家。见他们要往山上走，他就挑了挑眉。这么晚上山，是要去喂老虎啊？当然不是上山，只不过现在天都已经黑了，我们也得找个地方落脚。后山山脚下有一个破烂院子，虽说破，但将就一下还是能够住几天的。破烂院子，没人的吗？现在我们身无分文，只能先将就几日。有的住，殷素娘也不挑。到了地方之后，她才知道这男人口中的破烂是有多破呀。没事儿，明日我把屋顶修一修，也能住人。炕是好的，厨房那边的东西也还算完整，总归能用。1刻钟之后，这破院子的外墙下，殷素娘一脸美滋滋的看着自己手里的野菜。媳妇儿，你笑啥？这可是好东西，这婆婆丁吃了对身子好。妈耶，这院子外头一大片都是，还有马齿苋。媳妇儿，这婆婆丁是可以吃，可是这一堆……姚寻看着他之前拔的那堆马齿苋，有些难以启齿。怎么了？这是猪草，咱们现在没猪，要这个也没用。猪都能吃，我们也能吃啊。当家的你放心，等以后咱们有钱买面粉了，我就用这个给你烙饼子吃。对了，这个用来凉拌也很下饭的。听到他这话，姚寻心里那点不快全部都消失了。好，媳妇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多挣钱，给你买精面吃。他哪里知道自己媳妇儿已经换了个心儿，也不知道自己媳妇儿完全就是见了野菜嘴馋，想吃那2样而已。三弟，我就说你肯定会到这里来的，我也知道你们今晚肯定不好过，所以啊，我就给你们送了点吃的来。他将自己衣袖里的鸡蛋拿了出来，一想到他对自己小媳妇儿有旁的心思，他就眯了眯眼。不用了，你拿回去。哟，三弟，你是个大老爷们儿，你自己挨饿那倒没啥，可是三弟妹的娇滴滴的，怎么能跟你住这个破屋子又挨饿呢？这鸡蛋是大宝的吧？你拿回去，我们不要。就是，我们已经分家了，从此老宅是老宅，我们是我们，你们的东西我们不要。三弟妹，你别客气，虽说是分家了，但总归都是姚家人，打断骨头都还连着气儿呢。你赶紧走，免得又闹出些什么事儿来。三弟妹，你是怕你大嫂是吧？姚大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几分资本的，自己这个三弟妹就是个不知风月的小娇娘，他对自己必定也是有几分意思。你别怕，你大嫂就是个黄脸婆，虽说脾气是大了点儿，但在我面前，她也蹦跶不起来。好你个没良心的恶心玩意儿，不念着我的好也就罢了，竟然还将大宝的金子儿给这个小狐狸精。我就说你咋鬼鬼祟祟的呢，原来是为了讨好别人。还有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竟然敢勾引我男人！你等着，明日我就去跟村长说，看村长不把你进了猪笼。勾引你家男人？我是没见过男人还是怎么的？你个小贱蹄子，我告诉你，你最好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你要是再到处发骚，你看我不一瓢粪水将你给淋透了，看你还嘚瑟。你这婆娘，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是弟妹，什么小贱蹄子，你会不会说话？他见花氏开口闭口就是小贱蹄子，心里早就已经是起了一把又一把的火了。这会儿看姚大又要走过来，他一脚就将自己脚边的一个石子踢到了他那头。哎呀，
不对，哎呀，他娘的，黑不溜秋的，差点没摔死老子！哎呦，三弟妹，我没吓着你吧？好你个姚大，我看你就是被这个小狐狸精给吸了魂儿。你心里没有我也就罢了，连大宝都没有，不过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又闹什么？一个鸡蛋也至于你闹成这样子啊？我平日里是没给你吃过鸡蛋还是怎么的？你要是不想过了，那就别过了，回娘家去。好你个姚大，我嫁给你那么多年，为你们老姚家生了长孙，又做牛做马的伺候了你们那么多年，现在你为了一个小狐狸精就赶我走，我打死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他娘的，不还手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啊，你打我，姚大，你竟然打我！你为了这个小狐狸精竟然打我！我也没等他说完，花氏就已经甩开了他，大步的往外头走去了。我回去看看。那个，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麻烦，能帮上的我都帮，不必了。姚大闻言摸了摸自己后脑，悻悻的转身往外走，可都还没走出几步呢，就已经闻到了一股子奇怪的味道，桐油的味道。那就是着火了。果不其然，这刚一出来呢，就见花氏在破墙根外头点火。哎呀，你这疯婆子，你是想烧死我不成啊？总要你一心一意的向着这个小狐狸精，我今日就一把火将你们3个都烧死，那你们以后就下地狱里去一起耍。疯婆子，疯婆子！对，我就是疯婆子，今儿我就成全了你跟这个小贱人。反正你心里早就已经没有我了，我还跟你讲什么情义？就在他们两口子一起对骂的时候，姚寻和殷素娘已经忙着救火了。这破院子虽说是在山脚下，但是离村子里也不远。村子里的人见了火光，也都纷纷跑了上来。哎呦，都别愣着了，赶紧救火呀！哎，姚大家的，你就别捣乱了，这要是烧着了人，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烧，都烧干净了才好呢。2刻钟过后，火被扑灭了。原本就快倒塌的院子，被这么一烧，那是彻底的成了废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家子闹成这样子，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祖老，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说，是这婆娘就听不懂人话，您知道吧？你看啊，这婆娘一疯起来就跟野狗似的，见人就咬。你看看，她现在都快疯了，还想烧死人呢。哎呀，姚大家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姚大，你怎么就不说说你那尿性？你跟这个小贱蹄子有一腿，你怎么不说？就直接说我疯？若不是你得了什么好的都捧到他跟前，我会疯。够了！各位，我自打嫁给姚家，除了出去洗衣裳，基本上都是不出门。伯母交代的事情，我不会做，也学。可就算是我听话，我做事，最后还是成了被欺负的那一个。这其中缘由，我不说，想必各位也知道。今日他们趁我当家的不在，就联合起来逼我交出那卖大床得的银子。我说没，他们都不信，要打我。我不服，他们就说我不尊不孝。这也就罢了，还说我勾引男人。今日大家伙都在，我殷素娘对天发誓，若我有勾引他姚大，哪怕是一个眼神，都天打雷劈，劈死我算了。姚大家的，这就是你们不对了。你们3房这个婆娘以前连看人都不敢抬头，怎么就勾引男人了？你们可不要被他这模样给迷住了。这要不是我跟了过来，我儿子的金子儿怕是都要进了这小狐狸精的肚子。姚大家的，你自己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你心里没有数？你别仗着自己年纪大就在这里指手画脚的，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今儿这小贱人我是铁了心的要教训的，谁也拦不住我。谁拦你？只不过我话也是放在这里了，你们都是已经分了家的。今日这事儿啊，想必也是你男人自己跑上门来的。要论错，他们2口子那是半点不占的。分家了，怪不得呢。联想到白日的时候他们家闹得鸡飞狗跳的事情，大家伙心里也就有数了。你们
也别都帮着他说话，谁知道你们家的男人是不是也被他给搞？你居然敢打我！见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贱蹄子，我就不信话！你嘴巴最好是干净一些，若是胡说八道的话，你看老子不将你这臭嘴给封上了！你松开！你要是再不松开，我可就要喊人了！这么多人在这里，你还要喊谁？之后你若是再胡说八道，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今晚让大家看笑话了，时候也不早了，大家也就早些回去吧。大家见没好戏看了，就都纷纷散了回家去。这围墙都给烧塌了，你们住在这里就不安全了。要不还是上我家住2日再说吧。哎呦，李婶儿，您放心，有我在呢，不会有事的。我想给你们点东西，但是你们2口子的性子我是知道的。既然你们不要，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不过你们要是需要我们帮忙，就别自己一个硬撑，知道不？哎，我们都记着呢。这时候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去吧。剩下的我来吧，你先歇一会儿。行，就将这边的灰尘简单擦一擦就是了。弄完你也赶紧睡，明儿咱们得一起上山的。媳妇儿，你也要上山？那是自然，你上山打你的猎，我上山也得整点吃的不是？李婶之前教我认识了不少的野菜，咱们找一些回来总归是好的。媳妇儿，我可以带你上山，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能自己一个人乱跑。我在何处你就在何处，可行？有什么不行的？我都听你的。1日一大早，2人直接就进了山。以前连松鼠都没有见过的他，现在一抬头就看到树枝上有不少的松鼠在跳来跳去的。当家的，这里头东西怕是不少的。越往里走东西越多，但是也越危险，所以媳妇儿，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之后，你必须跟着我。你放心，你让我待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不是怕麻烦，我只是怕你有危险。哎呀，我知道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往里头走吧。哎，你不是要采野菜吗？我知道哪一处有，到时候你就采野菜，我先去下套子。这家伙带着自己走了大半个时辰，就到了一个山洞前。媳妇儿，这里头有我之前放的东西，你可以在里头休息。然后这4周的野菜也多，你就在这里面挖就好了。好，你路上小心一些，我就在这里挖一点，不会跑远的。他一走，殷素娘也就开始打量起这山洞来。就在这个时候，洞口突然就传来了细微的动静，外头那玩意儿突然朝他冲了过来。野猪，而且是个个头不小的野猪。姚雪，你快回来！奶奶的，我这小翅膀是真的跑不赢这头野猪的，这要是被野猪给撞死了，那我不是白穿越了一回吗？咻的一声，一支箭直直地射中了野猪的脖子。娘啊，吓死我了！媳妇儿，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没事，我没受伤，就是被这家伙给吓了一跳。这好端端的，怎么就有野猪出现在这山洞附近？你没事就好。这野猪的前肢受了伤，许是中了别人的陷阱逃了出来的。他想要找一个地方养伤，谁知道就遇上了你。他怕吓着自己媳妇儿，把野猪带去了远处收拾。等再回来的时候，殷素娘见到的就是2大扇收拾好了的野猪肉。猪下水呢？那玩意儿不好收拾，又臭烘烘的，容易引来野兽，我就扔了。一整副野猪的猪下水，这家伙就这么扔啊？不是说古人都特别勤俭持家珍惜粮食的吗？怎么我现在感觉压根就不是这个样子啊？看着自己小媳妇儿那瞪大了的双眼，姚寻有些心虚。那我去捡回来。赶紧去，那玩意儿能吃好几日呢。别以为有了一头野猪就能够吃一辈子了，赶紧去，要是少了一块，我唯你是问。别人家摊上的都是败家娘们，怎么我摊上的这个是个败家爷们儿啊？媳妇儿，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之前我就进不去厨房，你当然不知道我的手艺有多好了。听着他这话，姚寻突然就放下了自己手里的碗。这家伙刚才不是还吃的挺高兴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吃了？怎么了？以前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肯定没少欺负你，是吧？啊，没事儿，你也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是不是？赶紧吃，吃好了先歇一会儿。昨日一夜都没有怎么睡，现在若是不歇一会儿，小伟你会更加累。他不愿意多说，姚寻也就不说这事儿了，继续大口大口的吃肉。是啊，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不说也罢，反正现在我的媳妇儿是处处为着我着想，什么都怕我不好，有她心疼我，这也就够了。傍晚，两个人就进了山洞里歇着。等醒来的时候，睡在自己身边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正准备去找人呢，就见自己小媳妇儿一脸兴奋地抱着一堆东西回来了。媳妇儿，你这是上哪儿去了？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你睡得还沉，也就没叫你。那，这是我掰的笋子，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媳妇儿，你顶着这大太阳跑出去，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你若是想吃笋子，一会儿我带你去挖就好。咱们不要这些了，这些不能吃。你可别动我的笋子，这些都是宝贝。啊，宝贝？这东西不出数不说，还真的没啥子肉，又苦得很，就没人喜欢吃。媳妇儿，这玩意儿没什么好吃的。哎，我去给你弄一个大笋子，咱们吃那个。我跟你说，这叫水竹笋，好吃得很。你若是不相信，晚上我给你煮一些你就知道了。这玩意儿啊，21世纪那可是要卖好几块钱一斤的呢。要是晒成干的，那价格就更贵。有时候还有价无市呢，想吃都买不着。媳妇儿，咱们有那么多的野猪肉，吃猪肉不是挺好的吗？哪里用得着吃这些？别人家的婆娘那是恨不得顿顿都吃肉，自己家的倒好，就喜欢整这些不好吃的东西来填肚子。姚寻觉得他就是想要把肉都省着给自己吃，想把野物都留着去卖钱，所以见他这般，心里是难受的不行。可他哪里知道，殷素娘本身就是喜欢吃这些野菜之类的。你去忙你自己的吧，不用管我，我就在这里，不会到处乱跑的。要不我帮你收拾一下吧？他弄了这么多，我趁机丢掉一些，然后让他多吃肉。这个法子不错。你莫要忘了，你可是来打猎的，不是来与我踏青的。再说，你脸上的表情那么明显，还真的是当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啊？你不是不想让我吃这些笋子吗？我今儿就要用这些笋子做一顿好吃的出来，让你吓一跳。就在他刚翻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姚寻就跑回来了。媳妇儿，你这是做什么呢？怎么这么香？你不是去打猎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你不会还是在打扔掉我这些笋子的主意吧？这才去多久就又回来了？肯定是没好好做事。媳妇儿，你当我是什么人了？你少来！你走之前就是这么打算的，别以为我不知道的。你还没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呢？不是说要打猎吗？有2个套子套中了野鸡，我回来拿点东西，不然不好将它们捉回来。捉活的？活的野物一般要比死的贵一些，咱们现在这个情况，自然是越贵的越好。我想着明日中午就将所有的野物，还有这野猪的2/3都拿去城里卖了再回来。那行，明日我与你一起去，到时候扯点布回来做点衣裳。好，缺的咱都买。媳妇儿，这套子就在这附近不远，你若是有什么就大喊一声，我能听见。我先去把套子都收回来。你赶紧去做你的，一会儿你回来了之后，先吃点再继续去忙。好，那我就先去忙。活都做得差不多了，干脆就拿出了之前那些被撕碎了的衣裳来研究。他就发现有只松鼠正在自己的菜周边小心翼翼地试探。你又不吃肉？小家伙将自己爪子里的松果丢到殷素娘跟前，然后就一直眼巴巴地瞅着她。见他这般，殷素娘是真的有些懵啊。这是干嘛？要交换？殷素娘见他这样，也就抬起了手，想要将他吓唬走。可人家是有些被吓到了，但完全没有走的意思。你是松鼠，松鼠就喜欢吃坚果，不吃肉。我这锅里的都是肉，你怎么吃？见他还是不走，撕下了一小块肉，试探性的放在了他跟前。谁知道刚放下去呢，
小家伙就呲溜一下抱起了肉。哎，烫！只见小家伙一把将手里的肉松开，然后将爪子送到了自己嘴边，呼呼地吹了起来，小眼睛还瞪得圆圆的，像是在埋怨殷素娘一般。啊，你怕不是要成精了吧？他冲小家伙招了招手，小家伙就往前了几步。既然你不怕我，那你就在我这里住着好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找不到什么干果的了。你要是喜欢吃肉，那就吃吧。姚寻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不在。媳妇儿，你上哪儿去了？哎，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你别担心。顺着他的声音找了过去，就见他蹲在地上挖菌子。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呢，真是吓死我了。我没走远，就在这儿呢。挖完这个咱们就回去，很快就好了。媳妇儿，这些菌子漫山遍野都是，咱们不用挖那么多的，一顿也吃不完呐。你说这菌子漫山遍野的都是，你确定吗？确定啊，我今儿就遇见了不少。怎么了？这种菌子很好吃的。当家的，你还记得地方不？都记得。这山里我熟悉的很。不过媳妇儿，咱们就2个人，真的吃不了那么多的。这些菌子都容易坏，要是采回来不吃都放不住。没事儿，我有办法。行吧，不过今日太晚了，晚上不安全，而且明早我们还要进城里一趟，等回来了我再带你去，如何？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一回来，殷素娘就看到了那被绑在树下的7、8只野鸡，还有2、3只兔子。这么多啊，这会儿开春了，出来活动的野物很多，只要会找地方，就不愁找不到野物。这还光是下套子捉到的呢，等明日上城卖了这些，回来之后啊，我再去狩猎，那才是打大件东西的时候。当家的，你可真是厉害！要是我怕是连野鸡崽都捉不住。媳妇儿，这真的是没啥，这打猎是我的看家本领，我对这个拿手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你若是让我做饭，估计厨房都会被我给烧了。哎呦，这不说吃的还好，一说我肚子就咕咕叫。而且媳妇儿，你这做的是什么呀？这味道也太香了一些。你先坐着，我这就去拿碗筷过来。这一出来，他就看到姚寻正在与那松鼠大眼瞪小眼儿。这小家伙来了就不肯走了。我刚才看见了野鸡野兔，高兴的紧，都忘了跟你说他的事情。他好像是饿惨了，连肉都吃，而且不怕人。然后我就给他弄了个窝，想着他要是不怕，就让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算了。当家的，你没意见吧？这有啥？他要是不怕咱们，就让他跟着呗。以后我出去打猎了，你在家里也好有个伴儿。不过不怕人的松鼠，我之前也还真是没见过。那就好，我之前还担心你会赶走他呢。怎么会？有他在，我不在的时候，你起码还能跟他说说话，我觉得挺好的。不过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抓一只狗崽子来养，看看家什么的也好，免得到时候自己不在家，有些人上门打秋风了，媳妇儿自己一个人也应付不来。2口子一起吃了早饭，殷素娘跟着姚寻到了一处大宅子的后门。姚大哥，你来了，我们管事的正等着你呢。哎，你等一下啊，我去通报一下。你以前的猎物都是往这里卖的？周家的管事公道，给的价格也合适，而且在他这里卖能够卖掉大部分，剩下的咱们再拿到集市上去。周家的管事很快就出来了。姚家小子，我等你等了好几日了，上回你送过来的野兔，我们主子都吃的差不多了。我正寻思着，要是你还不来，我就得派人去找你了呢。周管事啊，我前些日子有点事儿，就没有上山。那这是昨日刚得的，您看看想要哪些？哦哟，一日就得了这么多！姚家小子，你怕不是又往深山里走了？是不是你家那2位又逼着你挣钱了？也不是，我就是多下了几个套子而已。而且我们昨日运气也不错，除了这野鸡野兔，还得了1头野猪。您看，这野猪肉都是处理了一下的，府里要是想要，这个我们也卖，价钱也可以低一些。府里最近有客人，要1半是可以的，多的话就要不了了。
这些还活着的我全部都要，你看可行？行，那就按照以前的价格称吧。小半个时辰之后，殷素娘看着姚玄将结算了的银子塞到自己手里，就有些发懵。都给我？当然，你是我媳妇儿，这银钱不给你给谁？以后银子都交给你管，我负责挣就是了。野鸡是20文钱一斤，兔子是23文钱一斤，野猪肉是30文钱一斤，对吧？没错，野鸡一共是43斤6两，兔子是12斤7两半，周管事给咱们算的12斤8两，野猪肉只要了一半，是19斤多点，抹了零头就是19斤。钱多了，我们实际上只能得到1736文钱左右，可是周管事给了咱们1750文，足足多出了10多文钱，这可不是小数目了。有些人家一日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呢。没啥，我们下回给他多送点肉或者别的东西就是了。其实打猎是真的很挣钱的，不过我也知道，你昨日必定是往深山里头走了，这才会有这么多的猎物。媳妇儿，你别瞎想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多下了几个套子，你不用担心我，真的。你别紧张，我也不是要生气，咱们现在也是有了点钱防身了，你就不要再冒险，这一点你必须答应我，不然你要是在深山里头遇见了什么，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好，我答应你，以后绝对不轻易的往深山里跑。今日回去之后你继续打猎，但是不能往危险的地方跑，然后我去采菌子，将那些菌子都做成好吃的，到时候卖这个。不然光是靠姚寻挣钱，那他一个人辛苦不说，还不知道要挣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钱盖房子。从布庄出来，殷素娘就一脸肉疼。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几百文钱，挣钱好难，花钱好容易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媳妇儿你放心，我会努力挣钱给你花的，你不用这么省。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咱们都要努力挣钱，这样就不会因为这点钱心疼了。那当然，走吧。回村子里的牛车是大家伙一起坐的，一人2文钱就可以。这刚给了钱，东西都还没搬上去呢，就遇到了熟人，姚家老爷子的弟妹大杨氏。哎呦，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可真的是舍得花银子哟。哟，二婶儿，您来赶集了。这坐牛车可是要花2文钱的，不过是2、3日的功夫就能够翻出这么多的银子来。也是，你是咱们这10里8村啊最好的猎户，光是你以前挣的那些银子，怕就已经攒了不少。二婶，您这话可就没谱了，我们2个可是净身出户的，若是有银钱，也不至于住到那破烂院子里去。想打秋风那就打秋风呗，居然还说这些有的没的来祸害人。要是没钱，你们上哪儿买这么多东西去？你们也不用装，我都知道的。都知道？你知道什么？要不我说你们2口子能答应呢？你们老宅那头的这么赶你们出来，那就相当于是让你们饿死了。我们老头子当初就说呢，让我给你们送点吃的。我说不用，你们2口子是有大本事的，饿不死。他不信，还跟我犟。什么叫饿不死？还当初，真是听着就让人恼火。姚寻见自己小媳妇儿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也就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捏了捏她的手心，示意她犯不着因为这些人生气。老三，你们2口子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啊，你二婶我这一家子却还是难过得很。我瞧着你们也不像是缺钱的，这布料就先匀给二婶我，给你二叔做一身衣裳，你看怎么样？二婶，这是我给我们当家买的，可不是给旁人买的。你个小娘们知道什么？我们是旁人吗？你问问老三，他敢不敢这么说？当年老三还小的时候，我们家少帮衬过他。山子有一口饭，就有他老三一口米汤。我们家帮了他这么多，现在要一匹布怎么了？二婶，您说话就说话，手别跟得了帕金森似的哆哆嗦嗦的。怕什么金森？一种绝症，得了这病的人手会慢慢的发抖，最后就会四肢不便，然后死掉。你可不要乱说，我就没听说过这样子的病。这病以前也没个说法，但是您想一想，老一辈的人里，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几个是这样子走的？你还真的别说，咱们村以前还真的就是有过这样子的情况。那人先是手脚不利索，然后说话都说不好了，儿孙见他这般都嫌弃，最后是邋里邋遢的，走的都不光彩。不会吧？
哎呦，二婶您别怕，我看您这好像是刚刚开始，您以后可要注意一些，别哆哆嗦嗦的，说不定也就好了。大杨氏就看向了自己的手，然后又抬头看了看天，随即就快步的往村子方向走去，连布料都顾不上惦记了。媳妇儿，你不怕他以后想明白了，然后来找你的麻烦？他肯定会来找我的麻烦呀，现在不就是已经给咱们惹麻烦了吗？果不其然，这都还没到百花村呢，李婶的大儿子雷子就已经在半道上等着他们两口子了。哎，荀子，你们两口子别进村，你们家老太太带了大房、二房的婆娘在村门口守着呢，还带了背篓。方伯，我们两口子这里下就是。你们不回村里？不瞒您说，咱们两口子这几日都是住在山里的，那破院子也没咋收拾。再说了，要是不上山，我们是真的连吃的都寻不到。当真是造孽，他们就属糊涂的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吧，免得一会儿他们找过来了，非得扒了你们的东西，就不好了。等整理好东西的时候，都已经过了正午。哎，今天下午你就要开始打猎？不，先整理好，明日早上用，下午收套子下套子，然后赶紧去采菌子就可以了。那咱们这就可以出发了。可以了。媳妇儿，你把刚买的篮子带上，我背着背篓。这走出了没多远，殷素娘就发现前面就有一丛鸡枞。哎，当家的那里就有。媳妇儿，这菌子还小得很，都没长开。哎呦，这样子的才是好呢，要是全都开了伞的，那就有些老了。这样试得好？媳妇儿，你可是认真的？当然，你若是不信，晚上回去之后你对比对比，你就知道了。走走走，咱们赶紧把它给摘了。杨巡看着他跟捡了金子似的傻乐，大步跟上去之后，他习惯性的就跟扒拉野菜似的扯那鸡枞。这菌子下头都还有一截的呢，你别这么拔，多浪费啊！媳妇儿，这种菌子山里多的是，你不用心疼。不就是一朵菌子吗？他那模样瞧着都快要心疼死了，比看到自己受伤的时候还要心疼呢。多也不能浪费啊，这可是好东西，到时候做成了好吃的，一样能够卖不少钱的。媳妇儿，你打算用这菌子来卖钱？你看啊，你说这菌子到处都是，这深山里大家伙又不怎么进来采，要是不吃，那不是浪费吗？可就咱们两个吃，这一时半会儿的也吃不完，那就更浪费了，不是？我有法子能够让它可以放得久一些，也能够让它好吃，做好吃了，不就可以卖钱了吗？咱们就试一试，到时候若是能够卖，咱们就卖。我要做的是蘑菇酱，到时候这酱做出来了，可以拌面条吃，也可以拌饭吃，就着馒头吃也是不错的。两人合力挖了好一会儿，这才挖了一半。当家的，咱们怕是要发财了。啊？怎么说？你看啊，咱们这才挖了一丛菌子就得了这么多，那咱们接下来再挖了3、5丛左右，那就肯定有1背篓。这1背篓的菌子，自己至少能够做成1小坛子的蘑菇酱。到时候啊，自己就将这蘑菇酱拿去城里的酒楼饭馆都问一问，东西好，他就不怕卖不出。可是每日这样子挖，媳妇儿你不累？这有啥？姐不说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就算是累，也远远没有你打猎累，不是？那行，咱们就按照媳妇儿你说的去办。只是，媳妇儿你挖菌子的时候不能跑远了，远处有危险。这个你放100个心，我就在这附近。哦，对了，你赶紧去收套子，然后重新把套子收好，弄好了就早点回来。一会儿还很多事情需要你帮忙呢。成，那我这就去了。媳妇儿，你就在这附近，这里安全。那小溪以外的地方，你都别去。殷素娘知道，她昨天就在这附近设了一些陷阱，目的不是为了抓野物，而是怕有什么猛兽会往这边来。等她离开了，殷素娘这又才继续挖自己的菌子，身后就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小家伙，你可别到处乱跑，你要是迷路了，我可不会去找你的。果然是小松鼠，小家伙见他不搭理自己，也就跳到了他脑袋上，用爪子扒拉他的头发。你这是干嘛？哎呀，我又没有长虱子，你不用这么给我弄来弄去的。下来，你给我下来！没法子，殷素娘也就只好用手将他抓了下来。这一抓下来，他才发现这小家伙
爪子里是有东西的。小松鼠也就将自己爪子里的东西塞给了他。殷素娘这才发现那是一根人参须，想到刚才那小家伙的举动，然后就快步朝小松鼠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离山洞大概7、8丈远的地方，殷素娘见那小家伙不断地往地里刨。你这是在挖人参？见他来了，小松鼠也就退了开来。殷素娘见他这般，也就慢慢地挖起他刚才刨着的地方来。挖人参必须挖完整了，那才值钱。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容易。在不小心弄断了好几根须子之后，殷素娘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算了，大不了我就不卖了，我留着自己用。本着这个信念，他一下子就将那人参给从泥土里掏了出来。事实证明，这人参卖的确是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了，因为他真的弄断了很多须子呀。但这人参的个头不小，好歹有拇指粗细了，这般大小的人参，怕是得有个10多年了吧。他拿着人参，看向那还在啃树枝的小松鼠。你到底是不是松鼠？小家伙抬眼看了他一下，又低头专心地啃自己的树枝去了。不管你到底是什么品种的松鼠，以后你都老实点，别吃那些不能入嘴的。要是吃坏肚子了，我看你怎么哭吧。那小松鼠听着他吧嗒吧嗒的唠叨，只是用爪子搓了搓眼睛，然后干脆就趴在那用来覆盖鸡枞的野草上头睡了起来。姚勋回来的时候，手上是拿着2只活野鸡的，但脸色是不太好看。可是遇见什么猛兽了？没有，就是今天的收获没得昨日的好。媳妇儿，我明日一定会早点出发，多打一些野物回来的。没有昨日好就没有昨日好呗，这有啥的？这山里的野鸡野兔子也不是傻子，哪里会乖乖巧巧的跑到你的陷阱里去？咱们炖鸡汤吧，我给你用这菌子炖一个鸡汤，好好喝的。成。现在2个灶都生了火，一边炖鸡，一边就用来做蘑菇酱。媳妇儿，这味儿可真香。这就香了，这才是刚刚开始呢，早得很。一会儿做好了这蘑菇酱，你就用来拌饭，那滋味绝对好。肯定不会差。当家的，你先去洗一洗，等你回来了，我这边怕是也快好了。原本还在那篮子里睡得正香的小松鼠，立刻就睁开了眼睛。看着他那小模样，殷素娘顿时就将他丢到了姚轩怀里。你也去洗一洗，把爪子洗好了才能够回来吃饭。一听吃饭2个字，小家伙眼里都冒金光。媳妇儿，你这松鼠怕不是松鼠吧？可不是啊，我昨日就想说这家伙是真的有些不对劲儿了。嗨，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但是也不急在这一会儿，你先去洗一洗，等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吧。约摸1炷香过后，姚勋就已经领着那小家伙回来了。殷素娘见他浑身的毛发都带着水汽，姚勋也是，也就知道这小家伙是被姚勋丢到溪水里洗了个彻底。你就在这儿烤火，等烤干了，咱们也就快开饭了。火大，菜也就快熟。那小松鼠闻着这味道，就想要用爪子去扒拉他的锅。你是不想要你这双爪子了，还是怎么的？老老实实的到一边去烤火，别乱动。小松鼠扬着头看着他，见他凶巴巴的，也就用2只爪子摩挲了一下，然后退回了原来的位置。媳妇儿，这家伙能听懂咱们说话？应该是能听懂的。说到这事儿，殷素娘也就干脆将今天下午小松鼠找到了人参的事情给说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总觉得他不是普通的松鼠。媳妇儿，我觉得他是真的有些不对劲。你这是在哪儿遇见他？昨日我做饭的时候他自己跑出来的，也不怕我，就是想吃肉。当家的，这小家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要真的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要不咱们就丢了他。等临走的时候再办，现在不是时候。小松鼠这会儿只盼着能够吃肉，哪里知道自己的未来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好不容易等到殷素娘把饭菜都做好了，他也就乖乖巧巧的看着他们2口子。可见他们2个不给自己碗筷的时候，小松鼠就瞪大了眼。他跳到了殷素娘跟前，不断的吱吱叫。谁见过要用碗吃饭的松鼠啊？看着他那一脸愤怒的小模样，还是给他拿了一副碗筷。
看着这2个大块头都看着自己发呆，出声提醒他们该给自己肉了。行，多的是，吃你的。2块肉下肚之后，他就老老实实的爬回了篮子里去窝着了。当家的你赶紧吃，忙活一天了，吃饱了赶紧歇着。媳妇儿你也多吃一点，这鸡炖的是真的不赖。你慢些吃，多的是，不着急。主要是媳妇儿你做的饭菜真的是太香了，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就算是以前过年的时候啊，家里的饭菜都没这么香。那当家的，你觉得我们这蘑菇酱能不能卖出去？肯定能。下回进城的时候，咱们去问问周管事要不要。若是他们不要，咱们还可以去城里的饭馆问一问。那当家的，你说咱们这价钱应该怎么定才好？媳妇儿，我觉得60到80文一斤是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价钱吧，怕就只能卖一部分的人。没事儿，咱们卖这个本身就不是冲着乡亲们去的。不过咱们以后可以用别的菌子来做，肉也可以少放一些，做一个价格比较低的版本，这样价格可以低很多。啊，别的菌子也能够做？当然可以，只不过每一种菌子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做出来的蘑菇酱滋味也就会有差别。到时候咱们做一坛其他菌子的，可以拿到集市上试一试。若是可以，咱们以后就做2种。他这么支持自己，殷素娘高兴之余也有些意外。当家的，你不会觉得我捣鼓这些事儿给你丢面吗？媳妇儿，你不用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咱们俩一起努力过日子，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成，不用管别人的看法。还有啊，以后老宅的人若是过来打秋风，你也不用顾忌那么多，我们给我们该给的部分就是了。至于其他的，他们想都别想。你放心好了，我可不会让他们给欺负了去的，而且我还会让他们将当年坑了你的那些都一点一点的吐出来。说到这里，他就想起了那天姚寻带回来的木头。那木头就是紫檀木。媳妇儿，你怎么知道？我猜的。说那木头不值钱，他不可能千辛万苦的扛回来。不过想到那木头落在了老宅那起子人手里，他就有些心疼。要是以后能够要回来，可不能便宜那些不识货的。我看悬，就他们那性子，怕是早就将那木头给劈了当柴烧了。啊，紫檀木啊，就这么烧了？没事儿，还有呢。等忙过了这一段啊，我再去弄一块更好的回来，咱不心疼啊。真的假的？你不会是哄我的吧？接下来的这几天里，2人分工合作，一个打猎，一个采菌子做蘑菇酱。忙活了整整3天之后，殷素娘总算是做出了几坛子的存货，这才去了城里卖第2批的野物。野物是卖的比较顺利的，周家那边要了一小部分，然后周管事又介绍了姚寻去了宋家，宋家的管事就将剩下的全要了。姚小子，日后你要是还来卖野物，就只管找我啊！我们少爷呢开了个饭馆，多少好东西都是要的。多谢宋伯。哎呀，他谢什么谢？这是你家的东西好，又是老周家那边介绍过来的，我当然要。要是东西不好啊，就算是我们家少爷指名道姓要的，我也得掂量掂量，不是？是这么个理儿。这是我家婆娘早晨时候采的，还新鲜得很。这菌子我倒是吃过1、2回，滋味的确是不赖啊。您拿回去给家里炒着吃也是不错的。还有些我自个儿做的蘑菇酱，你要是不嫌弃，也可要一些回去。哎呦，这味道闻着是真的不错。姚小子家的，这真的是你自个儿做的？就是闲着没事做的时候瞎捣鼓的。你拿回家去吃，我们还得去集市上卖这蘑菇酱，就不能多留了。这蘑菇酱你们还有多少啊？怎么卖？统共是做了4坛子，我们预计是卖80文钱1斤。卖90、100也是可以的。你们这蘑菇酱闻着味道就极好，你们若是愿意，就都卖与我，可行？哎，这可不行啊！为何不行？不是我们不想做您的生意，只是这蘑菇酱估摸着是只能放3个月左右。我们送您的这一坛子都已经快有4、5斤重了，您若是全都要买了，吃不完。哦，你们就放心吧，
我可不是为了自个儿吃的。实不相瞒，我们少爷的馆子刚刚开张不久，好不容易请来的大厨临时说不做了，如今是我们府里的厨子去顶着的。少爷又让我们多张罗些好东西，你们这蘑菇酱我闻着就不赖，我就先送过去，让少爷尝一尝。若是好，你们以后的酱也不愁卖不出去；若是少爷不喜欢，那也不打紧，我家留一坛子，剩下的送人做人情也不错。几坛子下来，约莫是33斤，除去坛子的重量，大概也就是20多斤重一点。宋家管事给他们2口子多算了一些，按照25斤结的钱。您给多了，不用这么多的。你这媳妇儿心眼也实在太好了，太实在了。好了，我这儿还有事，就不与你们多说了。当家的，他这是钱多了烧还是怎么的？不过是给我们多几个钱，好做个人情罢了。要是咱们的蘑菇酱真的是得了他家少爷的喜欢，他得到的赏银怕是比咱们1个月挣的都要多。这倒也是，东西都卖完了，咱们先去买东西，家里缺的东西不少，不得不买。成，缺啥就买啥吧。一番买下来，他们2个又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没办法，姚寻也就至少花了15文钱，请了一辆牛车过来帮忙拉东西。这刚将东西卸了下来，都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呢。我就说呢，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的跟我闹分家？原来是还藏着这么一手。那娘们在我跟前说的时候，我还没往心里去，如今被我捉了个正着，我看你们怎么解释。老三，你说说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你们不是没钱吗？还是说你偷了老宅的银子？我们2口子身无分文，冒险进山几日，还打了点东西还了钱。怎么，到你们这里，我们就成了偷了？进山打猎？往常你也没少进山，可是你什么时候有像今日这般挣这么多钱啊？姚寻闻言都不想搭理他了，直接就搬起东西往院子里走。老三，你翅膀硬了啊！我跟你说话呢，你不搭理啊？你还有没有规矩了？规矩？我可不知道老姚家有什么规矩。我们的钱怎么来的，与老宅有甚关系？当日分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清楚了。往后我们怎么贫困潦倒，怎么泼天富贵，都是我们自个儿的事。若不是你们私吞了银子，你们能有这么多钱？老大家的老二家的，将这些东西都给我搬回老宅去，一样也不许留。谁敢拿我的东西？拿一件，我就打断他一只手。我呸！就你，你还是给我滚开吧！就是，若是一会儿打疼你了，你怕是又要到三弟跟前哭。金素娘见他们2个都没有将自己说的话放在心上，还是要拿东西，也就直接一扁担打了过去。你个小贱蹄子疯了不是？你别以为分家了就可以这么无法无天了。正所谓长嫂如母，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娘亲的吗？哎呦喂，我可没有这么不要脸的娘。打秋风变成强取豪夺的，我娘也做不出这样子的事情来呀。你骂谁呢？谁应我我就骂谁。你们要是再动一下，你看我这扁担长眼睛不长？老三家的，你反了天了是不是？赶紧将扁担给我收起来，不然我要你好看。您就别做这些白日梦了。你所谓的私下存银子，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当初我当家的抓一只野鸡，你们都得跟着上城里卖。他怎么私藏银子？那是他带回来了的。那些没带回来的呢？谁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先卖了一部分，然后才将剩下的带回来？就是他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就这么几日的功夫，怎么打这么多猎物啊？你们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打的？好，我就告诉你们。天不亮就起来去下套子，然后背着弓箭，穿着破烂的鞋子在深山里转悠。运气好能得2、3只野鸡，运气不好毛都没有一根。就这么在山里过了几日，这才进城里去卖了野物，换来了钱来买这些东西。还因为长时间在山里走，他的脚底都磨出血了。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姚老太太与花氏2人都能够看到他那满是伤口的脚，姚老太太也就下意识地露出了嫌恶的表情。您是不是觉得这双脚很不堪入目？可就是这一双脚，在山里跑了那么久才换来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辛苦你们全都看不见。无所谓，反正您2老偏心也不是1日2日了，我们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多看我们一眼。但是，我们用命换来的东西，谁也别想打他们的主意。老三，你这婆娘1日比1日没规矩，你就不管管？还有，
什么叫我打你们东西的主意啊？当初分家可是你们自己同意的，1个月除了给我800文钱之外，还要给我孝敬。可是现在呢，我什么都没得到。我们才分家几日，你也会说是1个月给一次，现在时候都还没有到，你急什么？什么狗东西！当年要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将你拉扯大，你能有今天啊？那小狐狸精，你还真的以为是什么宝贝？就这般护着？你且看着吧，等这小狐狸精爬上了别人的床之后，你哭都没地儿哭。还有你个小贱人，别以为有这个煞星护着就能够跟我作对，迟早有一日，我会将你的嘴给撕烂，把你的脸划花。花氏与文氏一开始也是没打算拦着老太太的，可后头看到姚寻额头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之后，也就想到当年他自己一个人打死大虫的事情，于是就半哄半抱的拖着老太太走了。咱们进屋，一会儿收拾好了，还得进山去把山里的东西都拿回来呢。别跟他们生气了，不知道。媳妇儿，其实我有想过的，如果我不是老姚家的儿子，那该多好。你觉得你不是亲生的？不会吧？不知道，不过媳妇儿你说的对，都无所谓了。咱们先把东西搬进来，然后你收拾屋子里，我去割草整一下屋顶。那行，你小心一点。不过是1个时辰左右，厨房的屋顶也好，厢房的屋顶也罢，都被他收拾妥当了。当家的，这院子的门怕是也得修一下。门是得修一下了。我现在就去李婶家找一找雷子，雷子会修门。哎，也给他们送点镜子过去。雷子听说他们要修门之后，也是拿着东西就过来了。这门都烂得差不多了，修了也撑不了多久，而且这玩意儿被踹一脚，那就铁定报废。我看还是直接做一扇新的好。那做新的要多久啊？你也知道我俩这边的情况，夜里要是没一扇门呢，我觉得那些个贼心不死的，怕是能把我们这屋顶都给抬走了。我家里还有，但是你家这门要小一些，我得改一改，最快的话也得1个多时辰。那就换新的吧。对了，雷子，一会儿我得上山一趟，这里你帮我看着点。行，你放心去，有我在呢，我不会让那些人得逞的。他刚进去呢，姚大就已经笑呵呵的过来了。哎呦，这不是雷子吗？在修门呢。我家3弟跟3弟妹可在？不在。不在呀。那我可得进去守着一些，免得有人手脚不干净。姚大哥，你为了避嫌也还是别进去的好。荀子走的时候就交代了我，不许旁人进去的。你要是进去了，里头少了什么东西，我怎么向他们2口子交代？你这是觉得我是来打秋风的？我告诉你啊，我是他们大哥，我会做这样子的事吗？哎，姚大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不过嘛，不过什么？不过你们姚家老宅的人是什么秉性，姚大哥应该心里有数才是。姚大闻言，脸上讪讪的，半晌都蹦不出一个屁来，也就走了。呸！什么玩意儿！弟妹，这姚大可不是个好东西，你以后务必离他远一些。这家伙龌龊的很，没少打村里小姑娘的主意。哎，多谢雷大哥，我知晓了。媳妇儿，媳妇儿，我回来了。他这一吼，整个村的人都知道他回家了。这才好呢，这样那些个黑心肝的也就不会过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好了，我继续做事儿，早点弄好了回家去帮你嫂子做饭。原本他也是想要将那小松鼠给丢远一些的，可谁知道那小家伙已经不在山洞里头了。殷素娘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有些担心。算了，反正咱们也是打算不带着他的。那就忘了他就是。这会儿天都快黑了，我们做饭吧。老二家的，你手脚麻利点，别跟老牛拉车似的慢慢吞吞的。见姚寻、殷素娘扛着锄头过来，这是来帮我做活的，怕也没那么好心吧？是你们帮我们做活才对吧？如果我没有记错，这荒地可是分给了我们的。是分给了你们，但那是我以为你们当真是身无分文，看你们可怜这才给你们的。可是现在你们有吃有穿，还背着我私藏了那么多的银子，我干嘛还要给你们分地啊？娘，人家3弟3弟妹的银子多的是，哪里看得上这块瘦的只长草的荒地呀？不过3弟3弟妹，其实你们想把这地要回去也简单。
你们怕是又要拐着弯要银子吧？老三，你呢？你是个什么个意思？这地本就是分给我们家的，我的意见跟我媳妇儿一样。若是你们还不还回来，咱们就直接去找村长，找族老们评理。你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最好是心里要有数。眼下这就已经是开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春耕，你们没地怎么种粮食？况且我要的也不多，你只需要给我5两银子，我就把这地彻彻底底的给你。上等的水田才8两银子一亩，中等水田则是5两银子。我若是有5两银子，我直接就买水田去了，还犯得着跟你们在这儿磨叽？那你的意思是不要这地了？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若是不要这地契，我可不会给你的啦。他有挣钱的路数，干嘛还要因为这块破地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跟他们扯皮？有这个时间，他多上山采菌子更好。当家的，这地我们不要了，我还就不信了，没了这荒地我们就会饿死。那成，我们就不要这地了。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是在坑你们不成？我现在是在给你面子，你知不知道？姚寻看了看他拉住自己衣裳的手，示意他松开，可都好一会儿了，他还是拉着不放，姚寻也就只好甩开了他。老天爷呀，你说说我这到底是什么苦命哟？好不容易将3个儿子都养大了，如今人家不孝顺我不说，还对我动手啊！我死了算了。这是咋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就闹起来了？哎呀，还不是我们家这3弟3弟妹吗？老太太本来就是为他们着想，想让他们彻底把这块荒地给买过去，可是人家不领情啊，嫌弃老太太开的价格高，而且我们都已经将地翻得差不多了，这人工也不是要算钱的，我们都已经是算便宜的了。姚家老三，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你娘带着你哥哥嫂子过来帮你翻地，这本来就是要付工钱的。诸位乡亲父老，别的不说，就说这块地，那都是我当家的起早贪黑自己一个人慢慢开出来的。如今他们要我们5两银子，还愿意将这地的地契给我们。说实在的，若不是一开始想着这刚开出来的荒地3年不用交赋税，我还真的没打算要这地。可是如今人家这么盘算我们，罢了，我们不要。1亩荒地卖5两银子，还是卖给自己儿子，你们怕不是想钱想疯了？谁说不是呢？我活了那么多年，就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事儿。说实在话，我现在是真的有些怀疑这姚老三都不是亲生的了。你还真别说，我都是这么觉着的。你看看他们家老大老二，哪一个过得不比荀小子好？就3房可怜，处处都要被拿捏。若只是单纯的拿捏那也就罢了，这分明是见不得3房有好日子过呀。人家打猎那么辛苦，他还说人家是私藏的银子。哎呦，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听了都替他们2口子心凉。你们知道什么？打猎能挣这么多银子的话，那他以前怎么没挣这么多钱啊？老姚家的，我看你就是掉钱眼里去了。你以为打猎当真这么容易？我敢说，他们2口子之所以能够打那么多，绝对是往深山里头走了的。什么深山不深山的，你也甭说这些，我不会听的。你不听他说，那我说的呢？三叔公，你怎么来了？我若是不来，荀娃娃还不得让你们都欺负死了？今日的事情，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非得逼得荀娃娃2口子没活路，你这个当娘的才高兴吗？哎呦，三叔公，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一家老小那么多口人，吃的穿的都是他挣的，如今他只需要养他媳妇儿，银子自然是有剩余的。哎呀，罢了，我也不想与你说话，更加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回去，日后莫要再打荀娃娃2口子的主意，若被我发现了，我就开了祠堂，将你赶出我老姚家。老太太一听这话，心肝都在发抖，且她都顾不上大房2房的人了，自己就穿过了人群，着急忙慌地跑了。山里危险，也别老往深山里头跑，
若是日子当真过不下去了，就开口，别冒险。说着，他老人家就从自己怀里摸出了一个钱袋子，想要递给姚寻。哎，您拿着，我们有银子。我给你的，谁还敢说你不成？给我拿着，给你媳妇儿买点好吃的。多谢三叔公，您对我们的好，我们都会一直记得的。我也不念你们记得，只是你这孩子是个好的，只是前半生是苦命，没法子。说罢，他就摆了摆手，示意那些围观的人都做自己的事情去。然后他就自己慢慢悠悠地往前走。这里可是姚寻家啊，是，怎么了？我是宋家的小厮，今儿过来就是给你们带个话的。我家少爷说了，你们家的蘑菇酱不错，想要问问你们以后还卖不卖？若是卖，我们少爷就全要了。那你们少爷是打算要多少呀？我们少爷的意思是，你们家能够做出多少，我们就要多少。这里是协议书，我给你们念一念。不用，我识字，我自个儿看一看就好。协议书上写得很是详细，说只要是自家做出来的蘑菇酱，他们宋家都会收了。价格比原先卖给他们的也要高一些，是85文钱一斤。这些蘑菇酱只能卖给他们家。当家的，你看如何？媳妇儿，这件事情你自己做主就可，我都听你的。我们愿意将蘑菇酱卖给你们家少爷，这协议我们也会签。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想要与你们家少爷亲自谈。这个我还真的是做不了主。不过我可以回去问一问的。若你们不着急，我明日再送这协议过来，你们看这样可行？不用，这协议我们现在就可以画押。用他带来的红泥画了押之后，那就劳烦你回去的时候帮我问问，你们家少爷有没有时间与我们谈一谈了。好，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的。媳妇儿，你要跟他们谈什么呀？保密。不过如果人家愿意再跟咱们合作的话，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够轻松的很多很多了。当家的，你就去看看有没有卖干辣椒的，然后大蒜跟葱姜也有的话，也可以买一些回来。这个有，村头那边的铺子里什么东西都有。姚寻从出去到回来也不过是用了2刻钟左右。媳妇儿，东西买回来了，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烧火，咱们来炒辣椒。炒辣椒？媳妇儿，这辣椒可是干的，还要炒吗？我要做油泼辣子，这干辣椒炒一炒的话，味道才会被激发出来，做出来的油泼辣子也就更加的香。到时候放上一些我们之前买的花生、白芝麻，那味道也就会更加的好。等做好了油泼辣子，我给你做个手撕鸡，也喜欢吃偏辣口一些的，这个菜你肯定会喜欢的。啊？用手撕的鸡？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哎呀，先不说这个，咱们还是赶紧烧火把辣椒炒了。等生了火，你就去把剩下的那2只野鸡都给收拾了。一听自己小媳妇儿的吩咐，姚寻立刻就撸起袖子做事了。可就在他准备烧火的时候，他就被窗户上的东西给吓了一跳。我们丢下你也不是故意的，毕竟你是松鼠，你跟着我们到村子里来，总会有些不安全。小家伙一听就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在反驳他。媳妇儿，既然他都这么跟着了，要不咱们就留下他吧。哎，但是你不能够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能够听懂我们说话的样子，要是被别人知道了，肯定有不少人会打你的主意。到时候你若是被抓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救你。半晌之后啊，他自己点了点头。好了，你先等一会儿，我们现在要干活，等忙活完了我再给你肉吃，你看可行？小松鼠闻言瞅了那微微冒烟的锅一眼，然后就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退，自己蹲着睡觉了。难得他这么听话，殷素娘就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炒辣椒这件事情上。二哥，你怎么过来了？对于自己这个性子温吞、心里没有主意的二哥，姚寻的态度还算是可以的。三弟，你帮帮我们吧，他们要把大妹送去给一个官夫做田房，我拦不住。你二嫂她又被娘打得下不来床了。都这样子了，你怎么不早说？
这不是分家了吗？我也不好意思来给你们添麻烦吧，毕竟你们也不容易。可是明日他们就要过来接大妹了，我大妹才12，我怎么舍得呀？三弟，二哥要不是实在没法子了，绝对不会过来叨扰你们的。我说什么爹娘都不听，但是他们好歹是怕你的，你就帮帮二哥，帮帮大妹吧。说着，瑶儿自己就跪在了地上，不住的给他磕头。那还当个什么？走啊！这才多少岁的孩子，他们就这般心狠，还是个人吗？此时，姚家老宅哭声骂声一片。你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这门亲事我可是早就跟人家说好了的，人家也给了20两银子的定金，明儿把人送过去之后，那剩下的30两也能够到手。你们要是误了我这好事儿，我要你们的命！不可以啊，大妹才12啊，娘你怎么忍心啊？那人都已经40、50的年纪了，这不是把大妹往火坑里推吗？什么火坑？那么好的人家你说是火坑？大妹嫁过去之后，人家要不要她立刻圆房？人也说了，先让她将养2年，等把身段养好了，再给人家生个1儿半女的，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你自己生了3个赔钱货，你就不盼着大妹给你生个外孙儿长脸啊？二弟妹，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儿，你就别犯糊涂了。要是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的。姚老太太那话本身就已经够让文氏觉得恶心的了，如今花氏再这么一开腔，她更是觉得气血翻涌。娘，你不要丢下我们呀！娘，你不要有事啊！娘没事儿。娘，我嫁就是了。混说什么？你放心，只要娘还活着，就不会让你嫁去那等人家。砰的一声踹开院子大门，他平时就跟个鹌鹑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喘的，如今却是红着眼，恶狠狠地瞪着他们2人。老二，你这是什么眼神？我跟你爹生养了你，抢了你们2房5口人，这些年你们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老姚家的大头？现在你爹病了，家中银子不够了，你就不知道体谅一下？我看这也不是体谅一下，你们是想要大妹跳火坑换钱，然后让你们的日子更加舒坦一些吧？你来做甚？我们要是不来，你们怕是就要强行将大妹给卖了。你们莫要打他们的主意，不然我直接告到村长族老那里去，然后再去衙门。三弟妹，你也知道我们如今是分家了的，这老宅的事情可轮不到你来插手。谁要是敢将大妹送出去，那他就是与我姚寻过不去。老三，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为何总是要跟他一起来跟我作对啊？不是我们跟你作对，是你自己做事不靠谱。那官夫这些年娶了多少小姑娘，可是你看看有哪一个能够活下来的？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人家怎么就娶过好几个了？你莫要混说。那人年48 ，15岁成亲，至今膝下无1儿半女，到如今已经娶了8房姨太太，正房太太是过门3年之后死的。自那之后，他每一房田房都活不过2年，且越娶新娘子的岁数也就越小。他没把话说得太直白，但是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那些过门没多久就死掉的女子，10有8九都是被他给折磨死了的。3房都知道的事儿，你们不知道？不过知道与不知道都无甚关系了，反正我们大妹的命在你们眼里就只是用来换钱的。老太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的孩子们都说这不是一门好亲事，你不是说这事儿是挺好的吗？他这话直接就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姚老太太身上，可奈何他才是一家之主，也只能将这些事情都推到了大儿媳花氏身上。这事儿不是你去跟的吗？那人是个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啊？花氏简直就是无辜躺枪啊！当初这件事儿是他们2个老东西去跟人家谈的，他哪里知道这么多呀？爹娘，这事也不能怪我呀，人家有义气嘛，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我当初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托人打听了下，就搞清楚了那人的真面目。他们与人家谈了那么多天，最后却什么都不知道。
二弟妹，这件事情你也先不要生气，我一定会将事情给查清楚的。如果这人真的是与三弟说的这般，我亲自去将这门亲事给退了。一听要退了亲事，姚老太太就瞪了他一眼。可在看到老爷子冲自己摇了摇头之后，他又将那一股子冲动给压了下来。是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二房平时可比大房好拿捏啊，要是连二房都分出去了，那他们两个就只能靠大房养活了。这件事情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理，但若是这婚事不作罢，我文氏就算是变成了恶鬼，也不会放过那些要害我大妹的人。说罢，他就看向了殷素娘、姚寻二人。以前的事情是我小心眼了，若不是我这会儿不好动弹，必定要给你们跪下磕头的。他知道的，要不是姚寻那番话，老爷子压根儿就不会出来压这件事情。他们朝姚二点了点头之后，这才离开了老宅。当家的，你说他们真的会去取消这门亲事吗？会退掉的，而且他们不光会退了这门亲事，肯定还要人家返赔他们银子。那人也是个怕事儿的，也不缺银子，所以我估摸着老宅这一次是能够顺顺利利的将这门亲事给退了的。哎呀，但是吧，按照他们的秉性，他们肯定还会打大妹的主意。唉，摊上这样子的爹娘，真的是挡了8辈子大妹。这会儿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小松鼠躺在灶头上不停地吐舌头。你这个贪吃鬼，这可是油泼辣子，我看你以后还乱不乱吃了，什么都往嘴里塞，你咋就饿得这么凶？咱们这松鼠可真是世间少有。可不是嘛，我就没见过这么憨的松鼠。好了，咱们也得忙了。米饭一好，也就可以吃饭了。可这菌子跟鸡肉一下锅，那正在啃东西的小松鼠又流着哈喇子跑到了他跟前。你可是松鼠，不能吃那么多的肉。过两日我比较闲了，就给你去买点松子儿，你啃这个比较好。小家伙一听这话，直接就点了点头。当家的，城里可是有卖松子的。有，不过也挺贵的，少说得10来文钱一斤。媳妇儿，你要是想吃这个，过2日我去送野物的时候给你买点回来。下回你金山要是见了好东西，你必须说出来。这买松子也是要花钱的，你自己挣多少就吃多少，可记住了。自己小媳妇将注意力放在了这小家伙身上，姚寻心里自然是有些不舒服的。等半个时辰后，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他就发现这家伙越来越不对劲儿。当家的，你是不是哪不舒服？没事儿，就是有些热。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都挺冷，谈不上热。但想到这家伙是大老爷们儿，火力旺，他也就没有多想。可是，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姚寻又起身了。当家的，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你过来我看一看，是不是发热了？没什么，我自己出去透透气就是了。你过来。姚寻见他有些生气的模样，也就硬着头皮转过了身子。看着他那支棱起来的大兄弟，殷素娘是真的恨不得找个地洞给钻进去。怎么就这么蠢呢？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竟然没想到。姚寻再怎么尊重自己，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大老爷们儿啊。想着这一点，他手也就抱住了他的腰。就一起睡。媳妇儿，这样子不行。姚寻，你是不是傻子？媳妇儿，你可要想清楚了。你是不是傻子？我都这样子了，你还要问我？媳妇儿，我好想要，可是我又怕会伤着你。那你就不知道轻一些吗？我要是喊疼，你就别动；要是你弄疼了我，以后咱们就自己睡自己的。前头是真的不疼，因为他很小心，殷素娘的状态也很好。可是他的时间太长了，足足小半个时辰过去了。殷素娘发现这家伙一点要结束的意思都没有。媳妇儿，你可真好。现在你知道我好，可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好。我都说了守不住了，你还不听。是我不好，下回我都听你的好不好？你让我如何我就如何，绝对不会不听。不信你的滚！你这样子下去，明日都不用上山打猎了。等到第二天自己起来的时候，自己身边的位置早就已经没有人了。
姚寻怕是早就进山了，随便吃了一顿早饭之后，带好了篮子就往李婶家走去。素娘，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一会儿让你雷子嫂去找你做针线活呢。哦，针线活我是要学的，不过我今日过来呢，也不是为了这个。他将要去掰笋子跟挖婆婆丁的事情给说了出来。现在的野菜说是多，但是入了秋之后也就慢慢的少了。素娘，你说这笋子可以做成酸笋放起来，那我也试一试。行，左右给家里多添点菜也是好的。咱们拿东西，这就走。三人结伴到了后山山脚下，没一会儿，殷素娘就找到了水竹笋。李婶儿，嫂子，这些就是我说的水竹笋了，我有我们当家的吃过的，味道还可以的。素娘啊，这笋子瞅着没多少可以吃的地方。这笋子是比不上毛竹笋大，但蚊子再小也是肉不是？咱们多掰一些也是可以的。他这话有道理，李婶婆媳二人听了也就赶紧采了起来。这采着采着，就有几个采野菜的路过了。嘿呦，这笋子这么小，哪里能吃啊？李大娘，我宁愿您多挖点野菜吃，这笋子小不说还不好吃，你忙活那么久，最后怕是都要到了的。姚老三家的婆娘也在，哎呦，怕是他们家过不下去了，所以才要拉着李家的一起来弄这些不能吃的玩意儿。素娘啊，你别跟他们计较。李婶您放心，我没把他们说的往心里去。他们这么一说，对于我们两口子来说是好事儿。啊，这怎么还成好事了？姚家老宅那边见不得他们两口子手里有钱，眼下这几个人啊，若是将他们的窘境说出去了，怕是也能够消停一阵子。所以啊，随他们说去吧。咱们掰自个儿的笋子，起码将这夏日的小菜、冬日的分量都给弄出来了，心里才踏实呢。他们三个女人在山脚附近不停地找笋子，而那几个采野菜的回到村子里之后啊，早就将这个事儿给说出去了。村里大部分人家都觉得姚寻两口子日子太难了，可姚老太太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都乐得拍手掌。娘，他们不好过，那我们可不是拿不到银子吗？您想想，这一个月800文钱，他就算是卖笋子，能卖出这800文钱来。原本乐呵呵的姚老太太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老大家的，你不说，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呢。不行，这样子下去的话，他们就有理由不给银子了。不行不行，我得盯着他们去。殷素娘往自己家走的时候，心里琢磨着，一半做酸笋，一半做辣笋子，想着想着，也就走到了自家门口。你这小贱人可算是回来了啊！我等了你大半日，你怎么才回来？见他一开口就是小贱人，殷素娘都不想搭理他。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搭腔啊？你说说你是不是没心眼儿？这笋子不好吃不说，还没什么肉。你们分家时候啊，信誓旦旦的说一个月能够给我800文钱的，可是你现在看看，就这样子的东西，你上哪儿弄出800文钱来赔给我？我们能不能挣到银子，这就不用你们关心了。只要你们不来添堵，到时候我们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会将这800文钱凑够了给你。你这小贱人说的好听，你以为这800文钱是8个铜板啊？现在大家都说打猎不容易，就算老三这个煞星有几分本事，他也不可能天天都能够打得到那么多的野物。还有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弄这些猪都不吃的玩意儿，也不知道去给人家绣点荷包，打个烙子换点钱。你说说，你有个什么用？都说了，这不关你们事儿。你若是再在这里唧唧哇哇的，你信不信我1分钱都不给你？真的是反了天了你！今儿我不打你一顿，你都不知道规矩2个字怎么写。想动手？你试一试，看看是你的手快，还是我的镰刀快？哎呀，你个小贱蹄子，你吓唬我是不是？殷素娘见他不信，一把将离自己不远的黄金条给齐根砍断了。我这个人可不爱说大话，你下一次再口无遮拦，动不动就小贱人煞星的，这黄金条的今日就是你的明天啊！说罢，他看都不想看这老太婆一眼，然后开门进屋。这该死的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狠了？竟然还想要砍断我的脚！殷素娘也就按照自己先前的计划忙活了起来。刚做好这些，她正准备去做晚饭呢，就见姚寻一身是血的进屋。家的，你这是哪里受伤了？哎，这不是我的血，是熊瞎子的。
我在山里遇上了熊瞎子，费了9牛2虎之力，这才将他弄死。但是我没弄回来，想着回来给你报个信儿，然后我再回山里去。等将这熊瞎子弄好了，明日我就直接进城卖了再回来。你当真没事？真没事。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自己眼睛，殷素娘当即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扒开了他的衣领，这一扒开就看到了他右肩上的伤。这样了你还跟我说没事？姚轩，你是不是想要我守寡呀？哎呀，媳妇儿，你别哭，这是小伤，养一养就好了，不碍事的。什么你都说没事，都说自己能行，可实际上呢，这是小事吗？我先给你清洗一下，然后我再去找大夫给你开点止疼消炎的药粉。大夫给他上了药之后又嘱咐了一堆，这才收拾自己的东西。这钱你们就先收着，等日后宽裕一些了再给我就是。你们2口子刚分家，手里也没什么钱，能缓一阵就缓一阵吧。反正你家男人我是信得过的。不过姚老三，你可别老往深山里头钻，你看看，这不就挂彩了吗？大夫您就别担心啊，我心里都有数的。不过这银子您还是拿着，毕竟这年头谁都不容易。我再不容易也比你们小2口宽松一些，你们还是先顾着自己吧。大夫也就不多说什么，直接走了。咱们先把这钱准备着，明日再送到他们家去。这没问题，刚才大夫说的话你也听见了，要不就明日再上山吧，左右就是这一夜，耽搁不了多久。是，山里还有其他猛兽盯着，我要是不去，那熊瞎子指不定就不齐整了。媳妇儿你放心，我自己会好生照顾自己的。不行，我还是跟你一块去。你要是跟着我上去了，我才真的是不放心呢。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快，带着你，我还怕你给狼给叼走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媳妇儿，你去做饭去吧。我先歇一会儿，等吃了饭我就上山。殷素娘这一等就是一整夜，一人一松鼠就这么盼着。姚寻这才背着东西进了门。你可算是回来了，你都不知道昨日我有多担心你。我还要照顾你呢，怎么可能会让我自己出事啊？你知道就好。这是啥？这不会是熊瞎子的皮子吧？正是。这不是很贵的吗？咱们留着做什么？留着给你做冬衣。左右这熊瞎子的皮没熊掌值钱，咱们也不是真的没米下锅，不着急的。怕他不信自己说的，他也就将卖熊掌挣来的钱给拿了出来。熊掌都卖给了周管家，一共得了50两银子。我上医馆抓了一些治疗伤口的药，用了3两8钱。这药是有些贵，下回我不在这家抓了。你当我是嫌弃你花了银子？我是怕你伤口医治不好。我这不是想要告诉你银子都花在哪儿了吗？少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给我洗手进屋。见他凶巴巴的，姚寻也就下意识的去拿那些东西。姚寻，老子让你洗手进屋吃饭，你是不是聋了？他亲眼看着自己媳妇儿丝毫不带喘气儿的就将东西拿了进来。媳妇儿，你力气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大了？我身子好得很，你别担心我就是。殷素娘总不好告诉他自己适应了这具身体，且当年又是个练过跆拳道的，他要是知道了，怕是会被吓死。那你以前怎么……当家的，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媳妇儿你说，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只管说，我都能接受的。其实我小时候力气就是这么大的，可是后来我爹娘都说这样子不好，会嫁不出去什么的，于是我就假装自己是个弱女子，这一装就是差不多10年了。我知道姑娘家的力气大不是一件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当家的，你若是嫌弃我，我以后继续装下去就是了。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呀？我就是怕你太辛苦了。只要你不嫌弃我是个男人婆，那就可以了。媳妇儿，你这是什么话？你心疼我，我知道，但是以后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别自己一个人做了。他不追问自己力气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大，怎么样都行。他要是再问下去，他觉得自己一撒谎就要打嗝的习惯怕是都要出来了。一日早晨，
殷素娘两口子去了荒地那边，想要看一看之前撒下去的种子都长出来了没有。可谁知一到地里，他们两个就只见到了零零星星的几根菜苗苗。是不是咱们的地太瘦了，还是买来的种子有些不管用啊？应该不是种子的问题。姚勋看了看不远处李婶家的荒地，人家李婶家的长得绿油油的不说，还特别的茂密。咱们家的种子是与他们家一起买的，要是我们家的种子有问题，他们家的也不可能长得那么好。当家的，咱们的菜不会是被偷了吧？不会吧，村里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啊，这怎么会？你们家的菜呀，是被你们老宅的拔走了。什么？真的呀，前2日就来了，只不过那时候你们家的菜还小，他们没动手。昨日下午来了一趟，只是拔了1、2把。但是今儿一大清早，我跟我婆娘来除草的时候，又看见他们了。我们也问了，他们还说这是你们同意了的呢。这么多的菜，他们能吃得完？荀小子家的，你不知道吗？他们现在在种着的那些苗苗，就是从你们家拔的呀。得，感情是拔了自家的菜种到他们家地里去了。这件事情我可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媳妇儿，这事儿不用你说，我都会找他们去要一个说法。我让你们来种菜，可不是让你们来偷奸耍滑的，都给我利索一些。哎呦我的娘，这些事情以前都是老三做的，我们怎么可能做得来？都快点儿，趁着今日是阴天，赶紧种下去。要是太阳出来了，人都能晒死，就别说是这些菜了。他一说完，就看到了往这边走过来的姚寻两口子。娘，三弟跟三弟妹来了。本来拔掉3房的菜就不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但因为二老都要他们这么干，他们两口子也只能是被逼着来了。来了就来了，大惊小怪的做什么？我们早就已经分家了，你们这样子做就是偷。我吃你这些青菜，拔你这些青菜，那是因为我看得起你们两口子。看得起我们是假，想要占便宜那倒是真的。当着你们还想要霸占这块地呢，若不是不占理，这地也轮不到我们种不是？给你们这块地，那是因为姚寻是我生出来的，他不尊不孝，那是他不道德。可是我这个当娘的不能那么狠。你们已经分家了，但你们老宅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占便宜。他们说的没错，你们就是偷了别人的菜。他姚寻是我弟弟，是我爹娘的儿子，我们用一些他种的菜，怎么了？可不要跟我们攀关系，你们老姚家的人是富贵命，我们可是你们看不起的下等人。你知道你们的身份就好，既然你进了我们老姚家的门，最好就给我。殷素娘，你松开我！你们都是死的吗？任由这个小贱人来欺负我，还不快赶紧的将他给我推开！姚寻无声的伸出了一条腿，将他绊倒在地上。我就说老三，你跟我们是离了心的啊！你可莫要忘了，小时候你大哥多么疼爱你，若不是你大哥护着你，你当时都不知道被别的小兔崽子打了多少次了。哼，他护着我，你是这么跟家里人说的吗？哎呦，这个三弟啊，那个都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我哪里还记得住啊？哦，你不记得了是吧？你上学堂的第1年，我与二哥都没上，二哥要帮着家里做事，我得去给你送吃的。可是每次你都说我没读书的命，说我就是做长工的。哦，对了，你让二狗子他们联合起来打我，给我扔石头，把我推到河里。你还是人吗？三弟妹，你别误会，我们是见老三没有玩伴儿，这才……哎呦！殷素娘，你个小贱蹄子，你竟然敢打我男人！花氏，你若是不想挨打，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不就是仗着2个老家伙给你撑腰吗？将来你做的那些恶心事儿都被发现了，我看你还……殷素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早就明白了的。你一直都说我勾引你家男人不是，那你就出去问一问，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你家男人的问题？三弟妹，我这么照顾你们3房，你竟然这么往我身上泼脏水，你可莫要忘了，这些流言蜚语一传出去，你自己也落不着什么好。我行得正，坐得直，
我怕你什么？你自己做错了事情，还想要拖我下水？我殷素娘敢对天发誓，你敢吗？殷素娘说的，是不是真的？哎呦，我的好媳妇儿，你怎么能够听三弟妹胡说八道呢？是，我以前是有去过花楼，可自从你说不许我去了之后，我就真的再没有去过了，这是真的。姚大，姚大，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这才会嫁给你这个没用的种子。你给我跟过来，回去之后你老老实实把那些事情都给我交代清楚。要是有一个字是假的，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你跟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脏女人一块过吧。姚老太太见大房闹成了这个样子，就想要追上去，让他们两个消停一些。这就想走？你一没给我们个说法，二没赔钱，你走哪里去？说法？你要什么说法？老三这个煞星是我生养的，这点子青菜，比起我当年10月怀胎生他的痛苦来，这算什么？好了，老太婆，你给我住嘴！老三呀，就这么大点事儿，你容这殷氏闹成这个样子？你们当爹娘的将他们两口子当长工使唤也就罢了，可是你们隔三差五的就想要打秋风，现在将人家好不容易种出来的青菜都给拔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家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了？姚老太太见姚寻不光是护在李婶跟前，还捏住自己的手。你给我松开！不管如何，这是你娘。姚寻也是动怒了，他一把甩开姚老太太。现在你们知道是我爹娘了，早先干嘛去了？你莫要忘了，我们早就分家了。分家了又如何？就算是分家了，你也是我老姚家的主。是，你们是生了我，可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儿子看待。你们只是想要我帮你们挣钱，我挣了钱就是你们的老三，我要是不挣钱了，我就是个煞星，就是个白眼狼，就是个不孝子。这些你还要我说吗？姚寻这话让在场的人都唏嘘不已。我看你的意思是要彻底的跟老宅断绝关系。是。你这是要气死我不成？这才刚分家，你就跟我说要彻底与老宅断绝关系？这也是你们逼我的，我实在是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时时刻刻都要防着别人打自己家的主意，我们就活该被这么欺负吗？对，我们要彻底与老姚家断绝关系，从此之后桥归桥，路归路，谁也别打扰谁的那种。彻底断绝关系是吧？可以，但我也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离了我们老姚家。只要你给我300两银子，我就同意。姚寻闻言，心里是真的有些拿不准，难呐，真的是太难了。可若是这一次不断绝关系的话，以后老宅的人肯定还会不断的找自己与小媳妇的麻烦。要是一直这么下去，他们两口子分家了，也跟没分家一样。行，我们一定会按时将银子凑出来的。若你们当真是想要与老姚家脱离关系，我也不会拦着你们，但是你们要记住，这是你们的选择。你们就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荀子、素娘，你们要去哪儿凑这300两银子呀？李婶，您别着急，我今晚就去上山。那可不行，你听婶子的，你肩膀上都还有伤呢，哪里能去打猎？大不了咱们就不断绝关系了，左右以后你们小心一些就是。您就别担心我们了，大不了就跟您说的这样子，先不断绝关系呗。等送走了李婶之后，他就开始去准备上山的东西。当家的，不用上山了，就算你是3天3夜都在山里，也不可能挣到300两银子的。可是不去的话，这300两银子更是没个头啊。那凑不齐300两银子，还上山冒这个险做什么？想一想别的路子吧，打野物换钱肯定是来不及了的。打猎行不通，那采菌子做蘑菇酱怕是也不行的了。不，咱们还真的可以在蘑菇酱这一块想法子。啊，媳妇儿，你有什么办法？宋家少爷那边不是跟咱们说了要蘑菇酱的吗？咱们去找他谈一谈，先支250两出来，往后咱们的蘑菇酱都给他补上。媳妇儿，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哪怕这250两银子对于人家宋少爷来说不算什么事儿，咱们刚开始合作，人家也不一定能答应的。当家的你就放心吧，
我心里都已经想好了的。商量好了之后，他们两口子就出发去了城里找宋家公子。实在是失礼，上一回我就说要去拜访你们二位，谁知道最近事情多，也就都耽搁了。我听管家说你们有要事找我，可是蘑菇酱供应不上了。哦，不是的，这蘑菇酱没什么问题。我们这次过来是想要求宋公子帮我们一个忙的。哦，姚夫人但说无妨，你我两家如今是合作关系，不用这般拘束的。我们手头紧，想要找宋公子先支250两银子，这250两银子所对应的蘑菇酱，我们会按时加量的给您送过来。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些酸笋、辣笋。宋之远闻言，连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去拿300两的银票过来，然后多拿20两的碎银。不用，250两就足够了。见他们两口子不要，宋之远也没勉强。那就拿250两的银票就是。多谢，如此大恩，我们两口子必定铭记于心。素娘，300两银子我们是拿不出那么多了，但是5两银子我们还能够凑出来。你们，婶子，这银子您带回去，你们也不容易。要是银子都给了我们，你们怎么过日子？这又不是白给你们的，是借给你们的。婶子，这银子我们是真的不能要，我们已经借到了。你们就别不好意思了。是，你们李婶家里是不富裕，但好在雷子、柱子两兄弟都是勤快人，饿不死的。他不信，殷素娘两口子也就只好将宋之远借钱的事情说了出来。人家真的给你们借了银子，没让你们签什么卖身契吧？哎呦，婶子，您就放心吧，我们没有签卖身契，这银子呀也是真的借到了。素娘，你们借了这么多的银子，这得还到什么时候啊？不管这么多了，这银子你们两口子得拿着，不然你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哎呀，真不用，我们也是留了一部分余钱的，这钱您就拿回去。好不容易说服了李婶，殷素娘这才送她出了门。这银子咱们等到第3天的晚上再送过去，这期间就该干嘛干嘛，别因为他们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计划。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姚寻最后一个字刚落地，小松鼠就不耐烦地开始挠桌面。这几日忽略你了。小家伙闻言哼唧一声，随即就背过身去，用小屁股对着他。好了好了，那我明日出门的时候带上你就是了。次日，殷素娘将他放在了背篓里，然后就和姚寻上了后山。1个时辰不到，两个人的背篓都已经装满了菌子。可就在他要走的时候，小家伙却离开了他们两个。他与姚寻对视一眼之后，就一起跟了上去。他们是在一棵大的枣树上找到他的。你到底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啊？小松鼠指了指自己身下的枣树，很是兴奋。这是你以前住的地方。当家的，你看那窝后头，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他先是将那窝拿了出来，然后再去看。媳妇儿，这里头都是石头。那些石头都是钻石，而且个头都特别的大。这种东西你上哪弄来的？看吧，我就知道，只要是雌性，都是喜欢亮晶晶的东西的。好看的石头我都给你，但是以后你可不能不理我了。你不会是看上了我吧？我跟你说啊，人鬼殊途，呸，人和松鼠殊途，咱们就不是一个路子的。在他说出这番话来的时候，小松鼠就上上下下的扫了他一圈，然后一脸嫌弃的摇了摇头。哎呀，你这小眼神是什么意思啊？感情你还看不上我了是吧？娘，您也别担心，这事10有89是成不了的。不过这也是好事，不是？若是他们真的凑出了300两银子来，那这事才不好呢。你知道些什么？你没见老三越来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现在都这样子了，你还想以后啊？娘，不会的，三弟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不是，他不是谁是？更何况还有殷素娘那个小贱人在中间给他吹枕边风呢。不行，你让老大过来，让他赶紧去他们那里催一催。话刚说了一半，姚寻和殷素娘就已经带着村长、族老等人过来了。殷素娘也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直接就让姚寻当着大家伙的面将银子放在了桌面上。这是300两，你们点一点，免得以后又说我们少了多少，又要纠缠不休什么的。这一数就数了2、3遍，足足花了2刻钟。既然数好了，那咱们就写一份文书，今日姚寻两口子将银子给了你们，那以后你们两家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
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明白。村长，这文书你们来写，我们不识字，只画押就是了。这银子一收，文书一拿，你们两家日后就当真是没有任何关系了。村长，你们放心，您说的我们都知道了。以后我们与他们两口子那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罢了。不过是1刻钟的功夫，村长与族老们就写出了3份文书来。剩下的这1份由我们替你们保管，将来就算是你们手上的不见了，也还有1份做个证明。多谢村长，这一次真的是麻烦您与诸位族老了。之后我姚寻必定好好过日子，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哼，都这样子了还要嘴硬？你们这300两银子怕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吧？日后还都不知道要怎么还呢，还好好过日子。老婆子，你莫要多事。殷素娘见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先行离开了。反正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就没见过哪个欠了钱的还能够好好过，能不饿死就不错了。好了，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村里有人担心姚寻两口子，也有笑话他们蠢的，更有冷眼看好戏的。外头的人怎么说怎么传，殷素娘都当作没听见。这下可算是彻底没关系了，以后咱们就好好的挣钱，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这些烦人的奇葩都滚一边去吧。第2天，2人吃了早饭，就都背了背筐准备上山。姚寻给自己小媳妇儿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再三叮嘱了之后，这才往前头去了。刚挖了一小会儿，他就发现大杨氏与小杨氏还有那个堂妹姚洛洛正挎着篮子往自己这边来呢。他不想跟这些人凑在一起，也就拿着篮子找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躲了起来。娘，您看看大伯一家子，他们拿了寻子2口子300两，却1分都不给我们。您说说，哪里有这样子的道理？这话还用你说？只不过你们的大伯母啊，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娘，嫂子，这事儿一点都不难。我那大堂哥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只要从他那边下手就可以了。洛洛，你赶紧说，怎么从他那边下手？他示意他们2个都凑过来，然后就小小声的嘀咕了几句。娘，嫂子，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法子去做，别说是150两银子，就算是300两，那也是能够拿到手的。行，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来。只要姚大那小子进入了我们的圈套，那就肯定没问题的。将来要到了银子，那洛洛你的嫁妆也能够丰厚一些了，不是？嫂子，你再说这些，以后我可不管你们了。让您看，一说到婚事，我们洛洛就开始害羞了呢。我可是听媒婆说了的，人家杨二少爷是看中了你呢。这杨家就是城里的杨秀才家，家中老小都是有学识的不说，还有钱。娘，你就等着有一个秀才姑爷吧，到时候秀才老爷都要给您磕头，这可是县太爷都没有的礼呢。这倒是，到时候我就是村里第1位有秀才姑爷的了。娘，嫂子，你们再这么说，我可就真的要生气了。好好好，我们不说了可行？就是，不说了，咱们往里走一走。小家伙，看来我们很快就要有好戏看了。等跟姚寻会合了之后，他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姚洛洛自小心思就重，村里那些个与他同龄的小姑娘就没几个没吃过他亏的。媳妇儿，以后你若是遇见了他，你就尽量别与他起冲突。这人不光心思深，还很记仇。你就放心吧，这种白莲花我也没少见，而且我也不会跟他玩那些勾心斗角的手段，我没那个闲工夫。要是他招惹我了，我直接上拳头就是。那就好，只要你不吃亏，怎么样都行。那可是你妹妹，怎么，你不怕我把人打哭了？要是她哭鼻子来找你要公道，你咋办？你是我媳妇儿，别说你占理了，就算是你没占理，我也向着你啊。当真？这还有假？她是堂妹又如何？左右就是个堂妹，还不是个贴心的，我管她哭还是笑。不要脸的东西，那是老3两口子给的银子，你们算是老几？也好意思来开这个口？那银子是姚寻两口子给姚家断绝关系的银子，姚家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他姚寻之前是不是得喊我们家老头子一声二叔？你撒泡尿看看，你值不值那些银子？还二叔呢，就算是二爷爷也不管用。滚滚滚，这银子没有你们家的份儿。就在这个时候，
一伙人大摇大摆的就到了老姚家门口。这里可是姚大家里啊！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是来找姚大的，姚大欠了我们200两银子，他说让我们到他家里来拿。欠了200两，姚老太太一听，当下就翻了个白眼，晕了过去。这位大爷，那可是200两银子啊！我当家的到底是做了什么，会欠这么多的银子？他在我们赌坊先是欠下了100两，后来又问我们头借了50两，说是要翻本。但是现在他别说是翻本了，今儿你们要是不拿出200两银子来，我们就要剁了他的手。大爷，咱们有话好好说啊！我们可没有什么话可说，你们赶紧将银子拿出来就是。你越是耽搁，你男人就越危险。这200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的银子，但是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凑银子的。那个，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宽限几天呀？宽限几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1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还会过来，若是你们没给我们200两银子，那你们就莫要怪我们心狠手辣，将你男人的手剁了也是一件好事，免得他以后还赌。多谢，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但是在明日这个时候之前，你们一定别伤害我家男人，我求求你们了。姚老太太是被自家老头给掐醒的，她一醒来就看到哭哭啼啼的花氏。哭！现在你就知道哭！平日里我让你怎么管老大的，我不是说了吗？别让他兜里有钱，你不信。现在可好，白花的200两银子，你以为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娘，你就求他一回吧，他要是没有了手，那我跟大宝以后可要怎么办才好啊？好啦，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子了，你们说这些也于事无补。眼下最重要的是将银子拿出来，救回老大。老头子，你说的倒是轻巧，那可是200两银子，不是200个大钱。姚老太太闻言，心都在滴血呀。好了，现在是人重要还是银子重要？总之这件事情没商量，这200两银子你是一定要拿出来的。老大家的，老二家的，原本你们娘是说了要将这300两银子留一份，然后把剩下的就分给你们，对吧？花氏与文氏闻言都点了点头。眼下为了救回老大，要花掉200两银子，这笔数必定是要记在大房身上的。但是你们娘刚才也说了，我这身子骨不比当年了，处处都要看病吃药花钱，而且大宝也快到了上学堂的时候，所以我就寻思着，这剩下的100两还是交由公众管着，你们意下如何？事情是自己男人闹出来的，花氏就算是心有不甘，也不敢说不同意。至于文氏，她从头到尾都只是点头不说话。殷素娘和姚寻这边见姚大又欠钱了，也没说什么，当下就跟着李婶去别家抓小鸡崽去了。你给他们选7、8只母鸡，再要2只小公鸡，凑够10只就成。刚把小鸡崽放在院子里，小松鼠就一脸不高兴的蹲在廊下盯着姚寻两口子。你这是咋了？小家伙不悦的叫了几声，然后就扫了那些满地跑的鸡崽一眼，一副我吃醋了的模样。哎呀，这样你都吃醋？他们大了之后可是要下蛋，要被吃的。还是说你以后都不想吃鸡肉了？上一瞬都还有些不爽的小家伙，一听到这里，心情就明亮了起来。那你以后可要好生看着这些小鸡，若是少了1只，以后你的鸡腿就会少了1只。小家伙郑重的点了点头，一副向姚寻保证自己会看好这些小鸡的模样。老宅的低气压一直持续到赌坊的人过来。好了，人我们是带来了，那银子呢？大爷啊，真的就要200两银子吗？不能少一些呀。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儿子少1根手指头的话，我们就给你少5两银子。不用少，不用少。几位大爷，这里是200两银子，你们数一数。数了一番之后，他们这才给姚大松了绑。以后不许你再去那些地方，你若是再去，我打断你的腿。娘，我以后真的不会去了。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说一说。谈什么谈？现在有啥好谈的？你赶紧给我去洗澡换身衣裳。自己爹娘不搭理自己，他也就只能将心里的疑惑说给了花氏听。
媳妇儿，这2天二婶有没有来咱们家？来了，能不来吗？自从知道三房给了咱们300两银子之后，他们家就常来人。那不应该呀。你说啥？嗨，昨日我不是被绑起来了吗？我听到有人跟赌坊的人说话，隐隐约约的我就听到，他们好像是提到了咱们二叔一家子，我还以为他们帮我说话，或者是帮我筹钱了呢。就他们那一家子，他们不逼着我们将银子分出去的话，就已经是好事了，还帮咱们。同一时间，大杨氏与小杨氏也收到了银子。按照之前说好的，赌坊的人得100两银子，他们也是得100两银子。娘，嫂子，这事儿你们可不能说出去了。就算是我爹跟我大哥，你们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记住了吗？你就放心吧，我们又不是傻子，不会把这事儿往外说的。那就好，我回房去了。这银子我先给你10两，你自己拿着，别让老大知道。虽说是只有10两银子，但这对于手里一直都没啥钱的小杨氏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姚大这几日也的确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出门，为了能够出去潇洒一下，这天夜里，姚大卖力的伺候了他一回。哎呦，媳妇儿，明日你不是要去地里除草吗？你带上我一块儿去吧。那可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爹娘是怎么说的。你放心，明日我就只是跟着你去地里，哪里都不去。这话可是你说的，你要记住了。若是你又跑了，我以后就再也不信了。哎呦，我的好媳妇儿，还是你对我最好。来，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你干嘛呀？姚大这一夜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第二天，姚大到了地里之后，坐了一小会儿，就说想要大便，就直接去了田头那边的草丛里。就在他想法子的时候，他隐隐约约的就听到了东边传来的说话声。我们家现在可有钱了。小山，你就吹吧。上回你不也说你们家能够拿到你大爷爷家的钱吗？可是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就没见到一个子儿。是真的，我大伯不是欠了人家钱吗？然后人家要我大奶奶拿200两银子去赎人，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大奶奶才赔给人家200两银子呀。我们家那100两银子就是这里来的。姚大顿时就从草丛里钻了出来，然后拉着花氏就要回家去。姚家老宅，姚老爷子与姚老太太一听自己儿子这话，老头子，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拦我了。他们这么算计我们，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的。不管如何，我都要将银子拿回来。1刻钟之后，姚老太太到了大杨氏家门口。我知道你一直都看我不顺眼，但是你未免也太恶心了一些，竟然跟着赌坊的人联合起来算计我们。大嫂，你说的是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二婶儿，您就不要否认了，这事儿我可是亲耳从小山嘴里听到的。大嫂，小山就是个半大的孩子，他一个孩子说的话你也信？再说了，谁不知道我们家小山最是好面子，说的话大多都是空话呀。是不是空话？我们搜一搜就知道了。大堂嫂，你们就算是要搜我们的屋子，也最起码也是要问过村长和族老的吧？你少跟我说这些狗屁不通的，你不就是想用村长族老来压我们吗？去呀，我正愁现在抽不出身去请他们过来为我们家做主呢。他直接就将小杨氏推到了一边去，花氏与姚大就直接分头行动。翻箱倒柜的声音响了一阵子之后，姚大就拿着一个盒子出来了，里头是有银子，但是只有60两。我找到了10两银子。能搜的地方都搜过了，都看过了。娘，你说我们是不是弄错了呀？就你二叔二婶家里能够挖出70两银子来，你信吗？大嫂，你觉得我们家是不能够有70两银子是不是？没错，就你们这穷酸样，还70两银子，我呸！我们家是没有你们家富裕，但是你们家的钱还不是靠寻子挣出来的？要不是寻子，你这会儿怕是连茅草屋都住不上。我们山子虽说是没寻子有本事，但也比你们家姚大好。也就只有你这个没眼的，才会将有本事的当成草，将草当成宝。二婶，您这话就太过分了啊！滚，都给我把银子放下，然后滚出去！这没有你们要找的银子。二弟妹，你这样子做就不地道了。是你们家先拿了我们的银子，然后死不认账的。大哥，你就不要用你的身份来压我们了。我说这银子不是你们的就不是，若你们要坚持，那就拿出证据来。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不能后悔。我可不像是有些人出尔反尔不说，还特别会污蔑人。
这300两银子从殷素娘那个小贱人手里拿过来之后，他每天都要看好几遍，甭管是碎银还是铜板，都熟悉得很。所以现在大杨氏一说，他当下就将盒子都拿了过来。这块原先是没有牙印子的，想来是你们拿到手之后咬的吧？还有这一块原来是有1两8钱重的，但是现在最多只剩下8钱了，是你缴了1两出来吧？原本笃定他们是没法再证明的，可现在不过是一小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说得自己哑口无言了。你们也不用觉得震惊，这银子可是从我手里出去的，倒是你们剩下的30两银子呢？我们也不知道那30两银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大杨氏很是绝望的时候，姚洛洛提着篮子从外头回来了。银子不在你娘你嫂子身上，那就只能在你身上了。啊，你说的我都不懂，但是我娘也不是这么会算计的人。大伯母，你是不是搞错了？好啦，他就是个孩子，你吓唬他做什么？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孩子，若不是因为知道他是个孩子，你觉得我能够这么放了他吗？这70多两银子我就先拿回去了，剩下的部分你们最好是早点给我送过来。洛洛，你说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呀？大伯母那人你也是知道的，现在他抓到了咱们的短处，而且那30两银子到底去哪儿了，我们也还不知道。那30两银子在我这儿，你啥时候拿走的？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原本我就是怕他们会找过来，所以才会拿了一部分的银子出来，免得被他们发现。但是没想到啊，这件事情竟然是小山给说出去的，而且大伯母都已经能够认出银子了，那我们就算是有100张嘴也是说不清的。总之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莫要管就是了，我自己来就好。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他们掺和了，太笨又太蠢。媳妇儿，这蛋黄酥真的是太好吃了。你拿10个送去给李婶他们。也就是这个时候，李婶跟雷子过来了。啊，你们来的正好，我上回不就说要做点心吃的吗？这不刚出炉呢。素娘，这是啥子点心啊？我这还是第一回见呢。这个就叫做蛋黄酥。雷子接过之后啊，也就笑了笑，可一口下去之后，他就傻眼了。我见识真的是太少了，别说我从未吃过这等好吃的点心了，我敢说咱们这附近几个县城里都没这么好吃的玩意儿。那雷大哥，你说我们家这点心能不能卖出去啊？卖是肯定能卖的，只不过你这点心怕是不便宜，所以能买得起的人呀也不多。你们说的事情我都考虑过了，生意上的事情，李婶与雷子都不懂。试吃完了之后，李婶也就说出了自己过来这一趟的目的。素娘、荀子，你们那荒地的菜不是打算用来沤田的吗？我看你们后面撒的种子也都长出来了，我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您是想要用老叶子来换我们家的菜？你们若是不愿意的话也没啥，我就是想问一问。啊，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不知道您换菜是为了啥。那么多的菜，你们怎么吃得完？你们种的这一批菜是芥菜，这芥菜晒干了的话，秋天冬日的时候炖骨头，那也是好吃的。您要，那我们就留半亩地下来，剩下你们家没种这种，以后你们想吃直接上去掐就是。那可不行。那你们家有份水的话，给我一担，你们想要多少菜就掐多少，可行？哎呦，这么大方，那这么说我也可以去掐喽。宋家少爷，哎，您怎么会来？还不是最近我都没有遇见你们，而且关于蘑菇酱的事情，我也想跟你们好好的谈一谈，确定一些事情。谁知道我运气这么好，一来就听见你说菜随便掐。李婶和雷子一听他就是宋家少爷，这母子两人当下就怕自己听了什么不合适的，也就寻了个借口要走，送了他们母子2人到门口，殷素娘这才返回来。而这时候宋知远早就已经吃上了蛋黄酥。这点心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宋少爷，您觉得这蛋黄酥的味道如何？我就说实话啊，你这点心做的的确是很不赖，最起码我吃了那么多年的点心，走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就是不知道你们这点心是做来自己吃的，还是打算做来卖。如果是卖的话，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合作一次。那宋少爷，您觉得这蛋黄酥是什么价位合适？我从你们这边买的话，我觉得15文钱一个合适，但是之后我卖多少钱，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若是觉得合适，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写一份文书确定下来。宋知远开的价格
真的是比他想象中的要多出了差不多1倍。1刻钟之后，宋之远将双方都已经画押了的文书收好。哎，对了，我还没有跟你们说蘑菇酱的事情呢。哦，你说是不是我们最近做的蘑菇酱不大好？不是，你们做的蘑菇酱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恰恰相反，我觉得你们最近做的杂菌蘑菇酱比单纯用一种菌子做的味道要更好。所以我就想呀，如果你以后能多做一些杂菌蘑菇酱的话，会更好。不过这跟我们当初说好的不一样，如果你们觉得很麻烦的话，不做杂菌的也没事儿。啊，不瞒您说，做那种单一的蘑菇酱对于我们来说才比较麻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咱们之间的合作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宋少爷您放心，只要身上还有菌子，我们的蘑菇酱都会一直做，并且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做出来给您送过去。你们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其实就平日里少做一些也没什么。钱的事情你们也不用担心，慢慢来就是。嗨，咱们也不全是因为债务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你也看到了，我们家这个条件，不努力都不行啊。那你们现在就打算靠着做蘑菇酱还有蛋黄酥挣钱？对呀，我上山打猎的时候，我媳妇儿就采蘑菇。那姨娘子，你一日能够做50个蛋黄酥吗？没问题的，不过要过2天我们才能够开始做。3日后的傍晚，我让人来拿第一批的蛋黄酥，你看有问题不？不用傍晚，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过来就可以了。要是傍晚来，回城的时候怕是会遇上城门关了的情况。那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一步。第2天中午，咱们找李婶或者春草、夏月过来。总之，一定要有一个人帮着你，不然这活儿真的是太艰难了。那行，我去找春草说一说。那当家的，咱们一天给他15个大钱作为工钱，合适不？多了，你给10个铜板或者8个铜板就差不多了。本来也就只有半天的活儿。殷素娘之前是真的有些担心，这10个铜板的工资有些低。但春草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当下就答应了。素娘，我啥时候上工？要做的事情都有哪些？你先告诉我，我好做个准备。明日早晨就可以过来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揉面，等面都弄好了，你就可以收工回家。那可不行啊，就光揉面的话，我这工钱也拿太多了些。你先别觉得轻松，这面可不少呢。嗨，再辛苦也不会比下地辛苦啊。你放心吧，明儿我吃了早饭就上你家去。姚洛洛见有马车在村里出出入入，就2天都没睡好觉。他知道这马车是去哪儿的，也知道这马车是谁家的。自己想要攀上那人的高枝儿，目前也就只有通过殷素娘2口子才会有机会。琢磨了2天之后，他也就挎着篮子去了姚寻家里一趟。堂嫂，我寻子哥不在家呀。洛洛，你来找你堂哥做什么？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跟我哥过得如何而已。堂嫂，我刚才见到有马车从你们家走了，那是谁啊？这不是我们家欠了别人不少银子吗？也就琢磨出了点东西给人家抵账。堂嫂，你们是管谁借的300两银子啊？我长这么大连3两的银子都没见过呢。这丫头坐在那儿聊了将近半个时辰，问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等人一走，他就问春草：我怎么没明白他来的目的是啥呢？别说是你，我也没整明白。他以为姚洛洛来了一次就算了，可那丫头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来。她自小就不大往我们家凑，更别说是来找我说话了。媳妇儿，你还是要小心她一些。这天宋之远来了，他刚坐下喝了半杯茶，姚洛洛也来了。他来，殷素娘与春草那是一点都不好奇，可在发现这丫头的注意力时不时的就放在人家宋之远身上之后，他们也就明白了他的小心思。洛洛，你能不能帮我过来抓一下这些小鸡仔？嫂子，你等我，我这就来。不过等到要出去的时候，他却装作绊了一跤，直直的往地上摔。你今儿这是咋了？怎么走路都不看道了呢？姚洛洛本来是想要用苦肉计和美人计的，可这会儿冲出来一个春草，自己的计划都被破坏了，他心里自然是恨得牙痒痒。你这样子标致的小姑娘啊，可不能伤着脸了。这要是走错了道，擦伤脸了，以后就不好说人家了。所以洛洛啊，你以后走路一定要小心一些啊。春草这话意思那么明显，姚洛洛又不是个没脑子的，他当然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但他并没有听进去，相反，他觉得春草就是在多管闲事儿。嫂子这话说的有道理，洛洛以后一定会好生记着的。素
宋少爷，真的是不好意思了，我们乡下孩子没啥规矩，失礼了。春草嫂子不必介怀，不过是一些小事，不足挂齿。我听说你是在帮着姨娘子做事。哎呀，她自己一个人揉面的话有些辛苦，荀子心疼得很，也就找来了我来帮忙。啊，对了，宋少爷，我们宋娘做的点心还好吧？我来呢，就是想要跟你们谈一谈这件事情的。不过殷娘子现在有事情要忙，咱们就等一等。恰好，殷素娘与姚洛洛这会已经将鸡赶回了鸡窝。洛洛，嫂子今儿有事要跟宋少爷谈一谈，就没法陪你说话了，你先家去好不好？因为自己刚才丢了脸，她也觉得不好意思面对宋之远，也就乖乖的答应了。殷娘子，你做的这蛋黄酥很好卖，原本我以为60个那是绝对够的，但是现在看来，这60个那是真的远远不够。这么好卖？其实之前我就想过来了的，但是我也知道你还要做蘑菇酱，我怕你做不过来，也就没来。后来我听管事说你请了个人帮忙，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试一试。不过如果这样子太辛苦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您刚才说想要加量，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加量是加的多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我加量做这个蛋黄酥，那我蘑菇酱这一块就只能减少分量。殷娘子，如果你愿意多做点蛋黄酥的话，我可以派人过来帮忙。不收钱？当然是不收，不然怎么叫帮忙？那您具体是想要多少个？按照目前的预计，我估摸着一天最少是150个。要是增加产量的话，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烤炉还有托盘的事情。他将这部分也说了出来。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这边估计还要1-2天。没事没事，那就等你们准备好了，我就让人过来帮忙。人都是靠谱伶俐的，你放心用就是。那行，到时候你也过来，咱们把协议文书再签一份。对于他的爽快，宋之远也挺高兴的，但是离开姚寻家之后就高兴不起来了。姚姑娘，你怎么还没有走？宋少爷，其实小女子……宋之远压根就不想听他说话。你到底想要如何？宋少爷，您为何会对洛洛这么凶？我在这里等了宋少爷那么久，就是想要给您提个醒，可是您……提个醒？本少爷还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一个农户之女来提醒。姐，你的心思我看得透透的，你这样子心思不纯的姑娘，还是换个目标的好。本少爷可不是那些傻子，随你几句话就能够哄得团团转。宋少爷，您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姚姑娘，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还是早些家去吧，啊，免得你家人寻你。等到马车都已经跑远了，他才慢慢的将手攥成拳头。这人上一次对自己虽说是很冷，但也不至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今日殷素娘将自己打发出来之后，他看自己的眼神都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一定是那女人跟他说了些什么。敢坏我的好事，哼，你且等着。将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蛋黄酥的生意也就慢慢的进入了正轨。姚玄两口子在短短1个月里就挣了几10两银子。媳妇儿，等将银子都还掉了之后，我觉得咱们就没必要做蘑菇酱了。当家的，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我也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也是真的挺累的，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充实，一点也不觉得累。而且这蘑菇酱的营生其实也可以做下去的，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请人来帮忙了，那不如直接让他们做1天的活好了。工钱这一块咱们也翻倍给，你说咋样？你的意思是早上让他们揉面帮着做蛋黄酥，下午就做蘑菇酱？没错，就是这样子。那菌子呢？还是我们自己亲自上山去采，还是……这样吧，我们跟大伙说，就说咱们家可以收他们家的菌子，但是只要上等的，3文钱2斤，谁卖咱就买。也成。当天下午，村子里的人就因为这件事情沸腾了，大家伙都提着自己采的蘑菇过来了。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家收菌子的事情了，我们家收的菌子顶好的是3文钱2斤，次的也不是不要，就是价格低一些，只能是1文钱1斤。可是这菌子要怎么分好赖啊？我们之前都没采过，也不懂。大家伙看，这种已经全部开了伞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老了的，这种菌子的品相基本上就算是次等的。那好的呢？你们再看这个，这种就是上等的菌子，伞盖处属于要开不开的状态，这时候的菌子是最好的。素娘，你要说的菌子真的都能吃吗？这若是吃坏人了，那到时候你们会不会找我们算账啊？
首先啊，咱们家要收的菌子，也就只有我之前说的那几种，除了这些，别的我们家是不要的。对，我们两口子就只要这几种菌子。各位乡亲们都在，那我们就先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只对我们收来的菌子负责，就算以后真的有人吃坏肚子了，这事儿也赖不到诸位身上去。可若是你们去采了别的菌子来吃了，然后出问题了，这也与我们无关。见事情都已经说清楚了，殷素娘就让他们先将自己采来的菌子分一分，然后一家一家的过秤领钱。大半个时辰过去，这院子里的人也就慢慢的少了一些。哎，你先歇着，剩下的我来就可以了。他话都还没说完呢，就见一个人提着一篮子菌子趾高气扬的进来了。傻愣着做什么？你赶紧给我称了，我也不多要你的，你就全按照上等的给我算就是了。你的菌子我收不起，请你离开我们家。我不管，就算是你不要，这钱你也得给我，不然我不是白上了这么一趟山吗？你这些菌子大部分都不是我要的，我凭什么要花钱买？再说了，就算剩下的那一部分也是烂的，就这样扯的菌子我自己都不吃，你让我收？反正你们也不缺这些钱，你跟我这么计较做什么？赶紧的，我还忙着呢，你将钱给我了，我这就家去了。做人心还是不能太黑了，人寻子两口子收菌子，那是想让大家伙都能挣点钱，可不是为了挨坑的。你们看不过眼就不要看，谁让你们看了？滚滚滚，别给我拿好事多管闲事。原本大家伙就觉得他的言行很离谱，现在他还这么说话，顿时就有人将他那一篮子蘑菇拿了开来。你再动我东西试试，你看我不弄死你！弄死我？你倒是来试一试啊！见他这般，姚老太太怕归怕，但她也觉得丢脸，所以她当下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吓唬我？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都多，你看看我会不会怕你？他正要动手将姚老太太的也打翻，却被人拦住了。这件事情不用你出手。说罢，他一脚就将姚老太太的篮子踢翻了。好你个小贱人，你竟然敢这么做！你们可是看见了的，这是他动手的。他说是我踢翻的，你们谁看见了？素娘，我们没看见。对，我们什么都没看见。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人怀疑你，你给我出去。老三，你就这么看着这个小贱人说我？这里没有你所说的小贱人，你若是再闹下去，我们就真的到村长那里去说道说道。好，你们这些个没良心的种子，你们等着，你们迟早都会不得好死的。丢下这么一句之后，他就气哼哼的走了。姚大与花氏就在家里等着姚老太太回来，他们想要知道姚学那边是不是真的挣大钱了。老大，你们两个真的是要气死我啊！还让我上老三那去问呢。你们是不知道，我一上去他们就一堆人骂我，说我的不是。我们这不是为了家里好吗？老三两口子现在明显就是不把您跟爹放在眼里。若是他们将来真的发达了，那还不得将姚家的列祖列宗都抛在了脑后？都已经断绝关系的人了，我可不会再去管。您想想看，要是没有您，他老三哪里来的今天？是，咱们以前是亏待了他一些，但只要我们以后跟他们相处的好一些了，让他们两口子知道老宅的人对他们还是不错的，那按照老三那重情重义的性子，您觉得他们还会亏待了咱们？你的意思是要我向他们两口子低头？哎呀娘，这不叫低头，咱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只要将他们拉拢回来了，银子可不就要多少有多少了吗？要多少有多少。姚老太太一听这几个字，当下就心动了。那老大你说说，咱们要怎么将老三拉拢回来？娘，您先坐下，我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这件事情。二房那边，当家的，大房那边怕是又在捣鼓什么鬼主意了。你别疑神疑鬼的，咱们还是赶紧歇一会儿，一会儿还得到地里头干活呢。你总是觉得没问题，你现在看看我们二房在家里的地位，都快跟老三他们之前一样了。媳妇儿，你胡说些什么？我胡说什么？你现在看看，大哥仗着受伤都多久没下地了？他就算是去了地里，也是懒人屎尿多，总是不断的找借口。二房做得多，上交的银子也多，可得到的东西却是比他们少差不多1倍。总之我们不能这样子下去了，若是再这样，我们迟早比老三两口子都要惨。
媳妇儿，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管是谁做还是谁做的多谁做的少，终究都是要做的。那不公平。一家人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而且你也知道，大哥比我会说话，比我会哄爹娘开心，爹娘比较喜欢他，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文氏见自己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他还没转过弯来，也就背过身去不搭理他了。哎呀，媳妇儿，其实你说的我都知道，爹娘偏心大哥大嫂，我心里一直都有数。谁让咱们这方没有男娃呢？不然爹娘也不会这么冷落我们。再说了，我也知道大嫂背地里没少欺负你，我也想像老三那样带着你分家。可是媳妇儿，我没有老三那样式儿的本事啊，我就只会种地。可是一分家了，咱们能不能分到地都难说，更别说是银子屋子了。那当家的，咱们除了生个男娃娃就没有别的出路了。没就没吧，许是我命中无子。不过媳妇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种地，不会让你饿肚子的。杨老太太过来无理取闹这事儿，并没有给殷素娘两口子造成多大的影响。刚回来呢，就见小松鼠一脸见了鬼似的冲了过来。端端的，你这是怎么了？小家伙双眼滴溜溜地转了一圈，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安静了下来。而此时，百花村2里路之外的林子里，主子，有消息了。啊，如何？那小东西就在丁河村的一户人家里。主子，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将他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你能拿他如何？如果他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先盯着。老爷子已经没了，若是他再出事儿，后果有多严重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们一定要盯紧，那小家伙心思比一般人都要重，若是又让他跑了，仔细你个皮！是，属下明白。蛋黄酥的生意是真的很好，不过宋之远那边还是遇上了大麻烦。准确一点来说，是殷素娘和姚寻两口子遇上了大麻烦，有人吃了他们的蛋黄酥，然后中毒了。这不可能！殷娘子，我们家少爷也信你们，但是现在衙门那边查出来了，昨儿送过去的所有蛋黄酥真的都有问题。一听这话，殷素娘当下就愣住了。衙门的人很快就过来了，我家少爷啊，怕这对你们两口子有很大的影响，也就让我过来直接接了你们过去，咱们这就走吧。城里衙门，姚寻、殷氏，你们都给本官说一说，你们可有在点心里投毒？回大人话，草民夫妇从未往蛋黄酥里投放任何毒物。你说谎！我们一家老小就是因为吃了你们做的蛋黄酥，所以才会上吐下泻的。现在县太爷都已经找大夫问过了，人家大夫说有毒的就是这蛋黄酥的馅儿。我们之所以做这个蛋黄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还钱。如果我们当真是投毒了，那这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吗？殷氏，你可要好好想一想，这蛋黄酥的馅儿除了你之外，别人当真接触不了。这倒不是，民夫家里有几个可靠的帮工，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做的必要。除了他们，那昨日来过自己家的也就只有一个了。县太爷一直都在看着他，见他眼神突然就有些犀利，他就眯了眯眼睛，将宋之远、姚寻夫妻二人押到大牢里，本官要好生审问。不用担心，县太爷是个父母官。的确，县太爷刚才说的那些话不过是给旁人听的。且不说宋之远一家与县太爷交情匪浅，就光说这个案子，他就知道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殷氏啊，你可是有话未说，这桩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可不能隐瞒实情。县太爷，您怎么知道我有话没说？本官当官10余载，大大小小的案子处理过不少，人也见了不少。昨日我们家除了帮工，还来过一个人，那人也的确是有机会接触我们的馅料，但民夫不能确定这人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家的馅料动了什么手脚。那人是谁？他将这人的名字写了下来，递给他。在查清楚之前，民夫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个要求本官可以满足，但同样的，在案子没有查明之前，你们家的蛋黄酥不能再做。是，民夫明白。1个时辰之后，李婶见他们两口子总算是回来了。你们没事吧？可有挨打？姚寻见他这么担心，也就赶紧将情况大概的说了一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就在他们几个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姚老太太就哭天抢地的出现了。老三呐，你这么快就出来了？他这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满头黑线。你这话是啥意思？是嫌荀子两口子回来的太早了？哎呦，李婶儿，您别误会，我娘可不是这个意思。她也是担心老三两口子过了头，所以才会一时口快说错了。就是啊，李大妹子，你可别想差了。我就是见我们家老三没事心里高兴而已。老三啊，我知道你心里是恨我们的，可是老三呐，娘也是不容易呀。你大哥不懂事儿，你二哥也没甚本事，你要分家，你要断绝关系，娘心里就算是再不舍得，也不可能绑着你，不是？我不恨你。那就好，那就好。我不恨你，不是因为你生养了我，而是因为我们两口子与你们之间早就已经没有任何情分了。于我而言，姚家老宅上下就是这村子里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而这些一直都站在我身后的人才是我的家人。老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可是彻彻底底没有关系了的，以后我们两口子是富贵是贫穷落魄都与你们无关。老三，我们这么关心你，你就真的这么冷血？我们就算是真的做大佬，也不关你们事儿，都别装模作样的，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下地干点活。我呸！就你这个小贱蹄子，还想来教我做人？你是什么东西？要不是老三，你能够有今天？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就开始满嘴喷粪。不过也没事儿，反正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们是什么样，大家伙都有眼睛看。我还以为这老太婆终于知道什么是宝，什么是草了呢，原来眼里还是只有银子呀。银子那么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只不过有些人啊，真的是眼睛都被水糊住了，比银子还要好的东西都瞧不见。他见没机会了，直接就当着大家伙的面骂殷素娘：“你个小贱蹄子也别得意，你可是进过了大牢的，你就是个衰神。像你这样子黑心的毒妇，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你就等着吧。”看着他跟个疯狗似的，姚寻两口子也只是冷笑，并没有跟他对骂，直接就回自己家去了。衙门里，姚洛洛，你可知罪？您你不知。那好，本官就一样一样的来问你。昨日你可是去了姚寻家？是。你可有往他们家蛋黄酥的馅儿里投毒？没有。哈哈，好一个没有！去，将人与东西都带上来。不一会儿，一个男子与一小包东西就已经被带上了公堂。你说你不知道，可是却有人告知本官，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民女着实不知情，堂哥与堂嫂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民女也很是震惊。本来是想要去安慰一下他们的，谁知道却被稀里糊涂的带了过来。是吗？姚洛洛，你抬头看一看，你隔壁的人是谁？你怎么会？哎呀，姚洛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与姓程赌坊的二当家来往甚密，你以为这事儿没有人知晓？你以为你借这二当家的手弄到了毒药，趁着姚寻等人不注意，将毒放在了馅料里，就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了吗？都是你说出来的。洛洛，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我给不了，我也不可能放你走。你说让我等，可以，我等你1年2年，那都不是问题。但是你要我将你送到宋之远的手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早就与姓程赌坊的二当家有了首尾，可你不想要做他的夫人，但是你又很享受这二当家给你带来的便利，所以你就打算先把他搁到一边。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宋之远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本官虽不知你对他是一见倾心，还是仅仅想要通过他来摆脱这二当家，但本官可以确定一点，宋之远对你无意，且已经拒绝过你了。因而宋之远与姚寻两口子走得近，你以为宋之远拒绝你，是他们两口子在他跟前说了你的坏话，让他对你的印象变差了。本官分析的可有错误的地方？惊天大老爷，你就凭二当家这么几句话就来判定这毒是我放的？当然不是，本官人证物证都有。人证嘛，一是这二当家，二就是刘家儿媳春草。
物证就是你用剩下，然后丢在了姚家灶里的毒药。不可能，不可能的！姚洛洛，你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机吧？我是怕宋娘知道了难过，所以一直都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直到今儿他们被带走了，我才反应过来。你早就发现了？说来也是你倒霉，你将这包东西丢到灶里的时候，我看见了。姚洛洛啊，姚洛洛，宋娘这些日子也没有亏待你吧？只要是你来了，她有一口吃的都不会少了你的。你呢？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那又如何？谁让她在宋之远跟前说我不是了？你这样子不知道好赖的，我也真的是替宋娘不值。如果不是她与宋之远说了什么，那为何宋之远处处都冷落我？洛洛，你莫要再说。这是你之前答应我的。我是答应帮你，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去害人。我是怕你跟着我吃苦啊。可是洛洛，那宋之远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你啊？你觉得我就只能配得上你是不是？你以为你拥有了我的身子，我这一辈子就只能是县城赌坊二当家的女人了是不是？一想到自己曾经的屈辱不堪，姚洛洛就恨不得二当家立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姚洛洛，事已至此，你还不认罪吗？大人，我是往蛋黄酥的馅里放了些东西，这点我认。但是在大人你要将我送进大牢之前，我要见宋之远一面。那好，本官倒是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1刻多钟之后，宋之远与小德子赶了过来。殷素娘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宋少爷，这人说是素娘与你说了他的不是，所以你才会看不上他。宋之远闻言，看神经病似的看了姚洛洛一眼。殷娘子并未与我说过你。不可能，肯定是他说了我的坏话，所以你一次比一次的厌恶我。姚洛洛，你还真的是想多了。殷娘子从来就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你半句不是，但同样的，她也没说过你半分好。至于你问的后面的那个事情，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看上你。难不成就因为你看上我了，所以我就得这般委屈自己？宋之远这话一出，整个公堂轰然大笑起来。那为什么？你为何会这么厌恶我？且不说你之前有没有别的男人，就你那点算计，我宋家就不会要你这般的女子。说难听一些，你这样子的人配我的小厮都配不上。而姚洛洛听了宋之远这话之后，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姚洛洛，如今本官也了了你的心愿了，那现在也该给你一个处决了。来人呐，让他在罪状上画押，关入大牢，3年不得出。还有这位二当家的，虽说你不是主谋，但你知法犯法，还是个帮凶，同样带入大牢关押，半年后放出。为什么？他们明明就没有死，为什么要关我3年？若是人死了，你可就不是被关3年那么简单了。这事儿尚未传开的时候，姚寻两口子就已经从春草的嘴里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是觉得她比一般的小姑娘来说城府有些深，只是我真的没想到她竟然会这么狠。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了，素娘你们也别担心了。我听小德子说，这个结果一出来，宋少爷又亲自一家一家的登门解释去了。不过就算是这样，蛋黄酥的生意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也就过来跟姚寻两口子商量了。姚寻兄弟，殷娘子，最近这几天蛋黄酥的生意都有些不大好，我寻思着咱们是不是得琢磨一些别的吃食，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虽说这个法子不错，但治标不治本。那殷娘子你觉得要怎么做才好？他们担心的最多的估计也就是我们家的蛋黄酥会不会还出现这一次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方面着手比较好。这倒是，说到底他们就是怕还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哪怕县太爷都已经帮我们出了一份告示，但还是有不少的人觉得不放心。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我们可以去点心铺子现场给大家伙做一次蛋黄酥，如此一来既可以让他们知道这蛋黄酥的制作不容易，也可以让大家伙放心一些。如果你们夫妻二人愿意，我这边会尽快将事情都安排好。啊，我们这边是没什么问题。还有宋少爷，您刚才说的新点心，其实我有这个打算，但因为现在还没有做，所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还真的有新花样啊？有是有，但能不能做出来也不一定。他想要做的就是蛋糕，蛋糕胚这个还好，他可以弄出来，但奶油这一块他还真的是没自己做过。
没事儿，不管能不能成，你们都别有太大的压力。至于蛋黄酥这块的事情，我先去安排。过2日等事情都准备好了，我让小德子过来接你们。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他很快就回到了厨房，继续琢磨自己的蛋糕。媳妇儿，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咱们再想。当家的真的是对不住啊，我想这些东西想得太入迷了，都没有注意到现在天黑了。媳妇儿，你说的是啥话？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你要忙着研究蛋糕的事情，我又帮不上忙，做个饭不是应该的吗？当家的，我说真的啊，你是我第一个遇见的这么体贴又将夫妻关系摆得这么端正的男人。媳妇儿，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之前遇见的都不是我这样式的？你就得了便宜还卖乖吧，夸你呢，你还拿我来开玩笑。媳妇儿，你莫要生气嘛，我就是高兴。要是你喜欢我来做饭，那我以后多做一些。你这小家伙，不是说了不可以吃吗？小家伙一看他翻白眼，就想要跑。偷吃了我的东西，你还想跑？你想要跑到哪里去？我白天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了，不可以吃，你明明就听到了的，现在你还管不住嘴是吧？那行，明日你就给老娘迈开腿，从明天开始，我起来之后你就必须拿着石头绕着院子跑步，早上半个时辰，下午半个时辰，偷懒的话，我就用针线将你的嘴巴缝上。殷素娘态度这么坚定，小松鼠就可怜兮兮地看向了姚寻。我可不敢帮你说话，谁让你自个儿不听的？不过跑一跑也好，你最近真的是胖得有点离谱了。次日一早，他刚绕着院子跑了一小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而此时此刻，有人却是因为小松鼠的表现震惊不已。啊，主子，属下没看错吧？你们是眼睛不好使了，还是武功一日不如一日了？不是，主子，属下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那小家伙……之前让你们查这家子的底细，可查出来了没有？回主子的话，这家的男子名为姚寻，是村里大姓姚家之子，但因其长辈大多皆是蛮不讲理之人，他忍无可忍之下，就带着妻子净身出户，到了这个院子里过日子。姚寻本人倒是没多大的问题，但属下觉得其妻殷氏分家前后性情大变。怎么个变法？原来那殷氏是性子比较软弱的，她那婆婆嫂子气她气得厉害，她也不会还嘴，更别说是还手了。可自打分家之后，她就再也不看婆家人的脸色，尤其是姚家老宅的人来找她麻烦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没给对方好果子吃。村子里的人都没发现？回主子，都发现了，但是村民们都觉得很是正常，毕竟姚家老宅的人欺负他也是欺负得太狠。既如此，那你为何还说他有些不对劲？这事儿乍一听那是没什么毛病，可主子您想一想，性子变了，可人的本事总不会变吧？你的意思是？他会的东西太多了，放眼全国，属下都没听说过哪家的点心铺子能够做出这样式的东西来。再说了，光是他能够让那小家伙听话至此，就已经是够不简单的了。安排一下，我要跟这个殷氏见一面。是，属下这就去安排。一眨眼就到了与宋之远约好的日子。宋少爷，这就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新点心，您尝一尝。等试吃了一口之后，他就更加是震惊无比。新娘子，这点心叫做什么？怎么会那么松软？不是我夸张，我觉得就算是皇宫里的御厨，怕是都做不出这等点心来。这点心我管它叫做蛋糕。蛋糕？那就是说这点心是用鸡蛋做的？正是。怪不得呢，总觉得隐隐约约的有股子鸡蛋香。不过殷娘子，我想要知道，如果我们铺子想要卖这个蛋糕的话，该怎么定价比较合适？宋少爷，您都不用问一问细节吗？这还用问什么？你们两口子做的东西啊，我是10000个放心的。再说了，这东西我一个男人家吃了都觉得不错，那女儿家就更加不用说了。哦，这蛋糕的规格大小不一，就好比我现在给您带过来的这个，我们这边卖给您的话，至少都要50文一个。那按照殷娘子你的意思，咱们是还可以做更小的、更大的。那这些相应的价位大概是多少？您这儿有纸和笔吗？我将蛋糕的大小还有价位都写下来吧。有。小德子，你去将纸笔都拿过来。从宋记点心铺出来之后，殷素娘与姚寻就去买了一些粮食。
当家的，你分一些给我，你这样也太累了。不用。他这话一落地，姚勋突然就整个人扑在了地上。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不用担心，他没事的。你们要做什么？殷素娘，你放心，我家主子并无恶意，只是有些事情要跟你谈一谈而已。你家夫君只是暂时昏迷，并不会有什么问题。说罢，他就朝不远处的林子里看去。我家主子就在那儿候着，还请殷娘子挪步。你家主子是谁？殷娘子，我家主子只是想要跟你谈一谈那小松鼠的事情，并不是想要伤害你们夫妻二人。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小松鼠的？殷娘子，你误会了，小松鼠与我们家主子可是有很深的渊源。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我们也没有骗你们的必要，只不过有些事情的确不好当着你的夫君谈，毕竟你身上也是有些他不知道的秘密，不是吗？这些人好像知道了自己是穿越的。那我丈夫……殷娘子，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夫君。等你与我家主子谈完之后，他一根头发丝都不会少。最好是你要见我。亲娘子胆量果真不是一般女子能比的，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还能够如此镇定，的确是少见。这些客套话就不用说了吧，说吧，你想要做什么？既然殷娘子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想要知道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那小家伙这么听话的。一天到晚闹着要吃好吃的，睡觉要揪着小鸡崽的脖子睡，还整天上蹿下跳，你说他听话？说是你知道他以前将我慕容一族的药田都啃光了，就往我的茶水里放毒，往我的被子里放毒蛇，你就知道他现在是真的很听话。看着他那明显睁大了不少的眼睛，慕容无华也就笑了笑。所以我说呀，这家伙如今是真的听话了不少。从他出现至今，我也就只见过3个人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其中2个是你们夫妻2人，剩下的那1个就是我祖父。你的意思是那小家伙是你们家的？算是吧。小家伙现在愿意留在你们家，我不会将他强行带走，但是我想要请殷娘子帮我一个忙。慕容公子，你就这么自信，觉得我一定会帮你？我以为你会看在这小家伙能够帮你们家找不少值钱药材的份上帮我的。慕容公子，你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区区一个乡下妇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本事？不，目前也就只有你有这个本事。慕容无华从衣袖里掏出了一样东西，看到慕容无华手里的手表之后，他就可以确定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这个朝代的了。你怎么会有这个？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东西，说是只有有缘人才能够明白这东西的用途。那请问慕容公子，这物件最开始的主人就是您祖父吗？这个不是我不说，而是我也不甚清楚，但我祖父的死与这物件有莫大的关系。还有那小家伙，他必定是知道些什么的。殷娘子，所以这个忙还请你一定要帮。此事当真事关重大，不但关乎我慕容家族上下数千人的性命，亦与这江山社稷有莫大的关联。而且在我之后，必定还会有人找到你们这里来。慕容公子，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帮，而且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农妇，我帮不了你什么。殷娘子的顾虑我明白，但我觉得殷娘子还是要想清楚一些。有我慕容家做你的护盾，你夫妻2人日后至少还能够过安稳的生活。慕容公子，你想要我帮你什么忙？很好，殷娘子爽快，那我也不含糊了。我想要你帮我问他，他最后一次见到我祖父的时候是在何时何地，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事情要问你，一会儿就我来问，是你就点头，如果说的不对，你就摇头，可明白？见小家伙配合的点头，他就开始了。上回你说死掉了的故人，可就是慕容无华的祖父？小家伙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就有些悲伤的点了点头。慕容无华的祖父死得很是蹊跷，他出事的时候，你可在现场？小家伙又点了点头。你能给我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很是重要。小家伙先是怔怔地看着前方，然后突然之间就坐下，随后就不停地挥舞爪子。看着他这一系列的动作，殷素娘琢磨了1刻多钟都没琢磨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来，但是他还是将小家伙的每一个动作都详细地记载下来。谢谢你的配合，
晚上咱们吃好吃的。不过，这件事情你别跟姚寻说，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怕他担心。从这日开始，姚寻就有意识的去关注自家小媳妇儿的一举一动。他发现，他总是会偷偷的与那小家伙说话，但自己一问起来，他就总是说什么只是逗弄那小家伙，一次两次没啥，可是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姚寻就知道他是真的瞒着自己什么了。殷素娘洗完澡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姚寻拿着自己记录的那几张纸坐在床边，自己在纸上写了一些人物关系，比如自己是穿越的，慕容老爷子或许也是，还有这几日从小松鼠嘴里问出来的一些东西，以及慕容无华下一次过来的日子。这个慕容公子与你是什么关系？还有这上头记载的东西又是什么意思？你一桩一桩的说。姚寻那暗沉沉的脸色让殷素娘僵硬了几分，她是误会了，还是看明白了穿越是什么意思，所以打算将自己的身份问清楚，然后让人将自己拉出去烧了？应该是后者吧。想到这里，他就吐出一口浊气。如你所见，没什么好说的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殷素娘，你当真连个解释都不给我？为什么？为什么？若我知道为什么，或许我当初就不会留在这里。但是现在既然有眉目了，总归是要去搞明白的，不是？我不想死在这里。我是问你为何要与他在一起？我不想听那些虚无缥缈的废话。他一开始就排除了姚寻会误会自己与慕容无华的可能，可谁知道到头来这家伙就真的是这么想的。你误会了，我与慕容无华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不是那种关系，那你与他见面的事情为什么不与我说？殷素娘，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我待你可差？罢了罢了，你要与他走，那你就走，我不休你，我只给你和离书，你日后与他好好过就是了。你觉得我与慕容无华有一腿是吧？也行，反正慕容家家底殷实得很，你给我休书也可，反正我孤苦无依，跟谁过不是过呀？他若是留我，我就算是给他斟茶递水洗衣做饭，我也有片瓦遮头。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就是你说的这样子喽？我殷素娘嫌贫爱富，高攀上了富家子弟，过几日就要丢下你这个村野莽夫，与人家私奔了呗。原本他是想要解释解释的，可他那是什么语气啊？自己以后好好过就行，可不就是要好好过吗？他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想到这里，他就立刻起身去收拾东西，红着眼将东西收拾好了之后，他一转身就差点撞在姚寻身上。怕我多拿了是不是？你检查，等你检查完了，我这就走。姚寻弯腰将东西捡起来，正准备说什么呢。姚寻，你个王八蛋！你还真的是怕我会多拿了你一分是不是？给你，我全都给你，我自己走，一样都不带走，行了吧？媳妇儿，我不是那个意思。谁是你媳妇儿呀？我是要跟人家私奔的，你可别搞错了。哎呦，对不起，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你与那慕容无华是……不是你以为，那就是事实。你放开我！既然我都是要红杏出墙的人了，也免得弄脏了你。今日过后，你就与村子里的人说，我是上山采菌子的时候被熊瞎子吃了，死无全日。媳妇儿，都是我不好，你气我可以，但是你别说这些。你少给我说这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你就是不相信我。如果你是信我的，就不会说那些诛我心的话。媳妇儿，我不是故意那样子说话的，我就是怕你是真的。今日我就将事情说清楚吧，反正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我将事情说明白之后，你再做决定。啊，媳妇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事情瞒着你，而且不是小事。在我说出那些事情之前，我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好，你说。正如纸上所写，我是穿越的。所谓穿越，简单一点就是从一个时期地点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地点，而我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只不过我是灵魂过来了，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借尸还魂。啊？那你
不是我媳妇儿？准确一点来说，不是。在与老宅分家的那一日，她就已经死了。原本很是紧张的姚寻一听这话，顿时就松了一口气。哎，那你还是我媳妇儿？姚寻，你没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不，我明白。原来的素娘已经不在了。你来自哪里？你为何会来到这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确定，你就是我媳妇儿。他喜欢的是那个会当着众人的面护着自己，会在自己受伤的时候呵斥自己，而不是那个别人稍微一大声就哭个不停，连说话都说不利索的殷素娘。媳妇儿，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别碰我，我还没说完。他将慕容无华的事情也给说了出来，又将小松鼠的事情也说了。如果他没骗我的话，以后我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姚寻，你说的对，分开或许是最好的法子。你想的倒是美。没好气的将人抱了起来，就直接往床上扔。有话好好说啊！他也不顾他头发还有些湿，直接就上大刑伺候。又过去了1天多，慕容无华等人是在天擦黑的时候出现在姚寻家的。不知道殷娘子这边可有进度了？也算是有吧。这是我能够问到的所有的事情了。将那几张纸粗略地看了一遍之后，殷娘子，我想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再谈一谈比较好。院子里只有殷素娘与慕容无华2人。殷娘子，实不相瞒，在看到你给我记录的东西之后，我挺意外的。是因为上头的内容的确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是因为别的缘故？那小家伙的确是知道我祖父发生了什么，再有一个就是与你有关的，你写的字与我祖父有时候写的字体是一模一样的。字体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简体字。那慕容公子，我能不能看一看你祖父写的东西？说不定里头会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会让莫叔带过来给你。不过殷娘子，我想要你与我们走一趟。1刻钟之后，慕容无华出了姚寻家的大门，找到了正在不远处等着的姚寻。姚兄弟，不知道我们可否谈一谈？好，慕容公子但说无妨。我已经与殷娘子说好了，她会与我一起出发，离开百花村3日。3日之后，我会将人毫发无损的送回来。不知道姚兄弟你说我媳妇儿已经答应了？实不相瞒，在我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殷娘子其实是没有答应我的，是我自己厚着脸皮恳求。你担心的事情，她也与我说过。当家的，你若是实在不放心，那咱们就一起去好了。1日后，一松鼠一干人等这才到了目的地。慕容公子，看来这里就是您祖父最后出现的地方了。我们2口子就不进去了，我们就在外头等着你们。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莫叔，你与我一起；莫竹、莫心，你们在外头保护殷娘子2人。他们进去之后，殷素娘就与姚寻说话：“当家的，按照这个路程，我们明天这个时候就能回到家里了。”啊，一会儿我们也不多耽搁，得早些回去才是。他话音一落，莫叔突然就着急忙慌地冲了出来：“殷娘子，你进来看看，我们家主子不见了！”你们2个一起进去的，那么大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见了？茅草屋内，姚寻和殷素娘看着这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就跟掉入了万丈深渊一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人就不见了呢？他要是不见了，我们几个怎么办？慕容家怎么办？小松鼠突然就发出了尖锐的叫声，随后又用爪子在空气中晃了晃的动作。你的意思是，当初慕容老爷子也是这样式不见的，对不对？殷娘子，我们主子到底是怎么了？慕容老爷子是失踪，并不是死了，对吧？的确，殷娘子你说的没错，老祖宗的确是失踪，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超过10个，所以我们希望……你放心，不该说的我绝对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现在你们要告诉我，慕容老爷子失踪多久了？已经整整1年有余了。自从老爷子失踪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找，因为事关重大，老祖宗不光是慕容府的根，接我朝1半的兵马都在他手里。殷素娘将小家伙画的那手表拿给他们看，这个东西与你们家主子甚至是老爷子的失踪有密切的关系。这东西现在就在你们主子手里，也就是说，要么就是你们主子早就已经知道了这茅草屋的所在，要么就是有人将这东西交给了你们主子。应该是有人转交给主子的。
当时我们联系不上老祖宗的时候，府里就曾来过一个人。那人是谁？如今在何处？我只记得那人的长相，至于他姓谁名谁，那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姨娘子，现在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要怎么去找主子他们？失踪了的是你们家主子，不是我们家的人。你们都这样子，谁去找？姚兄弟所言极是，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人家的事儿。1日后，他将2人安然无恙地送回了村子里。走吧，咱们进屋休整休整，明日可是要好好干活的。好，我去烧水，一会儿好好洗一洗。姚寻刚说完，就看到春草与雷子急匆匆地往这边来了。你们这是咋了？怎么好像是有大事的样子？可不就是出事了吗？前些日子你们老宅那边也不知道是咋了，说什么遇见了鬼，还说这鬼就在你们家呢。这2日你们不在家，他们3番5次的来闹。他要来就让他来，谁还怕了他不成？不管那姚大是怎么一回事，到时候那老太婆要过来找你们的麻烦，别搭理他们就是了。春草嫂子，你放心，我不会当冤大头的。姚家老宅那边，娘，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呀！肯定是老三他们2口子对我们当家的做了什么事情，不然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老大家的，你消停一会儿。您说说，老大好心去看望他们，他们倒好，叫人吓成了这个样子之后就不好了。好了，老大好心去看他们，老大家的，你自己说这话亏心不亏心？老大是什么样的人？自从上一次之后，老爷子就算是看清楚了。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清楚啊。现在村里上下都想要看我姚家的笑话，你们若是将事情给闹大了，这篓子就你们自己去收拾。老头子，你这话的意思是想就这么算了？你们谁要再闹，我就将他赶出去。这一日是姚家老宅1个月吃1次肉的大好日子。爹娘，之前老三2口子不是给了家里300两银子吗？那银子是为了与姚家断绝关系才给的，所以这银子也不好全给宫中。什么叫做不好全给宫中啊？你最好是给我将这件事情说清楚，不然我可不会饶了你。娘，这银子在宫中，我们2房基本上是没用到几分。就好比上回大哥赌钱的事情，这一下就去了100两，如今生病了，不过是几天的功夫就又花了10多两银子。大宝上学堂托人走关系啥的，这也去了不少。可我大妹如今连嫁妆单子都拟不出来。够了，老二家的，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就是想要将银子给分了，至于不是？是。好，好得很呐。老二，你说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婆娘自己的意思？爹，这是我的意思。你的意思？哼，我还不知道老二你这么有主意呢。爹，这银子本身就是给我们一大家子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分开了比较妥。我们2房马上就要添人口了，不能再像以前的样子。添人口？你们2房添什么人口？我媳妇儿怀了，如今应当是有1个月出头了。这消息一出，有人欢喜有人愁。花世阴恻恻地看着文氏的肚子，恨不得现在就将她肚子里的娃娃给挖出来，看一看到底是男是女。而姚老爷子2人一听这话，态度当下就是180度大转变。真的有了？真的有了。这样吧，老太婆你说一说，现在宫中还有多少银子？老头子，你这是啥意思啊？你真的要将银子分下去？这分下去之后啊，不就跟分家了一样吗？不是指分银子、地、屋子之类的，但还是住在一起。老二说的对，之前我们是太过于向着大房了，这样子下去，外头的人怎么看我老姚家？爹，您这样子做，那才是真的让我们老姚家变成笑话。就是呀，爹，就算二弟妹是怀了娃娃，那也不至于要分家不是？还有啊，这地以前都是二弟跟二弟妹在种，这要是分家了，我们大房这边又不大会，您二老年纪也大了，总不能还天天扛着锄头下地吧？这要是一个不小心摔在了地里，这……他说着说着就顿住了。姚老爷子原本也没有分家这个念头的，但是姚大是一出接着一出的闹啊，大房这边可谓是真的靠不住了的。你们都不用说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办。老太婆，你去把家里的所有银子、地契都拿出来，今儿就将这个家给分了。爹！姚大吓坏了，但不管他们两口子是怎么说的，姚老爷子都心意已决。半刻钟过去，老爷子将手里的银子分成了3份，难得公允了一回。这里有100多两银子，是老三那200两所剩下的。如今这银子平均分成3份，你们两房各拿1份，我们2个老东西也拿1份。然后这地呢，现在也分成3份。屋子的话，就按照现在住着的分。原先老三那边的房子给2房，过去那些年委屈他们了，就当作是弥补吧。哎呦爹，那屋子现在可是大宝的书房，他从城里回来之后，若是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不高兴就不高兴，总之这件事情听我的，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做。老二家的，你们可是有什么不满？没，爹您说的都公允，我们都没意见。既没有意见，那就拿你们各自的东西吧。从今以后吃饭也不用一块儿吃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分了家之后，老爷子拿着自己老2口的那一份就回了屋。今日有些糕点特别容易变形，你们可得小心一些。殷娘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小心又小心的。因着今天做的比较晚，他还真的是有些怕卖不完。媳妇儿你放心，我昨就听小德子说了，他早些天就一直在造势，说宋记点心铺今日会推出新的糕点。如今城里不少夫人小姐都迫不及待了。你说的有理，不过具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要看一看。行，那我们来打一个赌。打什么赌？就赌今日这5个蛋糕能不能全部卖完。我赌绝对可以，若是我赢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不会是想出了什么鬼主意来为难我吧？哎呀，当然不会。那至于是什么事情，我现在可不能告诉你。若是我赢了，你就会知道了。你就这么肯定你能赢我？媳妇儿，你就说赌还是不赌？赌，但是我们不赌这个，我们赌这5个蛋糕具体是什么时辰卖完，如何？好，那我们就赌这个。现在是52克左右，等到了城里，估计都已经是50未时初了。那我就赌宋季会在未时末将这5个蛋糕卖完。殷素娘见他已经选了一个最近的，她也就延后了1个时辰。明日等管事来了，我们问一问他，就会知道结果了。媳妇儿，你可要记住了，愿赌服输。当然，谁耍赖谁是小狗。半天功夫不到，姚大哥、殷娘子，你们可在家？小德子，你咋这时候来了？姚大哥、殷娘子，你们知道吗？那个……还有小德子，你这样子说一半停一半的，我都快急死了。你是想要说蛋糕的事情，对不对？这到底是好卖还是不好卖？都卖光了。真的都卖光了？哎呀，你们是没瞧见，管事的还没将东西带回来呢，就有不少的人在铺子门口排队了。就按照你的意思，将那5个蛋糕全部都切成了块卖。可就算这样子卖，那也是不够的。我之所以现在过来，就是得了咱们少爷的吩咐，想问问你们明日能不能多做一些。那这蛋糕是什么时辰左右卖光的？具体啥时候卖完的我记不清了，但半个时辰都未到吧，就已经没了。媳妇儿，你听见了吧？殷素娘又不是聋子，自然都听见了。她瞪了一眼正在乐的姚寻，然后才对小德子说：加量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是明日我们最多做10个。行，10个也总比5个多不是？那我这一趟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我先回城里去。哦，对了，今日的银子明日管事的会带过来，可能会比咱们之前说的要多一些，这是我们少爷的决定，还请你们一定要收下。当家的，你的要求未免有些太过了吧？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咱们也要民主不是？1个月10次真的是太多了，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我觉得1个月2次就差不多了。2次？媳妇儿，你这砍价的功夫都用到我身上来了，你觉得这会管用吗？愿赌服输啊！我倒是想愿赌服输，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的。当家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
不是有句话叫做“铁杵磨成针”吗？你现在年纪不大，所以不明显。可要是等过个10多年，你说说你这身子得败成什么样子呀？他一脸我是真心为你好的样子，姚寻见了都觉得想笑。他先是将自己写好的协议书直接拍在了桌子上。媳妇儿，你签还是不签？殷素娘猛摇头。哼，好，没事儿，你迟早会签的。说罢，他就将那协议拿了起来，放好，然后出去了。真的是吓死我了！亏得我脸皮够厚，要是我不耍赖，其实我真的就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小松鼠闻言晃了晃尾巴，用爪子拨弄了一下她的裙子。见她这般，殷素娘也就当她是在安抚自己。你放心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打赌了。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好戏还在后头，让你做好心理准备而已。当天晚上，小松鼠站在他们两口子的房门外听墙角，他听着殷素娘那不断哀求的声音，尾巴是越晃越乐。看吧，果然是跟自己所想的那样子。这家伙就是姚寻手里的松子儿，还是剥了壳的那种，他能跑到哪儿去啊？当家的，我错了，这次就算了好不好？咱们这才第一回打赌，以后我一定都听你的。这次就算了吧。愿赌服输。我不。1刻多钟之后，某人就开始撑不住了。我签还不行吗？签了之后你就不能反悔了啊。我知道，你赶紧的。第二天一早，身子酸软的不行的殷素娘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昨晚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你知道姚寻将那东西放哪儿了不？愿赌服输啊！若是人人都这么反悔的话，那就不好玩了。得，你这家伙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他那一边的了呀。看来以后我是真的不能够对你太好了。反正你都已经这么胖了，接下来的1个月你就吃素吧。干嘛要牵连我？我只是个看戏的好不好？那你说，到底要不要告诉我？小家伙委屈兮兮地看着他，最后为了自己的口粮，终究是背叛了姚寻。可翻开之后，他就愣住了。别说是昨日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他是连1张多余的纸都没看见。不用找了，东西你是绝对找不到的，且就算是找到了，愿赌服输你也不能反悔。还有你啊，你这个小家伙还真的是没有一点立场，为了肉你连我都出卖。先是被威胁，现在又被警告。我觉得是这家里混得最惨的一个了。我们也没干嘛。你们不是没干嘛，是没找到。当家的，你真的要按照协议上头的来呀。这就好比咱们与宋之远、金贵嫂子之间的协议一样，当然是要严格执行了。不过，若是你答应我另外一个要求，我就将数量减少1半，如何？算了，我可不上当。一会儿还要做蛋糕呢，都是你，我现在浑身没劲的很。没事，我今日不上山，到时候要做什么，你只管吩咐我就是，我一定会做好的。算了吧，你也就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做蛋糕可是精细的活，你做不来。可不就是体力活吗？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以前这人还不会这样子，但是现在呢，这家伙的车速比自己的还要快。就这么过去了1个月之后，宋之远亲自来了姚寻家一趟。宋少爷，你这一次来可是为了增加蛋糕的数量，你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一天做30个蛋糕，那真的是很吃力了。那倒不是，我现在就希望你们能够维持这个数量就好，一时半会儿的我也不敢让你们多做了。那你来是为了？是这样子的，最近1个月我谈了好几个铺子，周边也有，京城那边也有2个。我想着咱们若是多开几家店的话，那这银子不是就来了吗？那按照这个意思，最后不是还要多做蛋糕吗？对，是要多做，但也不是只有你们在做了，我会从本家调人过来，这批人都归你们管理。你们想让对方做什么，直接告诉他们就是。这些人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们放心就是了。这家伙就是想要搞连锁店啊！不得不说，他这个想法是真的很不错。但是这样子一来，自家这个方子就真的是要拿出去了。方子若是交给你们的话，这往后的盈利怎么分？
殷娘子，我就喜欢跟你这么痛快的人谈生意。只要你愿意将这方子交给我手底下的那些人，以后我宋记点心铺的所有进账，固定20%是给你们的。所有宋记点心铺？我若是没理解错的话，你现在要开的点心铺子就是叫宋记吧？对，就是宋记。以后我家名下的所有点心铺子都是叫宋记，也就是说，这里头的20%的利润都是你的。一家点心铺20%的利润，1个月下来，少说也有70、80两银子。10多家下来的话，1个月就是700、800两银子了。这还是自己保守估计，若是再多一些，1000两那都是不在话下的。那好，我同意。那就好，那就好。以后这铺子的分成，我每个月月底都会过来跟你们结算一回。账本我也会让小德子按时给你们送一份过来，你们可以提前对一对账本，这样子咱们都能够省一点事儿。这个没问题，我们信得过你。1刻钟之后，3个人都在新的协议上头签字画押了。宋少爷，有件事情我想要向您打听一下。你说，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不会隐瞒。宋少爷，你去过的地方多，不知道你可曾听过慕容家？殷娘子，你口中所说的慕容家，可是慕容首府家？首府？一品大臣？你们为何要问这个？那个，你能不能与我们说一说慕容家族的情况？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原首府是慕容老太爷，但老太爷先逝了，这首府之位也就空了3、4个月。朝中文武百官也好，圣上也罢，都急着选新一任的首府大人，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连3任新首府大人最后都是得病去了。没法子，大家伙都想坐上首府之位，可也不想无端端的送了性命不是。于是这位子又空了1个多月，最后上去的是慕容老太爷的嫡长孙慕容无华。这慕容无华可是京都第1才子，原就任正3品，按说他资历不够，是不能做首辅的，可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只有他在那个位子坐了大半年还是活着的。那如今京中可有关于首辅大人的消息？有啊，前些日子我在京城办事的时候还见了首辅大人与大国司一面呢。那慕容无华不是已经消失了吗？那宋之远是怎么见到他的？难不成这又是慕容无华的一个谎言？越想，殷素娘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儿。第2日，宋之远就派人过来学习了。殷娘子，这是其他16家宋记的主要点心师傅。你们家主子这么快就弄好了16家店铺？原本说是要开28家的，但是有些铺子还没有弄好，也就先弄这么16家吧。听你这么一说，我们还真的是占了大便宜。将近30家店铺，每家店铺抽2成，那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呀。这一夜之间，他们2口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殷娘子，你这话就开玩笑了。若不是有你，我们主子也不可能做到今日这般程度。我在外头候着，若是有什么事儿，你们喊我一声就是。小德子出去，殷素娘就看了看那16位师傅。殷娘子是吧？我这人没什么能耐，也就是承蒙大家认可，得了个临汾城里最好的糕点师傅的名头。但是殷娘子你啊，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有什么本事能够来教我们呢？你若是觉得不服气，就自己找宋少爷说去。既然你是来学的，那就好好的学。若殷娘子有真本事，我们必定是会好好学的。若是没有，那我们学什么？可不就是嘛，年纪轻轻的就能琢磨出这么好的点心方子来，这话谁信啊？最开始带头的人姓朱。朱师傅是吧？很好，我想我殷素娘没这个本事教你，你请自便。我还真的是不觉得你一个小姑娘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你就老老实实的交代了，你这2个方子到底是从哪里偷来的？我偷来的也好，自己琢磨出来的也罢，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们这16位师傅里头有不少人都是不服气的。那好，对于这样子的人，我殷素娘也没有本事教。还想赶我们走？今儿你若是不将事情说个明白，我们明日就找宋掌柜的说话，让他将你辞了。那好，在那之前，我先将你们辞了。哼，好大的口气啊！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不过是一个小作坊的老板而已，你就能有这个本事辞掉我们所有人吗？有没有这个本事，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姚玄是真的忍无可忍，他直接就出去叫了小德子进来。德管事，你可不知道这殷娘子口气有多么大，我们不过是想要让她拿出点真本事来，她自己拿不出来不说，还口出狂言，说要将我们都给辞退了。
你们还真的当自己是根葱了是不是？且不说他是我们主子千辛万苦才求回来的，就光说他手里攥着宋季2成的红利，也算是宋季的掌柜。你们呢？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殷娘子，不，殷掌柜，是朱某人不懂事儿，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一次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您若是将我辞了，这不是断了我一家子的活路吗？劳烦小德子，你现在就回城里一趟，让你家主子选一些府上的人过来，最好是跟之前那几个一样的，不求听话，但求能像个人，知进退，懂感恩的就成。宋之远一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二话不说，就吩咐人将那几个师傅都送回去。天刚刚黑透，莫叔就已经带着人到了姚寻家门口。我们这一次过来，其实是因为我家主子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老祖宗书房里发现的东西，但是上头写的字我们不认识。听闻你家主子与大国寺的住持出现在京城中了，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们才会出此下策，让墨竹扮演主子。殷素娘闻言愣了一下，她将里头放着的纸张拿了出来，只看了几眼，她就皱了皱眉头，因为这上面的文字不是汉字，是英文，内容她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在找到老爷子之前，上头的绝大部分内容我都不能说，这是老爷子自己的意思。但是我想问一问，知心谷是什么地方？殷娘子，你的意思是我们家老祖宗与主子都在知心谷？你们家主子是不是在知心谷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家老爷子应该是在那儿。若是真的在知心谷，那就真的太好了。若你们家老爷子当真是在知心谷的话，那这件事情也算是平安度过了。承殷娘子吉言，我们这就启程前往知心谷。人走了，姚寻就问自家小媳妇儿：哎，媳妇儿，你们那里都是用这样子的文字来交流的吗？啊，也不是，一部分人吧，只不过这种语言的受众比较广罢了，也没什么奇怪的。媳妇儿，要不你教我说这种话吧，这样子以后咱们两个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了。那不行，太难了，我教不了你。殷素娘的英语口语好，但是书面语是真的不成。哦，那好吧。她这个样子就跟小娃娃得不到糖果似的，殷素娘看了都有些心酸。教，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教成什么样子，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还有，我之前是真的没有教过任何人这个，所以我没有经验，如果教的不好，你别笑话我。没事，只要媳妇儿你愿意教，我就一定会好好学的。当天晚上，殷素娘就写了个字母表出来，并且还标了一些音标。原本兴致勃勃的姚寻，一刻钟之后就有些后悔了。媳妇儿，这些字咋这么像虫子啊？当家的你是不是故意的呀？说要学的是你，现在给我耍无赖不想写的又是你。我就是有些累了，媳妇儿，我们明天再学好不好？怪不得呢，我们那里的人都说，不谈学习的时候就母慈子孝，一谈学习就鸡飞狗跳。我看你这架势，就能够想到将来娃娃会是个什么样的。娃娃？姚寻闻言，眼睛跟放光了一样。媳妇儿，那咱就先不要学了，我们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姚寻，我看你是骨头痒了，老老实实的给我抄完20遍，不然你就自己出去跟小松鼠睡。快点写啊！我可不要跟你睡，你太胖了，我的篮子可装不下你。媳妇儿，这20遍是不是太多了？20遍太多？那这样子吧，你将这些也抄20遍，少一个字我都跟你没完。第二天一早，忍了一晚上没发作的姚寻，在自家小媳妇儿醒来的那一刻，就将她就地正法了。春草和夏月等人过来的时候，殷素娘都还没起呢。寻子，素娘咋了？是不是身子不爽了呀？啊，算是吧。你们先忙啊，半个时辰之后我会去喊她起来。原本春草是啥也没看出来的，可姚寻一说话，他就看到了姚寻脖子上的指甲印儿，虽说不是很深，但毕竟是过来人了，他哪里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用，再过1个时辰叫也不迟。哦，也行，那就这样吧。1个时辰不到，姚寻还没进去叫呢，殷素娘就已经出来了。她一出来，所有人都冲她笑。素娘，你不知道寻子有多么心疼你，说不想让你太早醒过来，免得你累着。嫂子，好，我们不说这个。不过素娘，我觉得你这样子下去也快要当娘了。
还早着呢。你也看到了，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啥都还没置办好。若是真的怀上了孩子，那就真的太不是时候了。什么叫不是时候呀？娃娃来了，那就是好时候。再说了，你们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要我说呀，若是你们今年能怀上一个的话，那更好，免得老宅那头的人一直说你的不是。老宅那边怎么说，我还真的是不在意。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将宋家派过来的人给教会了，不然以后累死个人。教宋家的人学会做蛋糕与蛋黄酥，殷素娘前前后后一共花了7天的时间，他们可以出师了，殷素娘也就迎来了大假期。村长突然过来了，我这一次过来呢，是想要跟你说一说房子的事情。您知道我们家要盖房子？这倒是不知道，不过这也是迟早的事情。如今村里要修祠堂，可是这家家户户凑起来的银子也是不够用的。你们家现在住着的这个院子，按说是算村里的，所以我就想着，若是你们2口子手里还松动的话，就先将这院子买下来吧。那您说，我们要是买下这个院子的话，得花多少银子？这个院子不是很大，买下来的话，也不过是6两银子左右。嘿，那好，就6两银子吧。若是我们将隔壁的地也买下来的话，还得要多少银子？隔壁这地就算是不用丈量，估摸着也有4亩。按照一般的下等田来算，这1亩就得3两8。这用来盖屋子的地比用来种粮食的地要贵1半左右，但因着这地比较偏僻，就算你5两银子1亩吧。不过荀子，这地太大了，你们不用买那么多。当家的都买下来吧，左右现在咱们手里也有点余钱，咱们用不上，日后留给娃娃们也是好的。那好，明日你带着银子过来找我，我们一块儿进城里去把地契的事情给办了。姚老太太在听说姚寻2口子花了20多两银子买地的时候，一整晚都没睡好。这不，原本是分家的姚家一家子，现在又被他叫到了跟前说话。怎么，你们是以为分家了就都可以不听我的了？哎呦娘啊，这都已经是断绝关系了的，我们再凑过去的话，那多不好啊！姚老二也不想去，当初3弟与3弟妹净身出户的时候，自己是一点忙也没帮上，也就不说了，现在还要去他们家打秋风，他没这个脸，也没这个心。你看看这些个小兔崽子，现在都不听我的了，都是你的好儿子，你自己跟他们说去。老大、老二，不管怎么说，他们再觉得我跟你娘不好，可你们是打断骨头都还连着筋的亲兄弟。现在让你们跟老3两口子多来往，这也是为了家里好。爹，这事儿吧，还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您若是非得这么做，那您去，我地里头还有一堆的事情呢。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就是觉得我给你们丢人了。他这话一出，姚二眉头是越皱越紧，当下啥都不说，直接出去了。二弟妹，原来是要杀鸡呢，怪不得不告诉我们呢。你怕我们吃不是？我今日杀鸡不过是想着当家的与2个孩子最近都没有吃过一顿好吃的，瘦得不成形了，所以想要给他们补一补而已。都这么有肉了还补呀？要我说啊，我们家大宝才应该补呢。那孩子最近为了读书都没回过家，都不知道饿成什么样子了。要不二弟妹，你这鸡今儿就先给我了，明儿我再杀一只还给你。大嫂，差不多得了啊。二弟妹，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的？我可是你大嫂呢。大嫂，你别忘了，我们早就已经分家了，这是我们家的鸡，不是宫中的鸡。你这手啊，还是莫要伸得太长才好。我告诉你，就算是分家了，这家里的好东西，那也应该是紧着我们大房先的。就这2个赔钱货，你也好意思让他们吃鸡肉？你说说他们配吗？你们二房配？我告诉你，我已经忍得够够的了。你若是再欺负我们二房试试？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呀？娘，我不过是想要问他们借一只鸡来给大宝补一补身子。您看看他这架势。姚老太太当然知道花市是讨人嫌在前的，但她也不爽二房杀鸡还没给自己送肉的打算。老二家的，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宝读书辛苦，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你大嫂不过是问你借一只鸡而已，又不是要吃你的肉。哼，如果他好声好气的借，我指不定还真的就借了。且他家里的鸡能比我们家的少啊？
娘，您也莫要什么都向着大房的好，老天爷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的。老二家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再说了，将来大宝高中了，二房就能够做到一点好处都不沾吗？娘，莫说大宝尚未高中，就算他当真是高中了，成了大官，这与我们二房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好，这话可是你说的。将来我大宝飞黄腾达了，你可别打着他的名号在外头招摇撞骗。甭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二房都不会占你们的便宜。说罢，他也懒得跟他们两个扯了。可刚走没多久，他感觉到背后有人推了自己一把。姚老太太见状，都被这情况吓了一大跳。等看到文氏的裙子染了血之后，她才回过神来。大妹，快去地里喊你爹，让你爹回来。娘，我这就去。我告诉你，若是老二肚子里的娃娃有个3长2短的，你也别想有什么好日子过。娘，对不住，我错了。我刚才就是想要扶着他进去而已，谁想到……姚家老宅上下都死寂一片。你婆娘小月子的时候啊，要多注意一些。她这身子本身就不大好，能够怀上这一胎也是极其不容易的。可既然没保住，那就是这娃娃与你们没缘分，你们也莫要太过伤心，节哀。姚二心里就跟被刀子剜了一般，极力的忍着愤怒，给了大夫出诊费，送了大夫出去。老二呀，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就看开一些吧。就是呀，二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够了，我真的是受够了。从小到大，因为我不会说话，因为我不会哄你们开心，所以我一直是被忽略的那一个。大哥成亲，你们花了整整28两银子，我成亲5两，你们都嫌多。这些也就罢了，毕竟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呢，我媳妇儿被他推倒，孩子没了，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不道歉也就算了，还好意思在这里推卸责任？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姚儿就是个软柿子？你们想要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今日就发作一次，我先将你们都打死，然后我带着我婆娘闺女儿跳崖算了。老二，你这是疯了吗？有什么事儿不会好好说？你又这么犯糊涂？是我不好好说话吗？是你们一直都在逼着我们二房，当初要卖了大妹，现在又伤了我媳妇儿，我做错了什么？我媳妇儿做错了什么？我们二房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我们要杀一只鸡，你们就这么做？这是人命，这是一条人命啊！他们偏心，自己一直都没有不舒服，甚至还劝着媳妇儿别跟他们计较那么多。我也是姚家的人呐，为什么你们眼里就只看见了大房？就因为大房生了个儿子？笑话，当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不是我说你们，就大宝那3天打鱼2天晒网的性子，你们指望他能够读书考状元？笑话！出了这样子的事，姚大心里其实也是挺难受的。他万万都没有想到，自己婆娘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虽说他也见不得二房好，可弟弟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他的儿子也是自己的侄儿。从今日开始，我们二房就再也不是姚家人了，不再是了。就算是死了，我也不会入姚家的坟地。老二，你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吗？孩子没了，你们2口子以后还可以要，可是你一说要与我们断绝关系，这事儿你看看老三，他们现在是想回来都回不了。你们还真的是好意思这么说呀？老三他们2口子是恨不得一辈子都与老宅没有半点关系，人家怎么可能会回来？不光是他们，我二房以后也不会再与老宅有什么关系。我们2口子就算是饿死了，也不用你们管。但是也请你们记住，今日这份仇是你们自己瞎弄出来的。说罢，直接就背着东西抱着媳妇儿出了门。媳妇儿，你说我要不要去一趟二哥家呀？你想去就去，二房与我们是有过节，但在这件事跟前，那些过节就先放着吧。媳妇儿，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文氏当初咋对我的你忘了？就算是他现在可怜得很，我同情他，也不代表过去的事情就能够一笔勾交了。殷素娘又不是圣母，她吃苦，自己就不苦吗？就算是要和好，那也得她过来道歉先啊。好，那媳妇儿你别生气啊，我都还记着呢。我说要去他们家，也并非是想要你忘记过去的事情，只不过我是觉得
二哥现在这个时候怕是会有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所以我才同意你过去啊。你就拿些鸡蛋过去吧，他现在坐小月子是要吃好一些的。媳妇儿，其实你比我心还软。我心软个屁啊，心软！我是怕他没做好小月子，将来有他苦头吃的。都是女人，这点我知晓。但是过往的事情，我一件一件的记着呢。哎呦，是，我们不跟他和好。姚寻要过去看姚二两口子，殷素娘也就趁着他去拿鸡蛋的档口，问小松鼠流产之后能不能吃人参。不可以的。那能吃啥药补身体？看着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小松鼠也就晃了晃自己的尾巴，随后就用小爪子指了指后山的方向。你的意思是你要去山上找？小家伙点了点头。那行，你上去的时候要小心一些，早些回来。我给你做素菜吃，如何？素菜？都已经好几日没吃肉了，给点肉吃吧。那不行，不能吃肉了，你总是吃肉对你自己也不好。不过我可以给你保证，我给你弄的素菜一样好吃，行不行？小家伙闻言歪了歪脑袋，过了一小会儿之后，这才点了点头，随后咕噜一下就出去了。老三，你拿回去吧，你们家攒这么多鸡蛋也不容易。小二哥，这些都是多出来的，我们家还有呢。老三，你将这些鸡仔都带回去，二嫂没脸要你们的东西。二嫂啊，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别老想着那些。再说了，这些东西都是我媳妇儿同意的，不是我擅自做主给你们拿过来的，所以你们心里也就别多想，踏踏实实养身子就是。老三，你与你媳妇儿说上一声，就说等我身子好利索了，我亲自登门道歉。他将东西摆在殷素娘跟前，就吱吱的叫唤着，想要将这药材的用法告诉她，可殷素娘不懂。怎么就那么笨？我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怎么还是没明白？你别生气嘛，我明天将这些药材拿去问问大夫不就成了？到时候问清楚了，我们再把东西给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小家伙闻言，这才收起了那哀怨的小表情，但他并没有完全不生气，而是用小爪子指了指自己的嘴，示意他自己应该吃东西了。你放心，东西我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保准你喜欢。等自己的碗放了下来之后，他用爪子指了指自己的碗，又指了指自己碗隔壁的位置，不停地冲殷素娘眨眼睛。干嘛？我这不是就要给你了吗？你咋还不满意？多给一个碗，多给一个碗。你先吃吧，我话都还没说完呢，小家伙就已经跳下了桌子，直接跑了。没一会儿，小家伙就自己回来了，但他并没有立刻上桌，而是不停地冲着门口吱吱叫唤。一只个子比小家伙小很多的松鼠就从门边探出了一个脑袋来。你进来呀，快点进来吃饭吧，都是好吃的。这是你带回来的媳妇儿？你不是说我胖的找不着媳妇儿吗？你看看我现在有媳妇儿了。行吧，我就说你这家伙咋要去那么久呢？那你们两个都上桌吧。对了，你媳妇儿是跟你一样啥都吃，还是只吃松鼠吃的东西？小家伙闻言做了一个咔咔啃松子的动作。行吧，看来你媳妇儿是个正常的松鼠。姚寻洗漱完过来的时候，就被眼前看到的画面给弄傻了。媳妇儿，这是怎么回事？当家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家伙的媳妇儿，是他自个儿带回来的。对了，他媳妇儿是个正常的松鼠，不吃肉，也听不懂咱们说话。你啥时候找来的媳妇儿？小家伙没搭理他，只是将碗里的花生仁放到了自己媳妇儿的碗里，而那只花栗鼠见状，也将自己碗里的松子儿放了几颗到他的碗里。当家的，咱们回屋去吧。若是再这么待下去，我们两个就成电灯泡了。第二天一早，那，你将药材给他们带过去，还有这张纸也要给他们带过去，免得他们不明白这是啥。小家伙闻言，爽快的点了点头。他一走，那花栗鼠就想要跑。媳妇儿，这小家伙可听不懂咱们说话，他要是跑出去了，那以后小家伙怕是会恨死我们吧？要不咱们就将他锁在屋子里好了。担心这个做什么？再说了，小家伙离开之前肯定是与他交代过了的，你管他呢？指不定人家就是想要出去，等那小家伙回来。那花栗鼠的确是出去等小家伙回来的。他跑出了屋子之后，也不出大门，只是眼巴巴地跳上了篱笆墙，看着远处。哎呦，媳妇儿啊，小家伙是不大靠谱，
但是他找的媳妇儿也未免太好了吧？当家的，你是觉得我不等你回家，所以你觉得我不好了？这蛮牛还真的是得寸进尺了呀！在床上的时候要自己娇滴滴的喊他的名字也就罢了，如今还要自己跟个小媳妇似的等他回来。第二天一早，李婶和春草就已经早早的过来帮忙了。苏娘，按照他们这个进度，你们这宅子能够在年底修好不？婶子他们说了，说咱们家这新院子能够在冬日之前弄好前面的部分。那就好，我就怕他们忙活不过来。不过这些个师傅的泥瓦活啊，都干得漂亮，应该是没啥大问题的。不过素娘啊，到时候这边就直接用来做作坊了吗？对，到时候我们也是打算将这边推了，重新盖一个，到时候就直接用来做作坊。不过这作坊不是用来做点心的了，而是用来收菌子、做蘑菇酱的。现在我们两口子已经买好了铺子，当家的也让人选了日子了。到下个月我们铺子就要开张了，以后这弄蘑菇酱的事情呀，就真的要彻彻底底的交给你们两个了。素娘，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的干活的。半个时辰后，宋之远就带着小德子进来了。我们主子刚办了事回来，就匆匆忙忙的赶过来了。晚上我们不回去城里，就在庄子上住，还要劳烦姨娘子给我们弄点吃的呢。这有啥？你们都先坐着，我这就去给你们弄吃的。半个时辰后，热饭热菜上桌。素娘，你在家不？我家昨儿得了一些蜂蜜，你不是喜欢这东西吗？我就给你送了过来。来字都还没说出口，春芽就看见了坐在凳子上吃饭的宋之远主仆二人。他不像姚洛洛，从来都不敢往他跟前凑，这不，如今见了宋之远，他立刻就往后退，只站在门口说话。素娘，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我又不是豺狼虎豹，春芽姑娘不必这么惧怕我。宋少爷说的对，你不用害怕的。他说了这么多，可春芽就是不愿意进来。我的脸那么难看，若是宋少爷看见了，那他会不会觉得我做出来的蘑菇酱也恶心人啊？殷素娘一看他这样，顿时就明白了些什么。春芽，你不用怕他们会怎么想你，他们不是那样子的人。再说了，你好看的紧。前2日有人来我们家提亲了，说愿意娶我，但是没聘礼。没聘礼？素娘你看，都是泥腿子，可连泥腿子都这么欺负我们家，我哪里敢奢望有钱人家的主子能够对我好声好气的。没事儿，春芽，那人一看就不是真心实意的，咱们不用为了这样子的人难过。隔着一道篱笆墙，宋之远将他们两个说的话都听了个一清二楚。这个春芽的是怎么一回事？听说是因为小时候救村里一个老人的时候被石头磕到了脸，这些年因为毁容了，她一直都没能嫁出去。他们家呢又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爹娘身子也不好，都是她一个人在撑着呢。只有一个孩子？是的，听说前头还有个大哥的，可是大哥生病了去了，嫂子改嫁了，爹娘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重病的。这些年他把自己当成是男人一样，啥活都愿意做。殷娘子弄作坊的时候心疼他，也就将他留下来了。主子，您是觉得他那张脸太碍眼了，还是……人家好好的怎么就碍眼了？我看你才是碍眼。主子，您是不是发热了？你说什么？以后你若是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要不是发热，他为什么要对一个毁容的农家女这么上心？殷娘子，这春芽姑娘可有说人家？你该不会是想要做媒婆吧？我家主子他不是想做媒婆，10有8九是看上了人家春芽姑娘。又过了2日，这铺子就正式开张了。因为地理位置不错，刚开张过来的人就不少。宋之远带着小德子过来的时候，就见到他们铺子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来让你们两口子独自开店是我这辈子做错的一个决定啊！要是将你们留在宋记，我怕是会更加挣钱。你想的倒是挺美的，我媳妇儿啊，可是有鸿鹄大志的好吗？那我觉得我这宋记迟早都是要给你们家的铺子让位的。不过我希望你们别发展太快，好歹让我多挣2年的银子吧。那我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才行，免得到时候我每日数钱都数得手软了。1个半时辰之后，百花村刚进村呢，姚寻等人就被大杨氏给拦住了。哎呦，寻子，你们如今可真的是忙啊！我在村口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们这才回来。婶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寻子，你也知道，婶子自己是没啥本事的。你们家不是弄了个作坊，城里也开了一个铺子吗？
左右你都是要用人的，不如你们就用我跟山子媳妇儿好了。我们要的工钱也不多，1日25文钱，管饭就足够了。阿婶，我们这边都已经够人了，暂时没有再雇人的打算。荀子，这事儿你怎么看？你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可莫要让一个女人说了算。这样子的话说出去了，你一个大老爷们还有什么面子啊？当家的，听到了没有？媳妇儿，我都归你管，何况是这个家，别人不知道，所以才会这么自认为。荀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甭管怎么说，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还有啊，洛洛为何会落得那样子的下场？这事儿与你们两口子那可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你打住！姚洛洛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你心里没点数就算了，还真的当着村里所有人都是瞎子呀！好你个狐狸精啊！你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这么魅惑我们家荀子了是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们荀子，你连个屁都不是。我闺女连个屁都不是，我看你才是连个屁都不是。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指着我闺女的鼻子这么骂！你以为你是什么新鲜萝卜皮啊？我告诉你，我管你什么长辈，你要是再这么对我闺女，老娘一柴刀就将你猪蹄子给剁了。没错，眼前这人就是原主的娘范春红。记忆中这便宜娘在外那是很不讲道理的，可是对自家人呢，却又是护短得很。素娘啊，你还好吧？娘，我没事。你们怎么突然就来了，也没跟我说一声啊？殷素娘不问还好，她一问，殷家一家子就气得牙齿都咬得咔咔响。殷素娘，我就问你，你是不是缺心眼啊？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是让你给别人欺负的吗？这也就算了，他们还让你们两口子净身出户，让你们给他们300两银子啊！他们怎么不去死啊？我范春红风风火火一辈子，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软柿子？别人都欺负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就不知道回来跟我说一声是不是？要不是你二叔跟我们说了一嘴，说你们两口子不好过，我看你们怕是都要被人家欺负死了。爹娘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别生气，我们也没吃什么亏，这段日子我们真的过得挺不错的。你跟我说说什么叫过得还挺不错？小雪，我跟你说啊，我们家素娘自幼就是被保护的那一个。我们家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素娘没出嫁的时候，在家里也是跟小姐一般的，什么苦头都不用吃，她想要什么，我们都能够弄得来。咱们先回家啊，先回家再说。那也行，回去之后我再好生跟你们算一算这笔账。在看到自己闺女住的院子是破破烂烂的之后，他就更加是气不打一处来。殷素娘，你自己给我说一说，你说说啊，这样子的屋子是人住的吗？哎呦，娘，你先听我说好不好？你们不是也看到了隔壁正在建造的院子吗？那就是我们家，只不过这才刚刚修没几日，要完完全全弄好的话，估计得明年开春之后了。素娘，你没说错吧？那是你们两口子的。你们要是不信，我就把他们都叫过来，你们问一问就知道了。哎，素娘太弟，你们真的是误会了。刚分家的时候，他们小两口是真的挺难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日子，那可是咱们百花村里的头一份儿呀。哎，就是啊，莫说他们两口子如今是宋记点心铺的2掌柜，就说他们如今啊，自己也开了铺子，这一日也能挣不少钱的。殷老头与范春红听着他们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傻眼了。苏娘啊，那你跟娘说，娘亲不是在做梦吧？你们真的是过上好日子，不再受人欺负了？娘，这都是真的。我小时候您不是一直就在教我做人要硬气一些吗？如今我自己已经知道要怎么硬气了，别人就算是想要欺负我，也欺负不了我的。而且啊，我跟当家的日子好过了，以后我们也有能力孝敬您。苏娘啊，不用你来照顾我们，你能够跟姑爷好好的，那就足够了。哎呦，娘，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刚才还风风火火的人，现在直接就哭上了。我想要让殷家都过上好日子，我也不想哥哥嫂嫂都那么辛苦。再说了，我三哥不是还没有成亲吗？总不能委屈了我未来三嫂吧？哎呀，那苏娘，你跟娘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娘，这事我之前没想过，但既然你们都已经过来了，那咱们就好好的商量一下，不是？殷素娘知道自己爹娘哥哥们都是过来给自己撑腰的，但是她没想到他们一大早的连早饭都还没吃，就已经带着柴刀杀到了老宅那头去了。你们这是做什么？我跟你们说，你们这是犯法的！大家伙看一看啊，这殷家的人都不把王法放在眼里了啊，一个个的都说要砍死我们呢！
当日你们欺负人家荀子两口子的时候，你们就不想想什么叫做王法？就是啊，你们还动不动的就拿扁担往人家的头上打呢。哼，人家如今手里的刀子都还没碰到你们，你们就开始哭天抢地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打我们素娘？我今儿不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厉害，我就不是范春红。老大，你给我找一根扁担过来，我今儿就让他尝一尝扁担打的滋味。殷素娘本身就怕自己爹娘哥哥会闹出事儿，如今见他们不光是将柴刀都带上了，还拿着扁担。大哥，你别冲动，咱们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爹娘，您二老别生气啊，我们当初也没怎么受委屈，真的。荀子，我知道你跟素娘都是怕我们会闹出事儿来，但是你放心，我们这一家子都是有分寸的人。当年我也是给人杀过几年猪的，别的不说，我要这猪3更死，他就绝对不会拖到5更，所以你只管放心好了。您这是逗我呢，还是吓唬我呢呀？我这一大早的啥也没吃，您就跟我说这么血腥的场面。哎呀，闺女你别怕，爹不是那个意思，你别怕。你还说，既然闺女怕，咱们今儿就先放过这个没姓单的一把。若是下回让我在路上见到了你们，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死！他这话一出，姚老太太脸色立马就惨白惨白的。爹，您看他们简直就是流氓一样，要是还有下回，他们指不定就真的要动刀子砍人了。你们2个不中用的东西，让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躲得远远的啊！现在没啥子危险了，你们倒是蹦跶的欢，怎么办？你们问我们，我们问谁去？好了，一个个的都像什么样子？难不成你们还觉得不够丢脸吗？那老头子，你说说咱们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啊？怎么办？哼，都闹成这个样子了，难不成你们还觉得我们是占理的吗？自然是要准备点东西登门道歉去呀，不然你以为殷家的人会放过我们吗？老头子，你是不是糊涂了？凭什么要我们登门道歉呢？要不是你当初动不动就闹，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事情能够变成现在这样子啊？总之这事儿你乐意也要办，不乐意也要办。多买些好东西，别抠抠搜搜的让人看了笑话。亲家母啊，之前的事情是我们有些不对，毕竟都是一家人，要是闹得不愉快了，也让外人看笑话不是？哟吼，谁是亲家母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家跟我们家闺女姑爷那可是早早的就断绝了关系的，对吧？那个亲家母亲家公，这件事情吧，其实都是个误会。当日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负我们家素娘，如今你们就怂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子的未免也太恶心了，给我滚！拿着你们的东西都给我滚得远远的。他站起来，将姚老太太放在桌面上的东西直接丢在了地上，包袱里头的东西也就洒落了一地。看着地上那长霉的馒头，还有几个不值钱的破碗，这就是你们的诚意啊！哎呦喂，我可是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子不要脸的人呢啊！这怎么会是这些东西？老太婆，我不是让你都拿好的吗？你就只知道说我，你让我拿好东西，可是你也不想想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的。自打分家了之后，我们屋里的东西就一日比一日少，什么你都只知道动动嘴，动了嘴你怎么什么都不管？老天爷哟，你说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我这些年为了老姚家，那是真的一日比一日的用心啊，费劲儿啊！你要哭你就回你们家哭去，这是我们闺女家，你哭个屁呀！范春红，你莫要欺人太甚了啊！你们给我滚出去！你们要是不走，我就先送你们一刀子。他这话一出，姚家二老哪里还敢耽搁，跑了。我呸！你们等着吧，等过个几年，你们怕是连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了。刚过去半刻钟不到，姚二两口子就上门来了。你们2位来找我们家素娘做什么？不会是以为我们素娘还是跟以前一样好欺负，所以就这么上门来欺负她吧？伯母，我来其实是想要跟素娘道谢的。素娘，当初的确是我的不是，如今我被他们弄成这个样子，你们2口子非但不计前嫌来给我送药材，还时不时的就给大妹二妹送肉。你可能不相信，我娘家那头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过来看我，都觉得我晦气。素娘，我知道你或许会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些听起来都很虚伪，但我是真心的，真的很谢谢你。范春红一开始就觉得文氏是在演戏，
但是后来看着他那诚挚的语气，瞬间就有些动容了。你们也不用谢谢我，实际上我没有做什么。你们对我们的照顾，我们一家子是真的都记在心里头了的。我也知道我们家没你们宽裕，银钱方面，我们一时半会儿的也拿不出多少来给你们。不过你们日后啊，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绝对不会有二话。什么帮忙啊？你们自己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那就足够了。第二天早上，铺子开门了之后，小半个时辰都没什么人过来买东西。你们家的生意是不是差了很多啊？旁边街有2个摊子，卖的也是酱香饼跟手抓饼。有竞争者了。多谢您跟我们说一声，若是您不说，我们怕是都要满街去跑了。这也没什么，哎呀，不怕你们笑话，我一开始也是想要去吃他们家的，但是我刚靠近呢，一闻那个味道就没你们家的好，我也不缺这几文钱，所以就往你们家这边来了。你们也不用难过，我瞧着这么下去，不用过几日，这2家的生意就会一日不如一日了。素娘，那要不这5天里，咱们就减少一点酱香饼和手抓饼的分量吧。你说的没有错，有时候你说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真的很有用的。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吗？春芽呀，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一定是可以的。都在说什么呢？怎么气氛这么凝重啊？宋之远一进来，也就有些好奇，等看到春芽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更是不解。春芽姑娘，你这是？宋少爷。春芽向来都不敢直接看他，这会儿见了宋之远，他的第一个反应依旧是低下头。等他们都忙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就将姚寻拉了过来。姚兄弟，你跟我说一说，这春芽姑娘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我怎么总觉得她是在躲着我呢？你别多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家这个情况，他能够站在这里上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不过，你怎么会对春芽这么上心？是呀，我为什么要这么关注一个小丫头？她不过就是……如果我说我可能是……哎呀，算了，没什么，不过是觉得春芽姑娘与别的女子不一样罢了。自己要是说出来，先不说春芽信不信，就光说姚寻2口子，他们怕是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拿春芽开玩笑的吧。我就先走了，等过几日得了空，我再过来跟你们说说话吧。主子，你怎么就不把心里话给说出来呢？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当然知道，您在京城的时候也好，回来了也罢，一直都在想着人家春芽姑娘不是？谁告诉你的？您做梦都说梦话，喊人家春芽姑娘的名字了，我能听不见啊？说梦话了，还喊了春芽的名字，这事儿你没说出去吧？不，小的哪敢啊！这事儿要是说出去了，对您对春芽姑娘都不好。不过主子，您自个儿为何不说？没什么好说的，以后你也给我闭嘴，别什么都往外头说，知道了吗？主子，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要不您就跟我说一声呗，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告诉了你，你又能如何？你是能够牵红线的月老呀，还是能够替春芽做主的爹娘？告诉他，告诉天王老子也不管用。他们2个之间的鸿沟，不是说跨越就能够跨越的呀。最后吐出一口浊气，抬头继续向前。他每走一步，身上就多一份落寞。日子一日一日的过去，点心铺的生意也慢慢有了起色，可算是好起来了。我一直都怕这生意一直这么下去呢。你没发现现在城里不少人都想要学咱们铺子的弄手抓饼吗？你们就放心吧，阴娘子的方子多的是，只不过吧，他们2口子最近忙得很。小德子，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以前他就算是要过来，也是跟他们家主子一起过来的，如今就只有他一个人过来不说，还是在姚寻2口子不在的时候过来的。嘿，春芽姑娘，我有个事情想要拜托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忙啊？什么事情啊？你这么神神秘秘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家主子明日下午要宴客，其中有2个客人很是喜欢吃你们家的酱香饼的，所以嘛……你是想要我明日下午帮你做酱香饼？对，但春芽姑娘，你只说对了一半。小德子，那你干脆就一次性给我说出来啊，别让我猜，我最怕猜这些了。我们家主子的客人都喜欢吃新鲜的，你到我们宋家帮着做2个酱香饼，然后我就将你送回百花村去。春芽姑娘，你看可以不？不用吧，我们这边做出来再送去你们府里，也就是2条街的距离，也不至于冷了呀。小德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坏主意呀？啊，我没有，我就是想要春芽姑娘帮一个忙。好啦，我就是随口问一问而已，你着什么急？不过这事你自己跟春芽说。春芽姑娘，你怎么想啊？只是去做2个酱香饼，然后就会送我回村子吗？你可要确定这一点啊！我一个乡下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若是冲撞了你们家主子的客人，我怪不好意思的。春芽姑娘，你放心，等你将酱香饼做完了之后，我也会亲自将你送回村子里去，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真的。见他这般保证，春芽犹豫了又犹豫，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也就点了头。好，那就先这么着。明日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过来接你，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去办，就先回去了。大夫，我们家主子现在怎么样了？他醒了没有？从昨日到现在，自家主子因为奔波劳累已经病倒了。虽说主要是因为太辛苦的缘故，但小德子很清楚自己主子为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是好一些了，但是还是一样的严重。他现在这个情况呀，少说要好好休息个几日。因着他不吃药，你们在饮食上头就要多注意一些，莫要惯着他了。我呀，已经拜托了春芽姑娘明日进府里。您若是有什么想要说的，您就直接与人家春芽姑娘说了，别把自己憋出毛病来。您若是倒了，这天底下都不知道多少人过不上好日子。你说什么？你让他来做什么？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心里有数。你着人去告诉人家，就说不用他来了。还有，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那么多。让他来府里，来了又能够如何？说了又能够如何？且就算人家对自己也是有意的，那又能够如何？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会同意吗？他能够适应在自己身边的生活吗？不会，也不能。那您自己就这么为难自己啊？你快给我与人家春芽姑娘说清楚了，然后别让人家跑过来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主子，我让春芽姑娘不来了还不行吗？真是的，明明自己心里就难受，还要在这里逞强。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是硬起来了是不是？如今都敢当着我的面给我摆脸子了。谁与您摆脸子？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以后再也不要多管闲事了，除非您真的是病得下不来床了，我才去叫大夫。姚轩和殷素娘这边忙活了很多日，也将新宅子那边布置的差不多了。你们可算是来了，怎么样？你们家老爷子跟主子都是个什么情况了？如今上头算是已经没有那么乱了，不过我们家老祖宗还是不能离开知心谷，但他现在想要见一见殷娘子你，所以我们2个过来是为了接你们夫妻2人过去的。让我过去？在这个当口？因为有些事情不方便在外头说，也不方便随便说，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们几个人赶了差不多7、8天的路，这才到了知心谷。殷娘子，你的事情我已经听吴华说过了，很抱歉哈，这小子的小算盘多得很，我代表他跟你道一句不是。莫老爷子，这事我们也能够理解，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要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50多年前吧，从2008年来的。那时候这身子的主人才11、12岁。哎呦，年头太久远了，我都以为这是一场梦了，也以为这一辈子呀都不会遇到跟我一样的人了。那时间也对不上啊。2008年他却穿越过来50多年了，我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我都已经穿越过来大半年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不一样，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在21世纪的话，或许只是刚离开了一小段时间而已。对，就是这样。哎呀，不过现在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作用，咱们得弄清楚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过来。我自己过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在睡觉，那一觉醒来我就已经成为了慕容家的少爷了。这些年呢，我一直都在寻找回去的法子，但一直都没有进展，直到我知道知心谷这个地方。大国寺的住持之前说过了，我们这样子的人回去可以，但是难。您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有回去的机会？姚寻见小媳妇这么激动，他紧紧地攥着自己的拳头，心里紧张到不行。当家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件事情我之前就已经跟你保证过了的，我只是……媳妇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回去呢，
跟咱爹娘说一声，如果我能够跟着你一起回去，那我们就一起回去；若是不能，我就在这里等你，不管要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好，如果能够一起回去，那咱们就一起回去。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也莫要担心那么多，回去的法子是有，但不容易。若将来琢磨出回去的法子了，又能保证没有任何风险的话，那就送你们两个回去一趟吧。那您呢？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就算是回去，他们也未必能够接受。如今那边都已经是2020年了，指不定我的身子都已经被火化了呢。您之前不是一心想要回去的吗？怎么现在？以前没遇见你祖母啊，我就想着回去也挺好的，毕竟那边有我的亲生父母、朋友、同事。但是后来遇见了你祖母之后，我就觉得不回去也没什么了，且年头也久远得很呢。指不定我那些家人朋友都已经早早的接受了我不在的事实了。再后来你祖母走了，我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慕容无华闻言，心里堵得不行，喉咙也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哭什么？堂堂朝廷一品官员，你哭成这个样子像话吗？祖父，谁哭了？要是因为这么一丁点破事你就哭，我揍不死你。你们来了这边啊，就多住2日吧，这里当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多住2日不会吃亏的。如果不打扰你们的话，那我们就多住2日。毕竟小家伙跟你也那么久没见面了，如今好不容易见了，总归是要多待一会儿的。小家伙，你一直都不看我，是生我气了？老东西，你不守信！你说了要回来的，但是呢，你一走就没有动静了。亏我还以为你死翘翘了，在林子里找了你好几日。为了找你，你看看我屁股都差点被山里的大狼给咬坏了。哎呦，莫哭莫哭哦，是我不好。新屋入伙就是要请客的，他们2口子在知心谷住了2日，一回到村子里就开始张罗请客的事情。苏娘，大事不好了，那5个大蛋糕都被人挖过了，我们想要修一修都不知道怎么修。谁弄的？有人说是你们家老宅那老太太跟大杨氏做的，但是他们2个不承认，这会儿都已经在院子里骂起来了。金素娘刚到院子里，就见姚老太太跟大杨氏2个人前所未有的同心。我们弄的？你们是哪只狗眼看见这是我们弄的？就是，你们就算是想要栽赃，也要讲点道理好不好？人荀子2口子都没请你们，你们自己厚着脸皮上门来蹭吃蹭喝也就罢了，还存了心思要捣乱，你们还是个人吗？就算是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你们也要有一个人的样子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再胡说八道，你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你试试看。荀子家的，你这是什么话？你这就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当真是没家教。当日我爹娘哥哥们都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嚣张？如今他们家去了，你就觉得我好欺负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就你这样子的垃圾，老子1个打10个都不是问题。你松开！大嫂，你得管一管啊！你看看荀子家的。他一想到殷家人一个个都凶神恶煞不说，还都带着柴刀出门，他就怂得不行。二弟妹啊，我家里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你自己在这里吧。这件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走。本身人家荀子请客，那就是好事儿，你们自己不请自来，还故意搞破坏，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还想要否认。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你要是血口喷人的话，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要证据是不是？那不就是证据吗？他们2个衣襟上沾的奶油都还没擦掉呢，这么明晃晃的证据还不能够证明吗？你们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太让人倒胃口了。今日是我们家的大好日子，你们不请自来，行，这一点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弄坏了我们的蛋糕还死不承认，这一点我是绝对不会那么快就放过你们的。我们也不是要你们怎么样，但这赔偿你们总归是跑不了的吧？荀子家的，你当真要这么跟我们过不去？不，分明就是你们要跟我们过不去。以前那些我都可以跟你们不计较，但是今日这事儿，不好意思，我殷素娘要是让你们走出了这个大门，那我就跟你们姓好了。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姚老爷子与姚大壮、姚山3个人匆匆赶了过来。当家的儿啊，我这真的是被人欺负到泥里去了呀！人家荀子2口子之前就说了的，不请姚氏一族的人。我就问你，你跑过来做什么？我为什么过来？我侄儿心无尽火，宴请了全村的人，却不请自己的亲戚。你说说我为什么要过来？杨氏，你若是坚持这个态度，我也不想管你。但是我姚大壮今儿就当着父老乡亲们的面儿，将事情跟你说清楚了。若是你执迷不悟，那好，以后你就跟我们姚家2房没甚关系。姚大壮，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嫁给你们姚家之后，天天操心这个担心那个，现在你有儿子了，你有孙子了，你就想将我一脚蹬开？我跟你说没门儿，你就是要给我休书，我也不会回去的。你是非得要闹是不是？好啊，那从今日起，你就给我滚回你娘家去闹！大杨氏一开始是以为这老头子就是吓唬自己的，看着他那已经满满都是厌恶的眼神，他彻底就愣住了。你呢？你是不是也想要跟他们一样？老头子，我跟你说，我给你们老姚家生了3个儿子，你若是当真一点情分不念那也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要我走可以，但是你们家的银子大部分都得归我。姚老头闻言很想骂，这些银子还不是自己儿子挣的，但是怕被外人看笑话，他也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老头子，你确定你真的要将大部分银子都给我？是，我们2个手里的银子大部分都归你。那好，我现在就家去，银子给我了，以后你们姚家老宅想要如何，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这老大老二也是我生我养大的，日后他们大房2房给的孝敬银子，我一样有1半，这个是很公平的事情，你没有意见吧？这个我也依你。那好，既然都已经说定了，那就这么办。既然你们都已经谈好了，那么现在就应该来谈一谈这赔偿的事情了吧？这蛋糕是他们2个弄坏的，现在我们也不能吃了。那你们说说，这银子是不是该赔偿？我与她虽说是要和离了，但她现在还是我的婆娘，那这银子我会出啊。你们2婶做错了事情，我这个2叔也是要负责的。这银子你们就说我们家该给多少吧。虽说我们不一定能够立刻拿出来，但是只要你说一个数，我们就算是一点一点赔，也会将这点钱赔给你们2口子的。不多，因着好歹都是村里的人，我也就给你们打1个折。这几个大蛋糕算下来的话，也就4两银子罢了。你们2家平摊，就是一家给2两银子。老3家的银子你不用担心，我一会儿就会给你们送过来。说罢，他就扭头看向了姚老太太。快些家去，你收拾东西，我把休书写了给你，你拿了就给我走。爷娘，您2老这是咋回事啊？这都一把年纪了，咋还和离呢？哎，再说了，这要是真的和离了，那爹您以后咋办？娘，您也是，您以后离开了百花村，您要上哪儿去？这事儿我跟你爹已经商量好了的。这和离了之后呢，我们2个老东西手里的银子大部分都归我，房子田地这些还是归你爹，我不要。但是日后你们大房2房给的孝敬银子，我是有1半的。大部分银子归他？姚大与花氏一听这话，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那不行。怎么不行？我辛辛苦苦生养了你们3个，将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啊！莫要说是这几10两银子了，就算是几百两银子也是我该得的。娘，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您要是离开了百花村，那以后谁来孝顺您呢？老大家的，你就不用操心这些事情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们自己以后好好过吧。我走了。哎呦爹，你当真就这么让娘走了？你们好歹也是一起经历了几10年风雨的，您这么做，别人会笑话的。笑话？你是不知道你娘做了什么事情。总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你们谁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件事情了。撂下这么一句话，姚老爷子就冷哼一声，背着手回了屋子里。哎呦，当家的，这事儿难不成就真的这样子了？你得想想办法呀，几10两银子呢。哎呀，一边去！
别来烦我，我现在本身就已经够烦的了。你们姚家就没一个好东西，一个个的就只会顾着自己，谁也不管。你说什么？花氏，你若是不想过了，那你也收拾东西给我滚。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你在我这儿那可是什么银子都拿不到的。姚大，你是觉得自己现在有儿子了，有钱了，就能够一脚将我踢开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没门儿！你要是敢这么做，你就等着我娘家兄弟打死你算了！你个没良心，有烂泥扶不上墙的种！花氏，是你自己非要闹的。如果你真的要一直这么闹下去的话，你就给我滚！你再说一遍。就算是再说100遍，我也还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那你就给我滚回娘家去。见姚大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给自己留，他扭头就回了自己房里。没一会儿，他就握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剪子冲到了姚大跟前。他一把抓住姚大的命根子，一手将剪子放在了他的致命弱点之处。既然你若是有种给我将刚才说的那些话都重复一遍，姚大，我就敬你是一条汉子。不过你放心，你这个汉子也做不了多久了的。哎呦，媳妇儿啊！哎呀，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严肃做什么？赶紧将这剪子放下，要是真的伤了人，以后痛苦的不光是我自己啊，你自己也没法子享受了。姚大，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有数，你也不用跟我在这里装模作样的说这些。第二日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已经晒屁股了。小松鼠见他不想起来，也就低声的吱吱叫了一下。这是给我的好东西，你快吃了，吃了你身子就会好多了。殷素娘也没有多想，直接就将那2颗果子给吃了下去。小家伙，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都吃了我给的宝贝了，你还能出什么问题？不说你长命百岁，但是你必定能够身体健康啊。他好像是真的可以听明白他说的话了。小家伙，这是因为那2颗果子？不过我也是没想到你能够听懂我的话，那老头子都听不懂呢。但是现在这样子也挺好的，以后我们2个就可以无障碍的聊天啦。嘿嘿，今天有没有肉肉吃啊？半个时辰后，二弟妹，你们在家里不？我有事儿找你们。当家的，不许他进来，我一点都不想见那女人。媳妇儿，你先别生气，我也不想见到她，我不让她进来就是了。他刚喊了一声，也没等人家2口子吭声，就直接推门走了进来。哎呦，我还以为你们2口子都不在家里呢。爹娘和离的事情，你们应该也是听说了的吧？他走的时候呢，就与我们说了，要让我们知会你们一声。那大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家去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就不招呼你了。他这一次过来，可不是单纯的为了说一说那老钱婆离开的事情的。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听一下他们找药材换钱的事情。二弟妹，我听说你们最近得了一个挣钱的好路子。如今娘也走了，爹那头我们也不能不顾，大宝上学也是要花钱。我就是想着，若是我也能够有挣钱的路子，那多挣2个就是2个，你们说是不是？你们家挣钱不挣钱关我们什么事儿啊？二弟妹，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子，是不是？二弟妹，你不会是还在记恨我吧？上次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你当时会摔倒。大嫂，那一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自己心里有数。有些时候老天爷不现在收人，不代表他就一直不收人了。所以我奉劝大嫂一句，做人最好还是要有良心一点吧。二弟呀，你终究都还是恨我，是不是？怎么，如果我将大宝弄死了，你不会恨我？你若是敢这么做，我跟你说，我跟你大哥都不会放过你的。你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可别打我们家大宝的主意。你以后都不许再来我们家，如果你不听非要再来也行，你把你当家的爷喊上，有本事就一块儿来。你们不要脸，那我们还跟你们讲什么兄弟情谊？姚家老宅，自打在2房那里吃了闭门羹之后，花氏心里就挺不爽的。又到谁家去找不痛快去了？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能不惹事就别惹事儿。若你非是不听，当家的，你好歹是个一家之主，你就不能多想想咱们以后吗？要是这么下去，我们家都不用吃饭了。说到底，
你不就是想要银子吗？我跟你说，老爷子那头的钱迟早都会到我们的手里，你着什么急？当家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老不死的还有什么打算？我跟你说，咱们就等着就是，反正这银子不可能全都给我娘的。若是我爹啥也不做，那我就给你提鞋。还有，这事儿你可不能往外说。每次你都说不许我管，可是当家的，如果你说的有用，我至于这么操心吗？你要是觉得我不中用，你滚行不行？你是觉得我比不上老二，比不上老三啊？人家会挣钱，那是人家有本事。你算老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做他们两个的婆娘啊！但凡你有人家老三婆娘的体贴，我都不会这么讨厌你。姚大，你还真的以为你自己是根葱了是不是？你觉得我不体贴不温柔也行，你去找人家那个温柔的体贴的呀，看看人家给不给你睡。你就他娘的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狗样，你觉得人家一时会多看你一眼？我呸！你一个死婆娘，你有本事再说一遍看看啊！看我不打死你！你有本事就动手，若是你说得出做不到，你就不是个站着撒尿的。他原本是想要抓着花氏就打的，但好死不死的就被炕下的小凳子给绊了一跤。这就叫老天爷有眼，我让你什么屁话都能够往外头说。你不是要用休书来威胁我吗？行，你今若是不给我写休书，我自己找人去写。你他娘的，给我闭嘴行不行？我就跟你说了，这家里的东西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你要走，自己一个人走。这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总之，我就给你两个选择：如果你要儿子，那我就要银子；如果你要银子，那儿子就归我。我就给你1刻钟的时间。我去收拾东西了，1刻钟之后，你若是还没有做出选择，那这选择就由我来做。你疯了不成？你真的要带着我家的东西走？现在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这还不一定呢。你就说吧，你要什么？你既然要走，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这种嫌贫爱富的婆娘啊，我姚大不要了。以后你也别想见到大宝。姚老头坐在自家屋子里的窗边下，听着大房那边隐隐约约传过来的动静，也没有过去劝架的意思，背着手跟以往一样出门去了。而姚大与花氏也是真的彻彻底底的完了。花氏与姚大分开来的消息，大家伙都还没消化完呢，村子里突然又传出了一个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姚大他娘死在外头了。什么？你这话是听谁说的？这可不是什么八卦啊，可不能这么乱说的。没乱说，这事我也听说了，一个个都传得有板有眼的，应该不会有假。啊，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听说事情就是在昨日姚大跟他婆娘闹事的时候发生的，今儿早上才有人看见，他那小院子里一地的血，屋子里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我估摸着呀，是那附近的小偷或者是二溜子给趁夜摸过去的。爹，现在事情这样子了，您说说，我娘这得葬到哪里去啊？那就让你娘进姚家坟地里去吧。老大呀，你娘突然之间就走了，我心里难受得很。虽然你娘以往总是吵吵闹闹的，总是给家里惹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娘，也是我婆娘。如今她就这么走了，我这心里当真是跟空了一样。我这一闭上眼，就跟看见了你娘还活着的时候一样。我是真的不敢去看她，我怕我这一去看，我会哭死过去。老大呀，你爹现在这个样子，那肯定是没法子操办这件事情了的。你是长子，这事儿你得挑起来。还有你二弟三弟那边啊，老二虽说跟你们是分家了的，但终究是一家子，你要去说一说。至于荀子那头，你也过去通知一下吧。他们两口子来不来，就随他们自己拿主意。哎，二叔您放心吧，这一回我肯定会将事情办妥的。
爹，你也别太难过了，这一切都有我呢，你好生歇着，我去忙。等所有人都出去了，他那浑浊的双眼瞬间就没有了任何难过。他用衣袖将眼泪都擦干，然后就躺在了床上，双目无神地看着屋顶。当家的，这事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会说什么的。媳妇儿，我不想过去。为何？你不是……媳妇儿，我心里现在的确是乱糟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描述我现在的心情。我觉得他死了的这件事让我有些震惊，但你要说心痛或者啥的，其实也没有，就是觉得心里闷闷的。当家的，你不用考虑我，对于这件事情，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如今二房那边也过去守灵了，你回去也是应当的。啊，回去守灵的话就没有必要了，不过回去后上炷香，然后磕个头，就还是要的。还有银子的事儿，办丧事前后也要花不少银子。二房那边的日子本身就不宽裕，若是他出大头，那他们两口子以后也会很艰难。所以我想要出一份，你觉得如何？不用问我，你想要怎么做那就怎么做，银子就在匣子里放着，你去拿就是。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你不用担心这些。姚寻一听小媳妇这话，也就紧紧地抱了抱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去拿银子。殷素娘本以为姚寻是要到傍晚时分才能够回来的，可这人半个时辰不到就回来了。媳妇儿，你知道外面的人在说什么吗？他们都说这件事情有蹊跷，可是我看老宅那边好像是没有深究的意思。说实在话，这的确挺可疑的。就算是他在外头买东西的时候漏财了，这一般的小偷小摸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官府那边又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人物。是啊。老太太在院子里停放整整3天，这才下了葬。姚二并没有觉得松一口气，他是越发的觉得老爹不正常。二哥，你这是咋了？我有些事情想要跟你们说，等说完了之后，我再家去吃夜饭。啊，我们2个晚饭吃的有些早，吃的是面条，如今锅里还有，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盛过来。姚二本来是想说不用的，但殷素娘说完就走了，他是拦着的机会都没有。二哥，你想要跟我说什么？荀子，你觉不觉得娘去了的这件事情有些玄乎呀？对，不光是这个事情，就连老宅那头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我跟你说，娘入土的这件事儿全程都是我跟大房那边安排的。原本二叔跟堂叔他们是说要帮手的，结果爹说做了一个梦，不希望有那么多的人来看他笑话，大哥就将人都打发走了。一开始我以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爹肯定是会帮着打下手什么的，但是呢，爹依旧是一直都将自己关在房里，什么都不插手，什么都不管。入土的那日，亲戚们也都只是过来看了一下，然后就走了。爹从头到尾都没说话，更别说是上香啥的了。哎，荀子，我一看他那个架势，就真的是觉得心里毛毛的。可是吧，我又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但我总觉得他这个反应真的是有些太瘆人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爹就是……二哥，这件事情你还跟谁说过？我质问过爹了，但是他说不是。大哥那边是完全不相信的，他觉得就是我自己想多了。二哥，你回家去，这几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得看着家里的人，夜里要警醒一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家的，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这件事情得让小家伙出马才行。1刻钟之后，小家伙一听殷素娘说的话，就从自己小媳妇儿的怀里摸出了2颗松子儿，放到了桌面上。2块肉，2块肉，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我是那么好糊弄的吗？2顿，小家伙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2顿肉的话可以，但是你这一次只能是你自己去，你不能带着你媳妇去了。还有就是，你也不能让人发现你，你明白吗？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不会出错的。第2天一早，殷素娘将给小家伙准备的肉都放在了桌面上。一会儿再吃，这就是给你的肉，跑不了的。不过你得先跟我说，昨你都看见什么了？说到昨天的事情，小松鼠也是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他怕殷素娘没法子懂自己的意思，还模仿起了姚老头的动作。媳妇儿，小家伙在说什么？当家的，如果小家伙说的没错的话，
那二哥怕是猜对了。那小家伙可有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估摸着就是因为银子或者是面子吧。此时此刻的姚老头其实已经在崩溃边缘了，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角落。我跟你说，这都是你自己找来的，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不可以胡闹。是你自己不听，是你自己不听。还有银子，银子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我好心给你留10两银子，你还不乐意？你走，你给我走！你死都已经死了，你怎么还来纠缠我？你活着的时候这么恶心，你死了怎么还是这么恶心？爹，你开门呐！爹，你这是怎么了？你开门呀，爹！你个死老太婆，我早就想你死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你，我就不会丢那么多的脸；要不是你，我这一辈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我分明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是你这个惹人厌的老太婆，一直都这么恶心。当年若不是你用了手段让素红走了，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娶你这个毒妇。没错，我心里欢喜的从来就只有素红一个。你跟素红比，你什么都比不上她，你知道吗？一听这话，姚大当下就急眼了，他来不及多想，就直接撞开了门，冲了进去。爹，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分明就是你说要和离的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大，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爹，您就不要装糊涂了。您刚才那么大喊大叫的，我又不是傻子，您觉得我还能看不出来吗？老大，你知不知道，你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很有可能会要了别人的命。爹，您那是心虚，对不对？您是怕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是不是？官府那边找了那么多天的人，竟然就是我的亲爹啊！你最好是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继续胡说八道的话，你也跟老三他们2口子一样，给我滚出去好了！爹，您现在是在害怕，对不对？所以您连去我娘跟前烧一炷香你都不敢，是不是？老大，我知道你跟你娘好，但是爹这么做也是为了老姚家的面子。你也是老姚家的一份子，你应该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才对。再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将这事儿说出去的话，那你想想你会如何？爹，我可以不说出去，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一个要求才行。好，你说，你有什么要求？这事儿咱们爷俩对外都不能提起，还有我娘手里的银子啊，怕是都已经在您手里了吧？是，都在我这儿。老大，我也知道你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全给你，我可以给你一半，剩下的我得自己攥着，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姚勋和姚二2个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老宅那边的动静，但是一连过去了3、4天了，老宅那边却是什么动静都没有。2人当天就一起去了衙门，将他们2个发现的推理的事情跟衙门的人说了一下。你们先回去，这件事情你们别吱声，我们会直接将他们2个带过来审问。若真的是这件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刚回了村里没一个时辰，衙门那边就已经派人过来抓人了。因着这件事情，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各位父老乡亲，是我们老姚家对不起大家呀！我爹他那么做，其实也不过是气昏了头而已，他也是很无奈、很后悔的呀。老大，你说这事儿不是真的，对不对？二叔，对不起，我们家拖了整个姚氏一族的后腿。那这么说，你爹如今是在牢里了？姚大闻言没吱声，只是一边哭一边点头。因为姚家老宅那边发生的事情，殷素娘打算做姨子的计划也搁置了好几天。他们刚准备好东西呢，宋志远跟小德子就过来了。君娘子，这姨子你们是打哪儿买来的？哦，这个啊，
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买的。姚兄弟，你告诉我这不是殷娘子哄我的吧？她会做那么多好吃又别致的东西也就算了，现在连姨子都会做。这真的是你做的呀？殷娘子，你家当真是没有妹妹了吗？干嘛？嘿，殷娘子，如果你家有妹妹，而且还是跟你一样能干的妹妹，你就给我说说亲吧。要是人家殷娘子还真的是有妹妹，也轮不到你。做事不见你那么认真，做白日梦你倒是挺卖力的。我这是为自己争取，哪像主子您啊？你还说，殷娘子，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可以帮你将你做的姨子推广到全国各地。那就是还按照原来的合作方式来？自然不是，这回是我2成，你们8成。好，既然你都已经打算好了的话，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制作姨子的事情我们来负责，然后销售姨子的事情就交由你来管。跟宋之远商量好了姨子的合作事宜之后，殷素娘就叫了春芽、皮蛋娘他们都上门来制作姨子。素娘，按照我们现在这个速度啊，我觉得明日我们肯定能够制作100块的姨子。是啊，素娘，等到时候，我觉得你们肯定能够靠着这批姨子挣不少银子的。我打算将这卖姨子挣来的钱分1成给你们，当然你们别觉得这1成银子少。即使宋少爷将这些姨子推广到全国各地区，保守估计的话，1个月至少也是能够挣上千两银子的。素娘，你莫不是喝多了吧？我知道你是想要我们这几家也能够快速的将日子过红火，但是吧，我们也知道不吃嗟来之食的道理，这本就是你们家的银子，我们可不能白要。怎么会是白要？要不是你们一直都来我们家做事儿，我们家怎么可能挣钱？素娘，这事儿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意思，还是你跟荀子的主意？我媳妇儿都觉得这样子好，那肯定就是没问题的。翌日，素娘，我能不能拜托荀子一件事情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说出来。当年跟皮蛋他爹一起去参军的人都回来了，想要打听他的下落，真的是很艰难。我寻思着，荀子你认识的人比我认识的人多，要不你帮我问问当年的那些兄弟，看看有谁是知道我当家的下落的。这事儿我可以帮忙。当年我认识的那几个兄弟里头，也有几个是时不时有书信来往的。如果他们知道些什么，应该会说。荀子，这次真的是多谢你，我也不求他能够活着回来，但求能够得一个准信儿。一眨眼就到了腊月18，姚勋和殷素娘都准备年货的时候，姚二那头却出事儿了。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拦着他，我就不应该让他上山。哎呦，二嫂，你先别哭了，大夫怎么说的？说是骨折了，要养一段时间才能好。二嫂你别自责，也别太担心了，骨折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后头注意一下也就可以了。眼看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出了年再过大半个月就开春了，他带着伤，我肚子里就还有一个，地里的活谁去做呀？二嫂，你又怀上了。上回好不容易怀上，但是孩子都还没坐稳呢就没了。这事儿你们可别跟你们二哥说，我怕到时候孩子有个什么意外的话，他又得失望了。行，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二哥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你装睡啊？谁装睡啊？我是刚刚醒过来。他本以为自从上一次之后啊，这没个1年半载的，他估计也不可能那么快就当爹。但是如今媳妇儿真的怀上了，他真的是高兴的不行啊。他们2口子回家了之后，殷素娘突然就感慨了起来。当家的，自打我嫁过来，二嫂都已经怀第2个了，你说说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啊？这媳妇儿，我觉得你是在说我有问题。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他生龙活虎的不说，还牛高马壮的，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就算是有，我也不敢说出来呀，那不是我自己找罪受吗？既然你觉得我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证明一下，不然啊，你怕是会觉得我这个当家的不中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姚勋这一次是真的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媳妇儿，我知道你是担心孩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吧，咱们迟一些生娃娃也是好的。且你的年纪本身就不大，上回啊，我们不是问过大夫了吗？大夫也说了，你过1-2年再怀娃娃是比较好的。殷素娘是真的累，她听了姚勋这话，原本是有很多话想要说的，但因为真的是太累了，了一声之后啊，也就直接闭上了眼。殷素娘这一睡，就直接睡到了下午快天黑的时候。你做饭了？
做了你喜欢吃的酱大骨。好，不过我是真的使不上劲儿，你得帮我把衣裳穿上。好，媳妇儿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就给你穿衣裳。媳妇儿你吃，这上头的肉啊，不肥不瘦，还带着点软筋，是你喜欢的。你也吃，难不成你看着我吃就能够饱了？那当然了，我媳妇儿长得好看，看着你吃我就饱了。当家的，你不会是脑子进水了吧？你要是不吃，我可就要让小家伙吃了。媳妇儿，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做的炖骨头，是给你补身子用的。就算是我不吃，那也轮不到那小家伙吃啊。什么补身子？难不成我身子真的是有什么问题？距离上一次去城里看大夫，这都已经过去很久了。谁说你身子有问题？我不过是觉得今天辛苦你了，所以才想让你多吃点肉，补一补身子。不过媳妇儿啊，既然你这么担心，那明日我就去请个大夫回来吧。如果能够请一个靠谱点的大夫过来，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好在第二天晌午之前，姚寻就已经请了大夫过来给他瞧了。你的身子没问题，但是呢，年轻人呀，总归是要节制一些为妙。虽说你们底子好，但是同房过于繁密也不好，不光是伤男子的身，也伤女子的身。你现在的情况呢，最好半个月内就莫要同房了，以后同房也不可太久，更加不可太频繁，若不然，你们反而更难怀上娃娃。轰的一声，听着大夫说的这些话，殷素娘整张脸在一瞬间就爆红了。她是真的没想到，大夫这么一把脉就能够将这些都瞧出来。相比她的脸皮薄，姚寻倒是觉得这没什么。那您的意思就是，只要我媳妇儿好好的养一段时间，她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没错，你媳妇儿现在主要就是虚，等好好的养一段时间，底子都好了，那就容易怀了。哎，您说的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您放心，我们以后一定会按照您说的去做的。他送了大夫出去，姚寻就见到自家媳妇儿跟缩头乌龟似的缩在床上。媳妇儿，你别觉得不好意思，这也没什么的。什么没什么，还不都是你？你自己总是没个度，让你悠着点你也不听。现在好了，大夫都说丧丢人。好，是我的错，以后我老老实实的，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了，好不好？你说停那就停。我谢你的鞋。是我不对，但是媳妇儿，我这一次是说真的，大夫刚才说的我也都听见了，我不会拿你我的身子来开玩笑的。村里有些人见姚寻着急忙慌的请了大夫，就等着打听是出了什么事儿呢。你听说了吧？荀子家的那个不能生啊！你们别胡说八道，人家两口子都健健康康的，咋会有问题？要是殷氏没问题，荀子也不用屁颠屁颠的进城去请大夫，不是？要我说呀，这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是半天的功夫，村里不少人都已经知道了殷素娘不能生的事实。当家的，你说说，这不会是真的吧？你别管外头那些人说的话，现在冬日了，他们一日日的闲着没事做，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的，能有什么好事儿？再说了，依我看呀，说这些事情的人大半都是之前想要去他们家作坊做事儿，最后没成的。就算是不用脑子想，我也能够猜到这些人的用意。当家的，咱们不信，可是娘信了。我刚才路过爹娘窗下，我就听见他说要将我那堂妹给荀子介绍过去。你也是知道的，我那个堂妹都已经16了，但因这脑子不大好使，一直都没什么人上门说亲。媳妇儿，你没听错吧？啊？没，我听得真真的。媳妇儿，这样吧，你先过去跟荀子他们说一说这件事情，好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去跟娘好好的说一说这件事情，指不定能够让他回心转意。成，那就这么办。殷素娘两口子听着小杨氏说的那些话，眼皮子都抽了起来。堂嫂，你跟二婶说，就说我们家可没有这样子的规矩。先不说我媳妇儿没啥子问题啊，就算是我们真的生不出了，也不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荀子素娘，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婆婆那边我也是真的拦不住，所以啊，我也就过来先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事情。他那人有多么倔强，你们也是知晓的。堂嫂，你能够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是真的很感谢。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二婶当真是带着你那什么堂妹过来了的话，我是真的不会给她脸的。好了，当家的，你别发火。他们说的那些破事，但凡有一句是真的，这村子里的人怕是个个都想着将自家的外甥女儿、侄女儿往你床上送了。
媳妇儿，现在被算计的可是你男人我，难不成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如果是换了一个心智正常、模样也标致的小姑娘，我肯定会担心啊。但是这一次嘛，我担心啥？小杨氏都说了，那小姑娘是有些问题的。先不说姚寻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就算她是真的有这个心，那自己也真的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当然，我也不是觉得人家小姑娘不好，只不过吧，不是一类人，其实压根就过不到一块去。杨家那边没3天就送了杨春丽过来。你这丫头长得可真快，想当年我还抱过你呢。说来我也是命不好，若是你洛洛表姑没犯事的话，指不定你们现在还能够说得上话。虽说我辈分是要大很多，你得喊我一声姑奶奶，但我可是把你当亲生闺女看待的。大姑奶奶，您的意思我明白。大杨是跟自己说这些，无非就是让自己以后得了好处，别忘了他。你这孩子可真是个聪明又体贴的，我得了你呀，指不定比得了你山子叔都要管用呢。大姑奶奶，您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不然我过去了，估计也会犯什么忌讳呢。不是我跟你说虚话，原先他还没成亲的时候，这村子里就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惦记着他了。若不是他婆娘因事不能生养啊，我估摸着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娶第二个了的。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谁不想传宗接代呀？且如今外头那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他就算为了自己的面子，估计也会对你好的。好，我晓得了，多谢大姑奶奶。嗨，都是一家子，说这些做甚？走吧，我先领你过去串串门，让你好好看看你未来男人是什么模样的。殷素娘两口子看着坐在自己对面那口水唾沫子满天飞的大杨氏，荀子，我也知道你们两口子的感情是咱们百花村诸多夫妻里1顶1好的，但是有些事情吧，不是感情好就能够解决的，不是？再说了，你们现在虽说是独立门户了，但生儿育女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他说的口水都快干了，但姚寻和殷素娘两个人就是没有一个吱声的，且姚寻的脸色是真的很不好看。素娘啊，我知道以前呢你对我是有些个什么误会的，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也不怪你。但是素娘，我这可是为了你好，荀子死心塌地的护着你，你也不能耽误了荀子，耽误了你们这一房，不是？婶子，我觉得吧，您说的对。大杨氏一见他点头了，顿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继续给殷素娘洗脑。但是这丫头是您娘家那边的人，又出落的这般水灵，拿过来给我当家的做二房，委屈了一些。若是婶子真的为我们两口子操心，那我就厚着脸皮求婶子一件事儿吧。啥事儿啊？我呀，就盼着找一个比较本分老实的。您若是能够找到这样式儿的，您只管给我带过来。届时啊，我1万个感激等着您呢。大杨氏一听这话，先是不解，随后就琢磨明白了。殷氏这个小贱人，是觉得杨春丽这丫头太过伶俐，不好拿捏啊。若是以往，她肯定会不高兴的。但现在呢，她也觉得这个杨春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素娘啊，这事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本分姑娘回来的。大杨氏和杨春丽一走，殷素娘就捂着嘴偷笑了起来。我这么一整，他们两个一回去估计就会窝里反了，到时候他们杨家的人自己就吵起来了，哪里还用得着我收拾？嗨，媳妇儿，你直接将人赶出去不就是了吗？犯得着跟他们说那么多，简直就是浪费口水。大姑奶奶，就算您对我不满，但是您现在这么做，就当真对您有好处吗？春丽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刚才那么说也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为了我好？那行，您说说，您是怎么为我好的？你真当那殷氏不知道你我的心思啊？我跟你说，他手段可厉害着呢啊！而且，刚才殷氏怕是早就将他的所有心思都看穿了。咱们杨家是有人，但是人家殷氏一族也不是吃素的。当初他们家的人过来，个个可都是腰间上别着柴刀的，人家连姚家老宅都不放在眼里，就莫要说是我们杨家了。所以啊，如果我直接将你塞到荀子身边，你知道下场会是什么吗？他想要一个好拿捏的，那我们就拿一个好拿捏的出来呗。人可是自己帮他们找的，别的不说，这感恩之心总归是要有的吧。至于这个杨春丽，如果那傻子做得不好，自己再将他推出去；若是傻子做得好了，这野心不小的丫头也就没什么用处了。1刻钟之后，殷素娘见小松鼠浑身毛发都湿漉漉的回来了。
你这小鬼头，大冷天的你还要到处跑。当初天热的时候喊你出门去转转，你都跟怕被太阳给晒融化一样，死活都不愿意出门。我有话要跟你说，很重要的事情哦。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女人会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可要小心一些才是。他们这些人类可真的是太恐怖了，就算是刚刚成年的崽子也特别的算计。好，你放心吧，他伤害不到我。他放心，我可不放心。以后那个杨什么丽来，我就直接赶她出去。那丫头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眼神也都充满算计，也不知道他们杨家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竟然会教出这样子不省心的东西。若是以后我娃娃也这样子，我非得打得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家的，你少在这里吹牛了。媳妇儿，我可是认真的，以后教导孩子的事情我来就是。当家的，我这都还没怀上呢，你就已经将怎么教导孩子的事情都给想好了？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当家的，你就忍一忍吧。姚寻以为他是让自己忍大杨氏他们，瞬间就不高兴了。哎呀，我忍不了了，真的是一刻都不想忍了。我让你忍是想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月里，咱们就别同房了吧。别同房？姚寻闻言怔了一下。之前我们的确是太过于频繁了一些，这样子伤元气，就忍一忍吧。等我的身子好一些了，我们就可以要孩子了。姚寻见他还真的是厚着脸皮上门了。媳妇儿啊，我想要喝热乎乎的米粥，你去给我熬一些吧。殷素娘一听也就知道，这家伙是想要支开自己。行，那你们先聊。姚寻哥哥，原来你也喜欢在冷天的时候喝热乎乎的米粥啊？我是你哪门子哥哥？你喊婶子大姑奶奶，那你喊山子就得是叔。我跟他是兄弟，那你喊我不也是叔才对吗？姚寻哥哥，啊不，姚寻叔，你能别这么凶吗？我害怕。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知道你不想我来你家里，但是姚寻叔，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呀。我不会破坏你跟殷婶婶的，只要你们能够给我一个容身之地，那就足够了。若不然，等我被送回杨家村去了，我就算是不被打死，也会被姊妹们笑话一辈子的。你被笑话，与我何关？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姚寻。如果我因为你死了，你也不会长一下眼睛，是不是？我想上一回大杨氏与你过来的时候，我的态度就已经很明显了。你们在打什么主意？真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寻个好郎君嫁出去吧。好，很好，这话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所以你莫要怪我。他正想要说些什么呢，却见杨春丽在这大冷天里就直接扒开他的衣服，然后一边哭一边往厨房那边跑去。殷素娘正在厨房里跟小家伙两口子玩闹呢，杨春丽突然就衣衫不整的进来了。花栗鼠的反应就贼快，直接用自己的小爪子遮住了小松鼠的眼睛，不许他乱看。春丽呀，这大冷天的你不把衣裳穿好是怎么了吗？殷婶婶，姚玄叔我杨家虽说不是大户人家，但是这样子的脸面也是要的。姚寻叔他对我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若是没有个说法给我，我是断断不能苟活的。春丽呀，你这话的意思是你姚寻叔对你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对吗？殷婶婶，我这样子的话，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殷素娘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她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杨春丽整个人就傻眼了。殷婶婶，您这是做什么？做什么？你刚才是叫我殷婶婶没错吧？既然是这般，那我就是长辈。你一个小辈在我跟前蹦跶来蹦跶去，还想要设计陷害我男人，你真当我是吃素的吗？刚才那一巴掌是帮你爹娘打的，小小年纪不学好，什么下三滥的招都用。你真当自己是窑子里出来的是不是啊？而这一巴掌是替我男人打的，你也不掂量掂量下自己有几斤几两，还真的觉得我男人会看上你了是不是？殷婶婶，我都说了这是……如果这真的是我男人做的，他怕是会比你更早的来我跟前认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想想你自己都已经在我这里嚎了多久了，他又不是聋子，更加不是傻子，难不成他不会为自己解释的吗？姚寻不过来，估计是觉得多看这个杨春丽一眼都会觉得恶心吧。不可能。杨春丽，趁着我现在心情还算不错，我觉得你最好就赶紧滚蛋的好，
如果你真的是让我生气了，你信不信我将你的衣裳全给扒了，然后让你在这冰天雪地里一个人回家？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心事，你以为这个村子是你说的算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对我，我出去了就跟别人说是姚寻对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要不要我现在就试一试？阴氏，你可别乱来啊！阴氏是你叫的吗？这一巴掌是为你自己打的，已经及笄的大姑娘了，却一点规矩都不懂，没大没小的。不过也是，我听说你可是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里选出来的，他们现在一个个的怕是都指望你做我们家的姨娘，然后好把我们家的银子搬到你家去吧。这件事情明明就只有我家与大姑奶奶家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们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了就会有人传。你以为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吗？实际上我们村的人早就都听说了。都听说了？那他岂不是成了大家眼里的笑话？杨春丽这下是真的脸色惨白的跟纸一样了。他忍着脸上的痛意，赶紧将衣裳整理好，就怕现在会有什么人来姚寻家里。很好，我以为还要再给你几巴掌你才会清醒过来呢。你回去告诉大杨氏，若是还有下一次，我打的可就不是一个小辈了。杨春丽偷偷的跑出去了，大杨氏是过了很久才发现的。你这是上哪儿去了？没去哪儿，就是在屋子里待久了闷得慌，出去走动了一下。春丽，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上荀子他们家去了？还有你这脸是不是被殷素娘打的？如果这是殷素娘动手的，咱们现在就上去问问她。这回不敲他100两银子，自己就不姓杨。关他们什么事儿？这是我自己摔倒了弄到的。今日他是彻彻底底的明白了，这一切不过是自家这个大姑奶奶为了自己的私欲才想出来的损招罢了。现在他又想要利用自己的伤去问人家要钱，哼，还真的是有够恶心的。大姑奶奶，明日我就会回家了。当家的，你还生气呢？我这不是已经帮你教训他了吗？见他不跟自己说话，殷素娘也不觉得尴尬。当家的，其实这也没什么。你长得好，有小姑娘喜欢你，其实我应该觉得骄傲才是。毕竟我家男人只喜欢我自己一个，又看不上他们，你说是不是啊？还是没有人搭理他。小松鼠见姚寻是真的生气了，也就冲殷素娘招了招小爪子。怎么了？小家伙就用爪子摸了摸肚子。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不会做的，你要相信我呀。我之前明明还来过大姨妈的。小松鼠见他还不信，也就示意他将手伸过来。真的是有了崽子了？不会吧，我什么时候运气这么好了？你别怕，你跟你的崽子都很好，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确定自己是真的怀孕了之后，殷素娘坐在廊下半天才消化了这个消息。姚寻一开始没发现她的异样，但是后来见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嘴巴张张合合的，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媳妇儿，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如果是，你点一下头。殷素娘摇头，然后她又深吸一口气。当家的，我怀孕了。媳妇儿，你说什么？我说我怀孕了。媳妇儿，你是不是见我生气了，所以才会说出这样子的消息来哄我高兴啊？当家的，我没骗你，这是真的。恭喜你，你终于也要当爹爹了。媳妇儿，你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刚才，他告诉我的。姚寻也不敢大意，自然是要找大夫过来给自家媳妇儿看一看。恭喜你们，你们真的是要当爹娘了。那大夫，那我媳妇儿跟娃娃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虽说是怀孕了，但是阴阳子你的身子底子其实是有些虚的但这问题也不大，你只需要好生静养着就足够了。真的是多谢您了。等送走了大夫，姚寻这才回到了媳妇身边。哎呦，媳妇儿，我是真的高兴呀！我还以为咱们没有那么快有娃娃呢，谁知道突然就有了。当家的，你是想要个女娃娃先是吧？当然，先生一个闺女吧。
我寻思咱们开春了之后种一点棉花吧，然后这种出来的棉花呢，就用来给闺女儿做小衣裳、小鞋子、小帽子什么的。咱们家之前不是买了许多棉花吗？那些都不够好。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打算孩子穿的东西都自己来做？啊，是啊，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种棉花，我得去找几个前辈问一问，指不定还真的能够琢磨出来呢。那当家当，如果我肚子里的这个不是闺女呢？没关系，第一次生的不是女儿，那我们还有下一次。行吧，我看你啊，除了闺女儿，那是什么都不想要了是吧？闺女好啊，媳妇儿你想想啊，如果将来闺女大了，牙牙学语的时候，哎呦，奶声奶气的冲着我们喊爹娘，那多好啊！若是有朝一日这画面能够成为现实，姚寻怕是都要美死了。当家的我现在才知道，你也是会做白日梦的人啊。媳妇儿，这也未必就是白日梦。要不我让人去将咱娘接过来吧？为什么？不就是怀个孕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哎呀，咱们家没有长辈看着，我自己知道的事情也不多，我怕出什么意外嘛。若是能够将娘请过来照顾你一段时间，等孩子稳定了，那再送她回去，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那不行，我娘还得帮我大哥、二哥带孩子呢，而且我三哥的亲事也得抓紧了。要是他过来照顾我三哥咋娶媳妇啊？那行，我再想想办法。但是他还是托人将自家媳妇儿怀孕了的好消息告诉了殷家。他没想到2日后，范春红就带着殷老三直接过来了。娘，你这是将家里的东西都给我拾掇过来了吗？你这鬼丫头，你老老实实进屋里待着，这里有我们呢。对，苏娘啊，你别出来。寻子，你赶紧将她带进去，这些东西我都放堂屋去，不用你们两口子操心。他将自家小媳妇儿哄了进屋。我不是说了别让他们来吗？家里很多事情的，我娘来了，那家里咋办啊？媳妇儿，我也没让咱娘咱三哥过来啊，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你怀孕的事情，这别的就真的没说了。范春红一进门，就见自家闺女儿拧着姑爷的耳朵。你这孩子当真是反了天了，这可是你男人，你当这是你娃娃呀？说拧耳朵就拧耳朵。娘，你也没少拧我爹耳朵呀。若不是你现在怀着我的宝贝外孙孙，你且看我怎么收拾你。姑爷呀，苏娘这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你别惯着她，该说的该打的你都别不舍得。你可要知道，这孩子脸皮厚得很。听着自家岳母大人说的这些话，姚寻是真的很想笑，但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是笑出来了，那自己晚上怕就是要睡地板了。说是夏天的时候睡地板，那也没啥，反正媳妇儿也不喜欢自己在天气热的时候搂着她睡觉。可若是在这大冷天的睡地板，那就真的是太可怜了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眼看着就快要大年30了，殷素娘就准备了一些东西跟银钱，给作坊里的人都发了一份。素娘，你这东西都要比我们1个月的月钱还要多了。可不是嘛，你这一下子就给了这么多，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的大礼都还没有给出去呢，你们就开始不好意思啦？都已经这么多了，怎么还有啊？殷素娘笑着点了点头，这才让自家当家的与三哥把东西拿了出来，分给他们。春芽从殷老三手里接过了自己的那份之后，他冲殷老三道了句谢。不用客气，又不是我给你的东西，我不过是帮个忙而已。不过春芽，你这手是怎么了？是不是冻着了？我以前手也这样子过，我知道一个方子很有效果的，今日我就给你配好了之后我拿给你吧。殷三哥，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每日都得做事，涂了也不管用的。殷老三听着他说的这些，也就点了点头。1个时辰后，殷老三背着一大捆柴火来到了春芽家门口。哎呦，小伙子，你是不是找错人家了？大叔，没找错，这不是春芽姑娘家吗？我妹夫是姚寻，我见你们家没啥子柴火了，就上山打了一些。哦，对了，还有这个是我自己配制的，虽说味道有些难闻，但是这东西的效果好，涂在裂开的手上，不用2日就好了。你们拿着用吧。哦，你就是殷家老三是吧？哎呦，谢谢你了，这可真的是麻烦你们了。今早殷娘子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现在你们又送了这么多过来，我这老家伙都不好意思了。他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殷素娘的意思，殷老三知道他是误会了，
但是他也没解释，反而觉得这样子挺好的。春芽去洗了衣裳，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多了一大捆柴火。爹，我都说了，明日我会上山去砍柴。这大冷天的，您身子骨又不好，上山去做什么？这不是我砍的。不是您，那还能是谁？总不能是别人送过来的吧？这柴火可不就是人家送过来的吗？不过是阴娘子两口子让他哥哥送过来的。对了，还给了一盒子膏药，说是他自个儿配的。你娘啊，刚才试了试，涂上了之后的确是舒服了不少。你也赶紧去试试。殷三哥送过来的。他分明记得昨日已经跟他说过了，不用这么费心的。爹，我去一趟素娘家，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殷三哥，你给我们家送东西，你的好意我们一家子都挺感激的。但是吧，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莫要送了，最好私底下也别跟我们家走太近了，我怕他们说闲话。哎呀，春芽姑娘，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个粗人，一下子也没想这么多。如果我给你添麻烦了，那真的是对不住。你说的我都记住了，以后我会注意一些。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春芽姑娘，你别担心，你说的我都懂。我不是怕他们说我，我是怕他们说你。我们村里有些人说话不好听，什么事儿都能够往不好的地方想。殷三哥，你是好意，但是别人就不一定会这么想了。而且你还没说亲，若是被他们说成与我有些什么，这不是挺耽误你的吗？你担心我？春芽姑娘，我被他们说习惯了，没事的。倒是你是个好人，别被他们说了。那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啊。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殷老三瞬间就觉得自己的心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化开了一般。哥，你这是咋了？这大冷天的你不回屋歇着，咋在这儿吹风呢？素娘，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呀？哥，你不会是已经有了喜欢的姑娘了吧？你先回答我，喜欢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感觉？大概就是做什么都会想到他，看见什么也都会想到他，然后有什么好东西都想要留给他吧。是这样子的吗？那我没喜欢他呀，可为什么我的心一直扑通扑通的跳，我都觉得他要跳出来了。哥，你说的人是谁？是谁都不重要了，我没喜欢他。看着他那落寞的背影，金素娘就觉得自己刚才是听到了什么惊天大八卦。当家的，我三哥这几日也没跟外头的人怎么接触啊，你说说他这是遇见哪家的姑娘了，对人家这么动心？是啊，这2日我也没见他跟谁家的姑娘说话呀。如果真的是他遇上了喜欢的姑娘，那这事可不能不重视啊。咱们这几日就好生观察一下，看看跟他接触过的都有哪些姑娘。若是人家也有这个意思的话，那这事可就真的是皆大欢喜了。大过年的，大家的心情都挺不错，就连小松鼠也因为可以上桌吃饭而美滋滋的，唯独殷老三有点子失魂落魄的。老三，你这是咋回事啊？娘，我没事儿，就是没啥子胃口。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瞧一瞧？中午我就跟你说了，别出门，别出门。大过年的你出去砍柴，但是又不见你将柴火带回来，都不知道到底是上哪儿去了。不是啊，我给春芽姑娘家送过去了。下了饭桌之后，范春红见儿子去洗漱了。你们三哥这是怎么了？我可是头一回见他这么一副样子。娘，我哥可能是喜欢上某个姑娘了，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谁家的姑娘？你们知道吗？娘，如果我三哥喜欢的姑娘长得不是很好看，你不会有意见吧？你这是什么话？找媳妇呢，又不是给皇帝选妃。娘，我可是跟你说认真的，这姑娘长得可能真的不太好看，但人是没问题的，是个好姑娘，也勤快得很。你三哥喜欢的姑娘不会是春芽吧？娘，你小点声。那就是真的。娘，你是不是觉得春芽她模样不好啊？我是那样子肤浅的人吗？不瞒你说，我还有些担心呢。你看看你三哥那个鬼样子，人家春芽能不能看上他，那都是个大问题。娘，你这么不看好我三哥啊？这不是看好不看好的问题。你看看你三哥现在这个鬼样子，动不动就垂头丧气。若是我呀，我现在就去提亲了。殷老三洗漱了出来，就见自家妹妹跟老娘都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三哥，我们找你过来，
是想要谈一谈你的婚事。娘，妹妹，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这个时候没成亲的心思。你这孩子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都已经20了，你还想要拖到什么时候？你喜欢人家春芽姑娘，你连这事儿都弄不明白了吗？娘，您莫要胡说，不是这样子的。什么不是这样子？老三呐，你真的是太笨了，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人家你都不知道吗？可是我也没什么都想到他呀。妹妹不是说了，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吗？那三哥，你再问自己一遍，你真的没有想到人家春芽吗？真的没有想到吗？好像也不是，刚刚吃年夜饭的时候他就已经想过了。素娘，我好像……三哥，你分明就是喜欢人家春芽的，所以啊，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我真的喜欢他。那娘，您是赞成我喜欢他吗？那是当然的，人家春芽姑娘是个好姑娘，若是你能够好生喜欢人家，我是绝对赞成的。但是老三，你得确定一下人家春芽姑娘的意思。若是她不喜欢你，或者是不想要嫁给你，咱们就不能够勉强。好，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了，我会去问问她的。若是她同意，我们以后就会好好的过日子。你可不能直接问，你才刚认识人家多少天就这么去问？春芽这孩子与别的姑娘不一样，你得慢慢来。第二天一早，春芽都还没起来呢，就已经听到了殷老三的声音。殷三哥，你这是干啥？今儿可是大年初一啊，他不好生在家里待着，怎么跑到他家里来做这些事情了？我听我妹妹说你们家的炕不大好使了，她让我过来帮你们修一修。那殷三哥，你可吃早饭了？一听他说要亲自给自己做吃的，明明吃了2大碗米粥才出门的殷老三当下就摇头。那我这就给你做去。你说这孩子多好呀，若是他能够跟我们春芽……若是我们家春芽好好的，那就算是你不说，我自己也会厚着脸皮跟他们家说这件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家春芽又是个什么情况。老头子，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能够理解。但是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看着春芽自己一个人撑到现在，我心里也是真的难受呀。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隔壁的春芽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看着手里的药膏，心里突然就一阵复杂。第二日，大年初二，素娘，你过来找我是为了药膏的事情吧？没错，春芽，我知道你这么做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我想要问问，你对我哥哥是不是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问一问你的心。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过得好，而不是因为外界的看法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负担而否定了自己的内心。可是素娘，就是因为殷三哥他太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不配。你也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情况的，我这张脸，我爹娘，我这个家。春芽，你先等一等，你是觉得这个疤痕很丑，觉得叔叔婶子病痛多，觉得你们家很穷，所以配不上我哥哥，是吧？是，素娘，我知道你的好心，但是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而且我觉得你哥哥也不是真的喜欢我，这村子里的人见了我，大部分都恨不得绕路走，他估计也是一样的。春芽，你这话敢亲口跟我哥哥说吗？啊，他不会也来了吧？没有，但是春芽，我觉得你真的有必要好好的与我哥哥谈一谈这个事情。殷素娘将大年30跟昨日发生的事情都跟春芽说了一下。素娘，你不会是在开我玩笑吧？殷三哥他竟然因为我失魂落魄成那个样子了。可是昨日他明明都还……素娘，你跟我说，你哥哥昨天早上过来我家之前，是不是已经吃了早饭了？可不就是吃了早饭来你家的吗？然后那傻子又在你家吃了1大碗，是不是？你都不知道，他回来了之后就整个人瘫在了炕上，说是差点就撑死了。你就看在我哥哥如此真心待你的份上，你好生考虑考虑吧。但是你担心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压根儿就不算事情，你知道吗？我哥哥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不好看，而且我早就问过我娘亲了，她也觉得你很好，之前甚至还跟我说我哥哥配不上你，怕你看不上我哥哥呢。原本就有些傻眼的春芽一听这话就更加是傻眼了。他们家真的不会觉得我难看吗？真的，你知道我不会撒谎骗你的。素娘，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些什么。不要紧，只要你不是真的觉得我哥哥是胡来的，那就好。这样子吧，你现在去我们家一趟，你有什么不确定的，那你就跟我哥说。
这样子不太好吧？这么快就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春芽，我就是让你跟我哥好好谈一谈这个事情而已，又不是让你现在就过门。而且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得好生谈一谈才行，不能委屈了你。1刻钟过后，春芽看着坐在对面的殷老三，脸都已经红得快滴血了。不光是他，殷老三也是很无措。他怔怔地看着春芽，明明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的，他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你们倒是说话呀，以前不是话挺多的吗？怎么现在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这话一出，殷老三也好，春芽也罢，脸在一瞬间就更红了。好吧，我先出去了，你们两个好好谈一谈。春芽，我知道你担心很多事情，但是你要信我，我不觉得你不好看，相反，我觉得你真的很好，比我见过的所有姑娘都要好。至于银子，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跟着素娘两口子做事，然后挣钱给你花的。不用不用，我自己也能够挣钱的。不过殷三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配不上你。春芽，你不用想这些事情，出身这点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挑选的，而且你应该知道的，我们家以前也不宽裕，比起你们家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春芽，这日子都是人自己过出来的，咱们想要过好一些的日子，那我们以后努力一些就是了。我相信只要勤快一些，这日子总归不会亏待我们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神也好，语气也好，都特别的真诚。春芽鬼使神差的就觉得自己心里的那些担忧统统都是不必要的了。殷三哥，我信你。他们2个人说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吧，最后殷老三送了春芽出来。老三，你快跟娘说一说，你们谈得如何了？我看你送她出门，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们2个都谈妥了？听着自家娘亲那无比紧张的话，殷老三也就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不过春芽也说了，如果要谈婚事，就得下半年才能成亲了。行吧，既然你们2个都已经商量好了，那你按照他说的去办。你们以后是2口子了，跟你过日子的也会是他，所以啊，你以后可要多让着他一些，多体贴他一些。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好生照顾好他的。不过娘，您啥时候上门去提亲啊？他话锋转得这么快，殷素娘也好，姚寻也罢，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你瞅瞅，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春芽要跑了呢。我这不是有些怕他越想越多，后头就不答应我了吗？这个事儿你放心，我会去帮你谈妥的。只不过既然是要上门提亲啊，就不能马马虎虎的去，我得选个好日子，还得准备东西。大年初9，范春红带着不少东西登门拜访。你们辛辛苦苦的将春芽拉扯到这么大也不容易，如今闺女儿要出嫁了，你们做爹娘的自然是要为闺女儿选个顶好的日子才成的。是了，是要给孩子们选定个好的日子才是。春芽与殷老三定亲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白花村，村子里有祝福的，也有说春芽是走了狗屎运的。可宋知远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却是直接就将自己手里的玉佩给摔碎了。主子，您这是怎的了？这东西可是您费了好大劲才淘来的，您怎么就这么大意呢？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您是说春芽姑娘跟殷家老三定亲的事情吗？哎呀，主子，您不会真的对春芽姑娘有什么非分之想吧？奴才早就跟您说过了，您若是当真喜欢人家，就早点说。你什么时候跟八哥一样了？一张嘴就说个不停。若是你这么能说会道，下回你就自己去外头跟人家谈生意好了。哼，有本事您就跟春芽姑娘说别嫁给殷老三呐，您跟我生什么气呀？姑娘是您自己看上的，也是您自己放手不追的。如今人家定亲了，哦，您倒好，直接将怨气撒到人家身上来，一点都不像话。宋知远是真的没什么心情跟他说话，他挥了挥手，将小德子打发了下去，随后他就低头看向了地上的那块已经不可能再完整了的玉佩。那本来是他找来送给他的，但是现在都还没送出去呢，就已经粉身碎骨了。不过这样子也好，既然他已经有了归宿，那自己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了。正月15，殷老三已经跟春芽到了城里了。看着那到处都是花灯的街道，殷老三就有些愣住了。怎么，你以前没来看过吗？没，不过这一次可以跟你一起过来看。
我真的是好高兴，真的，以后我每年都会陪你来看，好不好？春芽闻言，心砰砰砰的就加速了起来。他正想要说些什么，就见小德子正冲自己招手呢。殷三哥，这是小德子，他家主子是宋记的宋掌柜，就是跟宋娘合作的那位。宋之远的存在，殷老三是听说过的。他冲着小德子点了点头。殷三哥，你这是跟春芽一起出来看花灯吗？哦，对了，恭喜你们定亲了。之前我们不得空，都没去恭贺你们，当真是有些过意不去。不过等到了你们的大好日子，我必定是要过去讨杯喜酒吃，沾沾喜气儿的。小德子，你可别拿我打趣啊！我这可不是打趣，我说的可是实话。是了，我还得赶着给我们家主子回话去，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宋之远此时此刻就站在不远处的茶楼2楼，他看着殷老三和春芽有说有笑的样子，真的是挺让他难受的。主子，那几位都已经确定要的银子的数量了，那这是他们写下来的单子。那过2日你去一趟百花村，将这些单子给殷娘子过眼。主子，您不过去，殷娘子怀孕的事情，您不是未曾正儿八经的去贺喜吗？要不您就去看看。让你去你就去，你这么多废话做什么？还是说你想要永远都做一个跑腿的？你不是与你娘说了，再过2年就要做管事了吗？怎么，现在给你点事做，你就已经开始推三阻四了？主子，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你管我怎么知道的？既然你要做管事，那以后你就要学会处理事情了，不然你以为管事是那么好做的吗？主子，您这是动真格的。他别是因为看到了春芽姑娘与殷家老三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受了刺激，所以才会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当真了。小德子，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好，明日你就去其他地方做事吧，我不想要废话这么多的人。不，主子，您别生气，我就是问一问。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做事，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真的。2日之后，殷素娘看了看单子上要的数量之后，也就点了点头。这个数我们目前是有的，就是这个价格吧，会不会有些太高了？哎呀，殷娘子，这个定价是对于富贵人家来说的，且那家人用的银子呀，没得我们的好，都卖400文钱左右了。好，那就按照你们家主子定下来的价格来出。你家主子这一次怎么不过来了？是不是松记点心铺那边很忙啊？殷娘子，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主子他最近心情不大好。怎么了？是生意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那倒不是，最近宋家的所有营生都挺顺当的，没啥子不好的，就是我们家主子感情路有些不顺，我又不敢跟他说这个，就怕他听了生气。原来是这般，那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家主子写信说一下年后生意上的事情，你帮我转交给他，可以吧？当然可以。当天傍晚，宋之远的马车就停在了姚家门口。宋掌柜，咱们认识了这么久，也合作了这么久，已经算是朋友了吧？当然，若不是你，我宋记也不会这么快就蒸蒸日上。而且殷娘子，我知道你要找我来说什么，实际上就算是你不喊我来，我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不怕你笑话，就是因为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才不敢来。宋掌柜，是我小看你了。哦，这话怎么说？我以为你是心里不舒服，所以才会不来的。但是现在我是真的觉得，是我自己小看你了。青娘子，我不果断也不行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知道他们2个已经定亲了之后，我这心里就跟有一大群蚂蚁在爬一样。他也怕自己这样子久了，理智会被自己内心的想法给覆盖住，从而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来。她是个好姑娘，你哥哥也是个不错的，他们2个人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要好得多。既然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不这么做也没办法。所以说我现在是做不到大大方方的站在他面前跟他说一声恭喜，但是我想时间长了以后，我是绝对可以做到的。的确，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很多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的变淡。宋掌柜，你会遇到更加适合你的姑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哎，真的啊，你可别觉得我是在忽悠你，我是认真的。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也不着急，等他真的来到我身边，我想下一次我不会这么怯懦了。殷老三这事儿一定下来，
眨眼也开春了。当家的，我看今年这天气好像是有些反常啊。去年这个时候虽说也是经常下雨，但其实这雨都不是很大的。要不我们先囤一些粮食吧？也行，那就先存一些粮食吧。左右再有1个月的时间，后院也差不多弄好了，到时候咱们再在后头弄一个专门放粮食的屋子。行，那就这么办。这雨虽说是减小了一些，但一直都在下，而且一下就是小半个月。当家的，是不是外边的江河都满了？满倒是没满，但是我听附近几个村子的老人说，他们都觉得这样子下去不出半个月，这洪水就真的是要来了。那咱们是不是得跟村长打听打听这事儿？这段时间村里人心惶惶的，他必定也有打听这件事情的吧？我回来的时候有去村长家问过，他说这事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咱们百花村村头人家比较多，若是这来洪水了，他们那边地势低得很，又靠近河流。当家的，咱们怕是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如果真的是要发生洪灾，那他们要防着的就不光是洪水，还有这附近的人了。他们家可是村子里唯一一个有2层楼的人家，也是这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媳妇儿，你别担心，一切都有我呢。该准备的东西，我这2日都会跟三哥去准备的。你别太担心，你肚子里还有娃娃呢，你别慌，好不好？姚寻这边很快就忙活了起来，不光是他，就连村子里那些跟他来往比较好的，他也是提前打了招呼，提醒人家要做好准备。可村子里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们过于慌张，甚至觉得他们是在引起慌乱。姚雪，你别以为自己挣了几个钱就觉得自己是这村子里的老大了。我告诉你，你煽动他们那几家人花钱买粮食，你这就是在害人，你知道吗？就是，这2口子心都是黑的。如果人家买了粮食回来，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银子花出去了，你赔给人家是不是？什么东西？这些人说的还是人话吗？娘，咱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眼下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咱们家不安好心，无非就是觉得荀子跟素娘2口子挣钱挣得多，所以心里不舒坦。若是我们当真出去与他们理论，那就真的是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咱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听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外头那些人大部分都是见不得荀子2口子好，眼红他们2口子的。媳妇儿，要不我明日就去将咱爹跟大哥、二哥他们接过来，到时候我先把大哥、二哥跟嫂子们你送上山去，我跟爹还有三哥在这里守着。好，我听你的安排。小媳妇儿没反对，姚勋第2天就去殷家接人了，直到天擦黑了才回来。回来了之后，他也没时间耽搁，直接就将殷家的女眷、孩子与自家媳妇儿都送上了山。你乖乖的在这里啊，我回头就将银子、药材与小家伙都带上来，你莫要担心我，我会小心的。银子就算了，我都埋在地里头了，隐蔽的很。药材倒是要先拿上来的，不过当家的不着急，你好好歇一会儿。媳妇儿，你别怕，我向你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明日天亮之后我都会回来。那你一定要小心。下到山脚下之后，那都是1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了。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哎，都安顿好了。我觉得快就是今晚，稍微迟一些的话就是明日了。换句话说，这洪水就要来了。一会儿到家了之后，三哥你就与小家伙说，让他们直接上山找素娘去，然后你带着春芽一家子，把之前我准备的药材都拿上去，我去通知刘家、我二哥家啊。半个时辰后，山下整个百花村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有些人走得迟，人都已经被水给冲走了。素娘呀，你别怕，你大哥二哥这会儿子都下去找了，他们一定会很快将荀子找回来的。他话音一落，殷老二就已经浑身湿哒哒的出现在了山洞口。荀子是救人去了，他身边有绳索，有大木盆子，且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没啥事儿。如今大哥还在下头继续找，我就上来与你们说一声，免得你们担心。当家的，如今山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哎，这水啊，比我们预想中的都要大。原本村长预计这水最多是到了村尾后头的小山坡，不是？但实际上这水都已经涨上了半山腰了。之前搭建的那些茅草屋啊，都被淹了一半，而且这天还在下雨。我估摸着，这水还要继续涨呢。那村子里的人不是……哎，根据现在的统计，不见了的人
就有差不多100个。不过后头陆陆续续找到了几个，剩下的那些，如果今日还找不着，恐怕就凶多吉少了。入夜之后，山里的动静就更多了，鹧鸪的叫声，各种虫子的叫声，还有那些陆陆续续上山的人的声音。你们最好就不要乱动，就算是你们这一次得逞了，我们的人回来了之后，你们也一样跑不了的。这事就是你们逼我们的，如果你们给我们粮食，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们也不想伤了你们，所以你们最好就还是痛快一些吧。他话音一落，一支箭突然就穿破了空气，直接射入了他的小腿。如果还不走，我就将你们当成野鸡全射死算了。姚寻，我们不想跟你结仇，但是这事……我再说一句，如果你们不走，那我就要射箭了。我们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姚寻兄弟，咱们这就走，你冷静一点。不过是一小会儿的时间，这几个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荀子，这事当真是太谢谢你了。对啊，荀子，之前我还那么针对你，质疑你的用心。荀子，我也不废话了，我给你磕头。哎，大可不必，我要去找我媳妇儿了，你们小心一些就是。殷素娘在看到姚寻的时候，真的是很高兴，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梁家的，你没受伤吧？哎，媳妇儿，我一切都好，让你担心了，都是我不好。听说洪水比想象中的都要大，这是真的吗？的确是比想象中的都要大，村里的不少房子都已经塌了，我估摸着咱们的银子怕是都要被水给冲走了，就算是没冲走的，估计也不能用了。银子倒也还好，只要不被冲走，他们回去了之后挖出来，洗干净了之后一样可以用。但是银票就不一样了。没事儿，就算是银子都没有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我现在就是想着，只要咱们一家子都没事儿，那就好了。哎呀，媳妇儿，陪我睡一会儿好不好？我也真的是很困了。但是我想着你还没有见到我回来，我就只能硬撑着上山。好啊，躺下吧，好好休息一会儿。城里，宋知远见小德子总算是回来了。怎么样了？可有打听到百花村那边的情况？我找了人划船进去看过，那洪水当真是大得很，就算是姚大哥家都淹没了。姚寻家都给淹没了？他们家不是有2楼的吗？如果他们家都被洪水淹没了的话，那春芽家……主子，你也别这样啊！洪水是很大，但是我听说百花村不少人都已经逃出来了。这样吧，你去找人安排一下，等水势小一些的时候就将粮食送进去，越快越好。哎，主子您放心，小的这就去吩咐。1刻钟时间不到，小德子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回来。主子，莫厨大人来了。宋知远很是震惊，那莫厨可是莫楼之主，又是当今首府大人的亲信。快去将莫厨大人请过来，快些！宋掌柜，实在是对不住，情况紧急，我等不及让他们传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边洪灾的事情，这雨没个3-5天，怕是都不会停的了。可这附近10多个村子的村民都已经支撑不住了，所以我这一次来是想要向宋掌柜借一些粮食的，因为朝廷拨下来的赈灾粮食还在后头。我莫主以性命担保，等后头粮食一到，定会悉数奉还给宋掌柜。莫主大人，如果只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那您当真不用担心。我刚才已经吩咐了下面的人，让他们提前将粮食准备好，等雨势稍微小一些的时候，就会用船将这些粮食都分别运送到各个村子里去。我莫主代替这10里8乡的乡民们，给宋掌柜鞠一躬，多谢宋掌柜的善意。宋掌柜放心，朝廷定不会亏待了你的。莫主大人，您这样子的话，就当真是折煞草民了。宋掌柜，那我就先不久留了。粮食的事情一会儿就有人过来跟你接洽，你只需要负责将粮食清点一下，之后的所有事宜都会有人接手。宋知远闻言，却是微微皱了皱眉头。莫主大人，其实我不想将粮食直接交到官府的手里。莫主大人或许不知，衙门的衙役其实并非如同我们面上看到的那么好。这一层宋掌柜可以放心，新上任的新太爷是我们的人。好。洪水比预想中退得快，原本该有的屋子不在了，那就说明他们家的宅子是被洪水推了。看来我们今年要做的事情很多呀。他话音一落，村子里就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哭声。娘，你在哪儿啊？娘，丫丫，我的丫丫，你在哪儿啊？你是不是躲起来了？丫丫，
的丫丫呀！走吧，都得忙起来了。他一瞬不瞬地看着那小床，看了差不多半盏茶的时间。当家的，你自己做的？原本我怕是想着买比较好的，又或者说让小娃娃直接跟着咱们睡。但我仔细想了想哦，若是小娃娃跟着咱们睡的话，你估计会睡不好，还是让小娃娃自己睡一个床好了。当家的，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连这个都能做得出来。傻媳妇儿，这就叫厉害了。等过段时间咱们都安顿下来了，我再给孩子做个更好的。不过媳妇儿，我有个事情想要跟你说，你一会儿听了之后你可别晕过去啊。好，你说，我听着呢。是这样子的，咱们家之前不是将银子埋在地下了吗？回来之后我就去找过了，但没见着。怕他会哭出来，姚寻也就将人搂在了怀里。媳妇儿，咱们不哭啊，我以后一定会将银子都挣回来的。当家的，我没哭，我也不想哭。那媳妇儿，这银子都不见了，你真的不痛心？其实当初上山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我真的是觉得破财挡灾了，咱们家一个人都没少，这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那些银子他可是用坛子装好了的，又放在了地里头的，上头还用东西压了一下，可就算是这样，洪水也能够冲走，那可不就是典型的破财挡灾吗？姚寻见自家小媳妇儿身子好像有些显怀了，也就美得不行。当家的，我这都还没生呢，你就已经美成这样式了？啊，那是当然，娘他们回去之前就与我说了，三儿腊女，你啥都喜欢吃，我估摸着是双胞胎呢。双胎？上回大夫就与我说了，我肚子里就只有一个，所以当家的你就别做什么白日梦了，你不就是盼着生个闺女吗？我觉得小子也挺好，有他还能够护着我呢。你看看我娘家的3个哥哥，哪一个不是护着我的？啊，大夫已经说了，啥时候说的？媳妇儿，你咋不与我说啊？只有一个，你就觉得很失望？那倒不是，我就是觉着，若是第一胎是小子，那以后咱们就得有麻烦了。不都说小子调皮吗？当家的，醒一醒吧！哎呦，以后我们的娃娃呀，可别跟这小家伙一样贪嘴才行。小松鼠一听他这话，就冲他不悦地叫了一声：“小家伙，你能知道我媳妇肚子里的是女娃娃还是男娃娃不？”其实姚寻也就是随口一问，但下一瞬他就看到小家伙一本正经地点头了。这都能看得出来，他不会是 B 超穿越的吧？到了殷素娘怀里之后，小家伙就将自己的小脑袋靠在了他的肚子上，半晌过去，他定定地看着殷素娘，吱吱地叫了一声：“媳妇儿，怎么样？到底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他不说话，那应该就不是他想要的男娃娃吧？一想到这里，姚寻就更加激动了。要是女娃娃呀，那真的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准备一下才行啊！我得给我们家小丫头做几身好看的衣裳，还有那小床，我得装扮成小姑娘的才行。当家的是儿子。1刻钟之后，莫竹和殷老三见姚寻坐在台阶上发呆，也就无奈地摇了摇头。别人家都是盼着要儿子，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反过来了？可不就是嘛！之前我还听说了，有些人家一连生了几个闺女，最后为了生个儿子，都已经40了，都拼命生。生儿子不是挺好的吗？最起码能够传宗接代，不是？哎呀，我就稀罕闺女，要是能够生一个跟我媳妇儿一样招人疼的，那多好啊！寻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殷家的血统就是这样式儿的。我爹娘生了3个儿子，这才求来了1个闺女。我几个叔伯家基本上都是生了3个儿子才有闺女的。你若是想要生闺女，我觉得前头2、3胎你都别想了。不仔细想一想，他还真的是没发现这个事情。可是现在一想，他就真的是想哭啊！哎呀，我媳妇儿愿不愿意生3个都还不一定呢，我闺女儿咋办呢？这段时间你们可都还好？一切都好。倒是宋掌柜，听小德子说，你这段时间东奔西走的，很是忙碌。因为洪水的事情，宋家各地的粮食铺子出了点问题。如今我是半个家主，不去看也不行。我这次过来呢，主要还是与你们说一说宋记的事情。宋掌柜，
这几个月宋记的生意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没错，你们先过一过账目，眼下的情况还算是不错的。但后头几个月的话，所有宋记点心铺的进账估计要减少20%到50%。见这几个月的营业额的确是比年前的差了2成，他心中也就有数了。那这么说来，宋记今年的情况不大好。宋掌柜，你是打算着重别的方面了？这倒不是，虽说是要减少50%的利润，但其实就光是剩下的这50%利润都不是个小数目了。但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可以趁这个时候多买点地。宋掌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买地？媳妇儿，宋掌柜的意思啊，估计是想要我们趁着现在不少人在卖地换粮食，买点地。来年我们就算是不好做营生了，也有地撑着。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林娘子，虽说现在这个时候买地是有些不地道，但是你们想一想，那些卖地换粮食又或者换钱度日的那些地主，收他们的地价格特别的低，就算你们不买，他们也会卖给别人。与其这般，你们还不如就多给几两银子将地买下来。这个事情可以做，不过我们两口子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银子。这里一共是800两银子，原本分到你们两口子手里的应该是4200两银子的，因为南方那边的银子都还没结出来，所以我就先给你们送些过来缓缓，剩下的那部分过2日我会送过来。那可真的是多谢你了。下一瞬，他就拿了200两塞给了自家三哥。素娘，你这是？这就算是我借给你的，你拿着这银子买地，我们明日就会放出消息去。我估摸着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来卖。裙子，这银子我给你，我不能要。哎呀，三哥，你就拿着吧。你刚才也是听见了的，宋记的生意都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我们家的铺子就更加不用说了。如果单单靠铺子来挣钱，那估计你到成亲之前都攒不出什么大家当来。所以现在呀，还是先买地再说。而且再过几个月，他与春芽就应该成婚了，到时候没银子不算什么，有地的话一样是不错的聘礼。那成，这银子我就先借着，到时候我还给你们。都商量好了之后，姚寻和殷老三当天下午就出去打听这卖地的行情了。来卖地的有很多，姚寻他们一家子忙活到了天擦黑，都还有人在陆陆续续的赶过来，可是他们手里头的银子全都给花完了。剩下的那些人一听说他们家不要地了，顿时就绝望的抹眼泪。这可怎么办好哟？我们一听说你们家公道，又听说你们家能够立刻就给银子，也就拿着地契过来了。可我们村离你们这里7、8里路呢，我们是赶着过来的，也没赶上呀。家里还等着这笔钱买粮食呢，这都已经没米下锅了。若是再饿下去，那就真的是要死人了呀！当家的，咱们今儿买了多少地？上等的水田有48亩，中等的水田有50亩，旱地有70亩，600两银子全都花光了，还倒贴了3两进去。把他们家的也买了吧，都不容易。您这是要卖什么地？卖多少？我们两口子手里也没啥银子，如果是数量大的话，我们要不了那么多的。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还要我们家的地？还要。您说卖什么地，卖多少吧，我进去给您取银子去。反正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了，也不差这么几亩地了。人家辛辛苦苦的赶过来，说是不买，他们家怕是会绝望的不行呢。我买2亩，1亩旱地，1亩中等的水田。在契书上画了押之后，姚寻这才亲自送了他回家。回来之后啊，家里都已经用了饭了。当家的，你赶紧洗洗手，然后就过来吃饭。姚寻见自家小媳妇儿这么体贴，也就越吃越美。可就在他准备吃第2碗饭的时候，小松鼠突然之间跳上了桌子。你刚才不是吃饱了吗？怎么饿了？不能吃多了，你最近又开始发胖了。你说说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身子多苗条呀，再看看你。姚寻嫌弃她胖，但是花栗鼠却是从来都不会嫌弃的。只见人家花栗鼠还将自己爪子里的松子儿放到了自家雄性的碟子里呢，就怕它吃不饱似的。当家的，你知道松鼠怀孕到生小崽子需要多久不？啊，这媳妇儿，不会是花栗鼠怀孕了吧？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按照他们这进度，我估摸着快了。
你知道不？见殷素娘问自己这个，也没着急回答，而是将爪子给舔干净了，这才吱吱叫了几声。1个月？那你媳妇儿肚子里可有崽子？崽子？小家伙闻言摇了摇头。当家的，你说这小家伙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同房啊？不然这都已经有了媳妇儿这么久了，这小家伙竟然还没有当爹。媳妇儿，你不会是盼着花栗鼠赶紧生几个小家伙给你玩吧？那倒不是，我就是担心这小家伙不懂而已。姚家本家有些个好吃懒做的，见姚寻两口子手里有地有银子，难免就将主意打到了他们身上。这不，天刚蒙蒙亮了，殷素娘就觉得有人在屋子里走动。没等反应过来呢，人就已经被姚寻给绑了起来。姚家本家的小祠堂前，这人偷偷摸摸的跑到我们屋里要拿我们的东西，不巧被我们两口子当场逮住了。念着是一个族里的，我也就没将他送去村长那儿。但是族长，这事儿多多少少要给我一个交代吧。他也没看跪在地上的儿子，抬手就用手里的荆棘打了下去。爹，我错了，爹，你就放过儿子一回吧，儿子以后必定会改，再也不这样了。爹，疼啊！你若是知道错，你就不会做出这样子的混账事来。让你踏踏实实的种地你不干，你非得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平日里怎么与你说的，你都忘了是不是？他娘见了不敢上去拦着，只一个劲儿的哭。倒是他家婆娘反应过来了，荀子，他这么做也不是故意的，这不是眼下家里没钱买粮食了吗？地里头的庄稼又还没到能产粮的时候，你就看在名声是你哥的份上，你饶了他这回吧。啊，荀子！姚勋闻言没搭理他。族长，人我就交给您了啊，您要怎么处置那都是您的事儿。我家媳妇儿因为这茬吓了一跳，惊着了，我先回去看看她。姚浩田因为姚勋说出来的这些话，脸色是真的有些难看，但他打姚明生的力道却是越来越大了。你个不中用的东西啊！我打死你算了！而姚明生的惨叫声却是越来越小，这才打了20多下，人就直接昏过去了。姚浩田家，你说说你爹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就算你当真是做错了事情，他也犯不着下这么狠的手呀。娘，我不怪我爹，毕竟他是姚氏一族的族长，他若是手下留情了，别人就不会服他。要怪，就只能怪我自己。他不应该早晨去的，应该夜里去，应该做足了准备再去。哎，你爹是有你爹的难处，但是明生啊，你这又是为何呀？娘，他们一家子吃香的喝辣的，您不知道吧？还有，我听说他们家前段时间买了好几百斤的粮食呢。混账东西！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爹，你也别生气，我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而已。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家自己吃香的喝辣的，族里多少人都没米下锅了。他作为族里的一份子，本身就是应该帮衬一下我们的。谁让你说这样子的话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教你说的呢。这么大一个人了，你还能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你是傻子吗？这段时间点心铺的生意是不好，但姨子这块却是很不错的。连着琢磨了5、6天，他这才确定了几样新姨子。苏娘，你这主意可真的是多得让我羡慕。羡慕什么？最后你也没少挣钱。不过说真的，海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哇，娘子，我跟你说，海外可好玩了，那里头的人都有黄色、白色的头发，眼睛也是5颜6色的。我头一回去的时候啊，吓死了，还以为他们是地里头爬出来的鬼。不过现在习惯了，倒不害怕了。就是他们说话，叽里咕噜的，我也听不懂。黄头发绿眼睛，是啊，你也觉得很奇怪吧？我跟你们说啊，他们那边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姨子，他们特别喜欢。既然海外的人喜欢咱们的姨子，那咱们就多做一些。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得多弄点他们喜欢的东西，不然跑一趟海外来回就需要3、4个月。我多弄点东西的话，的确是有些浪费成本。苏娘，你是又有什么主意了吗？具体的还没有，不过我想先看看你们运去海外的东西的单子。外国的人喜欢的，无非就是他们那边没有的东西，比如布料啊、瓷器、茶叶等等。
这些自古以来都是他们喜欢的，将卖的不怎么好的去掉，将国外喜欢的东西都添加上。你看看这个，如果上头的东西你们都能够找到，那就多弄一些出去卖吧。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卖的不好的？推测，海外的气候与我们这边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稀罕的东西人家未必就喜欢。那你要我大量购买江南的茶叶拿出去卖，这又是什么依据？你之前不是没卖过茶叶吗？而且我刚才也问过小德子了，他说如今咱们这边也没什么人在海外卖茶叶，既然没有人卖，那这就是机会。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他们那里的东西都带回来。苏娘，我这次就听你的，我也不多想了，反正就按照你说的办，甭管挣多还是挣少，你们还是得2成，如何？那可不行，太多了。我不过是出主意的，不出力也不出本钱，2成不行，1成吧。至于椅子这一块的，就还是按照原来的算。你们2口子当真是有些奇怪，别人是恨不得多要点，你们却是都反过来了。不是我们奇怪，而是这钱我们压根就不应该要这么多。若是这样子就能够拿2成，那他们就真的是占了宋之远不少便宜。就这样吧，反正1成的银子也不少了，先写一个协议，就按照协议上头的来。对了，一会儿你可留下来吃顿饭。姨娘子，你做的东西基本上都好吃。以前在你们家用饭的时候啊，我都能吃2、3碗，而且有时候我怕我吃太多，你们会觉得我讨厌，我就不敢吃那么多。平日在府里吃饭不见你吃这么多，如今到了这里来，饭都还没做好呢，你就已经开始说要吃这么多了。这主子，这也不能够怪我，不是？姨娘子做的事实好吃，您不是也是知道的吗？府里的味道虽说也还行吧，但比起姨娘子的，总归是差了几分味道。若不是过去这段时间大家都不容易，我铁定是要来蹭饭的。你们就放心吧，饭菜那是肯定管够的。但是先跟你们说一声啊，今儿家里的青菜没得多少，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吧。若是不嫌弃的话，你们多吃点肉也是可以的。苏娘，后头不是有野菜吗？我刚回来的时候见后头就长出了一点野菜来。小德子，你跟我来，我们去挖野菜。自家妹子大着肚子还要做饭，殷老三本身就特别心疼，现在见他还要低声下气的，他自个儿心里也很是不得劲儿。金三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正好我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去看看也好。这宋之远不会是想对我家三哥下手吧？媳妇儿，咱们当真不拦着，这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怕是不大好跟岳父岳母大人交代呀。好在那都是自己想太多，宋之远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这种叫做荠菜，虽说不是很大，但就是要这样式儿的才能，一会儿拿回去打个瘦肉汤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家家户户的菜基本上都没怎么种起来，所以没多少青菜吃，还望你们别见怪。这个我们知道的，本来这个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能有口吃的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殷三哥，我听说你将买来的地分给了春芽姑娘家一些。哦，二老养活她也不容易啊。原本我是打算成亲了之后就将二老接过来跟我们2个一块住的，但是他们不乐意，我估摸着是怕别人说春芽闲话，也怕麻烦耽搁我们，所以我就寻思着将这些地给他们。一来这地垫出去了之后，他们老2口就算是不下地，那也能够有点进账；二来就是将来我与春芽成婚了，他们二老心里必定是空落落的，给他们点地，让他们心里有个惦记的东西，也就不会整日胡思乱想了。宋之远闻言，心里就突然有些感慨，自己好像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些这么仔细的东西，或许也就是殷娘子说的不合适了吧。想到这里，他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了。金三哥，我觉得你这样子做很好。宋掌柜，你这是调侃我？我不是在调侃你，我只是觉得我做的没有你好。之前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何他会那么躲着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欢喜我，但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才会那般。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他觉得自己模样不好看，不配跟自己这样出身的人站在一起，可他却不知道，他努力做事的时候有多么的漂亮。一开始我也只是以为自己没什么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了我自己的心。但说来惭愧，我大概只是喜欢他坚韧不拔的模样吧，这并不是爱。为什么？因为我跟你比起来，你做的太好了。你对着他的时候，恨不得把命都给他。但说真的，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许我说出来这些话来之后，你会觉得我很荒唐。
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我现在也是真心的觉得，你必定是能够让他过得更好的那个人。宋掌柜，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别紧张，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他，仅此而已。其实我对您一直也挺戒备的，尤其是刚才，我心里很不痛快。说实话，您跟春雅本身就不合适，您是所经历的一切都跟我们不一样，尤其是春雅这样式儿的姑娘，若她跟了您，日后要经受的流言蜚语只会多不会少。您别看她面上坚强，但内心其实也是很脆弱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从来不跟她说这些，也不想让她知道这些。咱们今日说的事情，你也别让她知道，我不想她日后见了我更加不自在。那是自然，就算是她问起，我也不会说实话的。殷三哥，你也太直白了一些。殷老三却是觉得这没什么不好说的，以至于回到家里之后，自家妹子说起，他也是老老实实的将这些话给重复了一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三哥，这件事情呢，你也莫要老惦记着，你越是惦记，春芽发现的可能性反而越大，到时候他知道了反而不好。苏娘，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知道的。倒是你别老是下厨啊，他们又不是没米饭吃，还用得着你一个孕妇来做饭吗？三哥，你放心吧，这不是有当家的给我打下手吗？我也就是炒炒菜，别的事情都不用怎么过手的。2日之后，就在殷素娘看见小松鼠弄回来了一些水蛭之后，她就晕了过去。媳妇儿，媳妇儿，当家的我没事儿，你别担心。真的是太过分了，亏得没摔着，若是摔着了，我非得扒了他的皮子。你看看你做的好事。我真的不是故意吓唬你的，我也不知道你怕这个，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让你看见了。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弄这些东西做什么？不能说，我不能告诉你。行吧，你要是不告诉我，那从明天开始你就别吃肉了。哦，对了，别说是肉，连素菜你都没得吃。真的不能说的。那我问你，你弄这些东西对你自己可有什么危害？对我们可有什么危害？小松鼠叫唤了几声之后，就摇了摇头。你这小家伙嘴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严实了？别发愁了，我来了。哎呦，我们还以为您这边是一直都没消息了呢，哪曾想您是直接过来了。哎呀，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且小家伙的言行举止，怕是不一般，我哪里还能坐得住啊？老前辈，你说这小家伙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他这么做很可能是与你的结束有关，而且我也怀疑这小家伙是已经认你为主了。他身上会有2个结束，但结束会是什么？知心谷的高人不知，大国寺的住持也是不知。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只能都等一等了。正是。慕容老爷子来了，殷素娘自然是要弄些好吃的招待招待人家的。刚吃完，村长就带着村里的几个长辈急匆匆的过来了。村长，您这是怎么了？你们有客人在呀？那我等一会儿再过来。村长，您不用回去，有什么事情您现在说就成。你们之前不是买了不少地吗？我之前是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你们也是知道的，这买地的事情本来就是那几个地主先弄起来的，如今那几个地主都合起伙来了，说是要收拾你们2口子呢。好，您不用担心，这地是我们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又不是抢了他们的，怕他们做甚？哎呀，话是这么说，但他们到底是地主，我们就是寻常的老百姓，怎么跟他们斗呀？村长呢，你就让那些地主上门来吧，我倒要看看他们端的是什么理儿。若是他们能够说服我这个老头子，莫要说是100多亩的地，就算是1000亩、10000亩，我也能赔偿给他们。村长不想让那些地主登门闹事，可人家就已经自己一路打听过来了。姚寻是吧？你这胆子可真的是不小啊！敢跟我们几个抢地？就是，我看你就是活腻歪了，别以为自己跟那宋记的宋掌柜有了关系，就可以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就你这样式的泥腿子，我们见多了。老老实实的，你就将那些地全部吐出来，要不然有你苦头吃的。
你们这是在吓唬我吗？我姚寻虽说是没读过什么书，但要说道理我也是会的。可若是你们不想讲道理的话，那也没有关系。论动手，那这可不就是我的强项吗？一想到这人是真的心狠手辣，他们就躲到自家的护院身后，且一个个的都叫嚣着让护院上。但他们这才刚刚冲上去呢，墨竹就已经将他们全都给踹飞了。哎呦，我真的是疼死我了！姚家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将我的人都给打伤了，我告诉你，我要去衙门告你一状。赵地主，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的话，那自便。好，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衙门。1个半时辰之后，衙门那边来人了，说是要将姚寻一干人等都带过去审讯。当家的，你们当真会没有事吗？丫头，你就好生在家等着吧。你别忘了，这县太爷是谁的人。那你们也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若是见没法收买县太爷，后头肯定也还要弄什么幺蛾子的。后衙，县太爷跪在墨竹与慕容老爷子跟前。大将军，墨竹大人是下官失职了。这倒不是你的问题，这天下不少人呐，都仗着山高皇帝远，从来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你接下来就将这几家人都好生查一查吧。是，下官知道了。一炷香的时间后，姚寻见他们2个出来了，也就问：老前辈，这几个地主不会过几日就会出狱吧？他们倒是想出去，但这也得看他们自己了。若是以前就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别说是过几天出去，不坐一辈子的大牢就已经是很不错了。那就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怕他们出来了之后，会将怨气撒在老百姓身上。当天半夜，殷素娘睡得迷迷糊糊的，就听见院子门外好像是有动静。媳妇儿，小家伙受伤了。好痛！怎么会冻成这个样子？都伤着哪儿了？谁伤的你？小家伙忍痛比划了一下瘦夹子的形状，又委屈巴巴地叫唤了几声。他到底是遇到什么了？上山找野猪的时候不小心被瘦夹子给夹住了，然后野猪倒回来咬他。等给他将伤口处理好了之后，你好生在这里歇着，我去把你媳妇儿给叫过来。不可以，如果将媳妇儿叫过来了，媳妇儿会很难过的。我就是不想让媳妇儿知道，所以才没有回窝里的呀。可是他迟早也要发现的，能够瞒得住今天，那明天怎么办？不管殷素娘怎么说，小家伙就是不愿意让自家媳妇儿看见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那好吧，先等一晚上。只不过明日之后他会不会找过来，那我就真的不好说了。第二天一早，姚寻发现小家伙身上那些伤口的颜色正在微微的发蓝。媳妇儿，你说这小家伙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他可有露出紧张的神色，或者是露出了慌张之类的表情？这倒是没有，他不过是摇了摇头，然后就继续睡了。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当家的，我先弄一些好吃的给他，你去看看花栗鼠那边是个什么情况。事实上，姚寻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花栗鼠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了厨房门口。不用担心，它很快就会好起来了。他也不忽悠花栗鼠，而是小松鼠彻底醒了之后，身上的伤口就真的是都好了。小家伙醒来之后，见自家小媳妇儿就在门口等着，也就冲他晃了晃尾巴，示意自己没事儿。不一会儿，这小两口就黏糊在了一起。你身上的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是蓝色的呢？别担心，每次都是这样子的。血液微微变蓝之后，那就证明我的伤快好了。当家的，或许就是因为这蓝色的东西，所以小家伙的伤口才会愈合的这么快。不管怎么说，只要这小家伙没什么大问题，那就好了。咱们也不用因为这个事情担忧了。只不过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刚才的对话全都让人给听见了。晌午未到，姚寻家就被一伙子人给团团围住了。烧死那只怪物！烧死那只怪物！就是那只奇怪的松鼠，害得我们百花村被洪水给淹了的，就是他。姚雪、殷氏，你们都赶紧出来，赶紧将那只松鼠给交出来，不然我们会将你们两口子都给烧死啊！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姚寻，你就莫要在这儿装无辜了。你们家养的那只松鼠，有人说了，它就是个怪物。我就说呢，去年冬天的时候明明下了大雪，都说瑞雪兆丰年，可今年一开春就不顺利了。依我看呀，必定是你们家养的那怪物在作怪。你们说它是怪物，那你们倒是给我拿出证据来，若不然我就说你们家养的猪狗都是怪物，我一把火将他们都给烧了，你们又会如何？你们说那松鼠昨夜受了重伤，但是今早它的伤口全都好了，还说什么那松鼠的血液是蓝色的，这样子的东西必定是怪物，而且它就是个不祥的怪物。你们两口子这1年多来挣钱容易的跟喝水一样，相比你们，我们大部分却是一日比一日艰难。若是这中间没有你们的缘故，我是不会相信的。姚勋，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就是啊，这一场洪水要了多少人的性命，你们家倒好，洪水一退就开始肆意买地了。原先我以为是你们家两口子好心啊，那些个吸人血的地主3两银子收1亩地，你们家却翻了1倍的价格。可是现在我算是知道了，这就是你们的如意算盘，既得了地，又得了大家的夸奖与认可。可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家才发生的。老祖宗，要不我出去将他们赶走？哎呀，不用，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出手，肯定是不管用的。这也算是一个考验吧，既是他们两口子的考验，也算是这些村民的考验。姚勋和殷素娘听着他们说的这些话，一瞬间就想到了当初自己冒着被大洪水给冲走的危险救他们的画面。想到这里，他也就冷笑出声：你笑什么？我笑我自己。洪水来的时候，我只要将我家人顾好那就可以了。但是我为了救你家的老爷子、你媳妇儿还有你家孙女儿，我都快累死了。那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就只会哭天抢地，不知道动起来救人。一会儿说洪水太大有危险，一会儿说人怕是早就被洪水给淹死了，就算找到了也没用。明明你们才是他们的家人，可最先放弃他们的也是你们。我将人救回来了，也没指望你们会如何感恩戴德，但我也没想到哎呀，你们会这么恩将仇报。荀子，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们这些个不知好赖的东西，当真是要气死我不成？当日荀子两口子将粮食拿出来给村子里的人吃，你们少吃了。当初人家在山里头冒着大雨带你们去打猎，你们就不惦记人家的好？村长，这事可不能就此罢休。当初是洪水，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灾难？这若是有的话，那可是要大家伙的命啊！胡说！你这人当真是无可救药了，竟然说出这样子的混账话来！你们就不想想，若他是这样子的人，人家为何要救你们？让你们一家老小全都死绝了，那不是更好？何苦留着你们这些狗东西来胡说八道，给人家添堵？村长，你也莫要为了这件事情为难。既然他们这么说，以后我们家与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没错，村长，您当真莫要因为这件事情气着了自个儿。我们两口子现在也算是看清楚了，这样子的事情啊，日后必定还是要发生的。我年纪是不大，但也知道权衡利弊。搬走了，我们两口子顶天就是要重新与人相处。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损失。你们两口子走，那我也就跟着你们一块儿走吧。我是再也不想留在村子里了。村长，您别这么冲动啊！不管他们怎么说，村长都不再搭理他们，直接就回家了。姚轩和殷素娘见村长走了，也懒得与外边那些人废话，当即就进去收拾东西。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你们要住哪里去？老前辈，有银子在手，咱们就不怕没地儿住。但是这心都被伤透了之后啊，那就真的是没法子治了。不怕您笑话，我们之前都还答应了村长，说要想些路子给村子里的人，让他们也将日子过得好一些。可是您刚才也看见了，人家也不听解释，就只想要烧死我们。那倒也是。那这2日就先住在我们的庄子上吧。
我记得我们在这附近是有个庄子的，不过可能比较小。那就真的是太麻烦您了。那你们之前买的地呀什么的要怎么办？全部都垫出去给别人种就是了。我们光是收租子就能够吃喝不愁一辈子。姚二与文氏一听说姚寻两口子要搬走，当下就丢下了手头上的活赶过来了。荀子，你别走，你这一走那不就是背井离乡了吗？二哥，我们走其实也并非全是因为这一次的事情。不怕跟你们说，我这心是真的都凉了。我们搬家也不为别的，就想图一个清静。不过二哥二嫂，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就算是离开了百花村，那以后咱们两家也依旧是兄弟。到时候我们这宅子你们住吧。荀子，祖娘，你们真的是要走啊？这若是走了，那你们两个以后在外头无依无靠的，连个亲戚都没的，那可要怎么办才好啊？莫哭，你这才生完娃娃没多久，最好是前头几个月都莫要哭，对你身子不好。别哭了。就是我心里难受，当日我也是不懂事儿，没帮扶你多少。后头你对我们一家子那么好，大妹二妹也得了你不少照顾，我们一家子都还没来得及报恩，你这就要搬家了，以后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啊？我们现在还没决定要在哪里落脚，若是以后确定了，会托人给你们传个话的。不过你们放心，总不会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就是。这里虽说不是很大，但是先住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的。至于你们日后是不是要修建新屋子，那得看你们的意思。盖房子的事情得等一等，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两口子就可以弄好，你不用操心这个。好，那就看你们自己吧。媳妇儿，是不是有些不习惯？不习惯自然是有的，就是觉得好像是梦一场。不过离开了百花村也好，村子里人口太多，是是非非也多。哎呀，媳妇儿，其实也没啥，就算是不在那里了，你也还有我陪着呢。且我的打算啊，是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买一大块地，直接盖个2进或者3进的吧。要这么大？没啥，就弄个3进的，左右不差这点钱了。三哥是打算照顾春芽爹娘的，他以后可能会少回咱们爹娘那头，且他以后也会生儿育女，孩子多了就需要更多的地方住，就弄个3进的吧，以后住哪都可以。那行，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反正当家的你心里有数，我什么也都放心。他刚说完，小松鼠就叫了起来：“最淡定的就是你，都这时候了，你眼里也只有吃的东西啊。”而另外一边，村长一家子将东西都收拾好了之后，荀子，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您是想问我以后咋打算的吧？正好，我本来也是想要跟您谈一谈这个事情的。村长，说真的，您能够一直站在我们两口子这边，我心里是真的很感激。但是您也说要离开百花村的时候，我又很是过意不去。不，荀子呀，我现在已经不是村长了，你就莫要叫我村长了。说句不好听的，那些人都已经这么不知好歹了，自己还留在那里为他们操心做什么呀？其实我也不盼着以后的日子能够有多红火，只要大家伙都能够安安生生的，那就足够了。我已经跟我家2个小子说过了，让他们好生跟着你们做。那就先这样子吧，我之前就已经跟我媳妇儿与三哥商量过了。您回去之后啊，就与婶子与2个弟妹说一声，让他们过来帮着做点心吧。不过这事儿得签一份协议，就是不能够将方子外泄，也不能自己出去做。这件事情，荀子你大可放心，我必定会跟他们好生说清楚的。您能够明白理解那就好。至于咱们这些个大老爷们呢，也得寻一些路子做。不说别的，就光说打猎啊，要是阿鱼、阿群2个不怕吃苦，最多1年，他们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户。偏房门口，慕容老爷子与墨竹都在那儿来回踱步呢。丫头，你赶紧进去瞧一瞧。哎呦，这小家伙一直在里头吱吱叫，我也整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三哥进去了几回，都被赶出来了。成，你们先在这儿等我，我进去看一看。而小家伙见他终于来了，看看他的肚子变大了。莫要着急，或许你是要有小崽子了。我媳妇儿的肚子里真的跟你一样有小崽子啦？
我不是大夫，不能确定，但我觉得8、9不离10了吧。你稍微等一等吧，我让墨竹进来看看，墨竹会点医术，应该能够看出来的。墨竹进来的时候，一听殷素娘说花栗鼠可能怀孕了，也就有些震惊。要知道，这小家伙的本事可是比大夫还要厉害的。好了，你们2个就莫要大眼瞪小眼的了。墨竹，你赶紧给花栗鼠看一看，是不是有了？的确是有崽子了，且他的状况很不错，不会有什么毛病。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他以后生崽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痛苦。所以小家伙，你一定得好生照顾你媳妇儿。小家伙一听这话，视线就一直落在自家小媳妇儿的身上。他先是扑过去，但又怕自己会弄疼她一样，只是用脸颊蹭了蹭她的脸。行吧，咱们还是先出去，若不然后头光是吃狗粮就吃得撑了，哪里还有胃口吃早饭？他们2个出来之后，就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哎呦，真好真好！我还真的是没想到啊，自己还能够有看到这一天的时候。丫头哎，你知道这松鼠生崽子的时候要吃啥补身子？老祖宗，他就只是松子儿、花生米之类的东西，还大补个什么呀？那墨竹，你赶紧买点最好的松子、花生米、橡子回来，记住了啊，都得买最好的，不能贪小便宜。老祖宗，您这上心的程度未免也太吓人了。哎呦，你不懂。哼，我现在呀，就有一种自己要抱曾孙了的感觉。不然，指望你们家主子给我生一个小曾孙，我盼到什么时候去？而就在他跟小家伙们凑在一起打发时间的时候，姚寻这边已经跟着林家村的几个人去看了地。姚寻兄弟，这块地是不错，不过这块地有些大，如果要全都买下来，怕是得不少银子。哎呦，这姚寻兄弟啊，要不然咱们去看看别的吧，反正咱们村周边其实还有不少地的。不用了，就这里吧。若是现在可以的话，我就跟着几位兄弟去找你们村长，将这件事情先定下来。姚寻小子，其实我一开始是盼着你与牛兄弟能够在我们林家村住下的，但现在这样子也好。你们本身就是喜欢清静，我们林家村虽说没得百花村那边人口多，但不怕你笑话，每天都会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这吵吵闹闹的其实也是经常有的。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请我们住进去的话，其实也容易给你们添麻烦，就住在外头也挺不错的。且我们选的这个地方离村子也不是很远。这倒是。那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只管与我说啊。以前的那些糟心事儿啊，你们2口子就别惦记着了。咱们人都是需要向前看的。村长，大事不好了，百花村那边来人了，说是要将荀子跟牛叔给带回去。哎呦，他们是不是失心疯了？村长，这事儿你们莫要管，我这就出去跟他们说一说。这些人也不是你们村的好人，他们一个个的其实都是之前那些个为难你们一家子的。我听村里的人说，他们知道了你们家在我们林家村外边买了地，就以为是我们村要抢你们。他们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怕我跟牛叔以后会向着你们林家村，将好处都给了你们林家村而已。他略微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些过来闹事的人大部分都是姚氏一族的。现在你们过来做样子，是不是有些太假了？你们自己是不是真心的为我们2口子着想？你们心中没数吗？荀子呀，你可不要那么糊涂呀！你年纪小，不知道人心险恶。但是我可是过来人了，这林家村的人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再说了，说到底咱们还是沾亲带故的，我也不可能害你，是不是？所以呀，你就好好听一听我的话，跟我们回去吧。你若是心里不舒服，我们可以跟你道歉的。但若是一直将事情闹大，那对你们2口子，对整个百花村都没得什么好处呀。你们就不用在我跟前说这样子的话了。我们2口子现在是没有长辈在，但也还没轮得到你们对我们指手画脚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下回你们还要这么来闹事的话，那我就会直接报官了。姚寻，你这是要做什么？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人情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你的亲人，你竟然说要报官，
他这么一说，后头那些人也都纷纷骂了起来。有说姚寻以为自己挣了几个臭钱就看不起他们的，也有说姚寻两口子是不知好歹的。如果你们当真觉得这是我们亏欠了你们，行，那你们就这么认为去吧。我跟牛叔两家已经离开了百花村，那以后就再也不是百花村的人。我们想要去哪儿，我们想要帮衬谁，那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至于你们想要挣钱，那还不如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心思、算计都放到正道上。如果你们还要闹事的话，行，我们必定会奉陪到底。左右都已经撕破脸了，我们也不怕你们人多。村子里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再来打扰牛叔与姚寻两家人的，而自己这帮子人呢，不甘心姚寻两口子跟林家村的人交好，也怕他们两口子以后会将这些挣钱的路子都给了别人，所以才会闹成这个样子的。现在看着林家村的人都给姚寻做后盾，他们也怕事情越闹越大，于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灰溜溜的走了。天气越来越热，新宅子的地基已经打好了，而家里也多了3只小松鼠。阴伯娘，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吃松果啊？我跟奶奶去城里的时候买了不少松果呢。等1个月后吧，他们应该就可以自己吃松果了。此时小家伙见他们一个个的都围着自己的媳妇儿跟崽子们，也就时不时的警惕的看他们一眼。媳妇儿，你让他们都出来吧。金素娘见时间也差不多了，就送了4个小萝卜头出去。等他们都走了，她才倒了回来，就听到自家老娘的声音在外头响了起来。是你娘来了。小松鼠认得范春红的声音，确定不是听错了之后，金素娘也就赶紧起身出去。你给我慢点儿，谁让你挺着个大肚子就到处乱跑的？这要是摔了，我看你上哪儿哭去。娘，我来是看我的小外孙如何了的，就不是专程来看你哭的。说着，他就拉着自家闺女儿坐在了廊下的椅子上。百花村那些个没良心的欺负你了是不是？娘，这事都已经过去很久了。你看，我跟当家的如今在这边也挺好的，隔壁林家村的人也照顾我们，且我们的新宅子也在开始修建了。刘二叔也说了，按照这个进度，年底的话，前头2个院子估计都已经能修好了。你就知道得过且过，你看看他们现在在外头是怎么说你的。这些个要进不要出的白眼狼，就知道占便宜，还想着要用火烧死你们，我呸！你就看着吧，过2日我去跟春芽爹娘商议酒席的事情时，我非得扒了他们的皮。娘，这事都过去了，当初我跟牛婶子也没少骂他们。再说了，您若是有个3长2短的，你让我咋办？他不是圣母，也不是想要息事宁人，而是怕自家老娘一把年纪了，跟那些个不要脸的王八蛋闹起来之后，吃亏的会是他。他们能拿我如何？而且到时候你大哥二哥也会跟我过来一起去。他们若是真的想要动手，行啊，那就让他们先问问咱们殷家的斧头是不是好欺负的。2日之后，殷老大与殷老二也都过来了。走，咱们去会会那些个畜生。你们可得看着娘点儿，别让他有什么闪失。苏娘，你就放心吧，他们要是敢动咱娘一根手指头，我他娘的就将他们的狗头都给砍下来。当家的，你赶紧跟上去看看啊！哎呦，媳妇儿，你别担心，娘是有分寸的人，3个哥哥也是，咱们就在家等着吧。若是我们去了，娘见我受气，指不定会更生气。赶紧去！你要是不去，我去。好，我去，我这就去。姚寻出去了，殷素娘这才稍微放心了一些，但事实证明，她是放心的太早了。因为姚寻过去压根儿就不是劝架的，他呀是帮着打人的。亲家母呀，我觉得这婚事都不用拖太久了。眼下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稍微闲了一些，如果可以的话，下个月那是最好的。那行，正好下个月18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咱们将婚事提前的话也是好事一桩。这样子吧，我回去之后就开始张罗，到时候春芽儿就从百花村出嫁，然后到我家老三现在住的地方去。虽说他们现在是住在了别人的庄子上，但是你们放心啊，老三已经将地都选好了。等明年素娘跟我家姑爷那边的宅子一修建好，他们就会立刻让刘老二那头忙活起来，修建他们俩小两口自个儿的家。屋子的事情呢，其实也不着急。老三这段时间辛苦，我们也都是看在了眼里的。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们也相信他。是啊，
与你们成为亲家，那当真是我们家三生有幸。日子一日一日的过去，殷老三跟春芽的好日子也到了。今日是你的好日子，莫要哭呀！你找了个好人家，那殷家家里现在也还算不错，你公公婆婆也都是护短的，都是好事儿。是啊，你那公公婆婆看着虽说是个凶巴巴的，但是对自己人却是极好的。裙子跟她婆娘也是好相处的，你嫁了过去后啊，就好好的伺候你当家的，有什么事情两口子好好商量着来就可以了。多谢婶子们，你们说的我都牢牢记在心里了。快看快看，迎亲的队伍来了！听说新娘子是个好的呢，我好想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啊！新娘子是我们村里的，虽说模样有些不好看，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姐。新郎官背新娘子下轿。媳妇儿，我来背你了。他这一声媳妇儿，引得整个庄子的人都欢呼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些喜庆话，一个个的都跟在殷老三的后头往喜堂走去。吉时到，该行大礼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将新娘子与新郎官都送回了洞房之后，殷老大兄弟几个与姚寻都在前头帮着招呼客人。但就在大家吃吃喝喝的时候，姚家那边却是来了几个长辈。几位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咱们到外头说啊。今儿是我三舅子的大好日子，若是有人想在今日闹事的话，我姚寻是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的。玄子，你这话就不中听了啊！我们可是过来道喜的，怎么就成了是过来闹事的呢？若你们是过来道喜的，那自然是好，但是我相信你们自己心中都有数啊，所以我也不想将今儿这个好日子给破坏了。因此，咱们就别在这里假惺惺的了，直接将话给挑明白。你这是几个意思呀？我们可是冲着你来的，要不是这殷老三是你的三舅子，我们还不会给这个脸呢。你们这次过来，无非也就是想要趁着今儿个与我们家攀上关系，是不是？那几个长辈见姚寻一下子就将话给挑明了，一个个的脸上都有些挂不住。寻子，你别以为自己挣了几个钱儿就可以不尊重长辈喽。就是我们几个做长辈的率先过来向你低头，这就已经是很给你脸了，你知道不知道？这要是放在以前，你这样的小子就活该被拉出去打。我们两口子早就已经与老姚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又算是哪门子的长辈？你们这些还真的是厚脸皮到了极致呀！都已经闹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还好意思来这边？说吧，你们这回是要过来吵架的，还是要过来打架的？甭管是哪样，我殷老大都可以奉回到底。那几个长辈见殷老大也出来了，也就更加不敢说什么不好听的了。差不多就行了，荀子是看在你们是长辈的份上，所以给你们面子。但是说真的，你们这样子的人对于我来说算个屁的长辈，我就算是动手，最后也不过是赔钱而已。哎，别，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就是，我们也不过是过来道喜的而已。你们若是不欢迎我们，我们走就是了，别动错。以后莫要再来了，我们两口子不想看见你们。那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是头都不敢回，直接就溜了。而殷老三这个新郎官却是不用回前头与客人们一起吃饭了的。当家的，你怎么不用出去？爹娘都说没有这个必要，有大哥二哥还有荀子看着呢，不会有事的。而且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怕你不习惯，也就留下来陪陪你。说着，他就壮着胆子，认认真真的看了他好一会儿。媳妇儿，你现在这个样子是真的好看。那我平日的样子就当真很丑了？平日的时候你也好看，只不过今日你更加好看了，眼睫毛长长的，嘴巴也红红的。外头的文氏与殷素娘听着他这话，两人当下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别笑了，他们会听见的。素娘，你怎么可以胡闹？三哥三嫂，你们别生气啊，我们就是路过，真的就是路过。素娘啊，你三哥可真是太逗了，
嘴巴红红的就好看了。我跟你说啊，日后你给春芽多弄点胭脂，到时候你三哥还不得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呀？这么老实憨厚的男人，他还真的是少见的很，比自家姚二都还要憨。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他觉得春芽哪里都好，那就说明他是真心实意的喜欢春芽的。看着他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心里也高兴。就是也不知道宋之远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殷娘子，姚大哥让我过来喊你一声，他说宋掌柜来了，那宋掌柜说是要见你。宋掌柜，你找我？我本来是不打算过来的，但是想了想，终究是有些不放心，也就过来看一看。荀子，你能不能让我跟你媳妇谈一会儿？要是我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让人把我媳妇叫过来了呀。你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吧，我先去招呼别的客人。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找我，你只管与丫鬟们说就是了。不过你得好生看着我媳妇儿，别让她乱跑，也莫要让她吃东西。为什么连东西都不可以吃？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她肚中的娃娃已经太大了。大夫说，若想生产顺利一些的话，就尽量少吃多餐，后头也需要多走动走动。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媳妇儿的，不会让她吃东西，也不会让她到处乱跑。等姚勋离开了之后，他才看向殷素娘。你这个肚子着实是比正常月份的要稍微大一些，可是双胎？不是，就只有一个。但前头我娘一直让我多吃些，所以肚子也就比别人稍微大一些。你看我最近也胖了很多，所以以后为了生产能够顺利一点，他们现在都不让我多吃。不过我这边倒也还好，我自己能够控制得住。倒是你这会儿心里应当是不好受的吧？要说心里好受，那必定是假话。但说真的，我也祝福他们，毕竟我不是他良配，他心中的人也不是我。你能够来，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君子坦荡荡嘛，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再说了，你的条件那么好，以后遇上了喜欢的姑娘，必定也能够将日子过得好好的。倘若以后当真能够遇见这样一位姑娘，我下回一定会将自己心中所想都给说出来，不会再给自己留这样子的遗憾了。不用怕，大丈夫何患无妻。我听过一句话，那就是错过的就证明这不是最适合你的，犯不着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到老。你说的对，大丈夫何患无妻。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就是姨子的事情。之前你们作坊生产过来的那些姨子，我都已经把它们卖掉了，不过因为账还没有到，所以估计还要再过个7、8天，我才能够将剩下的尾款给你们。怎么样，卖的可还行？有哪些是比较受欢迎的，哪些是稍微不受欢迎的，你都与我说一说，我好做调整。真的，我真的是觉得你亏的不是个男儿身。你若是个男人，这生意呀，估计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了。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我真的是个男人，我也没有那么多厉害的人脉呀。宋之远闻言笑了笑，随后他就将各种姨子的销售情况都跟他详细的说了一下。这段时间的话，我觉得这种卖的比较不好的就先不卖了。可是如果将这几种姨子都打下来的话，那你这边的进账可就是要少很多的。这个倒也没有多大关系，一来我们家现在也不是说非得靠着这笔钱来养家糊口，二来稍微改进一下的话，或许能够带来更大的利润。我比较看重的是后头这个。媳妇儿，你是不是很害怕？谈不上很害怕，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也觉得有点紧张。他整天跟素娘和春草他们在一起，自然知道夫妻之间会发生什么。没事，如果你觉得紧张的话，咱们不做也行，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就这样子抱着也挺好的。如果很疼的话，你会停下来吗？自然，不过咱们不着急，慢慢来，来日方长。第二天一早，殷老三是起了个大早，春芽却是怎么都起不来。原本就是要起来给公公婆婆敬茶的，但是殷老三见他一直都睡不醒，也就只好出去跟自家爹娘打了个招呼。你小子就不知道轻一些啊？虽说是刚成亲，但好歹也有个节制吧。我知道错了，我也是。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我去问素娘要点东西。不一会儿，范春红就拿了2盒子膏药过来。你将这2盒膏药给春芽，让她好生用着。娘，没这么严重吧？他们没受伤。闭嘴！你知道什么？你就这样拿过去给他，他自然知道怎么用。你也别说那么多，我看着就烦。还有啊，以后你给我小心一点，要是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看我不一脚踹死你！
人家嫁给你那是让你喝着护着的，谁让你这么糟蹋了？刚成亲都是这个样子的，过段时间也就好了。不过老三呀，你娘说的对，你得好好的照顾春芽，可不能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春芽是过了2天才从房里出来的，而殷素娘和春草他们早就已经趁着这个当口，将那些花花草草都给制成了姨子。这样子吧，我先一样带走一个，正好过几天会有几个海外的人过来，我也就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将这些姨子给他们看看。行，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如果到时候他们有给什么反馈意见的话，那就更好了。这个我到时候会问一问的。那我就先回去了，过几天有结果了之后，我会再过来一趟。宋掌柜这么快就走了？是啊，他最近为了找货源东奔西走的，本身就不容易。殷素娘也没多说宋之远的事情，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了春芽自己的身上。怎么样，娘给你的药膏你可是用了？他这话一出，春芽的脸噌的一下就红透了。这里就只有咱们2个，也没什么好害臊的。不过说真的，这药你是真的得用，不然吃苦头的只会是你自己，且平日里也别什么都依着他。素娘，药膏我用了，不过……怎么了？不会是我三哥整天缠着你不放吧？不行，这样子下去你自己的身子就会受不住的，你得好生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不然以后要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这么惯着他吧？我也委婉的说过了，可是你哥哥他每回一求我的时候，我就会心软。哎呀，媳妇儿，你说说啊，这人刚成亲的时候，咋就这么黏糊呢？说别人之前你还是看看你自己吧，要不是我这会儿怀孕了，你能消停？媳妇儿，等这小子生下来之后，前院怕是也弄好了。我觉得吧，到时候我是得想个办法给这小子生个妹妹才行。滚！我这都还没生出来呢，你就已经惦记下一个了。哎，媳妇儿，你别生气嘛。你若是不想生了，那咱们也就不生了，反正有一个也就够了。且恰好这一次运气不错，是个小子，那咱们早早的给他定个娃娃亲吧。等他16、17岁的时候，就赶紧成亲给我生个孙女儿，也是一样的。总是盼着闺女，儿子还没落地，你就已经打算将他的婚事给定下来，好给你生孙女了。小家伙不是生了2个女娃娃吗？你直接抱一个就是了。哎，媳妇儿，你别生气，我就算是随口一说的。不过，你说让我去抱小家伙的崽子，那你不是让我去送死吗？以前没有小崽子的时候，小家伙还能够让他摸2把，可是现在呢，莫要说是摸2把了，但凡他稍微靠近一点，小家伙就会眯着眼睛瞅着自己。你干嘛？哎，没啥，就是想起了小松鼠那天一爪子就将一条蛇弄成了2半的事情而已。啥时候的事情？就是前2日吧，后院进了一条草蛇。那会儿子，花栗鼠正在带着3个小家伙晒太阳呢，那蛇就突然从草丛里头爬了出来，小家伙一下子就将它弄成了2半。媳妇儿，我觉得这家伙以前在咱们跟前真的是隐藏的实力的。小家伙本身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松鼠，他自己还有别的本事，那也是正常的。但是当家的，咱们在这里住了那么久，哪里来的蛇？的确是呀，虽说现在天气热，蛇也会到处爬，但是说真的，这庄子每日都会有人查看，不可能闹出这样子的事情来。他越想就越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儿，于是就让外面的丫头进来陪着小媳妇儿，自己则是去找了庄头与管事的说话。姚公子，这件事情在我们庄子上还真的是头一回发生。正如你们2口子所说的那样，我们这里本身就有人专门负责这件事情，按说不会有蛇进来。且这会儿子大热天的，我们也会特意在各个院子的角落放雄黄。我觉得现在是得让人好好查一查这个庄子了。如果这蛇当真是有人故意放进来的话，这么大的一个庄子，不可能只有1条的。的确如此，姚公子，这事儿你放心，我们这就去办。若是当真有人故意放蛇进来，这事儿必定会彻查到底的。1刻钟之后这庄子里头的小厮就都动了起来，可小厮们找了半天，最后也没有找到蛇。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门房突然就惨白着脸从后头跑了过来。后头有蛇，蛇窝！在哪里？
就在后头的小厨房。哦，对了，阿生说柴房也有一窝。庄头带着人去查看，这一看，莫要说是女眷怕了，就算是那些个小厮，都被那一窝窝的蛇给吓得头皮发麻。怎么样？是不是有蛇？你们是没看见，那些蛇呀，真的是太多了。光是后头厨房就发现了2麻袋，这会儿都已经装起来了。2麻袋，没搞错吧？没搞错，我亲眼看着他们将蛇给抬走的。庄头说了，不能打死，只能送去深山老林里放了。哎呦，不过这也仅仅是厨房那头的，柴房跟别处现在还在查呢。哎，你们也莫要乱跑啊，真的是太吓人了。这么多的蛇，绝对不是从外头跑进来的，我估摸着这是有人故意放的。就在他们一个个的都有些发愁的时候，墨竹正好从外头回来了。这是怎么了？怎么庄子上乱糟糟的？外头没有人守着不说，还都叽叽喳喳的。姚寻也就言简意赅的将蛇的事情给说了一下。谁会做这么缺德的事情？嘿，你们快寻人找大夫去呀！有人被咬着了，快去！而姚寻见情况这么差，也坐不住了，他带着殷老三与墨竹往后头赶去。这才刚到后头呢，就见柴房里头密密麻麻的爬出了不少的毒蛇。墨竹公子，出现这种情况，的确是我等不利，还望墨竹公子能够想个可靠的法子，好让我们先将这些毒蛇都给处理干净。如今也就只能等着了，等雄黄来了，情况自然会好一些。但是现在你们也莫要靠近，到时候要将柴房跟厨房这2边的人都查一查，倘若没有人接应，这么多的毒蛇压根就不可能弄进来。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查清楚的。他们墨楼没什么本事，但查这些事情那真的是小菜一碟呀。这不，半个时辰都不用，就已经查出来了6个人。你们的意思是，这些都是那赵地主喊你们做的？墨竹公子，我们所说的没有一句是谎言。当天，这些人全部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庄子，而赵地主家中，当天晚上就进了几百条的毒蛇，第2天就传出了他们一家子都生病了的消息。这就病了。墨竹公子，他们这么做十有八九是因为之前姚家买地的事情，若只是给他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教训就放过他们了，怕是不行。那你说是要怎么办？直接将他送官？送官那是肯定要送的，但如果只是送官的话，未免也太便宜他了。老何，你与那赵地主有仇？就是因为他，我2个闺女都没有了清白，她们又是烈女子，双双寻死了。当年为了告这个混账，我与我家老婆子奔走了几年，最后那人却是直接买通了当时的县太爷。他也不过是只罚了50两白银而已，这还不算，事后他更是直接找人将我媳妇儿给弄死了。我们家也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可是落了这么一个下场。那混账什么恶事都做尽了，最后且这般荣华富贵。墨竹公子，说真的，我不服呀。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你说说你自己是怎么打算的？若是能够帮到你的，我就会帮你。墨竹公子，多谢你，我有一个主意。不好了，那赵地主带着人打上门来了。不一会儿，殷素娘和小德子就已经到了大门口。够杂种，谁许你们动老子的？我就是个奴才，你们也有这样子的胆子？喊你们家主子出来，我要问问他谁给他的胆子。当年飞扬跋扈，你现在还是一模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手里头的生意亏本了，所以心很痛呀？果真是你们干的！你们拦截了我的货物，害得我没法准时给人家交货，让我损失了几千两银子。够东西！我今儿就要让你们将这几千两银子吐出来！他说罢就挥了挥手，让后头的小厮们上。但庄子上的小厮们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就将对方的人往死里打。你信不信我将你们告上衙门，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就盼着你去呢，但就怕你自己没有这个胆子进衙门。
毕竟你害过的人那么多，如今的县太爷也清廉得很，没有人收你的银子，那就等于你没靠山了。你要是去衙门的话，我真的是求之不得呢。你到底是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何时收买过县太爷了？我是谁，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哼，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你知道我是谁之前，我觉得我们先来算一算别的比较好。疼吧？是不是很疼？我告诉你，那些个被你害了的人，他们全都要比你疼。你到底是谁？你还记得何冰与何雪吗？那对孪生姊妹，你不记得了吧？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家的人不是死绝了的吗？你又是谁？你倒是想我们家都死绝了，但是老天爷有眼，我活下来了。虽说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是衙门必定也是还有记录的，到时候翻出来看一看，再加上人证，你还能跑得了吗？什么人证？你以为只有我想你死吗？我们一直都在等着你倒霉。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之后，不光是你的生意要完蛋，就算是你整个赵家也是要完蛋的。凭什么？你们以为有人替你们撑腰就可以将我拉下马吗？我告诉你，就姚寻两口子他们算什么东西？当年我能够将你2个女儿糟蹋了，能够让你们家家破人亡，那我现在也一样有本事让你去死啊！殷素娘真的是没见过这等厚颜无耻的人，她听着赵地主说的那些话，都气得浑身发抖。殷娘子，您别跟这样子的畜生计较，您现在可是怀着孩子的，咱们也犯不着跟他们置气，直接将他送去官府就是了。何庄头也的确是老早的就将那部分人给找来了，躲在暗处的他们听见赵地主说的这番话，直接就从角落里冲了出来，一个个的围着赵地主又打又骂。没错，往死里走就对了。老何啊，咱们别把人活活打死了，留着他半条命，好戏还在后头呢。是，姚夫人。赵地主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但是他带来的那些小厮也没有一个敢上去帮忙的。整整1刻多钟，那些人才收了手。你们到底是想要做什么？你放心，我们不会再打你了。不过我要看着你在意的东西全部都被破坏掉。不可能，你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吓到我吗？我告诉你，你们说的这些话在我眼里连屁都不是。哎，老爷，不好了！3姨娘跟5姨娘都带着东西跑了。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弄错了？小的当真没有说错，是夫人先发现的。完了，都完了。这才刚刚开始呢，你就受不住了。被最信任的人背叛是什么滋味呀？不过也是，从头到尾人家都没有信任过你，甚至还3番5次的想要下毒毒死你。若不是怕被抓去坐牢，人家2位姑娘也不会忍气吞声那么多年。你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那2个小贱蹄子是他们的人？不可能，那2个小贱人可是我花大钱从烟花之地买回来的。他一个又穷又老的狗东西，怎么可能会跟他们认识？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可能与他们认识？但我就是要告诉你，他们呀，不光是与我认识，还是我当初救了他们姊妹2人一命的呢。虽说到头来，他们还是被卖进了红花楼，但他们也终究是记得我这份恩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家那边的小厮又来了。老爷，大少爷与2少爷在外头欠了不少钱，如今债主逼上了门，夫人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说是要用家业抵债。欠了多少？80万两白银。80万两！赵地主闻言直接就晕了过去。姚夫人，这是您让人做的。算是吧，不过也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好赌。当真是多谢您了。不过是半天的时间，赵家就如同要倾倒的大厦一般，但凡是能够走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就在他心中不满的时候，他家夫人也就走到他跟前。他们都走了，你怎么不走？走？怎么不走？
我已经想走很多年了，只不过一直都没狠得下心。哼，你本身就是狠心的人，你要走就走，也犯不着在我这里假惺惺的。赵夫人蹲在他跟前，看着眼前这张发福了的脸，她拿帕子擦了擦他脸上的灰与血。或许当初您变了的时候，我就应该走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为家人谋前程的赵郎，或许早就死了。说来也是我自己自作孽，我总觉得赵郎会回来的，于是我就没日没夜的等，等来的呢，却是老爷您今儿睡在了百香楼，明儿睡在了红花楼这样子的消息。他看着那已经沾上了脏污的帕子，也就直接丢在了地上。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如今您现在这个模样啊，我看得甚是欢心。若不是为了等您回来，我这会儿子怕是也走了。看着他那离开的背影，赵地主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年轻的时候，从家徒四壁到挥金如土，明明是过了7、8年的时光，可是如今想起来，好像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不起他的了。赵地主看着那帕子，最后闭上了眼睛，呼吸也渐渐的弱了下去。姚寻听说赵地主死在了家里的时候，眼里一点怜悯也没有。媳妇儿，外头的事情咱们也不用管了，我跟你说一说宅子的事情吧。刘二叔那边现在已经将屋子修建了起来，我估摸着再有1个半月咱们就可以搬进去了。且到时候等咱们搬进去了，过不了多久娃娃也要出世了。可惜呀，就是个小子。有儿子你还不高兴啊？你也不看看二哥二嫂那头是多么辛苦才生一个儿子的。这倒也是啊。算了，既然是个小子，且又是你生的，那我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呀。还勉为其难？他刚想说些什么，就听见殷老三在外头叫他：“素娘、荀子，你们快出来一下！外头来了一个老太太，说是老姚家的远房亲戚，但是我也不认识。”媳妇儿，我先出去看看，若是姚氏一族的人，我直接轰走就是。姚勋出来之后，见殷老三脸色有些不对。怎么了？难不成那人还说了什么？那老太太倒是什么都没说，但是她带了一个姑娘过来，那姑娘看起来也就15、16岁。三哥，你别多想，我没跟别人有什么。先出去看看吧，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他一看站在门口的2个人，就有点蒙圈了。你们是？你自然是不记得了。如今你富贵了，也娶了别人，哪里还记得我们？老太太，您有什么事情您就直接说，您别这么阴阳怪气的。且我听着您这话，就好像是我辜负了你们家似的。你忘了当年你娘给你定下的娃娃亲了？三哥，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真的。您刚才说你们家与姚寻有娃娃亲，那您可有证据？要证据是吧？你们自己看吧。这是当年你爹娘给我们写的，说是要娶我们家丫头当3儿媳妇儿。后来我们家在外头奔走多年，也一直没有回来过。你们家怕不是当我们家都死绝了吧？说真的，你成亲了，我们也不会逼着你休妻，但是这件事情你总得给我们家丫头一个说法吧？我们为了等你们家提亲，一等就是16年。不光如此，我们这些年还一直对外说是有了亲事的，所以人家也不会上门来提亲了。若是你们家不给我们家一个交代，那我们家丫头这一辈子就真的是完蛋了。姚寻看完了信上内容之后，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这件事情我的确是一直都不知道。且当初我与我媳妇儿成亲的时候，他们也未曾与我说有婚约这等事情。这个我可管不着，这是你们家的事情。我们丫头可是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们家的。这些年她为了等你们上门，盼得脖子都长了。你们现在若是不给她一个说法，她以后要怎么活呀？你们2位先进去吧，既然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也必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好，既然你们这么说了，那我们也就再信你们一回。如今2老一个没了，一个进了牢房，这事儿也算是死无对证了。且人家拿着字据跟信物来的，这事儿基本上没得解释了。三哥，你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啊？
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这件事情先不要让素娘知道。本来因为那赵地主的事情，他就气了2天。如果现在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指不定会直接就气晕过去了。老太太，这件事情我的确是不知道。事已至此，我也不可能抛弃我家媳妇儿，且除了我家媳妇儿，我也不会再让别人进门。那你的意思是要我闺女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家闺女有什么毛病，人家不要呢。你一句你成亲了，不能辜负你媳妇儿，你就能够辜负我们家，辜负我们闺女儿。娘，您别说了，要不我们就回去吧。大不了我这一辈子就守着您和爹，我不嫁人了。你说不嫁人就不嫁人，你要是不嫁人，你觉得我们家还有这个脸面在村子里面立足吗？你这个傻丫头，又不是你对不起他们，是他们对不起你。我不管，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家一个说法。你有了媳妇儿，那行，你就让我女儿做平妻。不可能啊！老天爷呀，他们家真的是欺负我们家哟！一个个的都仗着我们家是老实人，所以就这么欺负我们家闺女啊！老太太，您别这样子。若您只是担心您家闺女嫁不出去了的话，我可以给映红姑娘找一个好人家。姚大哥，你这是嫌弃我？映红姑娘，我不是嫌弃你，而是我与我媳妇儿中间压根就容不得别人。左右你我之间也没什么，若只是为了单纯的嫁人，我是真的可以给你找一个好人家。这怎么可以？这可是当初说好了的亲事，如今你们违约了，我都未曾说过你一句不是。可是你一张口就说要将我给别人，你这样子简直就是……说实在话，这件事情姚寻的确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在知道的情况下还娶了我妹妹，我殷老三必定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但是这件事中间必定是还有什么缘故的，若不然姚家二老当初也不至于什么都不说就直接让我妹妹进门了，不是吗？所以呀，老太太，您就说清楚一些，当初您与他们老姚家到底是怎么说的？当初啊，是我们家老爷子要走镖，我们就直接跟着他走镖。这些年一直都在外头，也就是最近半年才回来的。若不是回来了，我们还不知道这姚家老三都已经成亲了的事情呢。老太太，您先在这边歇息一下啊，我们去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理。商量？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们还商量什么？直接痛痛快快的将人抬进门，那不就好了吗？直接将人抬进门，那也未免太仓促了吧？老太太，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是从长计议的好。这嫁人可是人生大事儿，不能疏忽的。媳妇儿，你别误会，我没那个意思。当家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是有婚约的，那也的确是得好好的对待人家。映红姑娘是吧？你放心吧，我这就与我们当家的去商量商量，看看这抬平妻进门是个什么章程。等我们将这个章程给拿出来了，到时候必定让你风风光光的进门。还是你这个当媳妇儿的知道规矩。既然这样子，那你们就商量去吧。媳妇儿，这事我之前真的是不知道的，你真的别生气，都是我不好。你紧张什么？如今老宅那2个老东西都不在，什么话都是由着他们2个说。我又不是二傻子，我能权限。我已经喊周管事去打听他们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如果他们家有问题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刚走到一半呢，牛叔牛婶子就着急忙慌的过来了。玄子，我听说有人来找你们了，这事儿我是知道一些的，你别听那黄氏混说。其实你们老姚家与他们家的婚约早就撕毁了。牛婶子，此话当真？你们家跟他们家定了婚约这事儿呢，的确是真的。但是后来啊，估摸着是你5、6岁的时候，他们家就已经托人过来说，重新给那丫头定了亲，不要你们家了。你爹娘好面子，这事儿你是知道的，他们怕别人笑话，也就一直捂着。可是这事儿捂着也是没法子捂住的。我们老一辈的人啊，其实都是有听说过。当初你娘还跟你们家几个婶子说，是他们家嫌贫爱富，找到了更好的亲家，所以才会解除婚约的。为了这个事情，你爹娘还真的是生气了好久。牛婶子，这事还真的是多谢您了。不过一会儿我们必定还是要你们去帮忙说一下的。那是自然，我就是为了这个才会过来的。皇室见他们来了，还以为他们是商量出了一个章程来呢。你们谈的怎么样了？老太太，
你们家当初是不是早就跟我们家解除婚约了？谁说的？要是解除了婚约的话，那这信件算什么？你可别为了抵赖，就什么话都能够说得出来。我们家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牛婶子见他这般信口雌黄，也就将当年的事情给重复了一遍。是，当初我们是要求解除婚约，但是老姚家没愿意。没愿意？若是没愿意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又与别家定下了婚约？老太太，我们是相信您，所以才会一直这么好声好气的与您说话的。可如果您这么一直不说实话，甚至还想要哄骗我们的话，那我们也不用跟您客气。娘，要不就算了吧。算什么？他们这是在胡说八道。若是真的解除婚约了，我们也不会有这封信。再说了，我怎么知道这些人不是你们串通起来哄骗我们母女二人的？左右你们人多，我们如今就只有2个人，就算是论说的，你们一人一句话也能够毒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周管事从外头回来了。我打听到了。哎，周管事，你快说，你都打听到了什么？他们家的姑娘啊，之前就已经许配给一户人家了，但因为未婚先孕生了一个孩子，可是那孩子死了，人家也就将这门婚约给取消了。未婚先孕，还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事情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你们母女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们2口子也从未得罪过你们，更加没有招惹过你们，可你们这样来算计我们，你们的良心当真能安稳？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若不是当初我听信了那人的话，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我娘也因为心疼我，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法子。姚大哥、姚大嫂，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家的不是，我在这里给你们赔礼了。你们家当初嫌贫爱富，直接与老姚家解除了婚约，那这件事情我没法说什么。但是现在你们要将这个死老鼠往我们当家的头上扔，我这个做婆娘的就当真是看不下去了。你们以为稍微哭一哭，跪一跪，这件事情就能够过去了？你们这是欺诈，直接去衙门报案吧，就说有人想要欺诈咱们。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不敢了。左右你们家也没吃什么亏，那这事儿就算了吧。左右你们家也没吃什么亏？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不算损失的话，那也行。我就把你们家姑娘做的那些事情，扬的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都知道，让大家去看看你们家的嘴脸。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呢？我们家应红可是姑娘，你们这样子说的话，我们还要不要活了？周管事，麻烦你将这个事情跟周边几个村子的人都说一说，但凡是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小厮，一个人拿200文钱的工钱，账都算在我的头上，让他们今天傍晚之前到我这里来支。200文的工钱，皇室一听这个价钱，脸立刻就变了。侄媳妇，你也不要浪费钱了。原本我是想着你现在有了身子，又不方便伺候你家男人，所以我才想说让我们家应红过来搭把手的。你们算老几？我们家素娘有身孕了，什么时候就需要你们家过来搭把手？你们真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虽说现在我们家闺女是不同以前了，但好歹我们也遵守了约定。我呸！你就给我要点脸吧，都给人家生过孩子了，这还叫遵守约定？这都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还想要塞到我们家荀子这儿来？我看你们这心呐，简直就是黑的不行。本来我们也是觉得很抱歉，但是现在将事情弄清楚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再这样子浪费时间的必要了。你们若是还不走，我们还会将这个事情直接告到衙门那里去，让你们母女2人知道什么叫坐牢。我们又没有杀人，怎么就要坐牢了？你们刚才的行为叫做诽谤以及恶意诬陷，按照我朝律例，这样子的罪名也足够判你们坐牢5、6个月了。他之前还真的是不知道这样子做也是会坐牢的，现在知道了之后，他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些害怕。他拉着自家闺女一个劲儿的往外头跑，连一句话都没跟姚寻他们说。日子过得飞快，眨眼就过了大半个月。殷素娘的肚子相比大半个月之前虽说是没有大多少，但比起人家那些怀胎10月的人来说，她的肚子其实还是要稍微大一些的。目前来看的话，殷娘子的身体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肚子大也的确是一个隐患。我估摸着再有小半个月就可以生了，且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家的人也要多小心一些。若是能够提前将产婆接进来看着的话，会比较好。好，那我们家就会把2个产婆先接进来住着。那大夫，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注意一下的吗？生产的时候不会太容易，这一点你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产婆与我让你如何做，你就做，千万不要慌张。大夫，真的是谢谢您了。这段时间您一直都在照顾我，还跟我说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像最开始那样紧张了。又这么过了5、6天之后，殷素娘就觉得自己的肚子隐隐有些不对劲儿。当家的，我刚才觉得我的羊水好像破了。破了？这媳妇儿，那要怎么办呀？补上吗？当家的，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么搞笑的话？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哎呦，媳妇儿，我可说的是真的，你别笑。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你去叫产婆过来，还有大夫。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大夫也过来了。娘，这黎大夫说的日子都还好些时候呢，素娘现在提前发动了，会不会有危险呀？这个也不好说呀，希望素娘能够顺顺利利的从里头出来吧。但没一个时辰，他内心就立刻提了起来，因为殷素娘的叫声从产房里头传了出来。这才刚刚开始呢，你生孩子的时候还早得很，所以你必须将力气给攒着，等该你用力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但是2位婆婆，我这大概还要多久孩子才会出来？她现在就已经觉得肚子疼得不行了，而且还一直有一种想要大便的感觉。就算是想要大小便，你也别忍着，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2个也都是过来人了，这样子的事情也见了不少，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就是怕你们觉得不干净。好了，一会儿咱们2个喊你用力的时候，你再用力。接下来的这1刻多钟里，殷素娘都极力的配合着产婆的指示去做，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的确是个头太大了，都已经生了差不多2刻钟了，但是这孩子就是没有出来的迹象。殷娘子啊，你是肚子里的娃娃呀，个头太大了，我得去让大夫给你开点催产药，要不然再这么耽搁，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会有危险。那你们就去给我开药吧，不管是什么药，我治。实际上，殷素娘这个情况，大夫先前就已经料到了的，而且他在屏风那头就已经在熬着药了。喝下了这半碗汤药没多久，殷素娘就觉得自己更加疼了。殷娘子，你稍微忍一忍，现在孩子的头啊已经要出来了，等着脑袋一出来，那后头就好了。我没力气了。你先歇一会儿，千万别泄气。你不放弃的话，我们还有机会。可是你若是放弃的话，孩子可就要活生生憋死在里头了。我是真的没有力气了。现在可要怎么办呢？他没劲儿啊。先别慌，我这边准备了30年的人参片，你拿过去给他含着，歇一会儿。现在汤药刚刚奏效，再过一会儿有力气了，你们2个必定要快一些。你想一想，这可是你含辛茹苦怀了这么多个月的娃娃，若是你放弃了，他就只有死。你能看着自己的娃娃死掉吗？对，你好生歇一会儿，我出去叫你男人进来。怎么样了？我媳妇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媳妇儿现在有些难，她也有些脱力了。你赶紧进来，你跟她说几句话，让她有点盼头，要不然她当真是没力气了，那就真的是危险了。媳妇儿，你别怕啊，我一直都在你身边的，你别怕，咱们也别放弃，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殷娘子，用力，也不用很大力，就像刚刚那样子，慢慢来就行。孩子已经要出来了，如果你太大力的话，撕裂可能会很严重，慢慢来。就这么前前后后的又折腾了1刻多钟，他突然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离开了自己的肚子。出来了，果真是个小子，胖乎的很。婆婆，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他怎么不哭啊？没事儿，倒过来打2下就会哭了。产婆说着就将孩子倒了过来，并且拍了拍孩子的屁股，这一巴掌下去，小家伙就哇哇的哭了起来，撕心裂肺的。
听着这洪亮的哭声，殷素娘那悬着的心也就落了地。媳妇儿，你是真的辛苦了，咱们以后都不生了啊！我是真的怕了。殷素娘是差不多天黑了，这才悠悠转醒的。媳妇儿啊，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如果有，你一定要说出来。我还好，就是没力气。我睡了很久了，前前后后快6个时辰了。娃娃呢？娃娃怕也是饿了吧？娘熬了米糊糊给他吃，饿不着。媳妇儿，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你的身子照顾好。这几日啊，我会让娘帮忙照顾孩子的。等你的身体好一些了之后，咱们再将孩子抱过来。可是娃娃也不能一直吃米糊糊呀，而且他这胀得要死，若是娃娃不吃，他怎么办呢？可是娃娃动不动就哭，你现在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他要是过来了，你睡觉都睡不好。我的意思是，孩子饿了的时候你将他抱过来，等他吃饱了之后你再将他抱走就是。那不行，那臭不拉几的臭小子动不动就哭，哭的人都烦。要是真的将他抱过来的话，你哪里还能够休息？媳妇儿，你就放心吧，娘照顾过那么多的外甥女儿，她必定能够将这臭小子带好的。你快去啊！不然这样子下去的话，我难受死了。姚寻一听小媳妇儿说的那些话，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他当下也没忍住，看了他那鼓鼓的地方一眼。好，我这就去将那臭小子给抱过来。媳妇儿，你等一等，我很快就会回来。说这话的时候，姚寻心里其实是有些羡慕那臭小子的。等看到他大口大口的吃食的时候，他更是看得眼睛都直了。瞅什么？又不是没看过。媳妇儿，我出去透透气。儿子呀，你可真的是要听话一点才好，若不然呢，等你以后跟你爹爹长得一般高大，我可打不过你的。还有，你个头长得像你爹爹，此生连眉眼都跟他一模一样。就在他打量小家伙的时候，范春红的声音从外头响了起来：“你可还好？我刚才问了荀子，他说你气色还行，可是吧，我这没有亲眼看见，终究是不放心的。”娘，您莫要担心我，我是真的没什么大碍。娘，您看看这孩子，他是不是长得跟我一点也不像啊？怎么没有？这小家伙的脚啊，跟你比较像，屁股也是比较像你的，还有这肤色，可不就是随了你吗？你别看他现在红扑扑的，这小孩子呀，就是一天一个样，等过几日就会白白嫩嫩的了。当家的，以后咱们可都得好好对我娘才成。这还用说，不光是娘，还有爹跟哥哥嫂子们呢。大嫂二嫂那头啊，拿来了不少鸡子过来，还有几坛子的酒糟，说是让娘煎鸡蛋混着酒糟给你煮了吃。哦，这事我刚才就听娘说了。不过当家的，你还没想好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吗？媳妇儿，我真的不知道该给他起啥名儿，要不咱们让爹娘起吧？让爹娘给起也可以，正好他们这段时间为了咱们两个的事情也是操劳了不少，让他们给起名字的话，他们应该是会高兴的吧。殷老头两口子在听说外孙的名字要自己来起的时候，他们两个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高兴，而是傻眼。姑爷呀，你这个当爹的，难不成当真只喜欢闺女，不喜欢小子？爹，自然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要起什么名字比较合适。按说你是个当爹的，这名字是你来起才对的。且这小子是你们的第一个娃娃，你们自己起的话也比较有意义。那行，我好好想一想。他这一想就足足想了1个晌午。姚念英、姚念素。当家的，这3个名字当真是你认认真真起的吗？当然是了。我觉得吧，我个人也不盼着这小子有什么大出息了的，只要他能够记住你怀他养他的不容易，知道孝顺，那就足够了。至于这第1个和第2个名字念英，是因为谐音的缘故，后头这个我就直接用媳妇儿你的名字好了。这样子的话，别人每次喊他的时候，他就会记得他自个儿是怎么来的。那就叫姚念吧，以后就让他记住长辈们的好，知道要怎么做一个好人，健健康康的就足够了。就这么，大名确定了，小名是殷素娘给起的，就直接叫巴金。殷老头觉得
巴金这个名字不够好养活，最后还特意起了一个小名叫二虎子。生完了孩子，殷素娘的时间就过得飞快，尤其是她发现这孩子慢慢的不喜欢哭闹了之后，她就更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媳妇儿，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因为知道你夜里为他辛苦啊？你没发现前段时间我是故意延长了喂奶的时间吗？不过眼看就要满1个月了，咱们到时候事先搬了家之后再办满月酒是吧？新家那头东西都已经布置好了，到时候咱们一家子搬过去就是，别的东西都不用担心。至于满月酒的事情，我也是安排妥当了的。孩子1个月之后咱们就直接过去，席面都是从宋之远的酒楼里头订的，小德子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咱们一并过去就可以了。时间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不，因为今儿是双喜临门，姚寻被他们一个个的灌酒，都还没正式吃饭呢，他就已经有些醉了。寻子，行了，你莫要再喝了。素娘不喜欢你吃醉酒，若是让她看见你这个样子，她指不定要生气的，差不多就行了。就在这个时候，小德子快步走到姚寻身边，低声说了几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有些事情要去看一看，我就先失陪了。诸位吃好喝好，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怎么了？是不是素娘那头有什么事情了？倒不是素娘有什么，而是这套桌椅有问题。这人划花了这椅子的扶手。谁这么缺德啊？估计是姚金硕，但如今也没找到人，更加没有证据，所以也不好说。先看看吧，这东西可是慕容家送的呀。若真的是他，那这人可真就白读书那么多年了。姚掌柜，我们找到了，那人已经喝多了，这会儿在后头撒泼呢。三哥，我们先过去看看吧，他要是闹事吵到了别的宾客也不好。当他们赶过去的时候，后头的宾客都已经放下了筷子，一个个的看着姚金硕坐在那儿骂骂咧咧的。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们这些个泥腿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你们知道不知道？姚寻就算是挣再多的钱，认识再多的贵人，他也就是个泥腿子出身。别看士农工商里头这泥腿子是排在第2名，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泥腿子压根就没有那么有地位。若是你们出去见过世面了，你们就会知道，在富贵人家的眼里，这泥腿子的命还不如蚂蚁呢。所以呀，你们也别跟苍蝇见了屎一样的往这里扑啊！说到底，他们也就是跟你们一样，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泥腿子。你这是什么混账话？要是不种地，谁给你的钱读书啊？你对得起家里吗？爹，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考中的。等将来我考中了，我看他们还怎么嚣张。还姚寻家，嘿嘿，以后我要将这宅子买下来，让他们没地方住。老爷子闻言都快晕过去了。等看到姚寻跟殷老三就在后头的时候，他更是恨不得钻一个地洞。这寻子呀，当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家这逆子给你们家添麻烦了。这倒是不碍事儿，我过来也不是因为他闹事才过来的，而是有别的事情。寻子，你就直接告诉我吧，我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的，甭管这臭小子闯了什么祸，我都要弄清楚。见他老人家这般坚持，姚寻也就言简意赅的将事情给说了出来。寻子，那些东西全部加起来的话，得多少银子？伯父，这东西还真的不是用银子能够衡量的，主要这是别人的心意。可是姚金硕这么做，这真的是怪糟蹋好东西的。寻子，当真是我教子无方啊！这么多的银子，我们家都不知要怎么赔偿给你了。不管如何，先将他弄清醒吧，不然这醉醺醺的也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嘛，你读了这么多年书，你就是这么做人的。天，您这是做什么呀？好端端的，您怎么就动手打人了？他一抬头就对上了姚寻那毫无暖意的眼神。姚金硕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自己趁着那些丫鬟小厮不注意的当口，划了桌椅花瓶的画面，这才明白自家老爷子为何要这么打自己。姚金硕呀，姚金硕，我们老姚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您稍微忍一忍，
我们这就去给您请大夫。不，荀子呀，我们家对不住你们两口子呀。姚寻一听这话，也就将老爷子背进了屋里，先让他躺着。这叫什么事儿呀？明明他才是亲生儿子，怎么就傻傻的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呢？谁说不是呢？辛辛苦苦的养了这么一个儿子，省吃俭用的供他读书，可谁知道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呀？哎呀，真不知这人读的是什么书，连一个外人都不如。小半刻钟之后，他就已经将老爷子的伤口给处理好了，就是磕破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的。但是从脉象来看，老爷子心中所记挂的事情太多了，也总是发愁，这对于他的身子来说是没什么好处的。多谢大夫您的提醒。小德子，你先帮我结算了诊金，送老大夫回去。好嘞，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的。荀子呀，当真是我们家对不起你们两口子。当日你们净身出户，我们没帮着你们啥，后头那些个没心肝的那么说你们，我们家也没帮上什么。如今你们两口子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双手挣了点东西了，我过来想要给你们说句恭喜，可事情又弄成了这个样子。我听说你媳妇儿生娃娃的时候是差点没了的，你就别让她知道这个事情啊！若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她身子不好，我这罪过就更大了。至于赔偿的事情，荀子你也别担心，我一定会如数赔偿给你们的。伯父，您就别老想着这些了，这银子呢，我们不需要您来赔偿。本身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家自己买的，是别人送的，这是情谊，不是银子能够衡量的。再一个就是啊，这么一大笔银子，莫要说是您家，就算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加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所以啊，不必了。瓷器的话呢，我已经问过凤掌柜了，人家凤掌柜也说了可以修，且能够修的看不出来。至于修的费用，一个花瓶大概是300文钱左右，他划坏了6个，那就是1800文钱。至于桌椅那些也是可以修的，且费用也没得那么贵。荀子，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您莫要哭了，大夫刚才说的话您也是听见了的。至于银子，我们家会先垫付着，往后您家1个月给我们200文钱，可行？行，这银子我们一定会准时给你们两口子送过来的。还有，那小子，你想要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不用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份上手下留情。他那边呢，我是必定要找他谈一谈的，不过您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对他做什么事情的。半刻钟之后，姚寻看着站在自己跟前的姚金硕。姚金硕呀，姚金硕，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同族兄弟，可我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我也相信，你不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事情了。今日这事儿传出去之后，那些个被你祸害过的人家会不会找上门来，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一点，你爹娘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很大的伤害。你是做儿子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说完这句之后，姚寻就找了人将老爷子送回了家，这才去见了小媳妇儿。外头怎么了？金素娘听着自家男人说的那些话，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可真是绝了呀！那姚金硕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难不成当年发大水的时候，这水进了他的脑袋里之后就没出来过？媳妇儿，我原本还担心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呢，但是现在听着你这话，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但是说真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我也是真的很无奈。你无奈做什么？人家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着急，我们有什么可操心的？就他现在这个态度，分明就是要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让他爹娘来承担一切。就这样子的垃圾，还为他无奈，他配吗？这倒也是。与其说这些啊，我还是好生陪你说说话吧。刚才你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没闷着吧？那倒不会，小松鼠出去了，他们3个就一直在这里守着我呢。刚才我也睡了一会儿，
他们3个见孩子醒来，就将我叫了起来。现在这几天，他发现这几个小家伙其实是能够听懂自己说话的。当家的，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不用多久，小家伙都能跟他们爹爹一样，与我们正常交流了。这个倒不重要，我现在就是担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媳妇儿，你想想看啊，这一只松鼠就能够生好几只小松鼠，这么下去的话，那我们家还不得成松鼠林了？按照松鼠的年纪来算，他们3、5个月就算是成年了的。那也就是说，他们3个随时都可能会带一个媳妇儿回来。那这么算下去的话，不出2年，他们这个家怕是到处都是松鼠了。当家的，我先等小家伙回来，先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意思先。如果他是打算将这些崽子都留在家里的话，我觉得咱们得专门修建一个小院落给他们住才行。小松鼠挨近傍晚的时候才回来的。我有个事情想要问你啊，你家这3个崽子是不是以后都要跟着我们一起住的？他们以后自己找到媳妇儿了，应该会走的。不过他们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我也没办法。那你就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倘若他们是想要留下来的话，我跟当家的也是打算修建一个院落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过去住。不然几年下去，家里到处都是松鼠了。没一炷香的时间，这小家伙又回来了。他们大概是想要留下来的。那过几日我们就找人重新修建一个小的院子吧，然后在里头多弄一些假山，多种点树木什么的。满月宴之后，殷素娘又老老实实的做了半个月的月子，这才迎来了解放的日子。她出来之后就见姚寻抱着孩子在那儿哄。看着宝贝这个样子，殷素娘也就过去，将他从姚寻怀里接了过来。饿了是不是？这就喂啊，莫要哭。半盏茶之后，小家伙就已经吃得满头大汗了。坐在一旁的姚寻看着他这个样子，也不禁咽了咽口水。你这也是饿了？媳妇儿，我这都半年没吃肉了，我能不饿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惨。自从他肚子大的出奇之后，他就一直是靠着自己的五指姑娘解决的，连让他帮忙都不敢，就是怕累着他。你忍一忍。忍一忍，哼，那就是今天有希望了。姚寻闻言，眼睛都亮了几分，忙不迭的点头之后，他就候在一边。等孩子吃饱了之后，他直接就将小家伙从媳妇怀里接了过来，屁颠屁颠的送去给了岳母大人。时隔半年多没做那档子事儿，姚寻是真的觉得好像刚刚成亲一样，怎么要都要不够。当家的，歇一歇，我没信儿了。没事，媳妇儿你躺着就行，剩下的我来。见这蛮牛是真的忍不住，殷素娘也就由着他折腾了。从上半夜折腾到下半夜，他整个人都快变成脱水的鱼一样了。歇一会儿，一会儿我打水过来清理，你只管睡就是。想到过去这大半年来他的辛苦，他眼眶也就不禁有些湿润。生娃娃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想到这里，姚寻也就觉得自己是有必要多准备一点鱼鳔了。床上的姚念突然就咿咿呀呀的叫了起来。这小子就是个陈年的醋坛子，每回我跟你靠得太近，他就会立刻哼哼唧唧的。可能只是巧合吧，要不再试试？姚寻见他还不确定，也就直接凑过去吻住了他的唇角。床上的姚念一看自家爹爹咬香香娘亲了，直接就放声大哭了起来。他这一哭，殷素娘也就立刻推开了姚寻。原本那哭得不行的小家伙瞬间就咧嘴笑了。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才3个月呀！莫要说是3个月，是2个月前就已经这样了。原本这应该是我做的事情才对，但现在被这臭小子抢了我的活儿，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才好。媳妇儿，我觉得咱们以后是真的注意一下这个事情了，咱们怕就只能一辈子都偷偷摸摸的了。当家的，小孩子有这样子的心理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就是说，这小子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正常的了。自然。但姚寻和殷素娘都没有想到，这小家伙不光是吃姚寻的醋，他是所有人的醋都会吃。这小子咋这个样子？娘，念儿怕是不喜欢别人碰素娘。
昨儿我跟素娘做那凉皮的时候，他就坐在软榻上哼哼唧唧的。素娘啊，这小子以后可就真的是难带了。娘儿呀，你这样子下去可不行，你得听爹娘的，得大方一些，你知道吗？你以后也是会长大的，你会有你自个儿的小伙伴，再稍微长大一些之后，你也会有自己的意中人，会有自己的妻儿。娘亲是不可能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的。我来抱吧，这小子压手的很。好，你抱着吧，这天也是热了，我这么抱着他，我都觉得他跟个小火炉似的。是啊，今年这天气也真的是有些奇怪。去年是一过完年就开始噼里啪啦的下雨，今年呢，是从入冬至今就没怎么下过雨。你们说今年不会是个旱年吧？这去年发了大洪水，如果今年来一个旱灾的话，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这事儿可真的是不好说，甭管这是不是真的有旱灾，咱们自己都得做足充分的准备。三哥，你这话说的对，甭管今年是不是有这个旱情，咱们都必须将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给做了。储备粮食这个事情呢，我明日就去办，正好咱们家现在也彻彻底底的修好了。他吱吱的叫着，殷素娘一听他这话，面上就露出了些许惊喜的表情。媳妇儿，这是怎么了？之前蔫儿百日的时候，不是有一只狐狸来咱们家了吗？小松鼠说了，那狐狸是他的朋友。这段时间因为越来越干旱了，那狐狸跟他的崽子们都没有水喝。我寻思着，人家当初怕是特意来看咱们蔫儿的，我就让牛鱼帮我放了半桶水在山脚下的一个隐蔽的地方里。随后又让小松鼠去确定了一下，他说那狐狸一家子都能够吃上水了。原来是这个呀，能够吃上水就好。现在这个时候到处都缺水。不过媳妇儿，如果山里的野物都吃不上什么水了的话，那这是不是说明山里也开始干旱了？不是山里头没水，是水都在深山里头。可是那里头有一猛兽，别的野物都不敢随便闯入。什么猛兽？小家伙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下。当家的，如果当真是干旱起来的话，这猛兽应该不会往山外头跑吧？哎呦，这个不好说啊，咱们就还是防范一下比较好，不然到时候这猛兽当真下山了，后果也不是咱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可以承受的。那这么说来，这猛兽是有可能会下山的了？也未必。总之咱们莫要掉以轻心，那后山的深处都有什么种类的妖兽，这咱们一点都不清楚。若只是狼、大虫、熊瞎子一类的，那也倒还好，但若是比这些都还要厉害的东西，那可就真的不好说了。还有比这些东西更加厉害的猛兽？没错，都是比那些东西还要厉害100倍的玩意儿。当年我刚刚进去军营，年轻气盛的，又仗着自己自小就会打猎，所以总是自告奋勇的要跟着头进山里头打猎。也就是那一次，我见到了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猛兽。媳妇儿，你知道吗？那玩意儿浑身黑溜溜的，长得像大虫，可是这家伙的个头却是一般大虫的5、6倍，那獠牙也老长。当时他是在猎食，我跟头亲眼看到的，那一头300多斤的大野猪到了他口里，就好像是吃零嘴似的，咔嚓咔嚓就没了。我现在就真的是也不为别的，就怕这小家伙说的那猛兽跟当年的一样的。当家的，你确定看到那猛兽长长的獠牙了？然后外形像是老虎？是的，就因为它长得像老虎，所以我跟头当初都有些不解。他们觉得不是，但殷素娘觉得这家伙就是老虎，而且极有可能是剑齿虎。那你能不能确定一下那东西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可以，很着急吗？不是很着急，但如果你有空去确定的话，最好还是确定一下。只不过你一定要优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媳妇儿，怎么了？你是不是对那猛兽有什么了解？他将自己知道的关于剑齿虎的信息给说了出来。如果那真的是剑齿虎之类的猛兽，当家的，这东西绝对不止一头。怎么样，你看到的猛兽长什么样了吗？是不是与我当家说的一模一样？没有脚，但个头是真的很大，比大虫都要大几倍。我问过别的动物了，他们见过了的都说与我看见的是差不多的，都是灰黑色的皮毛，有大獠牙，外形瞅着也像大虫。那它的活动范围有多大？那黑不溜秋的玩意儿好像是很怕热，一直都泡在了水里。而且我发现，就算是大蟒蛇想要下水，也不敢靠近它。那大蟒蛇平日在林子里也算是一方霸主了，
可是，在那黑不溜秋的玩意儿跟前，却是有些瑟瑟发抖的。如果他比咱们还要怕热，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不用担心了。我们不光是担心，还得更加担心。为什么？如果那些猛兽是真的那么怕热的话，等深山里头的水没有那么多了，必定是会打起来的。有赢就有输，输了的只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转移地方，寻找下一个水源。那媳妇儿，你觉得这方圆100里的哪里的水源最多？殷素娘听着自家男人这话，脑海里想的第一个就是附近的村子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要怎么办呢？这可不是普通的野兽，他们的个头那么大，随随便便冲进来，怕是都能够将屋子给砸了。没错，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会下山的话，这个事情可就真的是难办了。一想到这里，姚勋也就不耽搁了，他立刻就拿了纸笔给慕容无华写了长长的一封信。送出这封信之后的第5天，姚勋家也就收到了回复。他在信上说，他会派人过来严查这个事情。这人哪里是猛兽的对手啊？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吩咐了，那就肯定是有相应的办法的。2日后夜里，殷素娘因为担心猛兽的事情，且最近天也是越来越干旱了，也就有些难以入眠。当家的，这样子下去也真的不是办法。我觉得咱们2家现在是真的有些不够安全。如果是在村子里的话，其实倒也还好，毕竟就算是出了事儿，村子里的绝大部分人也是可以团结在一块儿的。可是这里就只有咱们2家人，要是真的有流民什么的，那可真的是不好说啊。媳妇儿，咱们家的院墙足足有1人高，就算是真的出事了，他们也不可能进来的。你若是不放心，明日我们就在外头再砌一圈，将它弄得高一些。行，明天就干吧，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心里乱糟糟的。就在他们2口子商量好了之后，突然一声特别响亮的猛兽吼声响彻了夜空。而这会子，小松鼠也从窗户上跳了下来，然后冲着殷素娘吱吱吱地叫唤了起来。媳妇儿，他说什么了？他说那猛兽是被激怒了，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应该是慕容无华的人进山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法子管不管用。一个黑衣人就从他家的院墙上下来了。姚掌柜，我是主子派过来给你们传消息的。如今山中猛兽已经被赶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了，且我们已经在这附近留下了人看守，一直到旱情结束之前，他们都不会离开的。所以姚掌柜以后就放心过日子，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辛苦了，我还有要务在身，就不耽搁了。姚掌柜，告辞。好，兄弟，你路上小心。猛兽的事情算是过去了，这旱情却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姚二花了足足大半个月的时间，这才将井给挖出来。当家的，这井比之前的深，水也是比较多的。我之前就是有点担心这口井挖不出水了，现在弄好了，那可就真的是放心了不少。不过媳妇儿，3叔4叔那边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3叔那边倒也还好，还有瑶山镇着，可是4叔那边我是真的有点担心。这不，第2天天都还没亮呢，原本要早早出门的姚二一开门，就见他那4婶尤氏贴在自家大门上。老二啊，你这么快就出门了？4婶，您这也是够早的呀。嗨，这不是最近打水都得排队的吗？4婶年纪也大了，不比你们年轻人，所以4婶就想问问，如果我们家过来你们这边打水的话，你们是欢迎的吧？您若是想方便一些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咱们家挖这口井也不容易，您家过来1天挑5担水的话，1文钱就可以了。水你也要收钱？老二，你是不是想捡小风了？4婶，我们家挖这口井也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光是买石头什么的都花了好几百文钱呢。他也不是真的缺这个钱，但这个时候让人过来挑水的话，如果没有个门槛，以后就真的是没完没了了。我看你们就是穷疯了，这水都要收钱，还给我说的这么堂堂正正的，不就是为你们的自私找借口吗？我告诉你，就算是我们家真的一滴水都没有了，也不会过来找你们的。说完之后，尤氏就想要离开，可就在这个时候，隔壁的邻居一脸讪讪的过来了。刚才你说可以在你们家打水，5担是1文钱，是不是？那我能不能先给你10文钱？
我每日天擦黑的时候过来挑武的。阿成，那你们家傍晚的时候过来吧，届时我跟我媳妇儿都在家里，也方便。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犯得着花钱买吗？你要是觉得钱多了没处花，你把钱给大家伙不就好了吗？为何要惯着他？他这就是要坑大家伙，你知道吗？有婶子怕是不知道啊，这年头的甭管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姚二打了这口井也是要花费不少时间钱财的。这要是以往，这水不收钱也就是不收钱，这也是人家讲义气。可是眼下这个时候，这5担水1文钱，我都觉得是便宜了的。说句不好听的，将来没有了水，这1文钱算个什么？老二啊，虽说你爹娘如今都不在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姚家没长辈了啊。你四婶只是想要挑水，又不是割你们家的肉，你们犯得着将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吗？四叔，您这话我可就真的是不明白了。四婶要过来打水，我们也没说不可以啊，这不是早就说明了的吗？1文钱5担水，啥时候来挑都可以。可是四婶非说不给钱，那咱们总不能有个例外吧？您也是知道的，这姚氏一族上上下下多少的人，今儿来一个说不给钱的，明儿就能够来10个。莫要说是眼下这个时候，就算是光景好的时候，咱们家也没有这么好欺负的呀。老二，你也不管管呐？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老姚家没有半点规矩呢。我媳妇儿说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当真是混账！我倒要看看你们2口子能够好得了多久。自打这出之后，原先百花村里头就只有尤氏说人家姚二2口子的不是，但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姚老四那边会趁着夜里将人家姚寻家的后门给砸了，然后进去偷水。我昨儿看见你们家四叔四婶从寻子的院子里出来的，还挑着水呢。我当时就寻思着，是不是他们从寻子那边得了钥匙，所以才过去挑水了。但是我今儿早上去看了，是后门被人家给砸坏了呀。大娘，多谢您，您说的我都已经弄明白了。这事儿呢，您就先别与别人说，毕竟咱们没亲眼看见。是，你这话是对的。你放心吧，回去之后我是绝对不会乱说的。你们得找人过去守着，不然无凭无据的，他们也不会承认的。而晚上的时候呢，他找来去帮忙逮人的乡亲们，见姚老四一家子老小背着东西从姚寻后门进去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个的都傻眼了。半个时辰之后，姚寻与殷老三都过来了。四叔，我姚寻何时说过你们家的人可以来我们家住了？寻子呀，你先听四叔说啊，左右你们这宅子空着也是空着。哎呦，可是四叔四婶年纪大了，每日光是出去排队挑水什么的都累得很。正好你们家不是有一口井吗？只是住一段时间就搬出去了，你说说空着多浪费了。我跟你四婶住进来的话，不光是能够方便一些，也能够免费帮你们看管这宅子，是不是？四叔，我就给您1天的时间，明日这个时候若是您一家子都还没有搬出去的话，我自会上衙门去跟县太爷说清楚这个事情。当然，这坏了的门、弄坏的物件、少了的东西，我与我媳妇儿都是有个册子的。我二哥二嫂每过10天就会过来登记一次，在你们进来之前，那是一样都没有少的。你说什么？他心里暗暗算了一下，昨儿个夜里光是砸坏了的门就足足有7、8扇，另外他跟2个儿子拿走的东西没有10件也有8件了，这还没有算今天弄坏的呢。要是全都算上的话，怕是得赔偿不少的银子呢。寻子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子。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因为咱们家的事情惊扰了官府，也的确是耽误了官府的正事，不是？咱们这有什么啊？就坐下来好好说。不用说这些有的没的，你们现在就搬走，然后这损失了的东西，我们都会一样一样的核对。到时候少了的，我们也会直接把册子送去衙门，让衙门的人过来再对一回。届时有人就算是赖账还是什么的，估计也没有办法赖了吧。寻子，你四叔这人说话做事向来都是有些冲动的，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他为了让你几个弟弟、几个侄儿、侄女儿好过一些，也是没得选了。但凡我们家有一条活路的话，也不至于这个样子，是不是？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这脸面也真的是不用要了。若是我呀，我就算是穷死了，也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来。好你个姚勋，当初你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给你吃过多少零嘴啊！现在倒好，你这个小兔崽子出息了啊，连你四叔四婶有难都不愿意帮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似的，你们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死呢。最后半个时辰，如果你们还不搬走，那就不好意思了。按照我朝律例，对于强占民宅的，就算是亲戚，也是要坐牢3年的。凭什么？你还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谁他娘的蹬鼻子上脸？既然你们一个个的都这样式，那也就不要怪我粗鲁了。不搬走是不是？得，那就看着吧。这些东西都是姚老四一家子还没来得及规整的，他也不用问，拿着柴刀就往下砍了。一家老三，你赶紧给我住手！你要是再动，我就要你赔钱，我讹不死你！想要讹诈我呀？行呀，那就来算一算呗。你们这些个破东西值多少钱？只要你们说得出，我尹老三就赔得起。尤氏被问得哑口无言，姚老四也是无话可说的，最后也只能是灰溜溜的收拾了东西离开了。荀子呀，他们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一直都习惯了欺负别人，所以你们两口子一定要有自己的规矩，不能够让他们就这么欺负了去。的确是，不过刘叔啊，你们家若是想要过来这边打水的话，也是可以的。明日我就会让人过来将这边的东西都修好，然后相关的费用列一个单子给他们拿过去。那就好啊，你不心软，我们也不担心了。时候也不早了，你早些回去吧，啊，免得素娘还得担心。到了夜里之后，大哥，真的是要2家都偷吗？这家人的屋子大，我们偷1家就差不多了吧？而且我觉得咱们也不要伤了人，毕竟这个年头谁家的日子都不容易。这还用你说？要不是实在没法子了，我也不会偷东西啊。这2日你也是看见了的，李老九他们那伙人都开始动手杀人了。我要是真的跟他们一样丧心病狂的话，我也不会只是偷东西。院墙后头的姚寻将他们说的话都听了个一清二楚。说话这人其实本性不坏，只是世道逼人呢。于是他也就敲了敲墙壁。他这一敲，对面的人全部都愣住了。大哥，要不咱们就回去吧？这么大的一个宅子，少不了有很多家丁什么的。如果咱们被人抓住了，被送去衙门都不算什么，被打一顿那才是要命的事情。被送去衙门的话，最起码他们还能够天天都有口吃的。指不定是什么东西不小心碰到了，野猫什么的。哎呀，大晚上的，他们不睡觉，难不成是在看星星吗？他这话一落地，姚寻就在院墙后头咳嗽了一声。这一下，这几个人就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下一瞬就撒丫子跑了。赶紧的呀，洪大远，你是不是想被打死？洪大远朝他们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他回头定定地看了院墙一眼，这才按照刚才姚寻敲墙的频率回了几下。刚才姚寻敲墙的时候，其实用的军中将士敲墙的法子，用这个方法告诉他，他们以后都不会再来了。你就是那个不愿意抢粮食、不愿意伤人的吧？2位兄弟，实在是对不住。进了军队多少年？3年。刚刚从军队出来，本以为不用打仗了之后，这日子会好过很多很多。可谁能够想到，安稳的日子这才过了1年，就遇上了去年的特大洪灾。那时候我爷奶他们70多岁人了，为了给我们节省那一点粮食，自己吃的树皮跟土。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不饿。那时候我们见他们肚子都是鼓鼓的，也就没多想。可谁知道，他们这是吃了树皮跟泥土，压根就不消化，所以肚子才会那么大的。就因为这一场洪水，他们2个没了。我爹娘他们50多岁的人了，一下子也倒下了。但是这日子总归是要继续过下去的，不是？于是我就多弄了几亩地，打算今年多种点粮食。可是2位兄弟，你们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给我们面子呢？
殷老三看他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蹲在地上就嚎啕大哭了起来，心里也是百般的不是滋味。如果你能够跟他们不来往了，我可以收留你，但我还有别的条件。你说，但凡是我能够做到的，我都会做。不过，你不能让我跟他们打起来。他们虽说是不对，但他们当初也是救了我一命的。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另外一个条件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就将你从你老家那边过来遇见的一切，都大概的跟我说一说就可以。从我们老家出来的时候，其实当地几个县城的劫匪都已经十分猖狂了。这一来二去的，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等到了离你们这里约莫100里地的一个县城，那里也有一批流民，不过我听说那是从西北一带来的。我估摸着，如果他们当真是西北来的话，那就说明西北跟北地都已经干旱得不行了。荀子，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估摸着是要打仗了。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要打仗的话，这一家至少就要出一个男人，小媳妇儿这才生了孩子没多久，念儿半岁都不到，那他母子2人要怎么办呢？洪家兄弟，你先跟我们回去吧。可是我要是跟着你们回去的话，你们怎么跟你们的家人交代呀？眼下这个年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且咱们男子汉大丈夫的，知错能改，就能够重新做人，也没啥可丢脸的。洪大远闻言，多少是都觉得有些不配，但姚轩和殷老三拉着他回去了，又将他经历过的事情跟大家都说了一下。这年头的日子真的是谁都不容易。这样子吧，你就先在我们家住下，但是也不是白住的，你得干活。这挑水劈柴的活啊，以后都归你了。还有，你也不能勾结了你原先村子里的那些人来我们家偷东西。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洪大远的确是做事的一把好手，这人做事利落也快。殷素娘和姚寻这才刚刚起来呢，就发现人家已经将柴都劈好了，水也挑好了。荀子，你们可是吃了早饭了？我刚才看见昨晚的那伙子人过来了。他们必定是来寻我了，我出去与他们说一说吧。那洪家兄弟，你得将这个事情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收留不了那么多人的。但是山上有一处地方可以让他们有个落脚的地方，若是他们愿意，就可以上去。去年他们在山上住着的山洞，其实也还是可以住的。殷家兄弟，你说的我都已经记住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跟他们说清楚，不会让他们来找你们麻烦的。还有山洞的事情，也多谢了。1刻钟之后，洪家村的这几个人一听洪大远说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之后，一个个的都沉默了。哎呀，在这乱世上能遇到这样子的好人，这是咱们的福分。以后你也是得好好报答人家。还有就是昨夜的事情，你带我们哥几个跟人家道个歉，就说以后我们必定不会再来打他们家的主意了。至于他们说的那个山洞，我们会认真考虑的。约莫又过了10天吧，外头就彻底没那么乱了，而洪大远等人也真的是等不住了，他们都恨不得现在就出门去找自己的家人。姚勋和殷老三也就趁着天蒙蒙亮送了他们几个离开。3日后，一场大雨突然之间就下下来了，这一下就整整下了1个晚上。你们这段时间可还好吧？好，我们都没事儿。倒是你们呢？一切都还好的，就是因着那些流民要闯进来，家里的篱笆塌了，所幸一家子都没个大碍。你2哥2嫂那边也还挺好的，听说当日有人要闯进他们家抢粮食，但是你2哥带着2个丫头就直接将人给赶走了。如今我们都觉得你们2个侄女长大了呢。当家的，要不去2房那边看看？2刻多钟之后，姚勋跟殷素娘就都到了2房这头。你们咋这个时候过来了？也没什么，就是刚好出来地里头转悠了一圈，想要过来看一看。都说大妹、2妹跟着2哥一起赶走了那些流民，这事是真的。那时候你2哥他教我们怎么防人，不过也是多亏他教了一些，不然我们家就当真是保不住了。虽说大妹、2妹是丫头，
虽不至于娇滴滴的，但也没到那么勇猛的份儿上。可是那一日，我是真的被他们两个的表现给吓着了。他们这是都长大了呢。是啊，当初那老钱婆跟大嫂算计着要将大妹卖出去的时候，她也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姑娘。可是这才多久啊，她就已经知道要保护家人了。这孩子呀，终究是懂事的，让人心疼。我跟你二哥也没什么好回报他的，就盼着以后能够给他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素娘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殷家村那边的小伙子是怎么样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不错的，就帮我相看相看。大妹这也快及笄了，而且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村子里的小伙子都觉得她太男人了一些，都不大敢要。二嫂，你也不要着急，这婚姻大事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咱们也犯不着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言碎语就自乱了阵脚。而且这个事情呢，咱们也不能都自个儿说了算，得看看大妹是个什么意思啊。也行，趁着你在这儿，我这就去将她叫过来。反正那些个说咱们大妹不好的，一概不能要。就他们那怂样，还配嫌弃咱们大妹呢？按照你这个说法，那大妹可不就是天上有地上无了？哎呀，二哥，你别觉得是我胡说，大妹我也是看着长大的。她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做叔叔的心里也有数。你别看大妹平日里不爱说话，但是她懂事，也能够吃苦，还会孝顺人。就这样式的好姑娘，整个百花村能够找得到多少个？大妹啊，三婶婶今儿过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你也不用觉得害臊，咱们就像往常那样子说话就行。三婶婶，你是不是想跟我聊说亲的事情啊？没错，三婶婶知道你心里其实是个极有主意的，所以三婶婶就想问问你，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三婶婶，说真的，我不想嫁人。大妹，你这是什么话呀？这姑娘家哪里有不嫁人的？娘，我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知道您在担心什么。咱们村里的那些人是怎么说的，你们应该也是知道了的。我一想到是要嫁给这样子的人，就觉得这日子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呢。当初春雅姐不也是自己一个人过的吗？我觉得那样婶子就挺好的，等将来遇见了合适的再说也不迟。大妹，你娘的意思也不是让你嫁给那些个不好的小伙子，是想要给你找一个靠谱的、有担当的。那大妹，你告诉娘你想要什么样的？你别误会娘的意思啊，娘不是要你现在就嫁人。至于要嫁什么样的，我自己也真的是没有想过。本来我们这样子的人家就没得选择的权利，不是吗？嫁娶这样子的事情，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轮得到我们当女儿的来说话？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也就朝文氏殷素娘鞠了一躬，然后就出去了。素娘，你说他是不是生我气了？不是，我觉得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中意的人选。咱们就先看一看吧，倘若殷家村那边有合适的话，我也会让我哥哥嫂子留意一下的。好好好，也多亏你在，要是你不在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了。你也不要太着急了，来日方长，百花村这边没有合适的，这周边还有那么多的小伙子呢，总是有合适的。当家的，如果真的是要打仗，那你是不是就真的去？媳妇儿，我也不想瞒着你，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一仗怕是跑不了了。为什么？那如果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媳妇儿，你先冷静下来，我现在也只是猜测而已。如果真的是要家家户户都出一个人丁，那我也不能不去。国在，家才在。这个我懂，我就是怕你有事回不来。媳妇儿，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会竭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可不管姚寻怎么再三的保证，殷素娘都是十分忐忑的。宋之远过来给他们结账的时候，就见他神情有些恍惚。你这是怎么了？宋掌柜，你知道现在外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吗？如今外头的局势的确是很动乱，咱们的生意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也变得不好了起来。按照我的估计，我觉得不用过多久就会打起来了。那朝廷会不会征兵？如果要求咱们这一片征兵的话，那姚寻必定是跑不了的。不过他原本就去过一次了，也有经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有经验也不一定有用啊，这水里头淹死的还有大部分都是会游泳的呢。看开一点吧，生活在这个时代，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你说的对，这件事确实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左右的。如果真的是要打仗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照顾好自己，不给他添乱。这就对了，如果你一直担心，他也放不下你。
与其这样子，还不如让他安安心心的去。等凯旋归来了，日子也就会好过很多了。7月中旬，朝廷征兵，家家户户必须出一个壮丁。殷素娘抱着孩子在屋里哭了整整1个时辰。等姚寻、姚二兄弟2人随着大部队离开了之后，他才从房里出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是有人找上门来了。来人是林家村的一个大娘，如今她就是为老三林三虎来说亲的。大娘，我知道您家是有这个诚意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家也不能不厚道。我们家大妹是什么样的，我也得跟您说一说。不瞒你说，我家三虎子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我来跟你们家提亲的。我没见过这小子跟我提过什么要求，因为当初他在码头给人家扛货挣钱，给他爹治病，从15岁到18岁，整整3年。别人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15、16就成亲了，可是他如今都19了，也没个着落。这是他自己的意思吗？可不就是这小子的意思吗？因为当初的事情，我是觉得很亏欠他的，所以一直都没怎么逼他成亲。如今他自己看中了一个，我可不就赶着过来了吗？至于你们家大妹我觉得没啥毛病。3日后，姚寻家，殷老三看着背着一口袋东西的林三虎，顿时就有些傻眼。这来就来，咋还带东西了？也不是些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就是三虎子之前上山的时候挖的芋头。说着，他就看了自家儿子一眼，让他将东西放下。殷素娘其实觉得这个三虎是不错的，这人眼神干净，进来之后也不到处乱看，更不会到处乱走，且这人身板是真的结实，一看就是个能吃苦的。对了，三虎你如今都在做什么事情？头些年我爹还在的时候，我主要是去码头给人家扛货挣钱。后头我爹走了，我就在家里种地，也给人家做点木工活。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开了2亩荒地了。今年下半年种点豌豆肥田，明年就可以种别的庄稼了。你自个儿一个人开的荒？我爹娘说了，以后这2亩荒地的收成都归我自个儿，再加上家里分给我的粮食，怎么着也是够吃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家大妹呢也不爱说话，但是这孩子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心思，就想着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也是个不爱说话的，其实我觉得挺合适。只是我家大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也不会点头，所以我想着你先跟她谈一谈。这是自然，这说亲的事情虽说是我先提出来的，但如果她不喜欢，我也不会勉强。哪怕是今日她没看中我，也不打紧，外头的人也不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的。2个老太太寻了借口离开了，殷素娘和文氏也就以念儿为借口，到了院子里的另外一头，将说话的空间都留给了林三虎跟大妹。先坐下吃点吧，这是刚刚做好的。你知道今儿是干嘛的吗？我知道，我三婶婶都跟我说了，你看中我了，想要娶我，是吗？是的。刚才我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我现在就再给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吧。大妹听着他仔仔细细的将他家里的情况给说了。我知道了，这样子挺好。那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没什么可问的了，你娘是个好相与的，你也是。你们家不嫌弃我凶悍，这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个好事了。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那是不知道你的好，你不用往心里去。我也没有把他们说的话往心里去，不知道。不过说真的，你的话我是真的听进去了的。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你若是当真不怕我是个悍妇，那我就与我娘亲说一下。我不怕，我也不嫌弃。你不觉得我年纪大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我已经19了。我晓得的。半个时辰之后，2家已经将能够谈的事情都谈了。说亲是先定下的，但是婚事先不办，得等2年看看。一来是因为大妹今年尚未及笄，二来就是姚二不在家，她不想让自家男人错过了闺女出嫁的好日子。林家那边对于这个要求也没什么意见。殷素娘这边却是因为念儿的杰作有些头疼。念儿呀，你咋回事啊？你之前不是习惯在嘘嘘之前就喊一喊的吗？咋现在嘘嘘完了这才咿咿呀呀的叫唤呢？殷素娘话音一落，小松鼠也就抬起头，看着她说了一句话：小家伙，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家崽子说我长得不好看呢，他没眼光。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念儿能够跟你说话？他不光说我长得不好看，还说我胖乎乎的。他自己不也是胖嘟嘟的？你瞅瞅他，手脚都胖得跟莲藕尖似的。不过，刚刚告完状之后，他自己就顿住了。他能直接跟我对话？你可算是明白过来了，我刚才反应这么大，可不就是因为这个？小家伙，你再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你直接对话。小松鼠闻言，立刻就又看向姚念，冲他眨巴眨巴眼睛，然后在姚念咿咿呀呀了一下之后，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家崽子真的能够听得懂我说话？还不是因为我吃了红果的关系，所以这孩子也吸收到了。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殷素娘看着这小家伙的模样，最后又看向自家那个逮住大银枕就啃的儿子，无奈的摇了摇头。你们两个小家伙在这玩，我出去干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眨眼之间就到了腊月底，店外头的雪都已经有小腿厚了，也就叹了一口气。你可别叹气了。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吴三哥呢？你这刚刚有的身子怎么到处乱跑？春芽是前几日才发现有了的，因着他有了，家里那喜悦的气氛也就浓烈了不少。他去牛叔那头了，我呢也是在屋子里闷得不行，而且这会子又下大雪，我怕你总是惦记着荀子，也就过来跟你说说话。我就是担心他会有什么危险，原本我是想着给他捎个消息的，但是如今北地兵荒马乱的，我就算是给他写了，他也未必能够收得到。你放宽心，之前那个莫叔大人不是派人过来说了吗？人家大国寺的住持都说了，他们必定会平安归来的，你别多想。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不多想了。你要是实在担心你还不如分散一下注意力，想一想挣钱的事情呢。最近生意不是好了一些吗？你三哥做的那些南乳都卖得挺好的。的确，我之前也没有想到三哥可以将南乳的生意做得这么好的。要不咱们就说一些干净的雪酿酒吧，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就开了这些酒水来庆祝。而且我也想要试一试，咱们自己制作醋的话，能不能弄出来？素娘，你连这个都会？这个很难吗？这何止是难，这可是被垄断了的事情啊！咱们现在打的醋，那可都是一家人制作出来的，全国上下都是。如果他真的可以制作出醋来的话，那这可就真的是要发大财了。素娘，这可都是真的。我跟你说这醋真的是全国上下就一家人会酿制。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咱们将醋酿制出来了，可不就是要发财了？对呀，所以我现在才问你，你是不是真的会酿醋啊？如果真的会的话，那我们家可就真的要有破天的富贵了。我是真的会，不过现在有些生疏了，我得试验一下。素娘，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直接跟我说，我觉得我是可以帮到你的。随后，他也就开始大批量的酿制醋。而宋之远过来的时候，就见他跟殷老三正在捣鼓这些。金娘子，你们酿制了醋？你们也是真的来得巧，素娘昨天酿制的醋这才刚刚出台，你们就来了。宋掌柜，你也来得正好，我们想要跟你打听一下这醋的事情。如果我们家也出去卖醋的话，别人不会说什么吧？这有什么可说的？你们的方子一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别人能说什么？不过你们先跟我说一说，这方子你们是怎么弄来的？也就是误打误撞弄出来的。那你现在是怎么打算的？是自己开一个铺子卖，还是如何？如果我们直接卖不会引起什么大麻烦的话，我们当然是比较倾向于自家直接卖的。我现在就是觉得你们可以先尝试一下，正好过几天城里就会恢复以前的热闹了，也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要不你们就直接带一些去城里看看，如果好卖的话，那以后就直接卖醋得了。对，过几天我就带一些醋去城里看看，如果效果不错的话，那等下一批出来之后，就可以大批量的卖了。宋掌柜，你们这一次过来是想要谈一谈姨子的事情，还是点心的事情啊？事情是这样子，这不是去年的情况都不太好吗？而且去年姨子的量也少了一些，所以过去这几个月的钱也就少了一部分。不过这少了的部分呢，主要是咱们这一块的，海外那边的生意确实一直都还不错。我寻思着，如果你这边跟得上的话，就多弄一些姨子。这个没问题。那就好，你对一对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先将账给结了，然后我想要跟你谈一谈醋的事情。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啊，做生意的就没有不想吃的。宋掌柜，你知道吗？我这人就是喜欢跟你这样子的实诚人做生意。说是我不够坦诚，你愿意跟我合作呀？宋掌柜，我也不跟你下客气了。其实我自己就是想要跟你合作的，毕竟你也知道我们家人手不够，
而且我们的人脉也不如宋家的好。姨娘子，如果你们是真的愿意将这一块的事情交给我处理的话，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事情我是一定会给你们办妥的。至于分成这一块，我也不废话了，就按照老规矩，你们家制作出来的，所以你们家拿大头，我们拿小头，依旧6-4分。粮食这一块我也会承包了，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酿制出一样好的醋来就可以了。这一眨眼的，我孩子都已经会喊娘了，时间可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可不就是嘛，当初你们两口子那可是拮据的很，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日子了。就等荀子从战场上回来以后，你们这一家3口呀，就真的是彻底团圆了。苏娘，你说说咱们到时候卖多少钱1斤的醋比较合适呀？外头如今卖17、18文钱，我觉得这个价格是真的有些高，就卖16文钱1斤吧，太低了也就不行了。行，那我们到时候就按照16文钱1斤的价格来卖。2日后，大吉。主子，这要是扩大了卖，这一天得挣多少钱呢？如今100来斤的醋，1个时辰不到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从城里回来之后，三哥，咱们怕是又得去找林家村的村长，将这附近的地都买下来了。这事儿吧，我自己一个人做，那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我寻思着，咱们4兄妹一块做。他这次要弄的可不是小作坊，而是大的醋厂，因为醋的种类是真的不少。他自己一个人捣鼓的话，可能真的是捣鼓到明年都未必能够全部捣鼓出来。苏娘，你想要帮衬娘家，哥哥们都知道，但是你自己一个人也是不容易。你要说请我们过来给你打下手什么的，可以，可是你说一块合作的话，那就是我们占你的便宜了。娘也知道你是想要帮衬娘家，想要让你哥哥们的日子都好过一些，想要让爹娘都轻省一些。但是苏娘，你已经帮得够多了，你若是雇你哥哥嫂子们过来做事，娘100个赞成。但是你说要将这方子与他们一块用，我就不乐意了。可是娘，很多事情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做得好的。你若是想要人帮忙，可以，你就出钱请他们来做事儿。但是说将大头的利润分给他们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必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是你只管放心，你哥哥嫂子们都知道你的好意，也不会多想的。行，既然哥哥跟娘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按照你们的意思走吧。不过娘，这边的话，我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让哥哥嫂子们打下手，而这个作坊会比原来的点心作坊要大很多很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不光是要请哥哥嫂子们来这里做事，以后肯定也是要请更多的人的。所以以后哥哥嫂子们还得充当管事的角色，所以这工钱嘛，也必定是会比以往的多的。你也别觉得我是在贴补他们，我提前将话给说明白了，这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好，开多少的工钱，这个事情由你自己个儿决定。就这么忙碌了2个月之后，醋厂这边也算是正式弄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大量的酿制醋了。过去的这2个月里头，他慢慢的琢磨出了香醋来了。金娘子，你与我说一说，你到底知道多少东西啊？啊，这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的。就好比你去做生意，你会做茶叶的生意，慢慢的也就会做布料的生意一样。说真的，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呀，你知道吗？林家那边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们知道吗？林家的人来了。是卖醋的那个林家？可不就是他们家吗？跟我家婆娘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就刚好听到有人在打听你们家的住处。我们仔细一听，那可不就是林家的人吗？我估摸着他们怕是要来找你们家算账的，也就赶紧回来给你们说一声。荀子家的大娘，要不你们躲一躲吧，他们人多势众的，你们家就这么点子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呀。要不我让你三哥进去报官吧。你们莫要着急，他们来了那就来了，左右我们不偷不抢的。这方子也是我们一点一点慢慢琢磨出来的，与他们家有什么关系？的确，这醋是你们家自己琢磨出来的，与他们林家没有关系。他们这一次过来，心里不满那肯定是有的，但我估计他们也不至于动粗。宋掌柜啊，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对我们家做些什么事情，你能不能替我们家去报官呢？大娘您放心，我在呢，他们不会贸然出手的。这里可就是姚寻家。是，我就是姚寻的媳妇儿。我当家的如今在北地打仗，家里是我说了算。您就是林家家主吧？进来说吧，我知道您过来的目的。那就叨扰了。姚夫人，这醋的方子可是你自个儿琢磨出来的。林某人原先就听说了，这附近也有人在卖醋，但卖的并不是我林家醋，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林家的方子泄露出去了，可是等到了贵地之后，我亲自尝了尝，这才发现贵府酿制的醋竟是要比我林家的好得多。殷素娘等人听着他说的这些话，看着他这个态度，也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您是姚夫人的娘吧？哈，我看咱们俩的年岁也差不多，若不林某喊您一声大嫂子。不过林某人就是不知道大嫂子为何这般诧异地看着我们。我还以为你是要来我们家打架的呢，怎么现在又这么客气？我都有些摸不准你们的意思了。大嫂子，您怕是听了外头对我们家的传言吧？那林家主，您怎么不让人解释外头的那些传言？哎，这些事情吧，清者自清。我们家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给做了，那就可以了。你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琢磨出2种不同的醋来，这的确是令人佩服啊。只不过我就是有些好奇啊，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这酿醋的方子的？其实呢，我们这方子也是慢慢一点一点的琢磨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是从头跟到尾的，所以酿制醋的这个过程我是十分的了解。这其中细节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办法跟您说的。但是有一点，那就是这酿醋的原材料，咱们是可以稍微改进一下的。你说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之前我就是在想着，您家所用的原材料是不是都是顶好的？其实呢，咱们压根就没有必要用这么好的原材料，因为就算是用最好的粮食，可最后出来的醋，也就是那样子的。殷娘子，如果这个办法真的是管用的话，那就可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犯愁。我之前就已经尝试过几次了，最后出来的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至于怎么酿制出别的醋来，这个我就真的无可奉告了。毕竟，这也是我家吃饭的路子。殷娘子，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呢，就是想要过来跟你们交流一下。不过说真的啊，我可真的是特别佩服你。林家主，您若是这么说的话，那可就真的是太抬举我了。我也就是一个乡下妇人而已。我是真的特别感谢殷娘子你，若不是你，我们林家醋啊，指不定就撑不过这几个年头了。如今我们知道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回去了之后我们会尝试一番。等确定了，后续我们成本不用那么高的话，指不定这醋的价格就真的是可以下来一些了。这必定是可以的。你老经验也丰富，只不过是之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而已。原来是这样子。这位是林家主，久仰大名，在下是宋之远。宋之远？林家主一听这话，眼皮子都跳了起来。你们是什么关系？啊，不，林家主，您误会了。林家主，我们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我们之前一起合伙卖的点心。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呢。殷氏的名头，他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宋之远的名头，这全国上下但凡是做生意的，谁不知道啊？殷娘子，老夫有一个事情想要求求你，不知道殷娘子可不可以帮帮我们？林家主，您先说吧，若是我能够帮忙的，我自然会帮。老夫呢，是想要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老夫想着亲自酿制一坛子醋出来，然后让殷娘子你帮我们看一看。你们怎么看？我是觉得没什么的，就看你哥哥嫂子的意思吧。他们都没什么意见了，殷老三自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在说出自己心中这个想法的时候，林老爷子其实是有些七上八下的，毕竟他也是头一回来人家家里。真的是多谢诸位了，诸位放心，我必定不会给诸位添麻烦的。殷素娘真的是在半个月之后收到的信。哎呀，素娘啊，你就赶紧看一看吧，你这不看我心里也是乱糟糟的。见自家娘亲都已经急眼了，殷素娘也就只好将信展开，粗略的看了一圈。娘哥春阳他们一切都好，不过大哥跟二哥好像离得有些远，但大哥很是安全。当时荀子跟他二哥是时时刻刻都要准备上战场的。啊，那不是很危险吗？素娘啊，
姑爷他可有在线上说什么？受伤了没有啊？素娘呀，你细细的看一遍，免得错过了些什么。刚才殷素娘的速度也真的是特别快，就是因为怕看到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最后确定姚寻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危险，并且还得了功劳之后，他也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多谢老天爷保佑，多谢老天爷保佑。看着他们两个这个样子，殷素娘也就跟着他们拜了拜。随后她回了屋里，小松鼠就突然从帐子顶上跳了下来。你是不是偷吃了什么东西？怎么嘴里含了那么多东西？小家伙摇了摇头，然后将嘴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这是哪里来的？你该不会是从山里头扒拉出来的吧？后山其实也是有坟墓的，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会去碰那些东西。但是这个小家伙就是喜欢跑到深山里头转悠，胆子可真小。不过你放心，这可是我族里的宝贝。你从哪里弄来的？找他们要的呗。你快拿着，这东西对你好。殷素娘怔了一下，这才想起了自己剩下的那2个结束。她也是注意到了，但凡小家伙给她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就说明这结束是真的快来了。就在她的手一拿到珠子的时候，她整个人突然就倒地了。素娘，素娘，你这是怎么了？娘，您在家看着素娘，我们去找个大夫给素娘看一看。小松鼠这会子也是进来了，他原本是想要跟他们说，殷素娘是因为碰到了那颗珠子，所以人才会晕过去的。可是他进来之后就发现那颗珠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难不成这珠子被他给吸收了？他见这屋子里的人也注意不到自己，也就再次溜了出去。而大夫是在半个时辰之后过来的。我们把能够用的法子都给用了，就是没见他醒过来。大夫，你赶紧给我们家素娘看一看，我就怕她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大嫂子，你可莫要着急，我这就给荀子家的看一看。范春红退开了一些，好让大夫能够好生施展。大嫂子，荀子家的其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不管是脸色还是脉象都是十分正常的。我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整不明白他到底为何会晕倒，但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算是个好消息了。看着悠悠转醒的闺女，范春红那眼泪当下就没忍住，啪嗒啪嗒的就往下掉了。娘，你这是怎么了？你还说呢？你这死丫头可真的是吓死我了！你这突然之间就晕了过去，娘跟你哥哥嫂子怎么喊你，你就是不醒。娘，小家伙呢？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着那小家伙？我可跟你说啊，在弄明白你这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你少给我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娘，您先别生气，我自己是真的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别着急才是。荀子家的，你当真没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现在可以确定，自己之所以会晕倒，就是那珠子的缘故。就在自家老娘离开了1刻钟之后，小家伙就着急忙慌的从外头回来了。你可算是醒过来了。没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别害怕呀。当初我晕倒的时候，你看见了吗？我为何会晕倒啊？还有，那珠子上哪去了？小家伙立刻就吱吱叫唤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这珠子跑到我身体里去了？小松鼠严肃的点了点头，随后又跟殷素娘解释，听族人说，这珠子是宝贝，可以救命的。那我融合了这颗珠子之后，我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不会的，这颗珠子已经认你为主了，以后若是有什么危险的话，它估计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只不过具体是什么作用，我就不清楚了。媳妇儿，我回来了。殷素娘听着姚寻的话，眼眶瞬间就被泪水给模糊了。哎呦，媳妇儿，莫哭，你莫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殷素娘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儿。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受伤了？就是受了一点伤，没什么大碍的。你若是不相信，我一会儿给你看看。说是要给殷素娘看看，但是姚寻那可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尽力跟他拉开一点距离。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老老实实与我说，但凡有一点隐瞒我的，我就真的是要生气了。媳妇儿，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一点小伤口而已，不碍事的。姚寻，你是不是要我发火？媳妇儿，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他身上这伤口是敌军最后一次突袭的时候为了救战友才伤着的。按照慕容老爷子的意思，原本他是必须得等伤口都好了这才可以回家的，可是见别人一个个的都可以回去了，他留在那里也只是养伤，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原本他是想着先偷偷的回来，先把血给止住了再说的，可谁知道他刚刚碰了一下窗户，就听到了自家小媳妇的声音呢。媳妇儿，真的就是皮外伤，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你将披风取下来，我看看。这大晚上的还有什么好看的？而且我这都已经3个月没洗漱了，浑身上下臭烘烘的，我自己去洗漱就好。耀勋，你最好是不要逼着我发火。如果你真的是不要我管的话，行，从今儿开始，就算是你死在了外头，我也不会管你。同样的，以后我与孩儿是生是死，也不用你过问。好，我给你看。他将身上的披风解开，然后就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媳妇儿，你没事吧？给我坐下。殷素娘见他坐下了，这才去拿了药膏过来。他其实是很想要骂人的，但他现在也没有心思骂人，只是小心翼翼地将伤口给处理了一遍。他前脚一抹好，范春红的声音后脚就在外头响了起来。素娘，你大哥回来了，你大哥回来了。他说裙子也是回来了的，你看见了吗？他可还好？娘，当家的回来了，只不过这会子累得很，身上又脏兮兮的，就歇着了。我一会儿给他弄点水，等他醒来了之后再让他清洗清洗，然后再去给您跟爹请安。请什么安呐？我们家也不兴那一套，你让他好生歇着就是。今儿守夜你也不用来了，我会照看好念儿的。我大哥跟二房那边都没受伤吧？他们那边都挺好的，没什么受伤的地方，也没遇见什么危险的事情。打仗也不是过家家，怎么可能会没有危险？他只需要将好的事情告诉自家小媳妇儿，于是他也就将自己与姚二以后可能会当官的事情给简单的说了一下。媳妇儿，我知道这个事情你可能会不喜欢，也不乐意，但是慕容老爷子说了，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我不可以拒绝。那当家的你告诉我，这官是大官还是地方的小官？地方的。我们本身就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且这一次也是我们自个儿运气好，所以才会死里逃生了，还顺带立了一个功。按照慕容老爷子的意思，故事给我们一个7、8品的小官做一做吧。我倒不是觉得当官不好，只是很多时候吧，这当了官就没得那么自由了。不过慕容老爷子说的对，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既然天家一定要给这个赏赐的，那我们将欢欢喜喜的接受就是。等当真上任的时候，再看看情况吧。若是就在这附近上任的话，倒也还好。可如果是要到别处去的，那可就真的是需要做一些准备了。怎么，觉得可以当官了，反而心里不踏实？不是不踏实，我就是怕你不高兴，勉强自己接受这个事情。我呢，就是想着咱们先过一段自己的小日子吧。若是后续旨意下来了，咱们也就看看慕容老爷子那边会怎么说。那是自然。相比姚玄和殷素娘对这个官职的不期待，姚家二房却是因为这个事情乐开了花。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当家的，你可不能为了让我高兴胡说八道啊！若是拿这个事情来开玩笑的话，指不定我们家是要被砍头的。这是真的，当日我们立了功，慕容大将军都已经这么说了，那还能有假不成？不过他也说了，这事儿估计也没那么快，因为他办事回朝之后，必定是要先跟皇上将情况给弄清楚的，而且也有特别多的事情要禀报，所以全部事情都弄好的话，估摸着也是要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文氏觉得自己也等得起，他先是乐呵呵的笑了一会儿，随后眼泪也就下来了。媳妇儿，你这是咋的了？这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哭了呢？文氏听了他这话，更是直接就埋在他怀里，放声大哭了起来。他熬出头了，他可算是熬出头了呀。原本姚勋是想要抱着儿子玩一会儿的，得，这小子直接在自己身上就尿了一泡。你小子可真的是胆大包天呢！我这才刚回来1天，你就这么对我？殷素娘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父子2人正在大眼瞪小眼儿。咋的？不认识了？我刚才将他抱过来，这臭小子直接在我身上给尿了一泡。啊？尿了？又来了！娘亲都与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高兴归高兴，喜欢归喜欢，但是你不能与别的小动物一样，遇见了自己喜欢的就直接尿。你又不是小狗狗，你干嘛老学他们？媳妇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姚寻走之前，殷素娘就已经发现姚念这小子是可以跟小松鼠交流了，而且这小子不光是可以用兽语与小松鼠一家子交流，他还能与鸟儿、猫咪、小狗什么的交流。有时候别人家的猫咪爬自家围墙上晒太阳，这小家伙就冲着人家叽里咕噜的说一大堆，整一个话痨的样子。你儿子跟他们学了不少的本事，上个月说要去抓老鼠给我吃，10天之前就跟狗狗学了这个标记的本事。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不管别的，先尿上再说。也就是他现在年纪还小，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我现在是想着，这要是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话，别人不得将这个臭小子当成是神经病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以后咱们2口子稍微小心一点也就可以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有这个本事，就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小子，你以后在外头也要低调一些，知道吗？别让别人看出来了，不然的话，那可就真的是麻烦了。从前他就觉得姚寻在床上的时候是真的很不体贴，但是现在他觉得姚寻以前是真的很克制了。当家的，你老实与我说，你以前当真是没有满足过？媳妇儿，你怕了？能不怕吗？要是你天天都这个样子的话，我以后都不用出门了，好不好？你老实与我说，你是不是跟人家去了那什么烟花之地了？不然这多久啊，你就会了那么多的花样？哎呀，媳妇儿，你这是想哪里去了？我那是去打仗，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哪里有时间去那等地方？你若是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咱们家大哥跟我二哥的，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的。问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我问他们，他们自然说你没去过，指不定你们回来的路上都已经商量好了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早就心里有数了。原本都没有什么力气的他，一想到这家伙可能是真的在外头找女人了，也就直接翻身而起，将他压在了身下。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在外头跟那些窑子里的姑娘乱来了？你们当兵的常年累月见不到女人，必定是忍不住的。你老实与我交代，你都跟多少个姑娘乱来过了？媳妇儿，我要是真的乱来了，你觉得我还有脸回来见你吗？你的规矩我能不记得吗？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可别跟我说是什么无师自通，我不相信。媳妇儿，你刚才有一句话是真的说对了，我们行兵打仗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在跟敌人打，压根儿没时间想别的。但是这战事一停歇的时候，谁不想自家婆娘，谁不想自家娃娃？男人之间聊什么多，必定就是女人呢。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能够聊，荤话也多。很多时候我跟二哥都是在边上听着不搭腔，也是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档子事儿还有这么多的乐趣。那些人有些是喜欢去窑子逛的，与里头的姑娘学了不少的本事，也有些是老去找军妓的，经验也甚是丰富。他们两兄弟一开始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还被笑话了好几次呢。你说是这么对我，你看我不弄死你！不敢。姚轩哪里舍得用那么粗暴的法子来对待他呀？媳妇儿，你不喜欢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用在你身上的。而且吧，你放心，就算是你让我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我也不会去的。我就这么守着你，一直守着你。姑爷，衙门来人了，快，出来接旨。这旨意目的就是要告诉姚寻，他要在1个月之内到离这里约莫100里地开外的县城里上任，是个正八品的武官。姚大人，因着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大人那边传旨，我们也就不久待了。多谢几位跑这一趟了。姚大人莫要客气，这都是我等的分内事儿，不辛苦的。荀子，你这一次可真的是不错呀！不说别的，就冲着这一个官职，以后你们家就真的是没有人敢欺负了。正八品的官职在京城那边虽说是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地方上的话，那可就真的不是小官了。宋掌柜，你可别这么说，也就是个小官，算不上什么。不过有个事情我是比较担心的，如今我是有官职了的，那我们家的生意是不是就不可以做了呀？当然可以做，你以为别的官宦人家就真的不碰这一块吗？就好比那些为了升迁打点的，没银子那可就难多了。
可是这银子从哪里来？指望俸禄呀。这俸禄呢，就算是正六品官员，一年到头合起来能有200两银子，都已经是不错了的。可平日里的来往，怕是就不止这个数了。且不说还有一家老小需要吃需要穿，若是当真不做营生，那你们说说，他们这银子都是大风刮来的不成？哦，那就好。我就是担心他们会因为这个事情看不上咱们家。我自己这边倒是还好，我就怕到时候那些官夫人会为难我媳妇儿。当家的，你别担心这个。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有挣钱的营生，手里也有银子，他们怕是羡慕我都来不及呢，挤兑我做什么？没错，总之有银子的话，总归是要比别人强很多的。荀子，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可就真的是太好了。以后我们还是依旧做营生，官儿的话，我就将自己该做的事情给做好。至于升官什么的，我也不想。同一时刻，文氏看着自家男人送走了传圣旨的人。当家的，圣旨真的来了，咱们家跟荀子、素娘他们是同一个地方啊。是一个地方，按道理这样子的事情是很少见的。我估摸着呀，是大将军给我们方便了。当家的，我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咱们家竟然也会有今日。当初你说立下了功劳的时候，我寻思着能够去衙门做个衙役什么的，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我们以后啊，就真的是熬出头了。他们一行人在路上慢慢的走了7、8天，这才到了他们上任的地方——楚云县。你们好生坐着吧，我们这就进城寻墨竹的人。两位大人这一路怕是也辛苦了，今日就直接在我这儿用饭吧。你们的府邸我都已经按照墨竹大人的意思打整好了的，等用了饭我再送你们过去。刘大人，真的是要麻烦您了。姚大人莫要客气，那我以后可要怎么称呼你们呀？你们两位都是姚大人，我这一喊你们还不得都答应？姚轩和姚二闻言当场就笑了起来。这个事情他们也是早就说过了的，喊姚二姚大人就是，喊姚寻就是小姚大人。既然有了区分的话，那就好一些了。哎，是了，我听说小家伙在你们这里呀。你们也知道这个？我父亲是老将军身边的人，他与我们说了很多次这小家伙的奇特之处了，只不过我们几个都没什么机会看见而已。若是你们这一次将小家伙也带过来了，那我们可就真的要好生看看了。他们到了大人家门口之后就去找食儿了，等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主要是小家伙要去给花栗鼠弄点吃的，他自己是不想吃那些松果之类的。夫人，一会儿能不能借用一下您家的厨房？姚三夫人，您可是担心我们这边的吃食不合您的口味？不是，这小家伙要吃肉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挑食儿，所以……三夫人，你的意思是那小家伙还得吃肉？不光是要吃肉，他还不是什么肉都吃。若不是自己做的，那小家伙还看不上呢。原来是这样子呀。那一会儿夫人你就带着姚三夫人去厨房吧，若是有什么缺的，直接招人出去买就是。真的是叨扰柳大人与柳夫人了。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必定要请两位上家里好好吃顿饭才是。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们是大将军的朋友，对国家对江山又是有功的，现如今也就是借个厨房罢了，哪里就有你们说的这么严重？好了，你们也不要站在院子里说这些客套话了，你们奔波了一路，必定也是累极了的。我们先用饭，等用饭了之后，我就陪你们回去。等你们安顿下来之后，过2日我们就去四周看看，见一见别的官员。他们男人们先去吃饭，柳氏则是让贴身嬷嬷带了文氏母子4人先去歇息，自己则是和殷素娘去了厨房。三夫人，若不等你们这边安顿下来了，我就与你去衙行一趟好了。虽说你们家人口简单，但后头必定还是要有客人上门的。咱们虽说是女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冲在前头的。的确是需要，我们原先是在村子里，家里人也多，所以也不用买人，但如今的确是与从前不同了。是啊，到时候我们一并去，挑2个手脚勤快又伶俐的回来。到时候你也莫要为了府里好看，挑那些模样出众的。你与小姚大人这才刚刚重聚没多久，就莫要给自己添堵了。男人们说起这个事情，自然是会笑话你家大人府里不多伺候的，但是他们要笑话，那就让他们自己笑话去。
柳夫人，您是担心？你别这么喊我，我本姓王，比你又稍微大2岁，你喊我王姐姐就是了。行，王姐姐。不过王姐姐，你别担心，我们家大人不是那样子的人。殷妹妹，小姚大人是什么样的？我家大人先前就与我说过了。但是呢，我要你防范的并不是你家大人，而是别人。他们新官上任，下头的人少不得要讨好他们的，他们指不定还会想出一大堆的馊主意来，带着他们2兄弟往那烟花柳巷里头钻。想到这些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他也就压低了声音，都与殷素娘一并说了。王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下了，你放心，我必定会小心一些的。若是以后还真的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原本你们刚刚过来，我是不应该与你说这些事情的。可是啊，我看你们妯娌2人都是个老实的，就怕你们被人家欺负了都不知道张口。有几家夫人是比较难缠，也是比较嘴碎的，我也一并与你说了。届时你与你嫂子说一说，让她自己啊也有个心理准备。等在柳家这边吃了饭之后，他们在柳江的陪同下回了他们2家的府邸。当家的，你明日可是要出去？若是你出去的话，我就在家带着念儿。不出去，明日早上我们就好生歇息。晌午吃了饭之后，我就与2哥出去，将要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下午太阳没得那么大了，你想要出去看看，到时候我就再陪着你出去逛一逛。不远处的姚2家也是灯火通明。柳夫人说了，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也的确是需要人来搭把手，给你配一个跑腿的小厮，厨房里头配一个婆子，再配一个丫头，你觉得如何？那素娘那边是怎么说的？素娘必定也是要买的。过2日，柳夫人就会带我们去熟悉的牙行挑几个靠谱的。既如此，那你也就看着买几个回来吧。不过媳妇儿，丫头就大可不必了，你挑一个手脚干净、做事麻利的婆子，然后选一个媳妇子，也就差不离了。当家的，我这都还没说呢，你就已经这么说了，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不是听说了什么，而是这些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柳夫人与3弟妹都是见多识广的，到时候选人了，你就让他们2个把关。行，到时候我必定会与他们2个好好请教，让他们帮我选一些靠谱的人。他在与王氏、殷素娘去牙行的路上，就将这个事情与他们2个简单的说了一下。说真的，倘若他若是真的在外头有了人，又或者是真的与别人在一块儿了，我也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现在他自己直接就与我说了不会发生那样子的事儿，我心里是真的觉得挺热乎的。哎呦，夫人，您今儿怎么亲自来了？这是新上任的宣节校尉的夫人，这位是宣节副尉的夫人，他们初来乍到的，也没带多少人过来，所以我就带着他们过来，看看能不能挑几个可以用的。李婆子，你可要尽心一些为好啊，莫要耍滑头。李婆子见过2位夫人，几位夫人也只管放心，我们牙行向来都是老实忠厚的，只是不知道2位夫人想要什么样的。自然是要手脚麻利、机灵，但是有本分的。无论男女老少，但凡是能够达到这个条件的，都先叫过来看看。那李婆子一听这话，也就立刻去将符合的人都叫了过来。你们看着选，若是有喜欢的，留下就是了。夫人，老身原先就是陈大人府里的厨娘，因这陈大人升迁了，也不可带那么多的人离开，所以啊，最后就将我等都留在了楚云。若是夫人不嫌弃，老身乐意到夫人府里做事儿，保管本本分分的不生事儿。陈大人，殷素娘闻言看向了王氏，就是上一任的宣节校尉。原先陈大人府里的人啊，也的确都是利索的，只不过我听闻别的府在你们到这个牙行的时候就已经过来挑人了，怎么都已经过去1个月了，你还在啊？啊，本是可以被挑走的，只是这孙婆子脾气倔，非要带着那个手脚不方便的丫头。那个丫头是个跛子不说，脑袋也不够灵光。哎呀，夫人，不是老婆子想要诈您，若是没了这丫头，这孙婆子的确是个不错的。可是他们祖孙2人都是一个意思，要走就一起走。你若是觉得不合适，就不要勉强了。那就劳烦婆婆你去将人带上来，让我先看看吧。奶奶，丫头，不说话啊，莫要惊扰了贵人。不说话，我不说话。冲撞几位夫人了，我家雨滴不懂事儿，还望夫人们莫要见怪。您若是觉得可以，那我就算是不要工钱，
只求您赏我们祖孙2人一口饭吃，我也心甘情愿。可您若是觉得为难的话，那就算了，老身心里是理解的。这样子吧，你们2个都可以到我家里去做事，但是呢，你给雨滴说清楚了，进了府里，素日没得客人的时候，他叫嚷也无碍；可若是有了客人，就不可以这般乱来了。夫人，真的是多谢您了。这工钱啊，老婆子也当真是不要了，就是求夫人赏我们祖孙2人一口饭吃。事情我们也必定会努力做好，绝对不会拖累大家的。工钱自然还是要给的，至于雨滴的话，你稍微看着一点就好。夫人放心，老婆子一定会将这孩子管教好，不会让他闯祸的。金素娘闻言点了点头，又挑选了一个13、14岁左右的小子。哎呦，夫人，这小子还有一个自小就说了亲的未婚妻，他们家原也算得上是体面的人家，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又遭了别人算计，2家最后也就各剩了他们一个。他们一路乞讨到了楚云，最后也是没法子了，这才进了我们这儿的。那女娃子如今只得12，也是要一起跟着去的。您看，金素娘闻言也不吃惊，只是让李婆子将那丫头也带过来。叫什么名字？回夫人，我叫云芝。你呢？回夫人的话，我叫东林。你们2个以后也来我们家做事吧。届时东林你便跟着大人，云芝便跟着我。是夫人，我们明白了。随后，殷素娘又选了一个差不多40的管事。二嫂，你看看你相中了哪个？我就要边上的那个婆子吧，还有这个小子，这2个小丫头也要了。婆子是要来管厨房与一般事务的，小子是要给自家当家跑腿的。至于后头这2个小丫头呢，那是要来伺候自家2个闺女的。李婆子，你算算这些一并是多少钱？另外，将他们的卖身契都给我们吧。哎，姚夫人这边的一共是58两银子，三夫人您这边的是75两银子。因这2位是头一回来我们洋行，且又这么痛快，我们就给2位夫人各免去了2两银子，当做是诚意。您2位觉得如何？银子我一并给了。你让他们现在就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会儿就跟着我走吧。三弟妹，那可不行啊！你这一路上都不知道帮衬我们多少了，若你连这个银子都要给，那我跟你2哥心里必定是要过意不去的。行，那二嫂你就自己付。王氏见他们妯娌2人真的是付钱都不带眨眼的，这心里也就有些诧异。那姚家2位夫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之前不是与我说，他们家原先是农户人家吗？夫人，你怕是还不知道吧？这宣杰校尉家原先可是做生意的，头2年那风靡全国上下的蛋糕、龙须酥，就是他们家与宋家合作的。再加上后来的胰子醋，那都是他们家的方子。他们家1个月的进账，怕是都能赶上我们家1年的进账了。王氏闻言都傻眼了。刘大人可曾与你说明日要去见哪位大人？先去见他的下属，然后去见楚云几位比较说得上话的商户。你是亲自过去？那倒不是，那几个官职比我小的官儿，他们组织了一场宴席，到时候我与柳大人2哥一并过去吃就是了。至于那些商户，他们是在楚云楼订了席面，让我们晚上过去吃。倒也是，不过当家的你可得看着点啊，这大晚上的去了酒楼饭馆，指不定吃完了你们就要去烟花之地吃花酒了。现如今这些个当官的，就没有几个是不用应酬的。铁男人们的应酬除了喝酒就是女人了，与那些人沾染在一块儿，不可能不去那些地方的。媳妇儿，你就放心吧，有东林盯着我呢。若是我当真乱来了，东林回来与你说了，你打我都行。哼，你可别说的这么轻巧，男人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到了那个时候，总归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媳妇儿，你就放心吧，我不会的。不许！你连这个都懂？姚念，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小胖墩儿见香香娘亲一顺不顺地瞅着自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点了点头。什么时候懂的？好多天之前了，在家里的时候，大花压住了小花，我就懂了。大花是他们家的大公鸡，小花是他们家的母鸡。以后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说这样子的话，若是别人知道你与别的孩子不一样，指不定会拉走你的。
你明白娘亲的意思吗？知道。媳妇儿，你不觉得这小子真的是有点吓人吗？当家的，他懂，但是不代表他会那么做。而且你也是看见了的，这小子十分老成，就算是我们不说，他自己也可以学会很多事情。哦，这倒也是，但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提醒一下他。这个我去跟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长歪了的。倒是你以后可别当着这小子的面说那些混账话了。行，我以后必定会小心一些，再小心一些的。话说回来，柳夫人到时候也是要带着你与二嫂去见别的夫人吧？没错，估摸着也就是明后2天的事情。那你也是要小心一些，他们说话都喜欢弯弯绕绕的。如果有什么不确定的，你问问柳夫人。哦，还有那个教习嬷嬷，过2日也会过来了，到时候你与二嫂、大妹、二妹一并学一学。一会儿啊，我们是要去听曲儿，按照他们的习惯，必定是要先将就你们的口味的。而楚云这边寻常听的戏啊，也就是那么几出，你们随便点一点就是了。那王姐姐，他们可都知道我们的底子？应当是知晓的。你们没来之前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你们的出身了。但说真的，武将里头除了世袭的，没几个是出身好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在意。但我要与你们说一下那个小李夫人啊，那可是个喜欢胡搅蛮缠的主，所以到时候呢，不管她说什么，你们都莫要往心里去。左右，你们的夫君官职啊，也不比他家小李大人差到哪里去。若是他拿你们的出身打趣你们，你们可以不搭理，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回应了。他与殷素娘跟着王氏到了听曲儿的梨园，就在王氏的介绍下，一一见了那些个夫人。且小李夫人见殷素娘皮肤比自己的还要白嫩一些，心里也就不禁有些疑惑。姚三夫人，我听闻小姚大人原本是个猎户。是，姚三夫人，你也别怪我直接，实在是我觉得，您不像是猎户娘子，所以才这么问的。小李夫人，你这是……啊，让姚三夫人笑话了。就是不知道姚三夫人在家的时候都是怎么保养的。您这肌肤瞅着比14、15岁的小姑娘都不差呢，那必定是有什么秘诀的吧？他一说这个，其他几位夫人也都一顺不顺地盯着殷素娘看。姚三夫人，您这到底是怎么保养的？我听说三夫人您生养了一个孩子呀，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您是生养过来的呢？就是，我与您年岁相当，可是您看看，我都觉得自己像是个黄脸婆了。见他们一个个的都围着自己问保养的方子，殷素娘就真的是十分想要逃跑。小松鼠给的好东西，她自然是不能说的。其实也没怎么上心，就是在乡下的时候，我也不用做什么事情，都是我家大人做了。且他也是个知道心疼人的，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用我去操心。小李夫人原本还等着他说出一个秘诀来的呢，可是现在听着殷素娘在这里耍官腔，她也就有些不痛快了。什么玩意儿，真的是给脸不要脸，我可是认真的问他的。他给我说那些，是把我当成他们乡下那些蠢女人一样好忽悠了吗？他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又觉得不对劲儿。她也就是一个乡下出身的女人，怎么可能有钱买那么多的好东西？你给我去查一查这个殷氏，她必定是有什么秘密的。是，奴婢知道了。姚勋找来的这个嬷嬷可是十分厉害的，不管是吃饭、走路、睡觉、说话，她都有严格的要求。文氏母女3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真的都有一种想要回百花村种地的感觉。当家的，这官夫人着实是不好当，太辛苦了。咋的了？是不是那教习嬷嬷打你了？不是，她不许我们多吃多喝，一顿啊就给那么一勺子的米饭，多了就瞪人。她那眼神可吓人了，瞪起来的时候就跟村里的牛一样，大得吓人呢。坐着的时候啊，也不许我们弯腰，说什么仪态不好，这也就罢了。她说我们走路也不行，得慢慢走，不能大步大步的来。这几天啊，我真的是被她折磨的不行了。若不是这官不能不当，我真的是现在就想要回家了。真的是辛苦你了，媳妇儿，要不我们就不学了吧？反正现在整个楚云都知道我们原先就是乡下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咱们呢，只要各方面不是太过分，别人应该也不会说我们什么的。那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三弟妹都能够学，我觉得我也可以的。当家的你都不知道，三弟妹啊，自己其实也觉得很辛苦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他真的是一句苦都没有喊过。你也别担心，我就是向你诉诉苦而已。等今天过了，我还是要回去跟嬷嬷学的。好些书我都听不懂呢。嬷嬷说啊，明日开始就要教我们读书写字了。那行，我跟你一并学。我最近也在学认字，到时候你从教习嬷嬷那里回来了，我们就看看谁认识的字比较多，谁写的字比较好。好啊，若是我赢了，你就给我5两银子，可行？媳妇儿，这银子不都是在你手里吗？那不一样，你就说给我还是不给吧。给，若是你赢了，这银子就都是你的了。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而这会子，姚寻见自家小媳妇儿回来之后，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辛苦？说不辛苦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几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都跟进了什么部队一样的，吃的喝的都要管，说话走路也是要管。读书的时候那就更加是不用说了，回答不上来直接就罚抄书。这样子的经历我真的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才会有的。见他明明辛苦的不行，却还是要坚持，姚寻心里也就特别的不是滋味。他亲了亲自家小媳妇的头发，又特别心疼的亲了亲她的脸。殷素娘以为这人是开始不老实了。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着那档子事儿啊？不是，我是心疼你，你就歇着吧，我不会乱来的。两位夫人可真的是厉害，这才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了。说真的，倘若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呀，就算是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也不可能将那股子土味给去掉的。小李夫人这块可就真的是折煞我们周里儿人了。就小李夫人你这个聪明劲儿啊，我估摸着都不用那2个月呢。殷素娘不生气，小李夫人顿时就觉得没劲儿了。我娘家前日给我送了些茶叶过来，我想着楚云没的那样的茶叶，就特意带了一些过来与诸位夫人分享。王氏和殷素娘妯娌2人都知道这人是要开始显摆了。这茶叶是承安亲王给我父亲的，我父亲对我向来娇惯一些，想着我喜欢吃茶，也就着人给我送了一些过来。我也是第一次吃这茶，几位夫人也尝一尝，看看这茶好不好。承安亲王送的，在座的谁敢说不好？这茶呀，我光是闻着就觉得清香无比，入口之后先是微微的苦涩，后头却又是回味无穷的甘。这茶啊，可真的是不错。我也是第一回吃这么好的茶，也真的是托了小李夫人的福了。两位姚夫人，你们觉得这茶怎么样？这茶的确是好茶，我与嫂子从前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茶呢。她一点生气的意思都没有，小李夫人也就觉得自己这一拳好像是打在棉花上。可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之后，她就开口：姚三夫人，我这边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不知道你可愿意多留1刻钟？素娘，我留下来陪你们。不用，王姐姐，你就在外头等我吧。小李夫人怕是要与我单独谈一谈，是吧？还是姚三夫人懂我。柳夫人你放心，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会失了姚三夫人的。王氏见他们2个都这么说了，也就只好带着文氏先出去了。姚三夫人，你家这个丫头还真的是忠心护主啊，都这个时候了，她还非要站在这里。小李夫人有什么话想要与我说，那就直接说吧。这丫头是我的贴身丫头，我家大人吩咐了她的，不管我去哪，她都得守着我。若是没有办到，她可是要吃板子的。小姚大人对夫人可真的是百般疼爱呀。说来，我还真的是挺羡慕姚三夫人你的，只是有一点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才冒昧的将姚三夫人独留了下来。但说无妨，姚三夫人，你既知道我看你不顺眼，与你不对付，为何你还要这般隐忍？据我所知，姚三夫人你从前可不是这样子的好脾气，还是说你忌惮我的娘家与婆家，所以也与他们一样，不管我多么盛气凌人，你都要忍着我？都不是，都不是，那是为什么？小李夫人，我向来不跟缺心眼的人计较。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谁缺心眼呢？你看看，你这不就是缺心眼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起我与我家嫂子，你觉得我们就是乡下人出身，没什么见识，也不配与你们这种出身好、下得好的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但是小李夫人，你既然可以查到我的事情，那你应该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为人吧？如果真的是要跟你作对的话，你觉得你会是我的对手吗？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如今我嫂子以及王姐姐还在外头等着我，我怕他们担心，也就不与小李夫人多说了。若是小李夫人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你可以问问李大人，也可以等下回我做东的时候，你再问问我。人都已经走远了，小李夫人这才堪堪回过神来。大人这会儿子在何处？回禀夫人，大人这会儿还没回来呢。着人去看看，说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让他赶紧回来一趟。小李大人是半个时辰之后回来的。怎么了？招人着急忙慌的喊我回来。夫君，我问你，那姚家是不是有什么厉害的靠山？还有他们兄弟二人立下的功劳到底是有多大？听闻姚家与慕容家是有关系的，你也是知道的。这柳大人就是慕容家那边的人，他对两位姚大人都那么关照，必定也是因为慕容家的关系。至于他们两个所立下的功劳，还真的不少。那为什么他们最后只捞了一个8品？这是他们两兄弟以及慕容大将军的意思。为何？有大官都不当，他们脑子不会是进水了吧？我听柳大人的意思，好像是他们自己一开始就不想要当这个官，但雷霆雨露均是君恩，他们也不可能与天家说不做。我估摸着是慕容大将军与慕容丞相在中间周旋了一番，最后天家才下了这个旨意的。小李大人看着夫人那难看至极的脸色，其实早就已经猜到他是闯祸了。夫人，你是与两位姚夫人起了争执？他们没跟我起争执，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为难了他们妯娌二人。小李夫人将自己不停刁难人家，但是人家都不生气的事情给说了一下。哎呀，夫君，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夫人，我这就让人准备一些东西，明日我们一起去姚家一趟了。虽说这个事情人姚家也的确是没有跟我们过不去的意思，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说开的。翌日，殷素娘正准备与姚勋吃午饭，就听东林说李家来人了。多准备2个人的碗筷，另外再去炒2个小菜上来。是，大人。小姚大人，当真是失礼了。小李大人，不用惶恐，坐下吧。姚三夫人，往日的事情是我自己小家子气了，总是话里话外的为难你，还希望姚三夫人莫要见怪。你就放心吧，我知道你不是个当真坏的。昨日那么说，其实也就是想要吓唬吓唬你，免得你次次都针对我们妯娌二人。至于道歉，也没得这般严重，更不会影响两家大人之间的事情。你当真不生我气？我之前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为难了你的，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生气？生气？一开始或许是有的，因为你总是想要为难我们，我也是觉得有些厌烦。因为不瞒你说，我这人就是不大喜欢与女人扎堆，女人事情太多，像那个破烂玩意儿都能说到一天，我自己是真的没那个耐性。像小李夫人这种，说白了就是骄纵惯了，但要说坏心眼儿，她还真的是没有。毕竟那些个真心不好的，那才是她最应该防范的人。你也吃点吧，这几道都是我做的，你看看合不合胃口。这真是你自己做的？当然，虽说找来的厨娘做的饭菜与我们家乡那边的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毕竟也是有些出入的。我自己倒是还好，就是我们家大人时常会想念家里，所以我也就时不时的做一些，好让他缓解一下思乡之苦。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当初我与我家夫人刚刚过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很不习惯，只不过时间长了，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大人，你这话说的是我不会做饭，然后帮不了你解那思乡之苦一般。他没好气的嗔了自家大人一眼，这才扭过头去看向殷素娘。姚三夫人，你这手艺一看就是不错的，你们尝尝吧，我也不知道你们各自的喜好，那你们就看着吃。我们家饭桌上没得那么多规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小李夫人闻言瞅了一眼殷素娘那凹凸有致的身段，下意识的就觉得她是在说谎，能够将身材保持得这么好，必定不会多吃的。但他没一会儿就见到姚勋和殷素娘两口子吃得贼香，他也就没忍住跟着一块吃了起来。我还真的是头一回吃用冬瓜做的丸子，这丸子有冬瓜的清香，也有肉的香味儿，我觉得很是不错。既然你喜欢，回头我将方子写下来给你，你回去了之后可以让厨房的人试着做一做。姚三夫人，那我可是不会跟你瞎客气的。小李夫人眼巴巴地瞅着红烧肉的模样。小李夫人，你可是想吃这个？我不想吃。我家夫人说吃了肉会发胖，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少吃肉，就算是吃，也是吃了一口就不愿意吃第二口的。其实吃一点也没什么的。不行，你这肉看着就好吃的紧，
我说是吃了，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事情，我不吃。吃吧，我过了油的，其实不是很油腻。小李夫人其实就是个吃货，她现在一听殷素娘这话，压根就忍不住了。她无比满足的将这一块红烧肉给吃完了，这才有些意犹未尽的看了桌上的红烧肉一眼。夫人，你若是喜欢，多吃一些也无妨。大不了的，一会儿子回去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坐马车了，我们慢慢走回去，你看可行？第二天一早，说完了小李夫人家的事情，王氏突然就想到了昨日自家大人说的一件事儿。素娘，你最近可得看着你家大人一些了。我听我家大人说，有个富商女看上了你家大人。虽说你家大人的人品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女人我可信不过。她为了得到自个儿想要的东西，那可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真是看上我们家大人了？那洪家姑娘眼光怎么就这么独特？难不成她愿意做小？素娘，你对那洪家姑娘不了解。这洪家姑娘早些年跟着她父亲走南闯北的，性子与男人没什么区别，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问题就是她不喜欢那等文绉绉的读书人，连带着文官在她眼里啊，都是个不值一提的。她就喜欢那些有身手又长得不错的。上一任宣节校尉就是因为中招了，他家夫人大发雷霆，并且告到了上头去，所以上面才将他调走的。怎么还能够用抢的呀？这就算是再不要脸，寻常人家的姑娘也干不出这样子的事情来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光是你的，就算是二夫人你也得要小心一些了。若是他真的敢这么做，我就跟他斗一斗。阿嫂，这个事情我们可不能乱来。我觉得吧，我们先小心提防，免得给了别人机会。而且咱们也得与自家男人说清楚了。那是自然，咱们也不光是跟他们说清楚这个事情，还得要说得很清楚。于是当天晚上，文氏就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与姚二说了一遍。媳妇儿，这个事情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们刚刚上任没多久的时候，柳大人就已经与我们说了。那怎么没见你提过呢？我倒是想要与你说，可是媳妇儿，这个事情不好说出口。你们都知道的话，那我就真的是可以放心了。我原本是想着怕你与荀子都不清楚，然后着了别人的道。因此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头，洪家3番5次的邀请他们二人去吃宴席。这天夜里刚从酒楼出来呢，姚勋就觉得自个儿身子有些莫名其妙的难受。大人，咱们早些回去吧，我觉得您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怕在街上耽搁久了会出事儿。可就在这个时候，洪家老爷却是追了上来。小姚大人，我看您今日是有些喝多了，要不我吩咐人送您回去吧。姚勋虽说是觉得身子有些不舒服，但意识却是还特别清楚的。多谢洪老爷的美意，我们家离这边也不远，也就不麻烦洪老爷了。他说罢就让东林扶着自己上了车，再不去看他。老爷，您为何不多拦一下？我看这姚大人都已经开始有反应了的。若是现在就动手的话，那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你以为他不知道我们开始行动了吗？啊？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刘家玉他们两兄弟那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觉得他们还会不知道吗？但是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关系，我这一次呢，也不过是想要试一试而已。事实证明，这小子的确是比上一个宣节校尉要好得多。而一到家门口，姚勋就直接晕了过去。这是怎么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不过对方没得逞，不过大人这一晚怕是会不舒服了。你们家大人扶到屋子里，然后让厨房那边现在就送水过来，快一些。这何止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简直就是想要趁着姚勋昏迷不醒的时候将人给就地正法了吧。当家的忍一忍，等你这不烫了，再泡一回热水澡就好了。或许是听到了殷素娘的声音，所以姚勋其实还是挺乖巧的，待在了浴桶里。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多少就与我说多少。是夫人，大人们与那些富商在吃饭的时候，一切都还挺正常的。不过我们都看出来了，那洪家老爷对大人要比二老爷那边好一些。刘大人也叮嘱了我，一定要小心照顾着大人，吃的、喝的、用的，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看着的。别人也吃了，可是就我们家大人中了招。我回来的路上就琢磨了一下，估摸着是大人用的杯子或者是碗筷有问题。那洪老爷后头还跟出来了？没错，当初我和大人都以为他是要将人带走，所以我们匆匆离开了。我知道了。夫人，您这是不管？你放心，我不可能是就这么不管了的。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冲动，他们这一次会动手，就肯定还会有下一次。既如此，那我们就等着下一次。如今无凭无据的，就算他去洪家讨说法，人家也不会承认呢。而这会子，姚寻也不过是刚刚清醒过来，他就听东林说洪家夫人带着他来了。我先出去看看，你莫要生气。媳妇儿，你也不用给他们什么脸面，若是他们挤兑你，你也不用收着，直接反驳回去就是。他一进花厅，就闻到了一股子很是浓郁的香粉味儿。殷姐姐，我可算是见着你了。红姑娘说笑了，我娘家只得3个哥哥，没的妹妹。且红姑娘出身不凡，我乃乡野出身，也不好与红姑娘做姊妹。最后，我家大人也没什么纳妾的打算，所以你这一声姐姐就真的太不合适了。红三姑娘当然知道殷素娘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太会装傻了。殷姐姐，我们年纪相仿，你大我一些，我喊你一声姐姐也是应该的。是了，我与我娘这一次过来呢，就是想要拜访姐姐你的。那可就真是多谢红夫人与红姑娘了。但是无功不受禄，你们的东西啊，我们不能收。一会儿帮着红夫人、红小姐将东西都送回马车上，免得累着了他们。是。孙婆子咬牙切齿的应了一声。昨晚的事情她是十分清楚的，一想到这个不要脸的还好意思登门拜访，身上又散发着一股子奇怪的香味儿，她就恨不得直接将她弄到粪坑里头去。殷姐姐，你们家这个婆子可真是了不得呀，当着客人的面都这么凶神恶煞的，这若是在我们洪家呀，那可真的是要拖出去抽板子的。你以后对这些奴才也是要管得周到一些，这在自己家里丢人现眼倒也没什么，可是啊，要是出去了外头，别人见奴才不懂事儿，说的可就是主子了。红姑娘，我觉得我们家的规矩还是可以的，虽说是小门小户出身，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好歹也不会做出那般毁清誉的事情来。姚三夫人，我们可是想要过来看看你们的，可是你们这个态度，就真的是让我们有些心寒了。心寒？孙婆子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2个字来的。她扭头去喊了管事与东林过来，做好了随时将他们赶出去的准备。可谁知道呢，管事与东林过来才一小会儿，他们2个脸上就露出了难色。是他身上的那股子香味有问题。你们先下去。是夫人。红夫人，如果这就是你们登门拜访的目的，那就大可不必了，我们姚家不欢迎你们。姚三夫人，既然你都已经将事情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吧，有些事情你还是要识趣一些比较好。我们家呢也是抬举你们，并不是要为难你们。按道理你是当家主母，我们也不会让你离开，但是我家月儿也断不会给人做妾室，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们府里多一位平妻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凭什么？姚三夫人，你是聪明人，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的了。如果你识趣的话，我们洪家必定是不会为难你们母子的。可是你要想一想，如果你不配合，你觉得就你们家这个实力，能够跟我们斗吗？洪夫人，你们当真以为这楚云就是你们的天下了吗？楚云的确不是我们说了算，但是敢在楚云与我们叫嚣的还真的是不多。我们也知道你们家与京城慕容大将军家里是有些关系，可正所谓山高皇帝远的，就算是你现在写信告诉他们，等他们收到消息的时候，指不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呢。姚三夫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应该做什么选择，我想你心里应该是已经有数了的。我们就给你1日的时间吧，1日过后，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殷姐姐，那我就先走一步，明日见啊。他这话一落地，转头就被人泼了一身脏东西。坏女人，你就是个坏女人，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你出去，你给我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你走。来人呐，给我将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贱婢拖下去打死！我看谁敢！这里可不是你们洪家，你们还真以为我们姚家是好欺负的不成？他让云芝将雨滴带到了一边，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洪三姑娘跟前。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也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答复了。我的答复就是不可能。姚三夫人，你知道你这话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从这一刻开始，
你们洪家必定是要与我们姚家过不去了的。但是我也可以实话告诉你们，我不怕。殷素娘也不错眼珠地看着他。我也知道你姐姐是在皇宫里头做妃子，但是这又如何？就因为你们家有钱有背景，就当真可以恃强凌弱，强行霸占别人的丈夫了？你说说，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让圣上知道了之后，他会怎么看待你们洪家？会怎么看你姐姐？是吗？那我还真的是想要看看圣上会做出什么决定来。但是我想，在圣上做出决定来之前，我就已经可以将你从姚寻身边赶走了。凭什么？你怎么过来了？不是喊你别过来的吗？那些不知所谓的阿猫阿狗都已经欺上门来了，我怎么可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小姚大人，你当真要跟洪家作对吗？你可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要做出什么选择才对啊。我知道自己要做出什么选择。红姑娘，你这样子的，在我们村那可是要被拉出去进猪笼的。但碍于这里不是乡下，我也不是村长，也就不好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从今以后，我希望你们洪家的人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家了。所以小姚大人的意思是，你们家后院就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自然不是，我家夫人也需要人伺候啊。但是红姑娘身子娇贵，自然是不可能来我们家做丫头的。他自认为自己身段、样貌什么的都在殷素娘之上，可是这男人眼里却始终只有殷素娘一个。他又气又怒，也就只能是愤愤地转身离开了。大人，夫人，真的是对不住，都是我没有看好雨滴，这才让这孩子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孙嬷嬷，这并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雨滴的错，相反，我觉得雨滴是什么都没有做错，她还做对了。夫人，您不是跟奴婢开玩笑的吧？孙嬷嬷，我说的可是真心话。雨滴今日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护着我，我知道这孩子是有些缺点，但这也不是什么事儿，所以你也不用时常担心他会不会闯祸。今日你们一个个的都向着我，我心里也是有数的。这个月的工钱都给你们翻倍。另外，雨滴啊，你告诉我，你可有什么想要的？雨滴一听这话就想要张嘴。你这孩子，夫人已经给我们涨了工钱了，不能够再要别的东西了。孙嬷嬷，你也不用多想，我只是想要报答雨滴。今日他这么做，着实是给我们两口子出了一口气。且若不是他这么站出来了，我们家以后指不定还是要与洪家虚与委蛇的。可是夫人，这工钱都已经翻倍了，说是我们再要您的东西啊，那可就真的是不太合适了。这一码归一码，涨工钱又不光是只给你们涨，大家都是涨了的。但是我要给雨滴的东西，那是他独一份儿的。雨滴，你只管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雨滴闻言也没立刻说，而是委屈兮兮地看向了孙婆子。孙婆子心里也不忍，最后也就只好点了点头。夫人，雨滴想要吃糖，好多好多的糖。行，那一会儿我就给你买糖去。他没一会儿就带着云芝出去买了糖回来，又亲自给了雨滴，这才去找了姚寻。当家的，我们今儿可真的是彻彻底底的与洪家翻脸了。我觉得按照他们那个嘴脸，以后肯定是要跟我们过不去了的。就许他们家下手啊，我们就只能是傻乎乎的等着接招嘛。媳妇儿，这事儿你也不用管，我已经让东林出去办了。你不会真的是让东林将今日发生的事情给宣扬出去了吧？就算是我们不宣扬，他们洪家日后肯定也是要拿这个事情做文章的。这粪水是我们家泼的，他们少不得要死咬着这一点来闹腾。既然如此，那我们怕什么？就直接跟他们对上呗。洪家这2天这么安静，就是在等他出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第5天，殷素娘就出门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些人就已经开始推马车了。你们这是做什么？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宣杰校尉家的马车，你们竟然这么做，有你们后悔的时候。他这话一出，墨竹与墨心的人就出现了。也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这些人就全部都被收拾了。是洪家指使你们这么干的，对吧？我劝你们最好就别多管闲事，免得到时候你们自己惹上了大麻烦，那时候你们就真的是想要离开都离不了了。就是，你们赶紧滚啊，不要耽误我们的事儿。墨竹与墨心见他们都这个样了，也不废话，直接就给自己的人使了一个眼色。这些人也就将这10多个人全部都拖到了小巷子里，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见他们这么没骨气，墨竹等人也很是瞧不起。但他们都已经将洪老爷给供出来了，墨竹也就直接让人将他们都带回了衙门，交给柳江处理。而他与莫心2个人则是带了5、6个人直接去了洪家，将洪府查封。是主子。你们到底是谁？查封？你们有官府的批文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在我跟前耍花样，不要到了最后，我要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别墨迹了，这是圣上的旨意，不要放走一个人，不管是烧水的还是砍柴的，统统先扣留。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是谁？你还不配知道。你洪家嚣张跋扈，欺压百姓，连赈灾款与赈灾的粮食都敢私吞，能够留你们到今日，也是天家给洪贵妃面子了。谁成想你们不知好歹也就罢了，还想要强占别人的丈夫。我女儿是贵妃，你要是敢动我们，我就要你们先死。洪贵妃给高贵妃下了药，但没成功。如今皇后与高贵妃都已经在处理她了。等圣上回了宫，洪贵妃的下场要么是被打入冷宫，要么就是被赐死。一听这话，洪老爷站都站不稳了。都赶紧的，不要耽误功夫。是主子。牢房里头，洪三姑娘与她娘一个牢房，她定定地看着外头守着的那几个人。你们过来，我有话与你们说。你可就别白费功夫了，我们都知道你的本事。你身上那股子香味，谁都知道是勾栏院里头出来的。我们哥几个也不是那等背叛婆娘的怂包，你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但我们是绝对不会按着你的意思去办的。好，那你们就站在这儿，我给你们银子，你们将姚三夫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话要与她说。你就别想了，上面的几位大人都吩咐过了，像你们这样子的，直接就等着查抄结束之后斩首示众。你们还想要见姚三夫人，怎么的？你还不死心呢？就是呀，不要脸的人我们见多了，但是像你这样子不要脸的女人，我们也是头一回见。那么明目张胆的说要别人的男人，还说要做平妻，你也不想想自己配吗？整个楚云上下，谁不知道他勾引过不少男人？不说别处的，就说那些个爬过他床的男人，怕是数都数不清了。你们还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是吧？我告诉你们，等我出去了，有你们苦头吃的。就是一堆小人，别以为我们洪家就此落败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这些蝼蚁都不如的东西，都想跑到我们前头去？我呸！你们就算是做梦，也不可能骑在我们头上的。算了吧，就你们家这个样子的，我们还真的是不稀罕。你们都给我闭嘴，闭嘴！我们说的不过是实话而已，你若是不爱听，那是你自己的事。说罢，那几个人就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去了，谁都不再搭理他们母女2人。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子，这母女2人就不停地在牢房里头闹事儿，不是突然晕死了过去，就是发疯似的大喊大叫，有时候甚至是半夜就中邪了似的笑了起来。于是他们也就将这个事情上报给了柳江知道。他急匆匆地去了姚家，就见2位大人正在给姚三夫人翻地，而姚三夫人自己则是带着丫头婆子在种菜。柳江见状，也就将牢房里头的事情给汇报了一下。要见我，这不是打算害我吧？害不害的我不确定，但是他必定是没安什么好心的。殷娘子，你就当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了。有那个闲工夫，我还不如直接在家里多种点菜呢。那女人要见他，能够说出什么好话来？无非就是骂他呗，他没必要上赶着去挨骂呀。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您的确是有了身孕。大夫，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按照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你觉得我能够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吗？夫人，您的月份还浅，要下这个结论还早着呢。不过您前头这3个月最好还是要注意一些。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您跟我说的话我都已经记下来了。这大夫就将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都仔细的跟他们强调了一番，最后才离开的。他前脚一走，姚璇后头就从外边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样了？他让我先好好静养1、2个月，到后头看看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若是只有1个的话，他是建议我把孩子生下来的。
但如果是2个的话，就要再等1个月，看看后头我的身子情况到底如何。如果我的身子顶不住的话，那这个孩子也就只能不要了。哎，媳妇儿，大夫说的对，咱们就按照他说的来。就在他们2口子说话的当口，殷老大就从外面冲了进来。苏娘，大夫说什么了？大哥，我的确是有了。哎，有了也好，有了也好。苏娘，你不用担心以后生娃娃的事情，你放心，我这就去给家里写信，让娘跟你大嫂都过来帮衬你。大哥，真的不用叫他们过来了，我这里也有不少人伺候，而且大夫说的我也都记清楚了。家里我也会安排好的，你不用担心。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养身子。媳妇儿，这个事情你就听大哥的吧。行吧，既然你们2个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我也就不管了。殷老大见妹妹真的是没有意见了，也就直接给老家那边去了信，让娘亲跟媳妇儿都过来照应一下妹妹。姚二家，文氏用了饭之后，就带着二妹在屋子里绣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敲得砰砰响。哎呦，二弟，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宝呢？你来这里做什么？哎呀，这不是快要过冬了吗？我就是想着你能不能帮给我一点银子啊？要是没银子过冬，我跟大宝都没米下锅了。他过来要钱，这一点姚二一点都不意外。可是现在为了钱，他直接就从百花村跑到了这边来，而且看他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一路走过来的。我问你，大宝呢？一说到孩子，姚大的眼神就有些躲闪。大宝在家呢，他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二弟，你莫要担心啊，我们也给他留了粮食，不会有事的。我问你，大宝到底怎么样了？他自己就是个半大的孩子，你将他丢在家里，你真的就一点也不担心？哎呦，他也不是奶娃娃了，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能出什么事情呢？倒是我这一路上风餐露宿的，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二弟呀，你这宅子好得很，你让我进去坐着说话吧，我现在是真的特别累呀。你要说什么你就在这里说，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一个连亲爹、亲儿子、婆娘都会算计的人，他怎么可能让这人进去？老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防着我呢？我可跟你说啊，我是你大哥。我知道你是我大哥，但这跟我不让你进去没关系。你要是没地方住，我可以让人带你去客栈，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大宝是不是真的没事？如果这人真的是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下手，那就真的是特别要命了。他能怎么样啊？我这不是好好的让他待在家里了吗？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赶紧给我点银子让我回去，他指不定就要饿死在家里了。当初分家是已经分得干干净净了的，我们2口子带着大妹二妹净身出户，没拿你们一个子儿。现在你没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二弟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白要你们的钱，不过是让你们借钱给我罢了。你以为我不会还给你？说句不好听的，你从百花村走到这边来，少说都好几天了吧？但凡你是个愿意做事的，你都不会花那么多天的时间在路上。老二，我本来也不想为难你的，但是你婆娘这样子，我就真的是没办法不生气了。你这么大个人了，连个婆娘你都管不好。这钱我们家是不能借给你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盘缠，你赶紧家去。大宝一个人在家里那是很不安全的事情，要是等大宝有什么事儿，你后悔都来不及。你们要是不给我钱，我就一直赖在这里不走了。你也不是什么小孩子了，这样子伸手要钱的事情你不觉得丢脸吗？大哥，你是当街的，如今大宝也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你不好好做事给他攒点钱，将来娶媳妇儿以后要怎么办？大宝本身就是有点歪了的，要是他这个当爹的还这样子下去，那以后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就别废话了，直接给200两银子。你给了我银子，我这就家去。你怎么不去抢啊？你以为这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他们2口子是有这个钱，但是他们的钱真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哎呦喂哦，来人呐，来人看看呐！当了官之后，这人就连大哥都不认了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这个大哥，最后却是连下锅的米都没喽！他们都不愿意帮一把呀，还让我直接滚回去，这不是要绝了我们父子俩的命吗？你这样子喊得不够惨，你应该喊大声一点，去人多的地方喊。这会儿子大晚上的，别人也看不清楚。我建议你明天再来，一定要在人多的时候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无非就是要学你娘那一套，然后在人多的时候卖惨嘛。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睡觉了，不会出来看好戏的。你若是不死心，那你就明日再来，最好是在人多的时候来。等到了那个时候，你想要怎么喊，那你就怎么喊，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后果自负。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起来，姚二家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要买菜的大娘大叔。姚大就这么跪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哭，时不时的就说上那么一两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姚二和姚寻的不是，什么自己两个弟弟抢了他的官，将他父子丢在了老家，然后跑到楚云来过好日子了。又说什么他儿子得了重病，所以他才会一路乞讨过来，问两个弟弟要钱的，但是都被拒之门外了。所以他就在门口等了一晚上，现在都快饿晕了。哎呦，亏我之前还以为这两位大人是好的呢，没成想啊，这一切都是假的。可不就是嘛，官都是抢了别人的错，现在还连亲大哥亲外甥都不管了，这得是多狠心的人呀！两方僵持，最后闹得满城风雨。听说是你两个弟弟抢夺了你的官职，所以你自己没当上官。那我就问你，你原先的官职名声是什么？怎么来的官职？何年何月得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姚大为了将事情闹大胡说的，现在被这么一问，他哪里答得上来？都这样子了，你还打算什么都不说吗？不过也不打紧，你不说，两位姚大人自己可以说。本官相信他们肯定可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说清楚的，是吧？他刚想要说什么，姚寻和姚二就已经从下面走了过来。他们二人朝柳江拱了拱手之后，就如实的将当年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不会吧，都是亲生的儿子，他们家怎么就这么对待这小姚大人呢？这个姚大爷真的是太可恶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这样子胡说八道，真的是太过分了。刘大人，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人的呀，就因为我穷，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这么……够了，都已经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你还不知道反省吗？如今大宝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清楚。你们要给我200两银子，嘿，只要你给了我立刻就将大宝的事情告诉你们。他这话一出，整个公堂就陷入了一片死寂。就在他们两个都很生气的时候，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就说：几位大人，我昨儿刚去过你们老家那一带收棉花，我知道那孩子的情况，你莫要在这里骗人。我怎么骗人了？我不过是说实话罢了。他将孩子卖了，一共得了60两银子，宅子好像也是卖了的，卖了100多两银子吧。百花村的人都议论纷纷，不会有错的。你疯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那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是不是疯了？二弟，你别听他胡说。别人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会拿这样子的事情来胡说八道？这个事情我找人回去查一查就会知道的。我直接将你扣留在大牢里，什么时候查清楚了，什么时候放你走。若不然，你这一辈子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牢房里待着吧。你凭什么管我进去？就凭你污蔑朝廷命官，就你最近做的这些事情，足够你在大牢里坐一辈子的了。将事情查清楚了之后，姚勋也不浪费时间，直接就按照律例将姚大关在了牢房里，前后一共是6年。今日姚勋是要跟柳江去查案子的，说是以往的话，姚勋必定都是提前到的。可是你家夫人还是吃不好。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害喜还特别的严重，每天都要吐个7、8回的，而且每回都特别的严重。如此看来，这个问题是真的有些严重了。要不你们去看看大夫好了。昨日我就请了大夫上门了，但是大夫也说了，
害喜这个事情啊，还真的是没什么可以说的。两位大人，这个事情我有些话想要说。你又不是孕妇，你有什么可说的？且你自己连个媳妇儿都没有的人，你少在这里忽悠人。大人，小的真不是要忽悠人。我家大嫂去年怀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是怎么都好说，也好养活，一点都不挑。但是过了2个月之后，突然就变了。从前喜欢的，后来都不喜欢不说，还一天天的吐。后来大夫来看了，也没看出个什么来，还是附近的老人家说的，可能是怀的双胎，所以才会这样子反复无常。那你家大嫂生了吗？哎，生了，的确是双胞胎。小姚大人，我也不知道你家夫人是不是双胎，但是我觉得吧，你们可以多请几位大夫看一看。刘大人，一会儿将事情弄好了之后，我就直接去找大夫。好，那我们也不要耽搁时间了，走吧，先去将案子查清楚。到了家里之后，姚寻就带着大夫去给小媳妇把脉。这一把，6个大夫里头就有4个说殷素娘是怀了双胎的。大夫，你们说我怀的是双胎，你们确定吗？的确是双胎，虽说姚三夫人你的娃娃只有2个月不到，但其实脉象上已经是有些明显了。大夫，那我现在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只能先静养，能吃什么你就只管说出来，只要是可以吃的都多吃一些。好的，多谢您了，您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媳妇儿，真的是让你受罪了，说真心话，我现在都后悔了。要是那时候不知道是2个，1碗汤要下去的话，就没有这个罪了。当家的，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但是我们当初都已经说好了的，而且这是2个孩子，我真的不忍心。我知道你舍不得孩子，但是我更担心你。咱们打个商量，就再等1个月的时间。如果1个月之后你不吐了，情况都稳定下来了，那成，这孩子咱们要。但如果1个月之后你还是吐得这么厉害，这孩子咱们就不要了。行，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按照你的意思来。从一开始不愿意生，一直要求做错事的人是他，怕自己有危险的也是他。他也没有想到，就算是做了错事，还是怀上了。宝宝啊，娘真的很想要将你们留下来，可是你们这样子，娘亲可能都等不到你们生出来的那一日，娘亲自己就先不行了。小松鼠见他整个人憔悴了不少，也就担心的叫唤了几声。没关系，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结束。上一次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很多了，这一次呢，估计也就只有靠我自己才能够撑过去。如果真的是可以撑过去，那自然是最好的。若是撑不过去，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他现在能遇见姚寻，能拥有这么多人的关心，这就已经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了。所以呢，他也真的是不会要求更多，他就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安安静静的，那就足够了。想到这里，他也就伸出手，示意小家伙跳到自己身上来。不可以，你肚子里有小崽子呢，还是2个。你要加油，要是能够顺利的过去，你以后就会一切都好好的了。没错，这一次就是殷素娘的第3个结束，她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她的生命力在一点一点的减弱。小家伙们，听到了没有？这一次啊，真的是娘亲自己的结束。你们最好是要一直都乖乖的哦，若不然，你们以后就真的是见不到娘亲了，也看不到你们爹爹跟哥哥们了。娘亲也没机会给你们做好吃的了。你们娘亲做的东西很好吃，崽子们要乖，不要闹。他3餐都会尽量多吃一些，吃完了之后，他就拿着橘子皮在自己跟前闻着。这一天天的，他就慢慢的发现，孕吐的时候好像是少了一些。当家的，我觉得娃娃是听见咱们说的话了。姚寻知道，他一直都想要将这2个娃娃留下来，如今看他满眼泪光的看着自个儿，他心里也就真的是很不是滋味。媳妇儿，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有些丈夫在他们家媳妇儿怀孕之后，害喜的人并不是他们媳妇儿，而是他们自己吗？是啊，是有这样子的人的。媳妇儿，我之前就一直想着，如果我可以替你孕吐，那就真的是太好了。当家的，你这是胡思乱想些什么呢？这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的，只是一小部分罢了。而且我这段时间吐的厉害，你自己也不好受啊。媳妇儿，
如果不是遇见了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又或许是因为殷素娘跟娃娃说的话真的起了作用吧，她的气色也是慢慢的比前头大半个月要好了不少。日子一日一日的过去，原本大夫是打算中午就给她熬催产汤，可中午的时候产婆就已经说差不多要生了，羊水都已经破了。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外头看着孩子们吗？媳妇儿，你别着急，他们不会吓着的。倒是你安安心心的生娃娃，若是疼了，那你只管咬我就是。罢了，你要进来，那你就在边上守着，你不要说话，你一说话我就会分神。好，那我就在这边守着你，我不会说话的。夫人，一会儿在我们喊你用力啊，你就一定要用力。你的情况比那些个只有一胎的都要好，咱们稍微努力一些，必定可以将娃娃顺顺利利的生下来的。好，我记住了。1刻钟过去，阵痛越来越明显，殷素娘已经疼得满头大汗了，她就这么咬着牙忍着。产婆说用力的时候，她就用力；产婆让她歇一会儿，她就立刻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就这么过了差不多2刻钟吧，第1个孩子出来了。夫人，已经出了1个了，咱们继续努力一下啊！这第1个生出来了之后啊，第2个就会很快了的，你不要担心。好，我知道了。殷素娘这会子真的是头发都湿了，但是她觉得这一次是真的要比生姚念那一次轻松得多呀。而且产婆说的也没错，这第1个生下来之后，后头这个不用1刻钟也出来了。她在听到2个娃娃在自己身边哭的时候，真的觉得整个人都是死里逃生了。我媳妇儿当真没什么问题。小姚大人，你就只管放心吧，夫人的情况其实真的很稳定。恭喜大人，恭喜夫人，喜得龙凤胎。公子是哥哥，千金是妹妹。公子有4斤8两，妹妹是4斤6两。虽说个头比单胎的要小一些，但是在双胞胎里头也是很不错的啦。龙凤胎，这是姚璇和殷素娘都不敢想的事情。产婆将孩子收拾了一下，然后外头的人都已经等得有些焦急了。娘，你让我进去，我要看看你。一听小家伙声音里都带着哭腔，殷素娘也就赶紧让姚璇将那小家伙给放了进来。娘，你以后莫要生娃娃了，我给你生，你要多少我都给你生，你自己别生了。傻瓜呀，生娃娃只有姑娘家可以生，你长大了之后就是个男人，男人怎么生孩子呀？那咋办啊？娘，要不我做姑娘吧？没关系，做小子也很好，娘亲都喜欢的，你们也不用担心，娘亲以后可能都不生娃娃了。